娘亲，穆氏经过了10几年，如今已经几乎没有小孩诞生了，即使勉强生下来，也活不长的。你是谁家小宝贝啊？怎么办？今天爹爹不在，娘亲一醒来又要打骂我了吗？娘亲，你别生气，我这就去挖野菜，是爹爹让我在家的，怕你醒过来身边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叫我娘亲啊？就算要叫，也应该叫妈妈才对啊。秦琪安愣愣地看着江婉婉，不知道怎么答话。江婉婉想继续问着什么，却突然捂着头，头痛欲裂。她忍了一会儿，竟又晕了过去。秦晋池，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不是你的卑鄙行径，我怎么会与你成婚呢？带着这小畜生出去，看着你俩，我就恶心的吃不下饭。我不做也不会。怎么就想娶我来给你端茶送水的？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会做的。一段段陌生的记忆出现在了江婉婉的脑海中。原来她真的死了，只是莫名地穿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人身体里。从记忆里她发现，这个江婉婉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美人，而她如今的相公是个英俊壮实的汉子，但她并不愿意嫁给这个人。两人被迫成亲之后，她什么也不做，生了秦琪安以后，更是对这个小团子非打即骂。江婉婉想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么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宝贝，疼她都来不及呢，竟然还打骂。哎呀，罢了，还好这女人一场风寒就去了，以后我会好好疼爱这个小宝贝的。至于那个男人，算了，不想了，总有办法解决的。不过虽然这里穷了点儿，但是至少没有凶恶的丧尸，没有生命危险，其他的就先一步一步来吧。江婉婉缓缓睁开眼，朝着秦琪安招了招手。宝贝，你快到娘亲这来。秦琪安眨巴眨巴眼睛，有些害怕。他不明白为什么娘亲醒过来之后就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娘亲她竟还叫我宝贝。宝贝，娘亲，宝贝的名字是什么呀？娘亲头太疼了，都有点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秦琪安听到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并不觉得有多难过。娘亲不打他骂他就已经很好了。我的名字是秦琪安。那有没有小名啊？秦琪安摇摇头。你这样可爱，那以后娘亲就叫你团团，好不好？秦琪安呆愣片刻，眼眶通红。我有小名了，好好听，比大牛叔叔家的狗蛋哥哥的小名还好听。娘亲终于开始喜欢我了吗？怎么了？哎，你别哭啊，小宝贝。秦琪安听着他叫自己小宝贝儿，哭得更惨了。别哭了啊，你是不是觉得团团不好听啊？那娘亲重新给你取一个好不好？娘亲，我很喜欢，我可以一直都叫团团吗？你可以一直喜欢我吗？这句心里话他很想说出口，但是却不敢问。当然，小宝贝一辈子都叫团团。秦琪安被他亲了一口，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像个小鸵鸟。江婉婉看着他可爱的样子，低头又亲了亲他。两人正温馨地说着话，门突然吱呀一声推开了。江婉婉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形修长、剑眉星目的男人走了进来，只是眉眼间尽显焦急和愤怒。怎么了？齐安怎么哭了？齐安还小，还只是个孩子，你有什么脾气发到我身上便是了，何苦为难他？爹爹，娘亲没有骂我，你别说他。娘亲刚刚还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团团。秦晋池听着团团的话，诧异地看了江婉婉一眼。这原主这么讨厌秦晋池，莫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在江婉婉刚刚接收到的信息里，原主在没与秦晋池成亲之前爱慕一个书生，但那书生长得很一般，如今也未考取功名，整日待在家里。这秦晋池虽只是个木匠，但却比那书生好太多了。这原主还真是眼瞎呀，这么多年都没谈过恋爱的我，
这白捡的老公不要白不要。哼，这人不仅长相对胃口，连人品也很不错呢。既然原主不懂珍惜，那这个男人我会好好对他的。秦静池看着低着头若有所思的女人，亲了亲怀里还在轻轻抽噎的团团，将她放到地上。齐安，你先出去玩吧，爹爹和你娘亲说说话。乖，你为何就是不愿意好好对齐安呢？他也是你的孩子，那么懂事，那么听话，你怎舍得对他动手啊？当初是那李维给你喝了那种恶心的药，我看不过才将你救出来，是你爹娘看到这一幕才强迫我娶的你。我只是不忍一个好好的姑娘名声有损而已，但你为何就如此恨我？就连我们的孩子你都这样不喜欢。也罢，既然你如此厌恶我，我们和离便是。啊，我没有骂团团，也没有打他，我就是突然想通了，只是想对他好一些。我以后会好好对团团的，也会好好和你过日子。你别生气了。秦静池看了他一眼，并不相信。香婉婉看他半信半疑的模样，也不勉强。他知道原主前科累累，几句话哪儿会让男人相信呢？罢了，以后且看着吧，一步一步来便是了。你这风寒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好了一点，快好好躺着吧，我去做点吃的。秦静池给他盖好被子，才开门出去。刚出去，就看到了坐在外面小凳子上的秦琪安，看到自己走出来，眼睛亮晶晶的。齐安，有没有想爹爹啊？小爹爹，爹爹，今天娘亲给我取了小名叫团团，我好喜欢。秦静池微微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道：团团很可爱，那以后爹爹也叫齐安团团好不好？爹爹，娘亲说她以后会对我好，是不是真的呀？她以后也会像狗蛋哥哥的娘亲那样抱我亲我，还让我躺在她身边睡觉吗？秦静池看着团团小心翼翼又忍不住欢喜的模样，心里酸涩不已。会的，娘亲也会很爱你的，和爹爹一样爱你。以后爹爹和娘亲都会好好爱护我们团团的。团团也会很爱爹爹和娘亲的。江婉婉听着外面团团欢喜的笑声，不由自主的也跟着笑了起来。江婉婉思索着以后的生活，突然想到什么，差点忘记了大事，自己的空间还不知道在不在。她连忙查看，进到空间里，看着各种各样的种子和粮食，这才松了口气。江婉婉躺着出了会儿神，就听到细细碎碎的声响。她扭过头，就看到团团一只脑袋伸到门里，小心翼翼地看着她。见自己看着她，就咻的一下把小脑袋缩了回去，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伸了回来。江婉婉看着她可可爱爱的模样，喜爱极了。团团，快到娘亲这儿来。团团听到她喊自己，害羞地走进来，一摇一晃地朝江婉婉走去。娘亲，团团，你快把鞋脱了，到床上来，娘亲给你捂捂。团团呆愣愣地脱了鞋，被江婉婉抱上了床，将她放到被窝里。团团躺在自家娘亲暖乎乎香喷喷的怀里，满足又开心地笑着。娘亲果然开始喜欢她了吗？团团悄悄地在心里打气，自己以后一定要更勤快一些，多去找野菜给娘亲和爹爹吃。你爹爹呢？爹爹在做饭，他让团团自己玩。娘亲是饿了吗？没有，娘亲啊，就随便问问我们团团宝贝是不是饿啦。团团每次听到娘亲喊他团团，还喊他宝贝，他就好高兴好高兴。没有，团团没有饿呢。江婉婉疑惑地看着他，这孩子怎么突然就高兴起来了？随后又无奈地笑笑，小孩子好像情绪都很多变。母子俩在床上轻声说着话，一会儿就见秦静池推开门进来，端了一锅野菜汤和一大锅的糙面糊糊进来放到桌上，疑惑地看着床上的母子俩。难道他说要对团团好的话是认真的？他心里叹了口气，罢了，先看看他要做些什么吧。你们俩快起来吃饭吧，这天气挺凉的，一会儿饭菜该凉了。江婉婉听到这儿，坐起身来，然后牵着团团走到桌前坐下，
江婉婉看了一眼桌上的菜，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个家真是够穷的，她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赚点钱才行。这些饭团团吃了一点营养都没有的，得买点肉什么的回来给他吃。家里的钱都在你那里，但是每一次把钱给你，你就买这买那的，应该也不剩什么了。对不起啊，我会想办法的。怪不得他身上的衣服料子都不错，但男人和小团子穿的却破破烂烂的。江婉婉看着碗里的野菜和面糊糊，实在吃不下，她只象征性的吃了几口。团团看着她放下筷子，疑惑地对她说道：娘亲，你不吃了吗？今天的野菜和面糊糊都好好吃，爹爹找了好多回来，够我们吃好几顿了，你快多吃一点。说完，小手还微微发颤的用木勺舀着黏糊糊放到江婉婉碗里。团团吃，团团多吃一点，娘现在没有胃口，等到晚上娘给你做好吃的。她的空间里除了粮食，还有很多调料、蔬菜之类的，一直放着也不会坏，一会儿去山上看看，想个法子带回来一些。这个小团子瘦瘦小小的，得好好补补才行。三人吃完饭，秦晋池就要出门了，有人约了他去做个柜子，大概晚上才能回来。走之前他犹豫了一下，走到江婉婉面前嘱咐道：我先去做工了，你看着点团团，别让他到处乱跑，不过他很乖，应该也不会出去的。江婉婉点点头。秦晋池走后，江婉婉就打算去山上看看。她打开床角陈旧的衣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她的衣服，每一件看着都是很新的，但里面一件团团和男人的衣服都没有。宝贝，你有没有别的衣服啊？有的，娘亲，但是早上我洗了，在外面晾着呢。说完，还拉着江婉婉的手，带她到院子里去看。江婉婉看着挂在晾衣绳上破破旧旧的小衣服，眼眶不由得开始泛红。娘亲以后啊，会好好爱我们团团的。我知道娘亲很喜欢团团的，团团也很喜欢娘亲。团团，你乖乖待在家里，娘亲去山上看看，找点吃的，好不好？可是爹爹说山上很危险的，他都不让我去。没事，娘亲就在山下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好吧，那娘亲要快快回来。好，那娘亲走啦，你把门关好，有陌生人敲门的话就不要开，知道吗？江婉婉来到山下，正想往里走，就见几个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秦家的，你怎么还往山上跑啊？这多危险呐！我想去山里看看有没有野菜什么的，想摘一些给我家孩子吃。那你也不要进去太里面，在山脚下找找就行了。再往里可是有猛兽的，你可小心着点儿。谢谢婶子，我会小心的。那我就先走了。等江婉婉进山后，几个女人才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你看她身上穿的衣服啊，那可都是好料子，要好些钱呢。她家男人呢可是木匠，这再怎么样，日子肯定也比我们普通人过得好呀。好过，你看看他家男人和家里的小崽子，整天穿的衣服都不知道缝缝补补多少次了，还有好多次我看到他家里的小崽子提着个篮子到处找野菜呢，怕不是家里男人好不容易赚点钱都被他给霍霍了，自己见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家里小娃娃都不舍得给做件粗布衣裳。几人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江婉婉并不知道，这时她正站在一小片枯得差不多了的野草旁。她要是没记错的话，这野草看着很像土豆苗啊。想到这儿，她不由得笑出声来，运气真是不错。原本就想来山里随便看看，然后从空间里拿点东西出来的，哪成想还有意外之喜。江婉婉连忙放下背上的背篓，拿出里面的小锄头挖了起来。看着这一个个圆滚滚的土豆，江婉婉脑中涌现出一道道美味，可以做土豆丝、土豆饼、干锅土豆、红烧土豆，光是想想就要流口水了。她觉得团团要是吃到的话，肯定会软软的跟自己撒娇，让自己下一顿还做。等把土豆都挖完了，背篓就差不多装满了。江婉婉心满意足地背着下山。下山的路上，江婉婉采了点野葱，等快到山脚时，竟然看到了一棵花椒树。江婉婉喜出望外，连忙采摘起来。
但是花椒树长得很高，他只能采比较低的部分了，剩下的等秦静直有空再让他来采吧。江婉婉在回去的路上，远远的好像看到了一条小河，略微思索一下，就往小河走去。走到河边，清澈的河里鱼虾成群，江婉婉震惊极了。按理说这个村子很穷，大家都应该抢着来捞鱼虾才对，好歹也是肉啊，怎么这河里还有这么多呢？不管了，有这么多呢，可以多捞一些回去做给团团吃。江婉婉放下心中的疑虑，把背篓里的土豆都倒了出来，用背篓去捕鱼。忙活了一会儿，才逮到了一条约莫4、5斤重的黑鱼。虽然鱼很多，但都不太大，她看不上。江婉婉看着背篓里4、5斤的黑鱼，以及差不多分量的虾，满意极了。她先把土豆、野葱和花椒收拾好，放进背篓，才把鱼虾放进去。想了想，她又在空间里取了些辣椒之类的调味料，一起放进去，这才背上背篓往回走。江婉婉刚推开门走进去，就看见小团子正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搓着衣服。定睛一看，那衣服竟还是自己走之前换下的。娘亲，你终于回来了。江婉婉快速地放下背篓，也不管身上被水浸湿的衣服，走到团团面前，拉着他的小手捂着。哎呀，团团，让你自己看着家，你怎么还洗衣服呢？你哪能洗衣服呀？娘亲，你生气了吗？你别生气，团团不是故意的。娘亲没生气，娘亲只是觉得你应该好好玩的，这些活呢都应该娘亲和爹爹做，以后不许做了，知不知道？可是以前都是娘亲你让我洗的呀，虽然以前我都洗不干净，可是现在我多洗一会儿就能洗干净了。娘亲你看是不是好干净的？团团，今天娘亲给你说件事儿，你保证必须要做到，好不好？好，娘亲。以后你不能一个人洗衣服干活，知不知道？这都是娘亲和爹爹应该做的。你呢，可以去找别的小孩玩，好不好？可是娘亲和爹爹会很累的，团团能够做好多好多的事情，爹爹都夸我做得好。娘亲，你就让我做吧，我多做一点的话，爹爹娘亲就可以少做一点了。江婉婉张了张嘴，心中酸涩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何其幸运，能拥有这样的宝贝。那以后呢，娘亲会给团团分配活计，娘亲让你做你才可以做。要是娘亲不在，发现你像今天这样偷偷自己洗衣服，那娘亲就打团团屁股，好不好？团团听到这儿，瞪圆眼睛，连忙捂着自己的屁股。我知道了，娘亲，你别打团团。娘亲没生气，娘亲也没想打我们团团，只要团团不偷偷干活，娘亲就还是很喜欢我们团团的。说完，江婉婉牵过团团的手，拉着他就想往屋里走。团团停下来，指着盆里的衣服问：可是娘亲，衣服怎么办？还没洗完呢。团团不用管啊，先放那，一会儿娘亲会洗的。你先跟娘亲进来看看，今天娘亲找了好多好吃的，一会儿可以做给团团吃。你先跟娘亲进来看看，今天娘亲找了好多好吃的，一会儿可以做给团团吃。团团看着背篓里圆滚滚的土豆，问道：娘亲，这是什么呀？团团没吃过吗？这是娘亲在山上找到的。可是这个吃了会不会死掉呀？去年的时候，狗蛋哥哥家的表弟吃了山上采的东西就死掉了。后来大家除了一直吃的野菜，其他的东西就都不敢随便吃了。江婉婉皱了皱眉，取出背篓里的鱼虾、花椒、野葱，问：那你们吃这些吗？娘亲，鱼有好多刺的，还有腥又臭，不好吃的。江婉婉心里震惊极了，这个朝代在吃食上也太落后了。土豆这种产量高的粮食还没发掘出来很正常，但竟然还没开始吃鱼。想到中午的水煮菜和糊糊，江婉婉叹了口气，看来就连烹饪方式也还很落后。不过
这些对江婉婉来说都是好消息，以后她要是做点吃食生意，估计也能赚钱。不过还得好好规划才是。团团看她还在发呆，委屈地低下了头。她不应该说这些都不能吃的，这些都是娘亲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娘亲，你别难过，其实爹爹找的野菜还有好多好多，不用担心饿肚子的。团团，娘亲考考你好不好？团团知道咱们是什么国家什么朝代吗？团团听到他的问题不由得笑了。知道，爹爹跟我说过，我们是延庆王朝。江婉婉听完他的回答愣住了，这是个什么朝代啊？历史上完全没有出现过啊！看来自己得以后一步一步慢慢了解了。那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呢？咱们这里是秦家村呀。娘亲，团团是不是好聪明的？你问的问题我都会。特别聪明，不愧是娘亲乖宝宝。乖宝贝，娘亲找回来的这些呀都是可以吃的，娘亲以前吃过，所以宝贝不用怕，一会儿娘亲做好了你就知道好不好吃了。团团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不忍反驳，只在心里想，一会儿娘亲做好了一定要多吃一点，不然娘亲肯定会难过的。团团，你冷不冷啊？娘亲把你放在床上，你盖着被子睡一会儿好不好？等你睡一觉起来就可以吃好吃的啦。可是团团想帮娘亲，团团不冷。听话。那好吧，那团团就睡一会儿。团团睡太久的话，娘亲记得叫醒我哟。好。江婉婉将她放到被子里，快睡吧，乖宝宝。等团团睡着，江婉婉换了身衣服，才处理起背篓里的东西。鱼一会儿做了，虾先放木盆里养着，明天再吃。土豆很多，可以吃好久，再把调料什么的归置一下就行了。江婉婉刚把鱼丸放到碗里，一抬头就看到秦静池站在厨房门口，吓了一跳。你冷不丁的出现在那儿，吓死我了。对不起啊。主要是这味道太香了，进来厨房之后就尤其的明显。他光顾着盯着灶台旁的菜看了，这才忘了出声。江婉婉看他局促的样子，心里软了软。没事，你快把菜端过去吧。秦静池闻言连忙走到灶台旁，先把陶罐端过去。菜都是比较大盘的，只能一样一样来。江婉婉则端起了糙米饭，两人走到卧房。团团睡得还很熟，嘴里还时不时的呢喃着：娘亲，爹爹。宝贝团团，快点起来吃饭了。娘亲，抱抱。江婉婉心软软的抱起暖乎乎的小糯米团子，给他穿上鞋子，才抱着他走到桌前放下。好了，团团快坐下吧，我们吃饭了。江婉婉拿起碗，给三人都舀了满满的糙米饭，一碗一碗的递到父子两人手中。快吃吧。团团看着桌上的饭菜，瞪圆了眼睛，还小心翼翼地凑上去嗅了嗅。江婉婉无奈地笑了笑，摇摇头，跟个小狗崽子似的。见团团还不动筷，江婉婉给他夹了个鱼丸和一些鱼片放到他碗里，想了想，又给秦静池夹了几筷子。秦静池吃了个鱼丸，呆愣愣地看了江婉婉一眼。鱼丸入口 Q 弹，又鲜又香，又吃了块鱼片，入口鲜嫩，麻辣鲜香。秦静池又连忙加了块土豆，土豆软烂入味，咸香非常。自己活了小半辈子，去大户人家做过工，也去酒楼吃过几次。他以为人家做的那些饭菜已经顶顶美味了，但眼前的几道菜却比那些饭菜好吃千百倍不止。娘亲，这个是什么呀？好好吃啊！这些都是什么菜啊？我怎么从没见过？宝贝，你告诉爹爹，你睡觉之前娘亲带了什么回来，好不好？爹爹，娘亲去山上找了好多奇怪的东西，还带回来一条鱼，还有河里那些很多角角的大虫子。江婉婉看男人惊讶地看着他，指着菜解释道：这个呀是鱼丸，就是鱼肉剁成泥，再加上一点调料做的。这个就是鱼片，也就是把鱼切成片做的。这个土豆啊是我今天在山上挖的，长得还挺大个的呢。
秦晋池万万没想到，又腥又臭，还有很多刺的鱼，竟然可以做得这样好吃。江婉婉看他愣着，说道：“快吃呀，再不吃就凉了。”好。团团吃得特别香，小脑袋都快钻到碗里了。慢点吃，还有很多的，以后娘亲经常给你做，好不好？娘亲最好了，娘亲做的饭也最好吃了。好了，快吃吧。说完，江婉婉舀了土豆给他拌到了饭里，两大一小吃完饭，都挺着个小肚子，斜斜地靠着椅子，太饱了，都懒得动弹。缓了一小会儿，秦晋池把碗筷收拾了一下，对江婉婉说道：“你和团团去玩吧，我去洗碗了。”江婉婉笑着点点头。秦晋池看着他的笑，愣了愣，才慌里慌张地拿着碗出去。如今江婉婉骤然变得和善可亲，不只是团团，就连秦晋池都有点被迷了眼。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天色也慢慢暗沉下来。秦晋池端了一大盆水到卧房里，让母子二人洗洗。看着水面倒映着的娟秀面庞，不禁愣了神儿。这长相倒是和以前的自己有8分相似，细细看着好像比自己还更娟秀几分，怪不得说是美人呢。想到末世时也有很多男人追求她，但她都没有好感。江婉婉不知不觉想到外面高大英俊的男人，要是在一起的话，怎么也得是他那样的吧。娘亲，团团，怎么了？娘亲，你的脸好红啊，会不会又得风寒了？怎么办呢？娘亲没事，只是有点热而已，团团不要担心。那就好，娘亲生病的时候，团团好害怕的。娘亲尽量不生病，好不好？乖宝贝，娘亲帮你把衣服、裤子、鞋子都脱了，给你洗洗，好不好？好。江婉婉给他全身上下都擦洗了一遍，给他围了个肚兜，就放到了被窝里。娘亲，我今天不去小床睡吗？小床？我和爹爹都是睡小床的呀，小床在那儿。江婉婉循着他指的方向研究一下，才发现那儿有一张简易的小床，因为看上去不太像床，所以他一直以为是个稍微宽点的长凳。以后团团和爹爹都和娘亲睡大床，好不好？真的吗？真的可以和娘亲一起睡觉吗？看着江婉婉不断的点头，团团高兴的在他脸上亲了好几口。江婉婉心里暖暖的，看着团团不住的笑，团团看着他高兴的模样，害羞不已，咻的钻到被子里躲起来。虽然很害羞，但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的亲娘亲，又抑制不住的感到高兴。推门进去，就看见母子二人躲在被子里玩闹。他不自觉地扬了扬嘴角，走过去将被子拉开，只见团团正光着屁股蛋儿趴在娘亲怀里，笑得开怀。他和江婉婉对视一眼，江婉婉只穿了亵衣，和团团玩闹间竟露出了光滑圆润的肩膀。秦晋池压下眼中的火热，不自然地移开目光，朝团团伸出手说道：“团团，快来爹爹怀里，睡觉了。”团团听到他爹爹要带他去小床上睡觉，焦急又委屈地看了江婉婉一眼。以后你和团团都到大床上睡吧，那个床太小了，不说团团受不了，就连你怕是腿都伸不直吧。秦晋池看着他澄澈的眼眸，愣愣地点了下头。好。那你快上来吧。江婉婉看他上半身光着，露出漂亮的腹肌，不由得红了脸，慌忙地低下头，装作要和团团说话的样子。秦晋池还呆愣着呢，并未发现他的不自在，只是机械地爬上床，躺在了外侧。团团躺在了二人中间，左看看右看看，开心极了。他小手动了动，碰到了秦晋池的头发，摸着还湿润的头发，嗓音软软糯糯的对秦晋池说：“爹爹，你的头发还是湿的哟，你快坐起来，团团给你擦擦。”
那团团帮爹爹擦一下吧。说完，便将床边的一块布头递给自家儿子。团团正要接过，江婉婉就从手中接了过去。我给你爹爹擦擦吧，团团就躺在被窝里，好不好？团团还光着小屁股呢，着凉了可怎么办？团团听着娘亲的话，才反应过来，羞羞地躲进被窝里。那娘亲帮爹爹擦。江婉婉和秦晋池听着被窝里传来的闷闷的软软的声音，想到自家宝贝刚才羞窘又可爱的小模样，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爹爹，娘亲。团团乖，好好躺着，娘亲这就给你爹爹擦头发，不笑你了。团团看了看两人，瞬间忘了自己刚刚有多羞恼，只觉得今天真是太好了，爹爹和娘亲都陪着自己睡觉，吃到了天底下最好吃的饭饭。最重要的是，娘亲亲他抱他了，还说以后都会很喜欢他。想到这里，嘴角不由得翘了翘。团团抓住他爹爹的手。爹爹，你的手好大哦，以后团团的手也会变得那么大吗？会的。看着他爹爹的大手，苦恼地想，大手手一点儿也不可爱。过了一会儿又笑起来，不过自己长大之后可以和爹爹一样出去赚钱了，爹爹就不用那样辛苦了。爹爹，以后团团长大了一定要赚好多银子，到时候你和娘亲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以后啊，不用团团赚钱，娘亲和爹爹多赚点，以后送我们团团去学堂，以后当个状元，好不好？娘亲，我真的可以去学堂吗？当然，不过要咱们团团再大一些才可以去的。秦晋池看了江婉婉一眼，也跟着附和的点点头。团团看着爹爹和娘亲，高兴极了，兴奋地在床上翻来翻去。江婉婉怕他着凉，连忙把他搂在怀里，放到了被子里面。好啦，别玩了，快点睡觉喽。团团这才听话地闭上眼睛。等团团睡着后，江婉婉才对着秦晋池开口道：今天咱们吃的土豆，你以前吃过吗？秦晋池摇摇头，随即想到灯熄了，江婉婉看不见，又说了句：没有。土豆是很抗饿的，只要是每户人家都种上，产量也会很高的。秦晋池这才开始严肃地看待这个东西，他以为就是很好吃而已，虽然看着很大个，但并没有往种植上去想。不过就算是要种啊，也得明年春天了。今天我上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小块地都长了土豆，我就挖了回来。我感觉山上应该还有很多。你明天呢，要是没有事的话，我们就一起上山去找找看，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吃的。好。过了一会儿，秦晋池试探地说：我感觉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江婉婉心里一沉，只得找了个借口：我染了风寒这几天，整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梦里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在一旁看着，就觉得好像这样也很不错。我以后都会和你们好好过日子的，你相信我。至于自己找回来的那些可以吃的东西，他并未解释。以前秦晋池经常出门，也不太了解原主，就算原主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肯定也不会告诉他。秦晋池应该也是了解这点的。好。江婉婉听着他的回答，嘴角扬了扬。那快睡吧，明天咱们还有的忙呢。好。说完，两人闭上了眼睛，一家三口这才齐齐地沉入梦乡。第二天一早，听到外面的鸡鸣声，江婉婉才慢慢睁开眼睛，看着破旧的屋顶，一时还有些呆愣。娘亲，娘亲，团团，你怎么醒得这么早啊？我听到小鸡叫了。江婉婉看了看团团的另一边，秦晋池已经不在了，估计肯定很早就起了。团团乖乖躺着，多睡一会儿，娘亲先起床，等一会儿娘亲做好了早餐，团团再起来，好不好？团团感受着被窝里的温度，很想赖着，可是他是乖孩子，要起床帮娘亲。团团也要起来，团团想帮娘亲。不行，你就乖乖躺着，再睡一觉，娘亲一会儿就做好了，用不着我们团团的。说完，将团团放到被子里，掖好被子，才换上衣服走出去。洗漱完后，走到厨房，想了想，
决定做土豆饼吃。过了一会儿，一盘焦香酥脆的土豆饼就出锅了。江婉婉刚将土豆饼端到桌上，就见秦晋池推开门走了进来。你那么早出去干嘛去了？啊，我给杨大厨家送凳子去了，人家着急要，本来昨天要送的，但是给忘了，我们一会儿还要上山，所以先给他送过去了。啊，那快点来吃早饭吧，我去给团团穿衣服。秦晋池坐在餐桌旁等了一会儿，江婉婉就抱着团团走了过来。你怎么不吃啊？等你们一起吃。江婉婉给父子两人一人拿了一个。快吃吧。吃了一口，土豆饼焦香酥脆的口感在唇舌间炸开。秦晋池和团团两眼放光地看着江婉婉。娘亲娘亲，太好吃了，团团好喜欢。确实非常好吃啊。好吃就多吃点，我摘了很多呢。父子两人嘴里吃着饼，听到他的话只是点点头，都腾不出嘴说点什么了。江婉婉看着他们吃得很满足的样子，自己也很高兴，咬了一口手中的饼。确实好吃。三人早饭吃得饱饱的，歇了一会儿，准备就打算上山了。团团看着自家爹爹和娘亲像是要出门的样子。爹爹，你和娘亲要干什么去啊？爹爹和娘亲要去山上看看，你乖乖在家等我们回来，好不好？可是团团也想去，团团不想一个人在家。山上很危险的，而且早上天气还很冷，你小小的一个，要是不小心走散了、受伤了或者着凉的话，爹爹和娘亲得多担心啊！宝贝听话，今天就不跟我们去了。要是咱们改天去县里的话呢，再带我们团团一起去玩，好不好？团团叹了口气，小大人儿似的。好吧，那娘亲和爹爹早些回来，团团会乖乖的。江婉婉和秦晋池看着他这副模样，笑了笑，一人亲了他一下，才背上背篓出去。一出门，江婉婉就看到自己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湿淋淋的挂在院子里。你洗的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就顺手洗了。江婉婉侧头看了他一眼，这人虽然寡言，却会默默地对人好，这样的人确实很可靠。静池啊，你家昨天是吃肉了吗？那味儿可太香了，香得我家小宝连饭都不愿意吃了。早啊，我们就是昨天捞一条鱼做了一下，可能是婉婉手艺好，所以就闻着香。啊，鱼又腥又臭的，怎么会做得好吃啊？你们要是没吃的，昨天小宝他娘采了好些野菜回来，我给你们分一点啊。谢谢三哥，不过不用了，家里也还有呢。那好吧，不过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找我，咱们这邻里邻居的。好。你和你媳妇儿这么早去哪儿啊？我们打算去山上看看。那你们也别进深山了，有猛兽的，上山小心点儿。那你们快去吧。秦晋池和江婉婉冲他笑了笑，才继续往前走。李贵回到家里，冲着自家婆娘说道：我当他们家昨天吃的肉呢，结果是吃的鱼，那哪能好吃啊？钱家小子也不容易，他那媳妇儿中看不中用啊，里里外外都得他操持，他家那小崽子也瘦瘦弱弱的。以后啊，咱们能帮也帮一把吧，也是可怜。江婉婉和秦晋池来到山脚，远远看去，山上的树大部分已经开始枯黄了。江婉婉一边走，一边仔细地盯着山上的一草一木，想着要是能多发现点水果什么的也是好的。江婉婉看着看着，突然眼睛一亮：秦晋池，你看那边，那一大片全是土豆呢，我们快过去。挖上来的土豆一会儿就装满了背篓，看着剩下的那些，秦晋池说道：我们先挖一部分回去，剩下的我再过来挖。反正也没人，我们先把土豆放在这儿吧，难得来这么远，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那走吧。两人一路走走停停，四处转了转。江婉婉开心极了，她发现了几棵果子树，有柿子树、李子树，还有一棵葡萄树。秦晋池都摘给她尝了尝，柿子和李子都挺甜，就是葡萄还很酸，也不知道过几天再来的话会不会变得甜一些。不过江婉婉倒是觉得甜不甜都无所谓，要是再让它长一段时间还很酸的话，
就摘回去酿酒好了，反正他才不会浪费。江婉婉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拉住秦晋池的手臂，咱们先歇一会儿再摘吧。秦晋池看他累极了的模样，连忙点头，环顾四周，看到了一块大石板，就拉着江婉婉过去坐下。江婉婉抬头，正想和他说话，就愣住了。这人流着汗的模样，真的好性感哦！江婉婉瞬间红了脸，见秦晋池疑惑地看着她，连忙低下头。你应该也累了，快坐下休息一会儿吧。秦晋池点点头，江婉婉局促地坐着，正胡思乱想着，想说点什么，不然气氛太尴尬了。秦晋池坐在他旁边，刚扭了下头，就看到了他白皙修长的脖颈。秦晋池的喉头滚动一下，不由得想到了昨天晚上那圆润洁白的肩头。秦晋池心里复杂极了，明明他们的儿子都3岁了，但他却不知道是怎么的，自从昨天开始，整个人就不对劲儿起来，眼神情不自禁的就会落到他身上。江婉婉还没想好说什么，就感觉到旁边的男人好像一直盯着他。他想了想，微微侧过头，就和秦晋池对视上了。你干嘛盯着我看啊？好看。江婉婉脸色更红了，秦晋池看到他这副样子，只觉得愈发的好看。两人羞羞怯怯地对视一下，又猛地挪开目光。过了一会儿，江婉婉才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们快点摘吧。秦晋池见他害羞极了的样子，也不再多说话，只站起身来点点头。我们先摘一些水果回去，土豆的话等吃过午饭再来背吧。好，都听你的。最后两人摘了2背篓的柿子和李子才停下来。看着树尖上挂着的果子，江婉婉觉得很可惜，不过他们摘的也够多了，也就不强求那几个了。两人回到家里，江婉婉和秦晋池放下背篓，刚推开大门，就见团团和一个少年正玩得开心。阿燕，你怎么过来这边了？你们书院放假了？阿哥，我不去书院了，我觉得我真不是读书的料，这么多年都还只是个童生，我不想去了。爹和娘身体也不是太好，我回来还可以多帮帮忙，我以后可以给书肆抄抄书什么的，也能赚点银子。秦晋池坐在凳子上，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人，如今竟要半途而废。爹和娘怎么说？爹娘他们都说随我。阿哥，我真的不能再浪费你们的银子了，我有自知之明，顶多能写点画本子，要让我往上考是真不行的。别说，秦静燕写的画本子还挺有趣，她那些同窗都读得津津有味。见秦晋池一副要发火的模样，哎呀，你好好和阿弟说，不要生气了。对了，快去把我们带来的李子和柿子洗一洗，给阿弟和团团吃。谢谢嫂子。没事，你哥就那样，他就是关心你而已。娘亲，团团宝贝有没有小娘亲啊？娘亲给你带了果子回来呢。恰好秦晋池端着篮子进来，江婉婉就把团团抱起来，走到秦晋池面前，给团团挑了一个柿子和李子。宝贝，你尝尝看，甜不甜？团团看着他娘亲手里的果子，眼睛亮晶晶的。哇，娘亲好甜呀，娘亲也吃。说完又拿过一个李子塞到江婉婉嘴里。江婉婉摸摸她的脑袋，吃完嘴里的李子，忍不住又亲了亲怀里的小宝贝。秦静燕呆愣愣地看着这幕，她嫂子什么时候对齐安这样好了？她又看了他哥一眼，但秦晋池却是一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样子。江婉婉看着秦静燕发着呆，对她笑了下，说道：阿弟，你快尝尝，我们今天摘的果子都挺甜的。啊？好的，谢谢嫂子。秦晋池看着他阿弟这副傻样就来气。你不去书院的话，以后想干嘛？
秦静燕正吃着李子，闻言一脸懵地看着他哥。随你怎么样吧。秦静燕放下手中的李子，低着头，委屈又无奈，自己真不是读书的料啊。但他又觉得特别对不起他阿哥，他阿哥对他一直很好，即使有了秦其安之后分出来住了，但每次做工回来都会给他一些钱买笔墨。思索半天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阿哥，对不起。罢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你也得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了。已经16了，也算大人了。知道了，我会的。团团看看他爹爹，又看看他小叔，小大人似的开口说道：爹爹你别生气，小叔叔不想去学堂，以后可以让团团去，团团想去。秦静池见他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俏皮又可爱的样子，心里的气一瞬间就没了。好，以后爹爹送咱们团团去学堂，咱们不跟你小叔叔学，以后啊考个状元当当。团团会的。我先去做饭，你们少吃点果子，不然一会儿啊饭都吃不下了。团团呢就跟爹爹和小叔叔玩吧，娘亲一会儿就好了。好的，娘亲。团团见他娘亲要去做饭了，就扔下了手中的果子，小脑袋凑到他小叔叔耳边说道：小叔叔，小叔叔，你别吃果子了，娘亲做的饭可好吃了，不然一会儿你就吃不下香香的饭了。好，小叔叔不吃了。姜婉婉走到厨房，把饭焖上，就开始处理大虾。原本虾很多，但想到今天家里多了个人吃饭，想着还是多做一个菜。姜婉婉看着灶台边热腾腾的菜，满意的笑了笑。齐活儿，姜婉婉端上瓦罐就往卧房走去。好啦，你们快过来吃饭吧。秦静池见他又往厨房走去，就也跟着去端菜了。姜婉婉给几人都盛了一碗饭。吃吧，尝尝我的虾，今天这虾呀又肥美又新鲜，味道应该不差的，不过你们不要吃头啊。嫂子，这是用什么做的呀？我都看不出来。说完，秦静池和团团也疑惑地盯着他看。就是昨天团团说的那种很多脚的虫子啊。啊，娘亲，是多脚虫吗？那怎么吃呀？你们吃了就知道啦。你们吃的时候可以剥下壳，不过不剥也可以，就是可能会刮嘴。三人虽然有些怀疑，但这味道太香了，吃在嘴里肯定也差不了。秦静燕夹了一个大虾，除去头就扔进嘴里，鲜甜的酱香味儿瞬间弥漫了整个口腔。嫂子，这也太好吃了，比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都好吃。秦静池吃完一只，也跟着附和的点点头。姜婉婉听着别人认可自己的厨艺，还挺开心的。好吃呀，就多吃点。娘亲，娘亲，宝贝别急，还有很多呢，娘亲慢慢剥给你吃啊。秦静池看他一直给团团剥，自己都没吃几口。团团过来爹爹这里，爹爹剥给你吃。你看，你娘亲都还没吃几口呢。娘亲，对不起，我就是觉得这个虾太好吃了。我是团团的娘亲啊，团团不用跟娘亲道歉，你别听你爹爹胡说，娘亲喜欢照顾我们团团，也喜欢给我们团团剥虾的。团团也喜欢娘亲，团团也给娘亲剥虾。可团团的小爪子完全不听使唤，剥了好一会儿也没剥出完整的虾，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瘪瘪嘴。虾好难剥，他好笨笨，一直都剥不好。几人看着小团子哭笑不得。娘亲是大人，可以直接吃的，吃了虾壳也无所谓的。团团呢还太小了，所以才不会剥的，等你以后长大了就可以给爹爹和娘亲剥了。那等长大以后，团团再给爹爹和娘亲剥。还有小叔叔，还有爷爷奶奶。好了，快吃吧。几人把虾吃了一小半，才开始加土豆丝和青菜吃。秦静燕原本看着这两样都是素菜，肯定也不会太好吃，但加了一筷子土豆丝进嘴里，土豆丝口感脆嫩爽口，青菜也有一股清爽甘甜的味道，配合着酱香味浓郁的大虾，倒是相得益彰。思索间还不停地夹着菜，一口虾一口菜的，吃得不亦乐乎。秦静池看着秦静燕这粗鲁的吃相，不禁嫌弃地摇摇头。
确实不像人家正经的读书人。几人吃饱喝足，休息了1个时辰之后，就决定秦静燕跟着他哥上山去挖土豆，而江婉婉就和团团留在家里。团团知道娘亲要和自己在家里时，高兴极了。今天终于没有留他一个人在家了。团团，你要不要出去和别的小伙伴玩呀？比如你的狗蛋哥哥。真的可以去吗，娘亲？他已经好几天没和狗蛋哥哥他们玩了。江婉婉点点头，随后用一个布兜子装了些李子塞到团团怀里。柿子大多数还是有些涩，他决定做成柿饼，便没有装。去吧，把李子带着，去分给你的小伙伴们吃。那我去了。说完才打开门，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江婉婉看着他小小的背影，笑着摇摇头。再乖巧懂事，也还只是个孩子而已，还是喜欢和小朋友玩闹的年纪呢。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检查了一下门窗，江婉婉就打算去空间里看看。江婉婉取下一块腊肉，又提了一桶油就出去了。走到厨房，将腊肉随便挂在墙上。江婉婉看着天色还很早，就开始做起了柿饼。狗蛋哥哥，哎，你快来，我娘做的饼可香了，我偷偷藏了一个，已经分给二娃了，还剩一半是留给你的呢。团团眼睛亮晶晶的，接过秦家宝手中的饼就吃了起来。谢谢狗蛋哥哥。即使饼有些凉了，他也不嫌弃，吃得很香。等他吃完才想起来，自己手里的布兜还有果子呢。狗蛋哥哥，这里面有甜甜的李子，是我娘亲和爹爹给我摘回来的，你和二娃哥哥吃。二娃听到他手中的李子，咽了咽口水，但还是担心起来。娃，你娘亲知道你带果子给我们吃，会不会打你啊？你别给我们了，还是带回去吧。我娘亲现在对我可好了，这李子就是她让我带给你们吃的。我娘亲还给我取了个小名呢，叫团团，是不是很好听呢？你们以后也要叫我团团哟。你娘亲怎么突然对你这么好啊？她以前那么坏呢，会不会骗你啊？团团听着狗蛋哥哥的话，有些生气，也有些委屈，瘪瘪嘴，连忙解释。没有的，娘亲真的对团团很好的，她还给团团做好吃的饭呢。对不起嘛，团团，我们也是随便说说的。你娘亲以前有的时候啊，饭都不给你吃，我们也是担心她又欺负你嘛。那你们以后不许这样说娘亲，她现在真的带团团很好的，她还会带着我睡觉觉。好，以后都不说了。那你们快吃果子，真的很甜。好，他们吃着还不忘给团团嘴里也塞一个。3个小家伙开心地吃完果子，就开始跑来跑去，躲躲藏藏，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你们俩这是背的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大牛哥，这是我娘子昨天上山发现的，说是可以吃的，我们就去挖了些。真的能吃？会不会有毒啊？你们可小心些啊！山上的东西可不能乱吃。没事的，我们昨天已经吃过了，没有毒的。那就好。不过你家安安瘦瘦小小的，可不能只给他吃这些，还是得偶尔吃点鸡蛋和肉。你也劝劝你娘子，对小家伙好一点。狗蛋带他到我家去玩，还想着给我扫地呢。你看看多乖巧懂事啊。我会的。那你们快回去吧，这太阳也快落山了。秦静燕看着他阿哥，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阿哥，嫂子好像变了很多，以前她都不搭理我们的，对团团也特别冷淡，但今天对我很热情，还对团团又亲又抱的。她说会好好过日子的，也会好好对团团的。那就好，她终于是想通了，她多照顾一下团团，你也能轻松点儿。快走吧。两人走着走着，就看到了远处蹦蹦跳跳的团团。团团，快跟爹爹回家了，改天再来玩吧。团团听到他爹爹的声音，开心地跑过去。爹爹，小叔叔。好了，别撒娇了，我们回去吧。说完，又对狗蛋和二娃说道：你们也快回去吧，已经很晚了。知道了，金池叔。
狗蛋哥哥、二娃哥哥，团团先走了哟。说完，秦静池才牵着小团子的手，慢慢往家中走去。到了家门口，团团就松开了秦静池的手，往院子里跑去。刚进去，映入眼帘的就是屋檐处挂着的黄澄澄的柿饼。团团站在屋檐下，好奇地打量起来。娘亲，这是什么呀？团团回来啦，这是柿饼，如果太阳好的话，再过10几天就可以给我们团团吃了。团团仰着头，眼睛眯着笑了笑，还露出了2个小酒窝，开心极了的样子。肯定特别好吃。好了，你先自己玩着，娘亲去做饭了。娘亲，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可以帮你的。好吧，那你去给娘亲剥蒜吧。好，爹爹和小叔叔也回来了，团团是和他们一起回来的。刚说完，秦静池2兄弟走进了院子。你们回来啦2人放好背篓，将土豆都倒出来，堆到了厨房的墙角处。快来洗把脸吧。 2人随意地擦洗了一下，秦静燕就打算回去了。阿哥嫂子，我就先回去了。住在家里吃吧，别走了。可是爹和娘估计还等着我呢。那你去把爹和娘都叫过来，今天啊就在我们这儿吃了。叫爹娘过来吃吧。秦静燕想到中午吃的菜，开心极了。那我去了。说完就跑出门了。见他火急火燎的样子，江婉婉和秦静池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那我先去做饭了。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帮你。还有团团。好，那我们一起去帮你娘亲。那走吧。走到厨房，江婉婉取下墙上的腊肉，递给秦静池，胡编了一个理由。我前几天买了几块腊肉，你帮我把这块洗了吧，我把饭给蒸了。好。团团看着他爹爹手上的肉肉，直咽口水。娘亲娘亲，那我做什么呀？团团就帮娘亲剥蒜吧。娘亲放心，团团肯定会剥得很好的。以前我也帮爷爷奶奶剥过哟。好，娘亲相信团团。秦静池把洗好的腊肉拿过来，放到案板上。我来切吧，你先去做菜。好。灶上的糙米饭已经蒸得差不多了，将锅刷一下，把油倒进去，油热以后下入土豆，煎炸到土豆变得金黄就捞出来，在锅中加入辣椒、葱姜蒜和花椒爆香。秦静池早就切好了肉，就在旁边看着他炒，看着他倒的那些油，目瞪口呆。他从没见人用那么多油炒菜过，但最后却又不得不臣服在土豆的麻辣焦香里。团团直直地盯着瓦罐里的干锅土豆，偷偷地咽了好几次口水。江婉婉偷偷地笑了下，尝尝吧，馋猫们。小馋猫团团鼓着腮帮子，像只小松鼠似的。好吃。秦静池吃得很快。你们俩父子呀，少吃一些吧，一会儿团团的爷爷奶奶还过来呢。秦静池点点头，筷子却已经夹上了土豆片。父子俩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吃着。江婉婉摇摇头，继续炒腊肉。等腊肉炒得差不多了，盛出来放到一边，再在锅中加入青椒、姜蒜和花椒翻炒。青椒炒至断生，加点盐调味，然后将腊肉和剩下的蒜苗全倒进锅里，翻炒几下，一盘美味的蒜苗炒腊肉就完成了。一出锅，秦静池就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先夹了一块给江婉婉。江婉婉看着秦静池深邃的眼睛，耳根渐渐地变得通红，不自在地低头吃了秦静池喂的肉片，慌忙转过身去。你和团团吃吧，我再做个汤。最后又简单煮了个青菜汤，一家3口才端着饭菜出了厨房。3人在饭桌上坐了一会儿，秦静燕才带着秦父秦母进来。爷爷奶奶，奶奶的乖孙哟，有没有想奶奶呀？想的，想奶奶也想爷爷。团团拉着他奶奶撒了会儿娇，才像小主人似的开口。爷爷奶奶，你们快坐，娘亲做的饭可好吃了。2个老人看了江婉婉一眼，略显局促。江婉婉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连忙招呼：爹娘，你们快坐，趁热吃。哎，好。爹娘，你们来这边坐。
爹爹娘亲，我可不可以和爷爷奶奶做呀？当然可以啦。这小团子这么亲他爷爷奶奶，想来以前两个老人肯定是非常疼这个小孙子的。爹娘，你们快吃，尝尝我的手艺。二老看他一副温婉和善的样子，都有些诧异，看着桌上的饭菜，都有些不知所措。除了肉，其他的菜看上去都像是加了很多油的样子。秦父秦母不由得一阵心疼。秦母想了想，还是局促地劝慰道：婉婉呐，你们也没什么银子，花钱也别太大手大脚，还是得多攒点银子，以后啊可以。你少说几句。自家这大儿媳妇儿可不是什么好相与的主，刚嫁过来就开始闹分家，他们拗不过也只好分了。看着他如今完全换了个态度，老两口心里都没底，生怕他又要使什么坏呢。我前几天染了风寒，晕晕乎乎的做了很多梦，感觉自己像是要死了似的。好不容易醒过来，就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才行。以前都是儿媳妇的错，我太胡搅蛮缠了，以后不会了，我会好好对静池和团团的。奶奶，你别生娘亲的气，娘亲对团团很好的。秦静池安慰似的揽过江婉婉的肩，对着秦父秦母说道：爹娘，你们放心，婉婉真的很好，她对儿子和团团都很好，以后我们都会好好孝敬您二老的。好，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才是啊。婉婉呐，以后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喊我们老两口，你也别不好意思。知道了娘。爹娘，快吃菜，菜都要凉了。哎，好，这就吃。秦父秦母吃着菜，震惊极了，这菜味道实在太好了，怕是开个酒楼也是绰绰有余的。秦静燕啃着一块骨头，腊肉特有的烟熏味儿就非常香了，又加了辣椒、花椒之类的调料，吃起来麻辣鲜香，别提多过瘾了。嫂子，你这厨艺也太好了，怎么做的菜都那么好吃啊？江婉婉只是笑笑，又给他多加了几筷子菜。多吃点。爹娘，你们尝尝土豆，你们牙口不好，土豆表面酥脆，但里面啊是非常软烂入味的。哎，好，你也吃。婉婉呐，这个叫土豆的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好吃啊？奶奶，我知道，团团去拿给你看。说完就跳下凳子，去厨房拿来了一个大土豆。你看看你，去拿个土豆就变成小花猫了。团团想挑个大的给奶奶嘛。好吧，原谅你。秦母拿着土豆，脸顿时惨白，惊讶又害怕。婉婉呐，你们怎么能挖这个吃呢？这以前是吃死过人的，那人吃完之后腹痛难忍，上吐下泻的，过了几天人就没了。啊！可是昨天我们也吃了，这可怎么办啊？那个人是什么时候挖出来吃的？是冬天快过去的时候吧。那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那时候春天快来了，土豆啊都开始发芽了，所以才会有毒的。而且那人估计身体本身就很虚弱，还吃了很多土豆，不然就算有毒，吃一点也是不可能死的。像我们吃的这种啊是没有毒的，放心吃，而且我们经常吃也都没有事啊。几人听到他的解释都还有些害怕，但是秦静燕却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嫂子既然说没事儿，那肯定就没事儿。早上的土豆丝我就吃了很多，但身体都很正常，并没有哪里不舒服。团团人小，并不知道爷爷奶奶为什么这么害怕土豆，也不知道土豆有毒是多严重的事情。明明土豆特别好吃的。爷爷奶奶，土豆很好吃的，团团都吃了好多了。唉，吃土豆死了的那人确实身体不好，是个老官夫，估计是饿狠了，冬天一过就进山里找吃的，可能恰好吃了很多发了芽的土豆，这才死了。对吧？阿哥他们都吃了那么久了也没事，所以肯定没问题的。你呀，是饿死鬼投胎不成？慢点吃。秦静燕憨憨地笑了一下，注意力全在饭菜上，
继续吃着腊肉扒着饭。几人知道没毒了，这才继续吃起来。吃过饭，天已经快要黑透了。秦母对儿子和儿媳嘱咐了几句，就打算回去了。娘，你先等等，我们今天在山上摘了一些果子，您带回去一些，我去厨房看看，再给你们带点土豆，土豆放在火里烤一下也好吃的。说完，江婉婉就去了厨房。她收拾了一些李子和土豆，放到小背篓里，想了想，又去空间里拿了一块腊肉放到里面，背篓上面用布盖着。爹娘，我都收拾好了，静燕，你来背吧，也不重。嫂子，那我明天给你送回来。好，爹娘腿脚慢，你们走的时候慢一点。爷爷奶奶要多来和团团玩。奶奶知道了，乖孙要听你娘亲的话，爷爷奶奶改天再来看你。说完，几人才趁着月色回去了。秦父秦母回到家，收拾着背篓里的东西，看到里面的腊肉，又是欣慰又是抱怨。哎呀，老头子，这儿还有一块腊肉呢，这婉婉也真是，这肉多贵呀，留着给乖孙吃才是要紧。对呀，咱们老两口吃什么不是吃啊？乖孙还长身体呢，就应该多给他补补。他们也没有余钱，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哪能如此浪费呀？不行，明天让阿燕给他们送回去。爹娘，这是嫂子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收，她心里也不好受。你们呀，就安心收着吧。咱们家里也养着猪，等过年宰了就少卖点，多给他们送一些就是了。唉，你说的也在理，到时候多给我乖孙送点肉。秦静燕无奈地笑笑，这还是他嫂子第一次孝敬他爹娘。看着他们仔细地收拾着背篓里的东西，就知道虽然他们嘴上埋怨，但心里其实不知道多高兴呢。你以后还是别用凉水冲澡了，还有，洗完要穿上衣服，着凉了怎么办？秦晋池听着这话，莞尔一笑，他这是关心他。好，知道了，以后多穿衣服。不过身体好，洗凉水也并不觉得冷，没事的。我管你呢。说完便慌忙地把团团放进被子里，自己也爬上了床。快睡觉吧。秦晋池眼底全是笑意，觉得自家娘子倒是有些可爱。知道了。说完便熄了油灯躺下，虽然中间还隔了一个团团，但江婉婉还是抑制不住的羞怯。她苦恼地想，自己昨天也不是这样啊。团团今天在外面玩了一下午，刚躺上床没多久就睡熟了。后天赶集，我得去一下县城里摆摊。摆摊卖什么？就是我做的一些木头柜子、椅子之类的家具。那你把这些东西放哪儿了？我好像都没看到呢。咱们院子侧边有道门，里面就是我做工的地方。江婉婉恍然大悟，那间屋子门破破烂烂的，她以为就是堆杂物的地方，所以也没有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去县里看看吧。江婉婉想趁着赶集去看看县城里都卖些什么，主要想了解一下小吃之类的。家里房子有些地方还漏着风，得赶紧赚点钱修葺一下，不然等冬天到了，别说团团了，就是自己和秦晋池怕也是很难熬。两人说了一会儿话，江婉婉就抵挡不住困意，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婉婉。见江婉婉没有反应，便知道这是睡熟了。她笑了笑，侧身坐起来，靠着窗外透过来的点点月光，给母子两人仔细地掖了下被子，亲了下团团的脸蛋，然后又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在江婉婉唇上落下了一个蜻蜓点水的吻，然后慌忙地躺下，喉头滚动，胸膛剧烈的起伏。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压下心中的躁动，沉沉睡去。第二天，秦静燕过来送了背篓，顺便帮他阿哥整理第二天摆摊儿要用的那些柜子和椅子。江婉婉和他们进去那间木工房，看到那些简易的家具，眼睛亮了亮。你的木工手艺很好啊，上面还有雕花呢，还挺好看。
那是我哥的木工手艺，就是在县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江婉婉看着这些东西，不由计上心头，忙问道：那摆摊的时候好卖吗？还行。我哥的这些家具卖得很好的，但是吧，就是卖得太便宜了，也赚不了几个钱。那为什么不卖给那些有钱人呢？我这些就只是普通人觉着好，大户人家是看不上的，而且人家都是请人上门做，普通木匠是没有机会去的。这样啊。秦晋池做的是不错，但对有钱人来说确实又普通了一点，全是四四方方的样式。好在雕刻的手艺很好。阿弟，你有没有笔墨和纸啊？看到秦静燕点了头，忙说道：那你去给我拿过来吧，我有用。秦静燕虽然疑惑，但还是没多嘴，跑回家一会儿就把东西拿了回来。江婉婉拿过笔墨就开始画起来，不一会儿就见一张精妙绝伦的茶几跃然纸上。江婉婉放下手中的笔，等墨迹都干透了，就拿着图纸去找秦晋池了。你看看这样的案几能做出来吗？秦晋池疑惑地接过他手中的图纸，看到图案的那一刻就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秦静燕看见他阿哥呆愣的模样，也凑了过来，刚看了一眼就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也太精巧了吧！他们知道的那些大户人家用的案几都是很规则的四四方方的形状，雕刻的图案也都大同小异，主要是胜在人家会买漆料，将案几都刷一遍再抛光。秦晋池做的其实已经算很好了，但他也只是简单做出来，不然到时候有钱人看不上，没钱的人买不起，最后全折在自己手里，就得不偿失了。回神了，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不好看吗？嫂子，怎么可能不好看？我和我哥都快看傻了，这要是做出来，怕是那些达官贵人都会抢着要。这案几非常的巧妙精美，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看的了。那就好，那能做出来吗？可以，不过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能做就好，要是最后卖的价格高的话，多费点功夫也是值当的。那你把图纸收好了，等我们明天回来你就可以研究了。秦晋池宝贝似的将图纸放到衣服里，想了想，又走出去找个地方好好的放了起来。江婉婉哭笑不得，她其实都记得图纸，实在不行再画就是了。不过看着男人真知重之的模样，还是没有开口。江婉婉冷静地思索起来，按照秦晋池的说法，其实他们设计的木工产品还是远远比不上现代的。他脑子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先等秦晋池将这副案几做出来，看看好不好卖，再做打算吧。秦晋池和秦静燕哥俩收拾完桌椅，秦晋池就迫不及待地拿着图纸研究起来，还拿过笔来写写画画。江婉婉看他兴奋的样子，也没管他。阿弟，我先去做饭，你帮我把团团接回来吧。小团子今天早上刚起床没多久，就被狗蛋儿叫着出去玩了。秦静燕应了一声就出去了。江婉婉走到厨房想了想，决定简单煮个面好了。柜子里还有几个鸡蛋，可以做个荷包蛋焖面。取出一些面粉，揉成面团以后，放在案板上醒一下面，然后将面团擀薄，用刀切成细细的条状，最后再抻一下面，简单的手工面条就做好了。先准备一点配料，在锅里倒油，柜子里大概还有10个鸡蛋。想到家里有2个大男人，索性就都煎了。在秦晋池2兄弟的碗里盛了1大碗的面，又各加了3个荷包蛋，自己和小团子的就用小一点的碗装，各加了2个荷包蛋。江婉婉将面都端上桌时，秦静燕也牵着团团的手回来了。娘亲，娘亲，你和小叔叔先吃吧，我就叫你爹爹。嫂子，你快去叫我哥吧，我和团团等你们。行，别看了，先去吃饭吧。今天做了面条呢，得快点吃，不然该坨了。好。每次他盯着自己看，江婉婉都觉得好难为情，脸红彤彤的。那走吧。2人进来时，团团和他的小叔叔眼睛非常一致的，都盯着自己面前的焖面。好啦，快吃吧。秦静燕看见他阿哥和嫂子进来，就拿起筷子嗦了一口面。
面条入口爽滑弹牙，酱香味十足。他眼睛一亮，吃得更快了。团团看他小叔叔吃得香，也拿着筷子小口小口地吃起来。秦晋池和江婉婉对视一眼，也吃起了面。嫂子，这面里怎么还有鸡蛋呀？啊，我柜子里啊有10个鸡蛋，放太久了，我怕它坏了，就都捡了，给你和你哥都加了3个。你们这几天也辛苦嘛。哎呀，应该都给团团吃的，我和我阿哥不用吃的。你自己和团团吃就是了，我们2个大男人不用吃这个。几个鸡蛋罢了，我们以后呀好好赚点银子，可以天天吃的，你们别觉得可惜。而且这鸡蛋也怕坏的。好吧，你说的也对。吃完，团团揉着自己的小肚子。娘亲，蛋蛋好好吃啊，团团以后还想吃。好，娘亲以后啊经常给团团宝贝做。第二天，江婉婉和秦晋池早早的就起了床，他们2人都收拾的差不多，才把团团叫起来。团团，娘亲和爹爹要去县城里了，你今天去爷爷奶奶家玩好不好？可是娘亲上次去山上还说以后都要带着团团的。江婉婉看着他委屈的小模样，心疼极了，看着秦晋池，想让他想想办法，哄哄自家这个小粘人精。团团，爹爹和娘亲是去县城里卖东西的，不是去玩的。可是团团想去。秦晋池看着他可怜的大眼睛就没辙了。好吧，带你去。团团听到这话，立即眉开眼笑起来。江婉婉摇摇头，这爹爹比他这个娘亲还宠小团子。等给团团穿好衣服，洗了下脸，2人才推着推车打算出发。推车上堆满了柜子和椅子，也不敢把团团放到车上，只能让他走一截路，然后江婉婉再抱他一截。团团本来坚持着要自己走，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坚持不住了。他靠在江婉婉颈窝里，看着他娘亲额头上细密的汗珠，难过极了。要是他不坚持跟着爹爹和娘亲的话，娘亲也就不会那么累了。想到这里，他就挣扎着要下去走路。团团乖，娘亲抱着你，还有好远呢。可是娘亲会很累的。娘亲不累，你乖乖让娘亲抱着就行了。好在他们村离县城比较近，中途还穿过了一条田间小路，然后半个多时辰就到了。秦晋池推着推车，带着娘俩熟门熟路的就走到了他惯常摆摊的地方。2人将东西从推车上拿下来，整整齐齐的摆好。等弄好了，秦晋池在怀里掏出100多文钱塞给江婉婉。这是那天早上给杨大柱家送货的钱，你带着团团去逛逛吧，我在这里看着就行了。江婉婉犹豫地看着他，想了想才点点头。那我带团团去逛逛。江婉婉拉着小团子一路走走逛逛，也进小饭馆里看了看，发现这个朝代除了吃食上种类少，烹饪方式也只有蒸煮之类的简单步骤。虽然像是辣椒、蒜之类的东西已经都有了，但是却没什么饭店会用。又去粮油店里了解了一下各种粮食、油面和调料的价格，江婉婉这才满意的想牵着团团去跟秦晋池会合。但他低头瞟了一眼团团，却看见这小崽子正盯着人家的冰糖葫芦发呆。江婉婉将他抱起来，走到货郎面前，让他自己挑一串。团团眼睛亮晶晶的，快速地伸出小爪子，选了一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团团小心地举着糖葫芦，都舍不得吃。等他们回到秦晋池那里，团团才把糖葫芦递给江婉婉。娘亲吃。江婉婉摸摸他的头，就吃了一个。爹爹吃。团团吃，爹爹不喜欢吃糖葫芦的。爹爹，可是糖葫芦应该是很好吃的。爹爹吃过了，团团快吃吧。好吧。他吃了2颗，又给江婉婉递过去。娘亲还有，快吃。娘亲不吃了，宝贝快吃。真的不吃了吗？真的不吃了。团团要是喜欢，以后娘亲啊还给你买。团团以后还要吃。一家3口守着桌椅板凳卖了好一会儿，才迎来客人。你们这个耳珠怎么卖呀？
大娘，这个250文。你这也太黑了，哪里能值这么多呀？江婉婉看到秦晋池皱起了眉，就知道他给的价格已经很公道了。大姐，我们家这矮桌做的好不好，想必你也看到了。就说这精美的雕花，在别人家同样的价钱，可买不了品质这么好的呢。看女人的神色有些松动，她连忙开口：这样吧，您今天呢是我们第一位客人，就给您便宜10文钱，好不好？那女人思索了好一会儿，想着这矮桌品质确实很好，她走了几家就看中了这一张，咬咬牙：那行吧。付完钱，女人又犹豫苦恼起来。这桌子我也不太好搬呢，老板，你要不帮我搬家里去吧？我家不远，就在前面那条街。放心，可以帮您送的。于是秦晋池就把桌子搬到推车上去。大姐，你带路吧。哎，好。秦晋池回来的时候，江婉婉又卖掉了2个椅子，价钱他都是按照桌子的价格大概估计的。我卖了2个椅子，每个100文。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一家3口卖了一天，太阳慢慢开始落山，才全部卖完。最后数了一下，大概1两银子多一点。江婉婉拿了100文。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肉店看看。好，你去吧，早点回。江婉婉走进猪肉店时，里面的肉都卖得差不多了，还剩了些排骨、猪蹄以及下水。这些猪肉店普遍肥肉最贵，要20文一斤，瘦肉16文，像是排骨之类的差不多10文就可以买到，而猪蹄和下水就很便宜，2、3文就可以买1斤。江婉婉到的时候，肉店的老板已经打算收摊了，所以剩下的东西都卖得特别便宜。江婉婉又讲了下价，最后花30文就买了5斤排骨。看着猪蹄很大只，花了7文就把4只猪蹄都包圆了。想到家里只有白糖，江婉婉又去米粮店买了几斤冰糖。带着东西回去时，江婉婉看着远处笑意浓浓的父子俩，心里软软的。团团、晋池，我买好了，我们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霞光透过远处的山峦，在田野间洒下一片金黄。一家3口伴着日落，说说笑笑的往家的方向走去。3人回到家的时候，光线还算好，天色并没有完全黑下来。秦晋池把小团子抱下来，又把推车上的东西都拿下来。看着手中的东西，秦晋池心中酸涩不已。我以后多做点活，努力给你和团团更好的生活。你别怕多花钱，以后多买点纯肉吧。这排骨都是骨头，猪蹄不仅没肉，还腥得很。这些东西做好了，比纯肥肉和纯瘦肉都好吃的。哎，你别管了，等着吃就是了。好吧。江婉婉见他不相信的样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提着东西就去了厨房。猪蹄先不吃，虽然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江婉婉还是把它放到井水里吊着，先将饭蒸了，然后把排骨剁成小块，放锅里焯一下水，捞出来用凉水过一遍。他打算做红烧排骨。爹爹，好香啊！我们快点儿，团团好饿。一进去，小团子就手脚并用地爬上凳子，想看看瓦罐里是什么好吃的。团团别急，娘亲先给你们盛饭啊。给他们3人都盛好饭。江婉婉给秦晋池和团团加了排骨和土豆，快尝尝，很好吃的。秦晋池往嘴里加了块排骨，刚嚼了2下，就惊艳地看向江婉婉。怎么样？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香。江婉婉把团团的小碗拿过来。团团，娘亲给你舀点土豆和汤汁，拌着饭吃吧。团团腮帮子鼓鼓的，正努力地嚼着排骨，都没机会说话，只是对着他娘亲一个劲儿地点头。给团团拌好饭，他又拿过秦晋池的碗。晋池，我也给你拌一下。好，谢谢娘子。江婉婉听到这话，碗都拿不稳，差点给摔了，心脏狂跳。她慌里慌张地拌好饭，递给秦晋池，结结巴巴地说道：好了。然后就低着头慢慢扒着饭，
都不敢再看秦静池了。一家三口吃着没多久，就听见外面传来了莫名的声响。秦静池和江婉婉疑惑地对视一眼，然后放下碗，起身去开门。秦静池打开门，却并没有看到人。他正想关上，就感觉自己的衣角被扯住了。他缓缓地低下头，才看到自家门口站了个小崽子。小宝，你怎么来叔叔家了？呀，想吃。秦静池笑了笑，他往隔壁看了一眼，见李贵也没有出来找，就先把小崽子抱进了自己家。婉婉，再加一副碗筷吧。隔壁家三哥的小宝被咱们家的饭菜香的寻着味儿找过来了，刚刚去开门，他站在门外，这小小的一团，我差点都没看到。小宝弟弟，你是不是饿了呀？我娘亲做的饭可好吃了，你快坐。看着高高的凳子，团团目光转向秦静池。爹爹。秦静池会意，把他们放到凳子上坐好。哥哥。江婉婉看着这小崽子也有些喜欢，连忙给他拌了一碗饭，又给他加了好几块偷完骨的肉，然后把碗放到他面前，把勺子递给他。小宝，快吃吧。谢谢。小宝低头小口小口地吃着饭，恨不得把头都埋进去。秦家三口很快地吃完饭，就坐在旁边看着小宝像小松鼠似的进食，一家三口看得直乐。爹爹娘亲，小宝弟弟好可爱呀，就是他太小了，都不能跟我们一起玩。小宝疑惑地看了眼他的小哥哥，又继续吃。小宝弟弟啊，明年就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玩了。他现在才2岁，所以出去玩的话会很危险，他爹爹娘亲也会担心的。团团理解的点点头。等小宝吃完小碗里的饭，江婉婉把他抱过来，摸了摸他鼓鼓的肚子，笑道：这下吃饱啦？你把它给我吧，我把它送回去。爹爹，我跟你一起去。哎，好。秦静池走到李贵家门外，敲了下门。谁呀？就来。李贵打开门，就看到了自家小宝，他疑惑极了。秦静池笑了笑，得，这是还没发现这小崽子不见呢。我们家吃饭呢，估计这小宝啊是寻着味就过去了。我听见门外有动静，我打开门就看到他站在门外。哦，对了，他已经在我家吃了饭了啊，可别再给他撑着了。这小崽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没有，我们都很喜欢他呢。是的，是的，团团很喜欢小宝弟弟。两人都牵着自家崽子站在门口聊了好一会儿，秦静池才告辞。那三哥，我先带团团回去了，我们该着急了。哎，好，你回吧。咱家这小崽子寻着味儿就去秦家讨吃的去了。他啥时候出去的呀？我也不知道啊，还是静池把他送过来，我这才知道他过去了。这还吃得挺饱，一会儿就不让他吃了，不然得撑着。你这小鬼精，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过去的，以后不许了，知不知道？小宝懵懵懂懂地看着他娘亲，像是在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都怪你，还说要给小宝买肉吃，结果啥也没买，不然他也不会跑去秦家了。我这不是去晚了吗？就剩骨头和下水了，买那些多浪费钱呐。行了，我明天早点去给我们小宝买。秦家一家三口躺在床上。静池，我去县里看了一下，大家都只卖一些包子和面条，好一点的也就只是冰糖葫芦和糕点，所以我想去摆摊卖土豆了。你这几天做的那几样嘛，这种菜可能不太方便摆摊吧？当然不那样做啦，土豆还有很多很多做法的，我打算做狼牙土豆。我明天呢，把要用的工具换一下，你帮我看看能不能做，应该很简单的。还有，我需要一口大锅，还得要一架特别的推车。好，给你做。娘亲，娘亲，狼牙土豆是什么呀？很好吃吗？等爹爹做好工具，娘亲就做给团团吃。你应该会觉得好吃的。好哦。好啦，快睡觉吧。秦静池挪动了一下位置，靠近母子二人，把他们都搂进了怀里。江婉婉头枕着他的手臂，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他僵硬地躺着，紧张的有些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感觉到秦静池湿热的唇落到了自己的额头上，他震惊地抬起头，秦静池却捂住他的眼睛，把他的头按到自己的胸膛处，轻咳了一声。快睡吧。江婉婉感觉出了他也有些紧张，就莫名的放松下来，轻笑一声，原来他也是会紧张的呀。你也是，明天还要忙呢。第二天，秦静燕一早就过来了，今天要和他阿哥去山上找木料做案几呢。江婉婉早上就简单煮了个粥，兄弟二人吃完就上山了。我们可能要傍晚才能回来，你中午就不用做饭等我们了。那你们俩先等一下，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带着。最后兄弟二人一人带了几个菜包上了山，菜包里没有加油，就算吃凉的也不会闹肚子。中午的时候，江婉婉就带着团团简单的煮了碗面吃。到了下午，看着村里每家每户的烟囱都开始升起了白烟，江婉婉也开始做饭了。今天他们兄弟俩累了一天，得做快点，免得回来了没得吃。娘亲，娘亲，别急，肉肉还没做好，现在还不能吃呢。等你爹爹和小叔回来了，应该就能吃了。好吧，那我们等爹爹和小叔叔回来再一起吃。江婉婉喜欢极了他这副懂事又可爱的小模样，把他抱进怀里亲了又亲。娘亲，娘亲，团团痒痒。和团团玩闹了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下来，锅中的猪蹄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江婉婉揭开盖子，把切好的土豆倒了进去，继续焖煮。这时突然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肯定是爹爹和小叔叔回来了。说完就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秦静池就牵着团团走进了厨房。怎么这么高兴啊？我们今天运气太好了，找到了一棵乌木，足够做那架案几了。虽然这种木材也不算是最好的，但品质也实属上乘，用来做案几也不会掉档次。那就好。今天做了什么呀？江婉婉回过神来，差点忘了还在炖着猪蹄儿了。她连忙走到灶台前，揭开锅盖，麻辣鲜香的味道溢满了整个房间。江婉婉用筷子夹了一下，猪蹄和土豆都炖得特别软烂了。她又加了点盐和蒜苗，翻动几下，入了味儿以后，就拿过筷子给父子两人一人先夹了一块尝鲜。秦静池和团团吃着嘴里的猪蹄，享受地眯起了眼睛，表情如出一辙。江婉婉笑了笑，不愧是父子。嫂子，你又做了什么呀？好香啊！做了猪蹄。快给我加一块呗。江婉婉无奈地笑笑，给他加了一块。小心烫啊。秦静燕吃到嘴里，感觉口感很不一样，但是比炖肉还好吃。嫂子，这是什么肉啊？怎么这样香？都说了是猪蹄了。然后就和江婉婉端上猪蹄和饭，带上团团就走出了厨房，徒留秦静燕在厨房惊讶不已。她连忙追上去，真是猪蹄，猪蹄又腥又臭的。嫂子，你也太厉害了，怎么做的呀？爹爹，小叔叔傻傻的，是不是？团团说的对。一大瓦罐的红烧猪蹄放到桌上，因为卤过之后再红烧的缘故，所以麻辣鲜香的同时还有一股浓郁的卤香味儿。江婉婉给几人盛了冒尖的饭，突然想到昨天晚上那个嘴馋的小团子，就又拿出一个陶碗，舀了满满一碗的猪蹄，中间还混着一小半软烂的土豆。秦静池疑惑地看着他，你先把这碗猪蹄给小宝送去吧，反正我们做的多，足够了。我这就送去。三哥，开下门。静池，咋了？这样着急啊？婉婉做了猪蹄，让我给小宝送一碗过来。这怎么能行呢？我家小崽子昨天就去你家吃了，今天还送过来做什么？你们自己留着吃，你们情况也不太好，多给小齐安吃一点就好了。三哥，你就接着吧，家里做的很多了，足够吃了。而且以往我不在家的时候，嫂子也会帮忙给我家团团喂口，这些我都记着呢。李贵还想推拒，自己腿上就挂了个小人儿，
还盯着秦晋池手里的碗。爹爹吃。你呀，然后极不好意思地接过秦晋池手中的碗。那谢谢你了啊，静池。三哥，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婉婉他们还等我吃饭呢。哎，好。秦念池念着红烧猪蹄，回去的时候健步如飞。阿哥，你终于回来了。哎呀，你们先吃啊，不用管我的。没事，也就一会儿功夫。秦敬燕端上饭，就夹着猪蹄大快朵颐起来。嫂子，你竟然可以把猪蹄做得这么香，太厉害了。江婉婉看着他吃得很香，只是笑笑，继续给团团夹着菜。秦晋池和团团吃得不亦乐乎，都顾不上说话了。秦晋池吃着猪蹄，他总觉得这次的菜比前几天的都还要香。婉婉，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不仅没有腥味儿，还有股说不上来的香味儿啊！因为我是先用大料啊卤了一遍再红烧的，所以肯定特别香啊。嫂子，大料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是煮炖之后可以去腥，还可以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样子长得很像草药。几人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江婉婉哭笑不得。好了，专心吃饭吧。你们要是想吃鱼的时候啊，也可以去捞回来做水煮鱼吃，还可以做那天我们吃的那种鱼丸。娘亲，团团想吃鱼丸。好，哪天让你爹爹啊给你多捞些回来，娘亲做丸子给你吃。我们可以做成炸鱼丸。团团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还咽了下口水，想到好吃的，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只小馋猫。爹爹吃。哎呀，小宝呀，等等啊，你娘亲一会儿炒好肉了，爹让你吃个够。但小宝哪儿会听他的劝，他闻到了好吃的就想吃，等不了。李贵见他跟自己撒着娇，心一下就软了。好，爹爹夹给你吃。他一块接一块的喂着，见小宝吃得非常香，惊讶极了。要知道他家平时做什么好吃的，这小崽子都没吃得这么欢。他怀疑的想尝尝味道到底怎样，就夹了一块丢进自己嘴里，一入口就是浓浓的鲜香和卤香味混在一起，猪蹄软糯 Q 弹，这滋味绝了。看着已经去了大半的猪蹄，又低下头看了看吃得喷香的小宝，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家小崽子太鸡贼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好吃。小宝，娘亲马上就做好肉了，你少吃一点，不然一会儿吃不下了。吃肉肉。李贵终于是保住了碗里为数不多的猪蹄，然而等李氏把肉端上了以后，他们却都不想吃了。以前觉得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却毫无食欲，心里全是刚刚吃完的猪蹄。第二天，秦晋池一早就开始处理起昨天弄回来的木料，江婉婉则带着团团待在卧房里。今天天气有些冷，江婉婉就让团团待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她自己则拿出纸笔，打算画一个切狼牙土豆的刀，刀面画成波浪的形状，刀柄就随便画画。画完，他就拿着图纸去木工房找秦晋池了。这是我画的刀，你看看可以做吗？应该可以的，我明天去县里定做。哦，对了，还有一口大铁锅。他那天去县里问了一下，大一点的要400到500文，倒也不算特别贵。秦晋池迟疑的点点头，所幸他们去县里也赚了1两银子。虽然他说的狼牙土豆也不一定成功，但铁锅买回来也不算是浪费。江婉婉跟他交代好，就打算去做5香辣椒面了。狼牙土豆最重要的还是辣椒和各种调料，而秦晋池则继续处理木料。江婉婉将干辣椒、芝麻、花生以及几种大料都炒熟了，磨成粉末，把那天摘的花椒也都磨成粉，又洗了些葱和香菜放着，然后拿出几个土豆削皮，慢慢的切成狼牙土豆的形状。切完几个土豆，他的手就没劲儿了。娘亲，我们团团是不是饿啦？娘亲，你怎么不叫我呀？我睡了好久。今天太冷了，没必要起来。
咱们又没事儿干。娘亲，土豆为什么要切成这样啊？等娘亲做好了，团团就知道了。好了，娘亲要炸土豆了，团团离远一些，小心溅上油喽。那我去找爹爹。等小团子跑出去了，姜婉婉就开始做狼牙土豆，在锅中倒油，把土豆倒进去炸。姜婉婉喜欢吃生脆一些的，所以土豆刚刚熟，她就捞上来了一些，剩下的就炸到土豆变成金黄，才都舀进小木盆里。先把2种土豆都少分出来一点，然后在剩下的土豆里都加入拌好的5香辣椒面、松和香菜，又加了点酱油和醋，盖上盖子，使劲摇晃，等调料和土豆充分混合就可以了。分出来的那一小份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拌，只是辣椒面什么的都少加，留给小团子吃。快来吃饭啦！这就是我说的狼牙土豆，你们尝尝看，看看能不能卖出去。静池，我炸了2种呢，一种是刚刚熟的，一种呀是炸的酥脆的，你都尝尝。这个是我们团团的。娘亲，团团的怎么白白的呢？因为你还太小啦，吃得清淡一些，不然肚子会痛的。哦，那好吧。秦静池夹起一块生脆的土豆咬一口，香辣脆爽，虽然有些辣舌头，但却吃得停不下来。吃完一块，又去夹炸得焦黄酥脆的那份儿，吃到嘴里，外面酥脆，里面绵软，也非常美味。团团一块一块吃着，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娘亲，团团想尝尝你们的那种。姜婉婉心软的给他夹了一块生脆的，团团眼睛一亮，小脑袋凑上去就叼走了姜婉婉筷子上的土豆，刚吃完就被辣得不断吸着舌头。都跟你说小孩子不要吃了，被辣到了吧？等着，娘亲给你倒点水喝。团团咕嘟咕嘟喝了一大碗水，才开口说道：娘亲，好辣呀！可是比我的那份好吃多了，这种脆脆的比焦焦的那种好吃。确实，虽然都好吃，但是脆的的确更有味儿。那我到时候炸的话，就只炸生脆的吧，这样还炸得快一些。要是有人要求要软的，我再多炸一会儿。今天一家人吃饭，就不单单只是享受美食了，还要吃得仔细一点，提提建议。不过最后也就只是总结出了只炸生脆的这一个决定。静池，你觉得会有人买吗？当然啦，这狼牙土豆这么好吃，就算是放到大酒楼里，那也会有人争着抢着买的。听着男人安抚自己的话，姜婉婉莫名的安定下来，多了几分信心。那我们这几天就先把需要的东西都给定做好，这样就可以早点出摊。好，我明天就去定做。姜婉婉点点头，有些慌乱，也有些害羞。第二天，秦静池一早就出门去订铁锅和刀具了，而姜婉婉就待在家中，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但却怎么想都觉得差不多了。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她端着碗，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装土豆的东西，总不能让人家都自己带碗来买吧？但是用什么碗，这是个大问题。要是就用他们自己用的这种，那成本就太高了。然而这又不像以前现代还有一次性餐盒。在他思考之际，团团一蹦一跳地走了进来，手上还拿着一个竹子编的小蜻蜓，仔细一看，正是上次秦静燕给他做的那只。姜婉婉眼神火热地看着他手中的蜻蜓，又看看他的小脸儿，开心地把团团抱了起来，猛地亲了好几口。团团看着他娘亲的目光，呆呆愣愣地出声道：娘亲也喜欢这个小蜻蜓吗？问完，小眉头一紧，像是做了什么沉重的决定。那团团就送给娘亲吧。虽然他很喜欢这个小蜻蜓，他也只有这一个小玩具，但是要是娘亲喜欢的话，他就可以送给她。那给了娘亲的话，团团怎么办呀？团团让小叔叔再给我编一个，这个就给娘亲吧。娘亲说笑的，我都是大人了，不喜欢这些东西的。不过还是要谢谢团团。可是娘亲一直在看它。娘亲只是想到可以用竹子来做完，就有些激动罢了。哦，好了，去玩吧。
姜婉婉对村里人不了解，也不知道谁家有竹子，只能等秦晋池回来了再问问。午后，秦晋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谁家有竹子吗？秦晋池被他着急的样子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原来只是问竹子。他不由得舒了口气，手指敲了敲姜婉婉的脑门儿。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这般着急。你要竹子干嘛呀？我想了想，要是做土豆的话，出锅得用碗装，但是要用我们吃饭的这种碗，就花费太高了，而且万一人家吃完就带走了，那我们可不就亏死了。所以我琢磨着可以用竹子做成小竹筒来当碗，然后再用竹子做一些竹签出来。啊，村里其实好几家都有种竹子的，爹娘他们那里也有，只是不多。还有大牛哥家也有，我们可以去问问他们。但我们要是自己做竹筒和竹签的话，肯定忙不过来。要不问问大牛哥，让他帮我们做，其实做起来非常简单的，到时候可以5个竹筒1文钱，竹签的话呢100根1文钱，怎么样？行，那去问问吧。我们先自己做个样子，让他们比照着做。可是我们没有竹子呀。没事，你等着，我回爹娘那边砍一根过来。秦晋池动作很快，竹子砍回来，他就按照姜婉婉的说法做了竹筒和牙签出来。姜婉婉看过，觉得正好，两人便连忙拿着去找大牛了。大牛哥，大牛哥！晋池叔叔，爹爹，晋池叔叔来找你了。狗蛋儿兴奋地看着他们两人。晋池叔叔，团团们跟你们一块来吗？他在家玩呢，别跟过来。你要是想他了，可以去我家找他玩。姜婉婉看着虎头虎脑的狗蛋儿，也挺喜欢他的。家宝，你有空啊，可以去找团团玩，到时候婶婶给你们做好吃的。好，谢谢婶婶。这时，大牛听到儿子的声音走了出来，看到秦晋池，快步走上前。静池啊，找我有事儿啊？大牛哥，我和婉婉想找你做点生意。大牛疑惑地看了看他，想了想，那你们快进屋来说吧。招呼着秦晋池和姜婉婉坐下，大牛就迫不及待地问道：静池，你说的是什么生意啊？是这样的，我和婉婉呢想做点吃食卖，但是量太多的话，用碗的话成本太高了。你家不是有一大片竹林吗？我们俩就寻摸着可以做竹筒来代替一下。说到这儿，又掏出了他们做好的竹筒和牙签。你看，就做成这样，我和婉婉都忙不过来，就想着交给你做。到时候你这边做5个竹筒和100根牙签，我们都给1文钱。当然，这竹子材料的钱我们另算。你说的可当真？大牛哥，是真的，而且我们还长期收呢。好好好，保管给你们做好，放心吧。对了，大牛哥，你做好了之后，可以帮我们用滚水煮一下吗？姜婉婉才想起来，竹筒和牙签都得消毒才行。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做好后，叫狗蛋娘仔细给你们煮一遍。几人定好取货时间，秦晋池才带着姜婉婉告辞。大牛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忙吧。行，那你们回吧，我会抓紧时间做的。几天后，秦晋池就去县里取回了定做的锅和刀具。姜婉婉看了看，很满意。大牛也已经把做好的200个竹筒和几百根牙签送了过来。这2天，秦晋池和秦敬燕又上山挖了好几天土豆，家里现在足有1万多斤了。姜婉婉见工具都做好了，她也不打算再拖下去，打算今天先把要用到的食材都准备好，趁着明天县里赶大集，人流量比较大，直接开始出摊。晋池，你帮我一起削土豆吧，我们今天都准备好，明天去县里。好。两人趁着天色还早，就抓紧时间动起手来，一个人削皮，一个人切，就连小团团也不甘示弱地帮他娘亲洗着土豆。一家人忙活了1个时辰，弄了1大桶土豆泡着，估摸着能有个7、80斤。虽然很累，但是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对明天充满了斗志。弄完土豆，姜婉婉又拌了好几斤的5香辣椒粉，应该够用好久了。葱和香菜，姜婉婉打算第2天早上再洗了切，今天晚上弄好的话，明天可能就蔫得不能看了。都弄完，一家3口坐着休息了好一会儿。等听到小团子的肚子都咕咕叫了，团团，你和爹爹再休息一会儿，
娘亲给你们做饭去。我帮你，你也累了。江婉婉心里软软的，酸酸的。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她又偷偷看了一眼秦晋池英俊的脸，轻轻说了句：“真好。”啊？怎么了？没什么。我说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了。娘亲，我们可不可以吃那个有蛋蛋的面条啊？团团只是觉得那个面面很好吃。好，我们宝贝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1刻钟以后，3碗香喷喷的荷包蛋焖面就摆上了餐桌。团团焦急地把属于他的那个小碗挪到自己面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吃起来。娘亲，蛋蛋好好吃啊！秦晋池不像小家伙，小口小口地咬，他2口就是一个荷包蛋，吃得很爽快。第二天，江婉婉和秦晋池早早地起了床，他把小葱和香菜都洗干净切碎，想到有些人不一定喜欢吃小葱和香菜，他就没有混到一起放，到时候不吃哪样不放就是，也方便。都准备好了，秦晋池就把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搬上推车，江婉婉就去厨房简单蒸了几个包子，做好之后就去叫小团团起床。团团，起床啦！再不起床，爹爹和娘亲就要走了，就留你一个人在家了。小懒猪，快起床了！团团被他爹爹拍着屁股，才慢悠悠地睁开迷茫的双眼，看着秦晋池，软软糯糯地叫了句爹爹，然后就呆愣愣的任由他爹爹抱着去洗脸了。等到坐在桌前，被他娘亲塞了一口包子，才彻底清醒过来。江婉婉见他清醒了，便打趣道：也不知道啊，是谁家小宝贝，昨天信誓旦旦地说要比我们起得早呢，结果今天还有爹爹和娘亲轮番的叫他才起床呢。秦晋池看着小团子，用拳头抵着嘴唇偷笑。团团迷茫地看了看两人，才意识到他爹爹和娘亲是在打趣自己。爹爹，娘亲。好了，不笑你了，快吃吧，我们还得早些去县里呢，今天可是大日子，到时候团团呀就帮我们招揽生意，好不好？娘亲怎么招揽生意呀？就是喊人，比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麻辣脆爽的狼牙土豆来一份啊，这样喊就可以了。团团听着觉得很简单，想到自己的任务，瞬间干劲儿十足。那爹爹娘亲你们快点吃，团团现在就想试试了。等到一家3口推着推车走到县里时，天光已经大亮了。秦晋池带着江婉婉和小团团往街上转了转，在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停下来。秦晋池见这位置不错，就去交了10天的摊位费，回来就把车上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卸下来，升起火炉，架上油锅，往锅里倒了小半罐的油。在他旁边的摊主见他们倒了那么多油，瞪大眼睛看着他们，仿佛在看2个傻子。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怎的需要这么多油啊？大娘，我们要做的东西啊叫狼牙土豆，等我做好了您可以尝尝的。不用了。江婉婉见他一副害怕被讹的样子，止住话头，开始炸起了土豆。因为还没有人买，所以江婉婉打算先随便炸一点，给来来往往的人们试吃。所幸土豆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倒是也不会浪费太多。土豆倒进锅里，只是几分钟就已经炸得生脆了。江婉婉立刻捞出来放到木盆里，然后往小木盆里加5香辣椒面、葱、香菜、酱油以及醋，然后盖上盖子摇晃一会儿。路过他们摊子的人闻着味儿，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凑到摊子前。这是新出锅的狼牙土豆，麻辣脆爽，只需要5文钱一份，可以先试吃一下的。你们这狼牙土豆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新发现的吃食。大家听到他的话，不禁疑惑怀疑起来。你这才发现的东西就敢摆摊啊？要是有毒怎么办？对呀，而且又不是荤腥，还卖得那么贵。刚刚看他加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闻着特别香啊。对呀，看着也很有食欲，看得我都有点想吃了。江婉婉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个不停，皱了皱眉。好了，大家安静一下，
你们不用担心有没有毒，因为我们家天天吃的。刚刚你们也看到我吃了呀，而且我家小孩子也很喜欢。说完，给团团插了一块，团团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还软软的说道：“叔叔、婶婶、爷爷奶奶们，我家土豆真的很好吃的，团团每天都吃呢。”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见团团可爱，而且自家女儿还拽着她的手，特别想吃的模样，就下定决心说道：“那我先尝尝吧，好吃我再买，行吗？”可以的，婶婶快尝尝。女人看着可爱的团团，脸上也扬起了笑。她拿过牙签插了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咀嚼几下，然后就囫囵吞了下去，双眼放光的又去插下一块。见她已经吃了5、6块，而且还吃得越来越快，江婉婉笑了笑，开口道：“你觉得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吗？”女人这才局促地放下了牙签，实在是太好吃了，她就忍不住多吃了些。凑过头，她闺女还眼巴巴地盯着她：“给我来1份，不，2份吧，来2份。”见有人一尝过就买了，旁边其他围着的人就一窝蜂围上来，拿过牙签就插着吃起来。可能是觉得味道太好了，他们吃的速度非常快，只一会儿，盆里的土豆就少了一大半。秦晋池皱了皱眉，上前阻止：“你们要是觉着好吃就掏钱买，这只是试吃的部分，你们都吃完了，别人该怎么试吃啊？”众人听到秦晋池的声音，又看了看盆里没剩多少的狼牙土豆，这才悻悻地停下动作。但还是有那么一些赖皮的老婆子：“你这不就是试吃的吗？怎么还不让人吃了？”江婉婉气得端过木盆放到摊位里面：“现在试吃结束，你们刚刚也尝过了，也知道滋味如何。想吃的话，5文钱1份，1份就是这么1竹头。”你这有些贵呀，肉包子都才3文1个，你这又不是肉，咋能卖这么贵呀？你们刚刚也看到了，我刚刚炸的时候放了多少油，而且我放进去的各种香料和调料也是很贵的，我其实都没赚什么钱。众人想到刚刚锅里的那些油，也都相信了他说的。有个书生样子的人在人群里说道：“管他怎么样，反正吃起来比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要好吃。”这人正是长华书院的学生，叫王林之。原本他今天只是想出来买点包子什么的打打牙祭，他们书院的饭菜属实是不太好吃，哪儿成想竟吃到了这样的美味。老板娘，你给我来5份吧，辣椒多一点，我拿回去分给我同窗他们吃。好，马上给你炸。只一会儿，5份还烫乎乎的狼牙土豆就到了王林之手中。他付完钱，开开心心的就提着土豆走出了人群。我要1份，我要5份，我要3份，多加绿色的那种草。江婉婉听完，哭笑不得的指着葱花和香菜解释道：“这个叫葱花，这个呢叫香菜。”不一会儿，土豆就卖了大半。刚开始他还以为卖不出去了呢，刚刚有2个人买完，江婉婉刚想坐下休息一会儿，结果就见街尾远远地走来了一群人。晋池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还是说是那种要保护费的恶霸呀？我们这县里治理得很好，应该不会是恶霸。团团害怕地躲到了秦晋池身后，要哭不哭的。等到那群人走近，团团才破涕为笑：“娘亲娘亲，是刚刚买了咱们土豆的书生哥哥。”那王灵芝带了5份狼牙土豆回去，哪里知道他那些童装只一会儿就都瓜分完了。江婉婉看着这群书生，心中高兴极了。他们要是喜欢吃，以后可就是庞大的固定客源了呀。老板娘，再一人来2份狼牙土豆，我们这里一共有12个人。好，我这就做，你们先稍等一会儿。秦晋池把土豆都下进油锅里炸着，江婉婉则看着众人问道：“你们辣椒和香菜什么都吃吧？”众人想了想，都说多加点辣，其他的都随意。行。团团乖乖巧巧地坐在小凳子上，睁着圆圆的大眼睛盯着这群书生看。王灵芝看他可爱，就朝着江婉婉开口道：“老板娘，这是你家孩子吧？长得可真好看。”哥哥，我叫团团哦，哥哥可以叫我团团。团团呀，得叫叔叔，他们和你小叔叔一般大呢。好吧。你娘亲说的对，是得叫我们叔叔呢。叔叔。一群人把团团抱来抱去，都很喜欢他。
团团在叔叔们的怀里咯咯咯地笑着，俨然也是一副开心的样子。等土豆炸好了，众人才放下团团，打算付钱。你们那么多人来照顾我家生意，就给你们每人便宜2文吧。以后大家可以多带着同窗一起来，还给大家优惠。能在县里书院读书的书生，一般家里条件都不会差。这1、2文对他们来说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老板特意给他们优惠，就还是都很开心的，心里暗暗决定以后也会常来。那感情好，以后我肯定多拉着人来照顾您家生意。大家刚拿上属于自己的那份土豆，闻着这霸道的香味，都迫不及待地开始吃起来。原本就是刚出锅的，还烫乎乎的，吃在嘴里香辣脆爽，麻辣鲜香的口感更加明显了。众人吃得非常过瘾，甚至还有几个又多要了几份。叔叔，你们明天还来吗？来，以后叔叔经常来，可以和我们团团玩一会儿。团听着他的话，小眼睛一眯，高兴地笑起来。团等叔叔。一群人手虚扶着肚子，这才慢悠悠地往书院的方向走去。高兴地收了摊儿，江婉婉就拉着父子2人去了布庄。秦静池和团都没几身衣裳，还都是缝缝补补、破破烂烂的。这天气愈发的凉了，得给他们多做2身厚衣裳，还得买一床厚厚的大被子。江婉婉挑挑选选，最后选了一匹天青色和一匹藏蓝色的麻布。选完布料，江婉婉又买了1斤棉花，用来做衣服，还买了一床5斤的大棉被。这些足足花了她1两银子，就这还是她讲了半天价才谈下的价格。秦静池把布料和棉花都放到了推车上，又把团放上去，夫妻2人才慢慢往家中走去。回到家里，3人都饿得不行。江婉婉简单洗了下脸，就去厨房做饭了。而秦静池是个闲不住的，就这一会儿就去木工房里研究起了他的案机。团今天虽然没有尽到揽客的责任，但小家伙充当吉祥物玩了1天，也累极了。一回来洗把脸，就被他娘亲放在床上睡着了。江婉婉把昨天晚上还剩下的糙米饭简单蒸了一下，在空间里取出了块腊肉，洗净切好，又削了个土豆做土豆丝。灶上的米饭蒸熟了，就开始炒腊肉。腊肉炒熟盛出，加入葱姜蒜、青椒和蒜苗，翻炒几下，加点盐调味，然后把腊肉倒进去，翻炒均匀，就出锅装盘了。最后又炒了个青椒土豆丝就好了。将菜和饭都端到桌上，江婉婉就去木工房里叫秦静池吃饭。叫完秦静池，就去床上把小团子挖起来。秦静池洗了手进来，深深吸了口饭菜的香气，拿过筷子就开始大块朵颐起来。一家3口美美的吃过饭，太阳还都没有落山。我们明天要卖的土豆分量就做的和今天差不多吧。虽说今天生意很好，那么早就卖出去了，但是今天呀可是赶大集，人流量很多的，明天就没那么多人了。不过大家今天吃过之后，可能会有很多回头客，生意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听你的。于是2人就按照昨天准备的分量，又切了1木桶的土豆泡上了。等都忙活完，天色已经暗沉下来，把油灯点上，一家3口坐在床头，就开始算起了今天赚的钱，差不多有个2两银子。我们虽然卖的不太贵，但是那一份份的数量很多的呀，最后加起来自然也不会少的。秦静池看着江婉婉明媚又自信的笑容，心里不禁一阵火热。江婉婉看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羞怯不已。时间1分1秒的过去，2人的头越凑越近。爹爹娘亲，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赚到好多好多小钱啦？秦静池和江婉婉被打断，羞恼又慌忙地移开了目光。团虽然小，但他已经多多少少的知道一些钱的概念了。他知道去年爷爷奶奶家里的小猪就卖了2两多的银子，今天听着他爹爹和娘亲说赚了差不多2两银子，
他的小圆眼瞪得大大的。那他们岂不是出去卖1天香香的土豆，就可以买1头小猪了？想到这里，就兴奋地问出了声，全然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他爹爹和娘亲眼里就是个特别亮的小灯泡。那我们以后可以买好多好多小猪猪、小鸡和小鸭，还可以买甜甜的糕糕。小猪、小鸡和小鸭长大以后肯定特别特别好吃。去年奶奶给我做的小鸡可好吃了，还有娘亲做的肉肉是最最好吃的。听着他的童言童语，秦晋池和姜婉婉哭笑不得地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团团听见他爹爹娘亲的笑声，抬起头疑惑地看了看他们。爹爹娘亲，你们怎么笑呀？团团说的不对吗？秦晋池大掌揉搓了下他的小脸蛋儿，笑着说道：团团说的很有道理。团团脸皱得跟个小老头似的。娘亲，爹爹好讨厌呀，他把团团的脸都揉痛了。你别捏他脸，都给我们团团捏疼了。宝贝，我们别跟你爹爹一般见识了，爹爹太烦人了。娘亲，你也这么觉得吗？爹爹好讨厌的，是不是？对啊，他好讨厌啊。我们今天呀，不要理他了，好不好？团团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才说道：不行，虽然爹爹好讨厌，可是爹爹又很好呀。我们要不还是原谅爹爹吧？以前娘亲不理他的时候，爹爹会带他出去玩，会让自己骑在他脖子上，还会偷偷给自己带糖糖。爹爹很好的。宝贝，以前都是爹不好，把你自己放在家里，没经常陪你，还让你饿肚子。以后爹爹经常给我们团团买糕点，陪我们团团玩，好不好？爹爹以后要多陪团团玩。大牛叔叔还经常带狗蛋哥哥去县里玩呢。以前爹爹都不带团团出去玩的，每天好晚好晚才回来，团团都困了也不回来，臭爹爹。以后爹爹不这样了，以后都不会把团团丢家里了。那就这样说定了哟。秦晋池点点头，然后两父子就玩起了扎胡子游戏。团团，快睡觉了，咱们明天呀还要去买卖土豆呢。你也别逗团团了，明儿个还有的忙呢。好，这就睡，快睡吧，明天爹爹再陪你玩。爹爹和娘亲也快睡。好，娘亲和爹爹呀都陪着你，我们比一比谁先睡着，好不好？好，团团肯定会先睡着的。秦晋池和姜婉婉躺在小团子旁边，看见他才一会儿就打起了小呼噜，两人不禁笑出了声。姜婉婉和秦晋池对视一眼，两人都不自觉地移开了目光。过了一会儿，秦晋池突然伸出手，轻轻地把团团抱起来，放到了床最里侧，然后把姜婉婉搂在了怀里。姜婉婉惊讶又羞怯：你等不及他说什么，秦晋池就低头吻住了她。姜婉婉瞪圆了眼睛，一动也不敢动，只能任由秦晋池在她嘴里撒野。姜婉婉感觉自己都快窒息了，秦晋池才放开她。她额头抵着他的额头，不住地喘着粗气，好像在压抑着什么。姜婉婉终于呼吸通畅，也喘得厉害。秦晋池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然后嘴里发出了低沉的笑声。姜婉婉羞恼极了，气愤地转过身去，刚转过去，秦晋池就贴着她的背，将她抱了满怀，嘴巴贴在她耳边，轻声道：睡吧。一家三口甜甜地进入了梦乡。等到姜婉婉醒来时，外面的太阳已经悄悄地冒出了头。她迷茫的眼睛往床上四处看，发现秦晋池和小团子已经不在床上了。想到今天还要出摊儿，她这才清醒过来，慌忙地穿着衣服。这时秦晋池抱着团团走了进来。你别急，我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一会儿再去县里买2个包子吃吧，就别在家里吃了。你起来洗洗，我们可以直接出发。姜婉婉穿好衣服和鞋，走到秦晋池面前，亲了亲团团，想了想，又抬起头，快速地在秦晋池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慌里慌张的就出去洗漱了。秦晋池和小团子对视一眼，
都发出了幸福的笑容。爹爹，娘亲也亲你了，我第一次见娘亲亲你。不过娘亲肯定更喜欢团团，娘亲经常亲团团的，都没有经常亲爹爹。对，你娘亲最喜欢团团了。说完，团团笑得更开心了，两颊的小酒窝都盈满了笑。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了好一会儿了。我要10份狼牙土豆，多加那个什么香菜啊。我要2份，多放辣椒。我要5份，多加点醋。我要3份。你们别急，人太多了，可能要稍微多等一会儿。没事儿，我们都等了那么久了，你快点做就是了。江婉婉没想到今天生意还能这么好，才刚到地方，土豆就差不多卖掉了1/3还多一点。等到了中午，大木桶里已经最多只剩下10来份了。而这时长华书院终于下学了，等到了地方，得知只剩下10份土豆时，老板，你们怎么不多做点啊？是啊，老板，我们昨天下午下学时你们也已经走了，怎么今天才晌午就都卖完了呢？真的只有10份了。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悲愤地说道：哎呀，这么少我们可怎么分呢？昨天就没有买到，今天竟然也没有。你们别急，安静一下。大家谅解一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实只有10份了。这样吧，你们都要买多少，直接告诉我，我明天给你们留着，等你们中午下学过来再给你们做。人家老板生意太好了嘛，你们也别急，这恰好证明了人家做的好吃。我们今天先分着10份，等明天再来多买点就是了。对，我先把这10份给你们做出来，然后我再把你们明天要吃的份都给记下来。众人这才停下话语声，都把自己需要的份数报给了江婉婉。他们想到明天就可以吃到好几份，也都不再闹腾了。想到今天生意这么好，他就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我们去糕点铺给团团买点桂花酥吧，他爱吃那个。买，多买点给我们家宝贝吃。哇，谢谢爹爹娘亲。秦晋池把推车就放在他们摊位上，让旁边卖包子的大娘给帮忙看着，然后秦晋池就和江婉婉一人拉着团团的一只手，便往糕点铺走去。糕点铺里琳琅满目的摆放着各式的糕点，想着团团喜欢吃桂花酥，他们也就买了1份。等付完钱要拉着团团走，哪知道小团子却盯着柜子里一种粉红色的糕点发着呆。老板，你再给我们包5块这种粉色糕点吧。老板忙不迭的就给他们装了起来，一问价格竟是要50文之多。他们买了10块桂花酥也才30文。江婉婉皱着眉：老板，你这什么糕点怎么卖得如此贵？哎呀，客官，你有所不知，咱们这是桃花酥，糕点上还纹了桃花的图案，所以自然就卖得贵了些。江婉婉看了看其他的糕点，确实都比较粗糙，全是四四方方的形状，相比起来，那桃花酥确实比较惹眼。江婉婉有些犹豫，她觉得这桃花酥估计中看不中用，不一定好吃。桃花酥想做的好吃也不简单，但看着团团亮晶晶的眼睛，她一咬牙，那就要了。最后桂花酥和桃花酥都给小团子自己提着，她高兴得一蹦一蹦的。江婉婉和秦晋池走在她后面，两人看着她活泼可爱的小模样，眼中都盈满了笑。走着走着，江婉婉看到有卖冰糖葫芦的，想着小家伙好像很喜欢，就让秦晋池悄悄过去买一串，一会儿给小团子一个惊喜。秦晋池把冰糖葫芦藏到身后，走到小家伙面前：爹爹，我们走慢点儿，等等娘亲。秦晋池看着他这傻样，也就不再藏着，动作迅速地把冰糖葫芦放到了团团面前。团团呆呆地看着冰糖葫芦，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其实他刚刚就看到了冰糖葫芦，虽然很想吃，但娘亲已经给他买了很贵很贵的糕糕，再要冰糖葫芦就是坏孩子了。团团，怎么了？弟弟给你买冰糖葫芦不喜欢吗？
爹爹，可是娘亲已经给团团买了好多糕糕了，团团还能再吃冰糖葫芦吗？糕糕好贵的。秦静池把糖葫芦塞了一个在他嘴里。可以，以后团团想吃什么就跟爹爹和娘亲说，我们给你买，好不好？团团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嚼着嘴巴里的糖葫芦，甜丝丝的，享受的眯起了眼。自己拿着慢慢吃吧。爹爹吃。爹爹不吃，团团吃。团团见爹爹拒绝了，就拿着糖葫芦跑到江婉婉面前。娘亲，吃冰糖葫芦，爹爹给团团买的哟。小馋猫吃的嘴角都是。没有啦，团团嘴角没有糖葫芦碎了。娘亲快吃，可甜了。娘亲不喜欢吃，团团吃吧。团团疑惑地看着江婉婉，好像是在问，这么好吃为什么不喜欢啊？快吃吧。等一家三口回到摊位时，摊位旁边站着一个穿着很不错的年轻女子，见他们回来，眼睛一亮，然后又焦急地说道：老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你们家狼牙土豆今天都卖完了吗？江婉婉疑惑地看着他，又点点头，确实都卖完了。那女子懊恼地皱了下眉，想了想，又忙问道：那你们明天还来的吧？明天给我留个10份啊，不，留20份吧，我家小姐可喜欢吃了。生意送上门，哪有拒绝的道理？好，那你明天可早些来。哎，好。江婉婉看着离去的女子，跟秦静池说道：她刚刚说小姐，那她就是丫鬟了。这丫鬟就穿得这么好呢，估计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江婉婉也不再多想，催促着秦静池：我们快点推着车回去吧。等他们一家人都回到家时，太阳也还在头顶上呢。江婉婉把口袋里的铜钱都倒在桌上，她和秦静池就开始数钱了。最后算出来，他们今天足足赚了2两并500文钱。江婉婉高兴极了。我们今天吃点好吃的，你们俩想吃什么？虾虾，还有圆圆的鱼。秦静池听着小团子的话，喉咙滚动一下，然后也看着江婉婉点头。行，今天就吃虾和鱼，我们一会儿就去捞吧。正当他们讨论时，外面传来了啪啪的拍门声。秦静池走过去打开门，正见大牛背着一大背篓的竹筒和竹签站在他们家门外，他身后还跟着狗蛋儿。大牛哥，快进来。秦静池帮大牛把背篓放下来。我就不做了，家里还有事儿呢。说完就要带着狗蛋回去。这时团团好奇地走到了院子里。狗蛋哥哥，大牛叔叔，走路别太快，摔倒了怎么办？团团下次不这样了，我就是看到狗蛋哥哥太高兴了。你带着你狗蛋哥哥进去玩吧。见大牛犹豫的样子，秦静池说道：大牛哥，要不今天就让狗蛋儿在我家和团团玩吧。大牛想了想，反正自家儿子在哪里都是玩，也就同意了。行，那晚上我再来接他。狗蛋哥哥，我们快进去吧。可是二娃还在等我呢，我本来是来叫你的。爹爹，二娃哥哥还在等我们可以出去玩吗？反正我们马上要去捞鱼虾了，我和你娘亲带着你们一起去吧，顺便把二娃也叫过来一起吃饭吧。团团高兴极了，脆生生地说了句好。过了一会儿，秦静池和江婉婉就提着木桶和自制的网兜，带着2个小家伙，先去把槐树那边的二娃叫上，然后一群人才往河边走去。秦静池和江婉婉走到后面，聊着天，3个小家伙手牵手走在前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团团，二娃，我昨天在我家后门的树上发现了一个鸟窝呢，可惜里面的鸟蛋都破壳了，有5个呢。二娃和团团也都很丧气，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好可惜呀。看狗蛋儿哥哥和二娃哥哥都很难过的样子，团团悄悄说：你们别难过，今天我爹爹给我买了冰糖葫芦，他们都不吃，还剩了3个呢，都被团团藏起来了，一会儿回去给你们吃。你爹爹对你真好，冰糖葫芦是什么味道啊？二娃的家庭也很穷困，他爹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摔了腿，一直瘸了，
只能靠着编一些背篓什么的赚钱。他娘的针线活还不错，就靠缝缝补补补贴点家用，所以也没吃过什么小吃。甜甜的，酸酸的，脆脆的，好好吃的。听团团一说，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下口水。团团，你要是给我们吃，你爹爹和娘亲会不会不高兴啊？冰糖葫芦很贵的。团团皱了下眉，跑到爹爹娘亲面前。爹爹，我的糖葫芦还剩几个，我可以分给狗蛋儿哥哥和二娃哥哥吃吗？他们是你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呢，分享美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团团当然可以分给自己朋友啦。秦晋池也笑着点头。团团听完，咧着嘴，开心的笑，跑过去拉住另外2个小家伙的手。我娘亲和爹爹都说可以。狗蛋儿和二娃不好意思的看了一下秦晋池和姜婉婉，细声说道：谢谢晋池叔叔和婶婶，以后啊，你们可以多来我家找团团玩的。 2个小家伙高兴的连忙点头。好，知道了。几人一路上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到了河边。可能是完全没有人捕鱼的缘故，所以河里面的鱼一点儿也不怕人，这倒是方便了他们。姜婉婉把网兜拿出来，随便堵在河中间，还在网兜里放了点糙米。过了一会儿，姜婉婉把网兜拿起来时，里面已经有好多鱼虾了。虽然大部分都比较小，但是有一条4、5斤左右的鱼，而且里面的虾还都挺大只的。把网兜里大的那条鱼和虾都取出来，姜婉婉就继续把网兜放到河里。3个小家伙看得起劲儿，觉得有趣极了，也想试试。你们别过来，可不能单独下水，有很多小孩子就是贪玩，掉水里淹死了。看着几个小家伙害怕的表情，姜婉婉又放缓了语调。你们要是出事了，家里人得多担心啊！所以你们以后啊，要是自己出来玩的话，也不要到小河边来了，知不知道？几个小人儿连忙点头，这才乖嘛。另一边的秦晋池不一会儿就捞到了一条5、6斤重的鱼，还有6、7斤左右的大虾，他估摸着应该差不多够吃了，就收拾起来去找姜婉婉他们。你好厉害呀！不过我也网了一条4斤左右的，虾就比较少了，可能只有2、3斤，不过加在一起也足够了。秦晋池把姜婉婉那里的鱼虾都接过来拿着，然后招呼几个小家伙回家。狗蛋儿看着晋池叔叔手里的鱼虾，悄悄凑到团团耳边问道：团团，晋池叔叔和婶婶为什么要抓鱼和多角虫啊？当然是用来吃啦，我娘亲做的鱼和虾可好吃了，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狗蛋儿和二娃对视一眼，有些同情地看着团团。他们家里虽然吃不起肉，但野菜和糙米饭还是可以吃饱的。团团家竟然抓又腥又臭的鱼和多角虫来吃，那得多难吃啊！2个小家伙一路上都有些沉默，脸色复杂。不过姜婉婉他们都没发现。等到了家里，姜婉婉招呼着2个小客人坐下，把中午给团团买的糕点拿出来放到桌上。你们把糕点都吃了吧，婶婶去做饭。娘亲，你和爹爹也吃吧。团团知道这个糕点都好贵的，娘亲和爹爹怎么能不吃呢？姜婉婉看着他严肃的小脸儿，无奈地拿过一个桂花酥和桃花酥。好啦，我和你爹爹啊尝个味道就可以了，你和2个哥哥分着吃。团团看着他娘亲只拿了2个，小眉头皱紧了。娘亲多吃点儿。娘亲和爹爹啊都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只有你们小孩子才喜欢的。真的吗？真的。好啦，别闹了啊，娘亲啊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那我和狗蛋儿哥哥还有二娃哥哥就把糕糕都吃了哟。好，你们吃吧。姜婉婉走出来，看着手中的糕点，想着自家团团的小模样，无奈又甜蜜地笑了笑。她把2种糕点都掰了一点尝尝，剩下的就给了秦晋池。2种糕点刚入嘴时都是一嘴的甜味儿，口感非常粗糙，味道很一般，完全没有他自己做的好吃。以后小家伙想吃还是他们自己做吧。秦晋池吃着也不太喜欢，太甜了。我先去蘑菇房了，你需要帮忙就喊我。
好。江婉婉提着2条黑鱼，打算1条用来做丸子，1条用来做麻椒鱼。等丸子捏好，把需要的葱姜蒜辣椒都准备好，又把大虾处理了一盘，灶上的糙米饭也熟了，把米饭撤下就可以开始做菜。把饭菜都摆上桌，江婉婉就招呼着小家伙们入座。这时秦晋池也闻着味儿走了进来，他看着桌上的菜，不由得食指大动，加了个没吃过的炸鱼丸，还多蘸了点辣椒面，就塞进了嘴里。江婉婉和秦晋池都吃得差不多了，但看这2个小家伙还没吃饱的样子，怕他们局促，也就都没放下筷子，只偶尔夹个丸子吃。等大家都放下筷子，小木盆里还剩了1/3的炸丸子。吃完饭，他们还得弄第2天要用的土豆。江婉婉见2个小客人都很喜欢炸鱼丸，就把剩下的鱼丸分成2份，给他们带回家去吃。晋池，这天色也不早了，你先把2个小家伙送回家去吧，回来我们再弄明天的土豆。我和爹爹一起去送哥哥。好，那你就跟爹爹一起送哥哥们回家。婶婶，你们留着自己吃吧，我们已经吃了好多了，你们再不收下我就要生气了啊！怎么嫌弃这丸子是剩菜呀？不，没有嫌弃，这么好吃怎么会嫌弃呢？只是我们觉得可以留给团团弟弟吃。好啦，婶婶说笑呢，我们家经常做的，团团也时常吃到的，你别管他，你们安心带回去就是了。那谢谢婶婶。不用谢，以后来找团团玩，我再给你们做别的吃的。谢谢婶婶。好了，走吧，我送你们回去。狗蛋儿和二娃家离得很近，等他们都安全到了家，秦晋池就把小团团放在自己肩上，2父子这才往家的方向走去。团团2只小腿岔开，坐在自家爹爹肩上，双手抱住他的头，一路都在咯咯笑。秦晋池被自家宝贝的笑容感染，嘴角也不住地扬着。狗蛋儿，你手里拿的什么呀？爹，你和娘快尝尝，这是晋池叔叔给我们带回来的炸鱼丸呢。你怎么还在人家家里带吃的？你个小兔崽子，你晋池叔家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拿人家东西。爹，我也不想带的，但婉婉婶婶硬要给我们带回来，还给了二娃也带了。这个真的很好吃，婶婶说是鱼做的，真的好好吃。婶婶做了麻辣鱼、炸鱼丸，还做了什么虾的，都特别好吃。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呢。爹爹，我们也去捞鱼吃吧。狗蛋儿喋喋不休地说着他吃过的那些菜如何美味，边说还边眯着眼睛回味。大牛一脸怀疑地看着自家傻儿子。你蒙谁呢？那鱼又腥又臭的，那能好吃？真的很好吃，你不信的话就尝尝这个，这个就是鱼做的。狗蛋儿见他爹一个接一个的吃得停不下来。哎呀，爹，你少吃几个，娘还没吃呢。大牛老脸一红，心虚极了。这不是太好吃了吗？爹就没忍住多吃了几个。看着还剩了大半的鱼丸，大牛吞了下口水，移开目光。你拿去和你娘一起吃吧。我不吃了，太饱了。今天在剑池叔叔家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团团给我和二娃分了冰糖葫芦和特别好吃的糕点。狗蛋儿想到香甜的冰糖葫芦和糕点就回味无穷，又想到后面更好吃的菜，觉得今天简直幸福死了。后面婶婶做的菜都可好吃了，都是鱼和多角虫做的，我和二娃吃了好多呢，现在还撑着呢。你还是拿过去和你娘一起吃吧。大牛和他媳妇儿吃完炸鱼丸都意犹未尽，寻思着哪天也去河里捞鱼吃，但是做出来好不好吃就不得而知了。让你随便接人家东西，以后可不准了。这是静池叔叔让我带回来的，我们拒绝不了，就带回来了。秦德正见儿子委屈的样子，也心疼得不行，粗声安慰他。好了，带回来就带回来吧，以后让你娘也给人家送点东西。然后就拿着鱼丸
一瘸一拐的拿去厨房给他媳妇儿。这是二娃从静池家里带回来的，看着有些凉了，你稍微蒸一下吧。秦氏正要说什么，秦德正就又说道：我已经说过二娃了，改天我们给他家团团送2个鸡蛋就是了。啊，我记下了。等到鱼丸蒸好，就端上了桌。大家在蒸的时候就闻到香味了，一上桌就不约而同的夹了一个尝起来。夫妻俩惊讶的对视一眼，好吃。虽然炸鱼丸蒸过以后没有了外焦里嫩的口感，但吃起来还是一样的 Q 弹辣爽。团团现在是一睡着就被他爹爹给挪到床的最里侧，江婉婉挨着秦静池躺着，不自在的和他商量着事情。你的安吉也要花时间做的，每天我去镇上卖土豆，回来还得准备第2天的，这就更没有法做了。照你们的说法，安吉做出来可比卖土豆赚钱多了。反正爹娘那边也没什么地，粮食也收得差不多了，要不让他们过来帮忙吧。白天我和娘去卖土豆，你带着阿弟在家里做安吉吧。可是他们这刚去卖2天，秦静池有些不放心。江婉婉看出他的担忧，没事的，心里治理得很好，没什么坏人。而且我们也得早些赚够钱盖房子呢，到时候盖得大一点，把爹娘他们也接过来住吧。秦静池把他搂在怀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好，听你的。不过等明天回来之后，我们再去找爹娘他们说吧。好。第2天，他们到摊位时，已经围了一群人。老板，你家土豆可太够劲儿了，我昨天买了2份回去，都被我媳妇骂了，说我买的少呢。今天家里来客人，你给我炸个10份吧。行。其他人也不甘示弱。还有我，来个5份的。我要3份，多加点醋。我媳妇儿怀孕了，一直吃不下东西，昨天靠着你家土豆才多吃了碗饭。秦静池安抚着众人，大家别急啊，我媳妇儿在炸了。江婉婉和秦静池忙活了好一会儿，刚把这群人要的土豆都炸好拌好，围着的人群又多了，最后里3层外3层的，好不壮观。其他原本不想买的人看着这么多人围着，也好奇地凑上来想买一份尝尝。江婉婉心里又后悔又高兴，高兴今天生意太好了，后悔的是昨天只弄了130来斤，这不刚来半个多时辰，土豆就卖的只剩下昨天人家订好的了，送出去最后1份。江婉婉开口道：抱歉啊，我们已经卖完了，想吃的话只能明天再来了。但他摊位旁围着的一圈人可不好糊弄，有那些个眼尖的早就发现另一个桶里的土豆。老板娘，哪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我看你那桶里还有1大桶呢，咋就不卖了呢？江婉婉哭笑不得，她想着怕有些客人看着还剩会有想法，还把预定的部分都用另一个桶装，哪知道这些人都是火眼金睛啊。她只能无奈地解释道：这个是昨天客人预定的，我们得给人家留着。可是这都快晌午了，他们都还不来，怕是不会来了吧？要不就卖给我们吧。您有所不知，这些土豆啊都是长华学院的学生们预定的，他们要中午下了学才能来呢。众人听到是读书人预定的，倒是也不胡搅蛮缠了。那些原本只是想随便尝尝的人，听到这儿是更好奇了，这得是什么味道才能让读书人都抢着预定？那些昨天已经吃过今天没买到的人，感觉自己今天没能吃到土豆，整个人都不舒服了。见能预定，当即就要了10份。老板，我要10份，明天可得给我留着。其他人见状也纷纷预定起来，大多都只订了3、5份。不过有那实在馋得很的人，直接订了20份。不仅仅是没买到的人订了，还有好多吃过又继续来买的人，见卖没了也跟着预定。江婉婉一个人一个人的记下，等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她悄悄算了一下，这单单预定出去的就至少得有个50斤的土豆了。昨天预定的人也还没来，先休息一会儿吧。团团，你有没有饿了？娘亲给你去买吃的，你先看着摊子，我去就会。过了一会儿，江婉婉拖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托盘上还有2大1小3碗面。江婉婉激动地把面放到他们的桌子上。我竟然看到有人卖牛肉面的，看着还挺香的，你们快来吃。
这牛还能宰杀的吗？早几年朝廷就说了，除了日常耕地的牛，要是自家养的想吃的话也是可以的。你这记性啊！啊，是吗？我都不记得了，好几次来县里也没见着有人卖牛肉，自然想不起来嘛。但是这牛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哪里舍得养来卖或者吃啊？所以当然不常见了。这样啊。团团专心地吃着面，笑眯眯的，一会儿看看爹爹，一会儿看看娘亲，好不欢乐。娘亲，这个肉没有娘亲做的好吃。江婉婉又给团团夹了自己碗里的2坨牛肉。这牛肉可是好东西呢，团团要多吃一些。秦晋池见他把肉都夹给了团团，把自己的也夹给了他。你也吃。好。江婉婉看着碗里的肉，一脸甜蜜。3人吃完面，江婉婉把托盘和碗筷都还了回去。等回到他们的小摊时，书院的书生们都还没来，不过来了2个姑娘，2人都穿得不错，不过其中一人却穿得更为华贵一些。你们终于来啦，我这就给你们做去。丫鬟叫小玉，而那位小姐实为县令的女儿。不过这些秦晋池和江婉婉都不知道。小姐，这就是我那天买回去的狼牙土豆，我订了20份呢，小姐可以多吃一点啦。好啊，20份很多的，可以带回去给爹和娘吃。老爷和夫人肯定也喜欢。过了一会儿，小玉见他们摊位都没有人来，疑惑地问道：老板，你们家今天怎么都没人啊？姐姐，我家的小土豆都卖完了，娘亲说剩下的这些都是书院里的书生哥哥们要的。小玉和李雪珍对视一眼，好可爱的小团子。李雪珍伸出手摸摸她的头：你叫什么名字啊？姐姐，我叫团团。那团团，姐姐可以抱你吗？团团虽然很喜欢这个漂亮姐姐，可是姐姐身上的衣服好漂亮，而她在摊位边蹭来蹭去的，衣服都有些脏了。不行的，团团的衣服脏脏的，姐姐的衣服好漂亮，会被弄脏的。没关系，姐姐好喜欢团团，想抱抱你。团团被李雪珍搂到怀里，小脸蛋红扑扑的，轻轻抱着她的脖子。江婉婉和秦晋池见自家团团自来熟的模样，无奈极了。小姐，你还是放他下来吧，他贪玩着呢，身上都被蹭脏了的。对呀，小姐，要不还是放小家伙下来吧。他好可爱，也不脏。团团开心地眯着眼睛。娘亲，姐姐不嫌我脏脏。你呀。李雪珍只抱了团团一会儿，他们的土豆就炸好了，放在木盆里拌好，一股麻辣酸香味儿就飘了出来。即使李雪珍不是个重口腹之欲的人，也不禁按捺不住，想要尝一尝了。她把团团放下来，接过一竹筒的土豆，土豆刚出锅还烫乎乎的，她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滋味比那天小玉带回去的还要好吃。这个还是刚出锅的时候最好吃。对。李雪珍又给团团戳了一块。团团，你也来一块吧。江婉婉见状刚要阻止，团团就摇摇头。姐姐，团团想吃随时都可以吃的呀，而我才刚吃完面，很饱的。好吧，2人在他们摊位旁，一人吃了1份土豆，才带着剩余的部分回家。回到家时，李远今天也在家。李雪珍看着自家父亲，献宝似的把手中还热乎的土豆递给他。爹爹，你尝尝我们买的新吃食，可好吃了。李远接过女儿手中的东西，不禁摇摇头。自家这女儿，如今就算在外面再怎么温婉，在家也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是个活泼闹腾的。闻着手中香味扑鼻的土豆，李远不禁好奇起它的味道来，拿过自家闺女递给他的牙签儿，插了一块尝了一下，不由得愣了起来。以前他还在京都之时，他也吃过些美味佳肴，就连御厨的手艺那也是尝过的，但他吃完这个什么土豆，也还是震惊了一下。这和那些佳肴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啊。爹，好吃吧？做着土豆的店家是对年轻夫妻，2人长得都很不错，特别般配。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个儿子，那小孩特别可爱，你见了估计都会喜欢。我要抱他，他还不让我抱，说是他太脏了，会弄脏我的衣服，特别乖巧懂事。每日待在家中无聊透了，我决定以后每日去买狼牙土豆吃。和那老板熟了以后啊，就把那个小宝贝带回家来玩。然而他爹的注意力都在土豆上，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说了什么。挺好。李远吃了2竹筒的土豆，就感觉自己有些饱了。他仔细琢磨了一下，发现这土豆饱腹感这么强，要是种植简单，在老百姓之间推广开来的话，那可不得了。就是不知道产量如何，还是得好好了解一番再做打算。一会儿下学，我们直接去买狼牙土豆啊！我都饿死了。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吃啊？前2天秦月家中有事，没有来书院，便不知道流行起来的狼牙土豆是什么样。王灵芝严肃地点着头，真的很好吃，它现在就是我的心头爱，而且就连沈岩都喜欢呐。秦月这下相信了，人家沈岩家可是他们县里公认的首富，他从小到大什么没吃过，他要是都喜欢，估计那狼牙土豆确实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了。王灵芝坐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想到狼牙土豆的味道就心痒痒。关键今天他们陈夫子到了下学时间，还在讲桌前眯着眼睛，满嘴的知乎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不只是他，其他人也坐不住了。虽然昨天他们预定了土豆，但万一那老板卖得快，把他们预定的份儿也卖了出去，可就完了。陈夫子正讲到精彩处，却听见教室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说话声。他眉头紧皱，正要发火。夫子，太饿了，要不先下学吧？行吧，我们就先讲到这里。等他终于走出门去，教室里的学生们瞬间急促地收起自己的东西，互相催促着。你快点儿，要是卖没了怎么办？哎呀，没事儿，我们可是预定了的。可是我们没交定金，人家等不到我们，卖给别人也是有可能的。不会吧，我这一早上都在想那味道呢。江婉婉正等得着急，终于看到了远处浩浩荡荡走过来的一大群人，赫然就是那群书生。他一洗，把土豆立刻下进了锅里。你们终于来了，我这都卖完半个小时了，就剩你们的预定了。老板娘，对不住啊，今天我们夫子脱堂了，我们这不就来晚了。沈岩见着老板和老板娘还算守信，便说道：这样吧，你们等了我们这么久，就多给你们1两银子当做报酬如何？不必，我们接受了你们的预定，等你们是应当的，也不用如此。沈岩看着秦敬池严肃的模样，耸耸肩，也不强求。你们今天还预定吗？当然定了。秦月原本和王灵芝站在后面，突然听见秦敬池的声音，觉得很耳熟，就拉着王灵芝走到前面。刚走2步，就看见了秦敬池熟悉的脸。敬池哥！秦敬池诧异地看着秦月。阿月。秦月是他们村长的儿子，他们村长也是他三叔，和他们家关系也还不错。敬池哥，原来灵芝说的特别好吃的狼牙土豆就是你们做的呀？是啊，既然大家都是阿月的同窗，就给你们优惠一些，每份狼牙土豆给个3文钱就可以了。秦月羞窘不已，忙摇头。不行，你们这也没做几天，每天那么辛苦也赚不了几个钱，哪能优惠这么多啊？沈岩也跟着开口道：真的不用，原本害得你们在这里等我们那么久，就很过意不去了，哪里还能让你再优惠呢？有些人虽然也想有优惠，但沈岩都发话了，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行，那你们改天来，就让你们嫂子给点优惠吧。既是阿月的同窗，那肯定行。团团见一大帮人说这话，他都插不上话。爹爹啊，怎么了？爹爹和娘亲都不理团团的。爹爹和娘亲太忙了，都没注意到我们团团，对不起啊。没关系，团团也没有很生气。秦月看着秦敬池怀里的小团子，伸出手就要把他接到自己怀里。敬池哥，让我抱抱安安吧，我都好些日子没见他了。团团看到秦月，惊喜出声，
小月叔叔。哎，安安，想不想叔叔啊？想，团团好想叔叔的。哦，对了，我现在有小名了，叫团团哦。江婉婉正在拌着土豆，听到小家伙骄傲的语气，不禁笑出了声，真是到哪儿都不忘炫耀他有了小名。秦月正和团团嘀嘀咕咕地说着话，江婉婉的土豆就拌好了，给他们都装起来，除了他们昨天订的，还剩下2份的量，江婉婉就装着递给了秦月。你们快趁热吃。其实啊，狼牙土豆还是刚出锅的时候味道最好的。众人接过属于自己那份儿，不管不顾的就用牙签插着往嘴里塞，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哇，好吃啊，真够味儿，我都奖励早上了。那可不，我第一天吃到的时候都惊呆了。沈岩作为一个算是吃遍了山珍海味的人，也吃得特别起劲儿。最后几人吃得肚皮溜圆，意犹未尽地擦擦嘴，又跟江婉婉订了第2天的土豆，这才回去书院，把东西都收拾好。江婉婉想到家里没什么菜了，我们去买点肉和菜吧，家里的都吃完了。好。今天他们卖完的时间还很早，去猪肉铺时，里面的肉都还很新鲜。想到今天要把爹娘还有秦静燕都叫过来帮忙，江婉婉就打算多买点肉，看着旁边的一大一小，问道：你们俩想吃什么呢？团团很苦恼，他觉得那天娘亲做的排骨和猪脚脚都好好吃，他不知道要怎么选了。你看着买吧。江婉婉点点头，又看向团团。团团，你呢？想吃什么？娘给你买。团团小眉毛皱成一团，纠结极了，但是又觉得娘亲做的都很好吃。以前他不喜欢鱼和虾虾，但娘亲都做的很好吃啊，猪脚脚也很好吃。娘亲做的都好吃，娘亲买吧。江婉婉好笑地看他一眼，这小家伙刚刚表情丰富的让他以为他要选什么奇怪的肉呢。既然让他做决定，那就……老板，来4斤排骨吧。你家这肥肠和猪肝都怎么卖的啊？那老板见他刚刚随口就问到她丈夫和儿子要吃什么时，还以为是个会随便买的大主顾呢，谁知竟就要点便宜的猪排骨和一些不要钱的下水。排骨10文1斤，这些大肠和猪肝你加起来给个5文钱就行。只是这猪肝和大肠可一点也不好吃啊，你买了可能也是浪费，还不如买点别的。你买点别的肉吧，那下水买了没用，都是给狗吃的。对呀，娘亲，下水好臭臭，肯定不好吃的。放心吧，鱼和虾我都能做好吃呢，别的也没问题的。等你们晚上吃到了呀，就不会这么说了，怕是还会缠着我呢。2人见他实在坚持，也就随他了，反正也才5文钱。他们买好肉，又去卖菜的地方看了看。江婉婉见白萝卜长得水灵，就买了10斤，打算回去做个腌萝卜，早上就着喝粥也很不错。最后又买了点小白菜，几人这才打道回府。回到家把东西都放下，一家3口就马不停蹄地去了秦父秦母那边。爷爷奶奶、小叔叔，团团来啦！老头子，你听，是不是乖孙的声音呢？没有啊，你是不是想团团了？我们一会儿多摘点黄瓜和小白菜，给乖孙送过去。好。爷爷奶奶，团团来啦！秦父秦母惊喜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大儿子和乖孙，2人笑得眼角都是褶。奶奶的小乖孙。爹娘，我们刚刚去家里，见你们没在，我就带团团和婉婉过来了。那快走吧，婉婉来了，你也不早说。江婉婉和秦静燕在菜园子外聊着天，就见几人从菜园子里走出来。爹，我来。啊，爹自己来就行了，这马上到家门口了。不用的，婉婉，你爹有劲儿，提得动，你别管他。江婉婉强势地接过菜篮子，笑着对2人说道：还有一段路呢，给我吧，这路不太好走，爹娘你们小心一些。好，那婉婉就辛苦你帮爹拿着了。你们俩怎么想着过来了？娘，是这样的，我和婉婉现在每天去县里摆摊卖土豆，生意挺好的，但是每天有点忙了，我就没时间做木工了。我就想，反正你们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要不然去我们那边帮帮我们吧。
当然可以了，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爹娘，以后你们和我一起去卖土豆吧，阿弟就和他哥留在家中做木工。好好好，你们安排便是。哎，婉婉呐，你们那儿土豆买的人多不多呀？我们现在晌午啊，就能卖差不多130来斤呢，一天差不多能赚个3两银子呢。秦父和秦静燕听到这儿，也跟着倒抽了口凉气。秦母听到这儿，震惊的说不出话。要知道，3两银子，可就是一家人大半年的收入了。这一天就能赚那么多的话，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银子呀？其实我们也才开始干几天呢，以后生意怎么样也不知道。可能是觉得吃食比较新奇，所以买的人才多一些。婉婉啊，那你们那什么土豆还有多少啊？会不会不够啊？要不我和静池和静燕我们再去挖点吧。对啊，嫂子，我们再去挖点，趁着现在好卖。不用，家里还有很多呢，足够用了。那就好，那就好。婉婉呐，趁着现在生意好，你们多攒点钱，过几个月好好盖座大房子。娘，你就别担心了，我们呀就是这么想的，不然到了冬天太冷了，团团也受不住啊。到时候呢，盖个大一点的，爹娘和阿弟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不用，我们就住这老房子也挺好的，你们就别操心我们了。江婉婉心中酸酸的，她想可能是原主太作了，才让2个老人如此战战兢兢。娘，你们不愿意和我们住，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没有没有，只是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怕去了给你们添乱。哪会添乱？您去了呀，还能帮我照顾团团呢。更何况父母在不分家，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啊，我们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你们呐，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已经很好了。再说我们团团这么乖巧懂事，哪里需要我老婆子费心力照顾呀？一家人说说笑笑的聊着天，时间过得飞快。江婉婉看着偏西的日头，才反应过来，都快到晚饭时间了，他们今天的土豆还没弄完呢。爹娘还有阿弟，你们今天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今天买了好些菜呢。好啊，对了，你们今天午后就过来了，那明天的土豆也还没弄呢吧？那快走吧，我们那么多人，就先把明天的土豆给准备好。江婉婉心中熨帖不已，原来家中有老人是那么好，好像一切事情他们都会帮着操心。走吧。好。娘，那你们和剑池准备明天的土豆吧，我先去做饭了。哦，对了，差不多准备200斤的样子，今天预定的部分啊，就得有100斤左右了。好好好，你去做饭吧。娘亲娘亲，我和你一起去。小家伙可聪明了，知道跟着他娘亲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美味，可不就紧紧跟着了。好，你看看这满头的汗，一路上净和你小叔叔玩闹了吧？小家伙心虚的移开目光，四处乱瞟，还知道转移话题。娘亲，我们今天吃什么呀？不过娘亲做的肯定都很好吃。你呀，真是个小机灵鬼。走喽，母亲给我们团团做好吃的去。好吃的，你乖乖坐着啊。可是团团想帮娘亲。要是一会儿呢，有团团可以做的，娘亲就让你帮我，好不好？好。江婉婉先把糙米给蒸上，然后就把肥肠取出来。处理肥肠可是个大工程，把肥肠先简单涮洗一下，加入面粉和2勺盐，多揉搓一会儿，再翻过另一面继续揉搓，搓洗的差不多了，再加清水，多洗几遍就差不多了。猪肝呢就比较简单了，随便清洗2下，切片后用清水抓洗几下，再用清水浸泡。排骨也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一边，然后就开始切配料，把配料和食材都准备好。糙米饭特有的香味儿也飘了出来。江婉婉把米饭盛出来，把锅刷干净，在里面加几碗水，把肥肠放进去。团团刚开始的时候还眉头紧皱，看着肥肠嫌弃的不得了，然而等到香味不断地从锅中飘出来，他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凑到灶前偷偷咽着口水了。江婉婉拿出筷子夹起了一块肥肠，
团团呆呆地看着那块肥肠，直到它落到了自己嘴里才反应过来，嚼了几下，瞪圆了眼睛，惊喜地看着姜婉婉。娘亲，好吃。姜婉婉笑了笑，拿过一个小碗给他盛了一些出来。团团，你先吃小碗里面的吧，不能吃太多，不然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啊，你就该吃不下了。姜婉婉把锅刷一下，就开始做猪肝。先把猪肝快速焯一下水，猪肝变色就立刻捞出，然后在锅中倒油，将猪肝倒进去爆炒一下就盛出来，继续在锅中加葱姜蒜、辣椒和花椒爆香，再把猪肝倒进去快速翻炒几下，加入盐、酱油调味，最后再加点蒜苗，爆炒猪肝就做好了。姜婉婉把猪肝盛出，还给团团碗里也添了点儿。慢点吃，娘亲菜都还没做完呢，你可别吃饱了。团团的肚子里能装好多好多东西的，我一点儿也没吃饱呢。娘亲知道了，团团呀，就是咱们家最能吃的小馋猫，是不是？团团不是小馋猫，只是娘亲做的饭都太好吃了嘛。好了好了，娘亲不逗你了，团团慢慢吃啊，娘亲要做排骨了。灶上的火烧得很旺，排骨没多久就炖得软烂脱骨了。姜婉婉用筷子插了一下，轻松的就把排骨上的骨头给挑了出来。她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加入盐和醋调下味，撒点白芝麻，就把排骨盛了出来。姜婉婉看着小团团眼睛都快粘在排骨上，拿过筷子给他夹了块骨头已经脱掉的肉，刚入嘴，团团就尖叫起来。娘亲，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比圆圆的小鱼还好吃。姜婉婉轻笑一声，她就知道小家伙会喜欢酸酸甜甜的糖醋排骨。姜婉婉最后又煮了个白菜汤，菜就齐了。今天的菜很多，他们一家人估计也吃不完。想到这儿，姜婉婉就把火爆肥肠、爆炒猪肝和糖醋排骨都分出来一部分，用瓦罐装好，盖上盖子，把瓦罐拿出去给秦静吃。今天菜做的比较多，我就分了一点出来，你给秦三叔家送过去吧。以前他们都挺照顾团团的，这就当是个心意吧。团团很喜欢今天的糖醋排骨，估计他家的小宝啊肯定也会喜欢。好，我这就去。那快去快回，等你吃饭啊。姜婉婉把饭菜都端上桌，秦父秦母他们已经把明天的土豆都弄好了。爹娘，阿弟，快洗洗手，咱们马上开饭了。小叔叔，你提着我的衣服，我的手被勒得好痛。我这不是怕你摔着吗？秦静燕的注意力都在桌上的饭菜上。团团，你娘亲今天做的饭菜好好吃的样子呀。那当然了，团团已经尝过了，超级好吃的。秦静燕见他爹娘都还没进来，实在忍不住馋意，夹了块排骨就塞到了嘴里，入口酸甜可口。这要是配上一碗饭就绝了。秦静燕陶醉着，想到这儿，立马把大家的碗都拿过来盛上了饭。这时秦静池也跟着秦父秦母走了进来。不错呀，还知道盛饭。秦静燕低着头，她才不会让他们知道自己只是想快点盛好饭就能快点吃呢。婉婉呐，你这怎么还做了那么多肉啊？娘，你们先尝尝这个好不好吃？两人各夹了块猪肝放进嘴里，猪肝入口爽嫩滑弹，麻辣爽口。哎呀，这是什么肉啊？吃着怎么感觉比猪肉还好吃啊？姜婉婉卖了个关子，指着肥肠说道：“你们再尝尝这个吧。”两人又夹了一块肥肠吃了起来。秦父特别喜欢肥肠，连着夹了好几筷子。秦母吃完肥肠就意犹未尽地把筷子伸向了糖醋排骨，完全忘了他刚刚关心的问题。你们都吃不出是什么肉吗？姜婉婉见他们都在摇头，才揭秘道：“这个呀是猪肝做的，这是大肠做的。”啊，这些都是猪下水吗？可是我们吃着比猪肉还好吃啊！秦静燕在一旁也呆住了，她刚刚吃的真是那臭烘烘的大肠吗？这怎么可能啊？她一点臭味也没吃出来啊！姜婉婉肯定的点头，秦静池和团团也附和着证明。婉婉说的是真的，
我们还是一起去买的。对呀，娘亲拿出来的时候臭臭的，团团都要被臭得晕过去了。可是等娘亲做好之后，就变得超级香香。秦父秦母再看看桌上的菜，感觉脑袋晕乎乎的。这些竟都是下水，这怎么可能呢？乖乖，他儿媳妇儿长得漂亮，会赚钱就算了，竟连没人愿意买的猪下水都能做得比猪肉还好吃。原本还以为满桌都是肉菜，得花不少钱呢，哪成想竟都是些不值钱的肉，他瞬间就不心疼了，继续大快朵颐起来。一家人饱餐一顿后，婉婉呐，你这猪下水是怎么做的呀？一点臭味都没有，你回头也教教娘，娘回头也给你爹和阿燕做来吃。这猪下水啊，这般便宜，做出来又好吃，以后啊，等你教会娘了，我就不买猪肉了，就买下水回来吃。娘，这煮下水做好了虽然好吃，但猪肉吃了对身体好，下水呢就偶尔买一些回来吃就好了，或者买点排骨什么的回来炖也可以。排骨虽然卖的比猪肉便宜，但其实比纯猪肉更香呢。行，娘听你的。哎呀，我要是每天都能吃到嫂子做的饭，那可真是快活似神仙了。以后你们都要过来帮忙了，当然每天都可以吃到啦。而且以后啊，咱们家盖了大房子，这一家人啊都住在一起了，还怕吃不着好吃的？秦静燕脑袋放空，设想了一下以后的生活，嘿嘿直笑。嫂子，你真好。秦静池闻言防备地看他一眼。秦静燕原本还想着美好生活，结果不小心瞥见了他阿哥的眼神，嘴角抽了一下，无语。他只是感慨可以吃到嫂子做的各种好吃的而已，阿哥这是想什么呢？江婉婉看了看屋外，光线还足，就对秦母说道：娘，我前几天买了2匹布和一些棉花，想给静池和团团做2身衣服，可是总也做不好，您来帮我看看吧。好，你们忙的话就让我做也行。看着江婉婉拿出的布匹，秦母双眼一亮，你买的这2匹布颜色都不错，静池和团团穿上肯定好看。对，我也觉得应该会好看的，感觉很适合他。要不我直接拿回去做吧，看这布料的长度，每种应该都可以给团团和阿池一人做2身。我做的时候啊，给他们一身做成单衫，可以夏天穿，一件多加点棉花，做成冬衫。好，只是你们明天也都要过来，会不会没时间做啊？你放心，我手脚很快的，就算一天做1个时辰，几天也就做完了。那好吧，辛苦娘了。秦母看着如今乖巧温婉的儿媳妇儿，心中百感交集。婉婉呐，娘知道你现在乖巧又懂事，以后啊日子肯定不差，你们可不要吵架。阿池要是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我的话他还是听的。好，等他欺负我，我就去找娘告状。婆媳2人正说得高兴，秦父就喊道：老婆子，我们回去吧，明天再早点过来。哎，就来。婉婉呐，那娘就先走了。江婉婉跟着他走到门口，嘱咐秦静燕道：阿燕，路上有坑坑洼洼的地方，你注意扶一下爹娘，小心一些。好，我知道了。嫂子，你也别担心。乖孙儿，爷爷奶奶先回去了啊。好了，你们进屋吧，外面挺凉的，我们也抓紧回去了。好，路上慢点。等3人的背影消失在小路尽头，团团才拉着他爹爹和娘亲进去。爹爹娘亲快点呀，团团好冷啊，手冰冰的。好，进去就把团团放被窝里，给我们暖床。小团子被他爹爹冰凉凉的嘴唇亲到脖子，顿时惊叫着缩起脑袋。啊，爹爹坏！江婉婉看着父子2人嬉笑玩闹，在一旁站着眉眼含笑。好啦，静池，你别逗团团了。一家3口的嬉笑声传出了很远，而旁边的李贵家正大快朵颐地吃着他们送过去的菜。李贵夹了好几筷子的肥肠放进嘴里，感慨道：这静池他媳妇儿也不知道是咋做的，这肉竟如此好吃，很有嚼劲儿。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做的。他送的这都是什么肉啊？我们好像都没吃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比猪肉还贵。哎，你说我们下次给他们送块猪肉行吗？也不好白吃人家这么好吃的菜呀。可以吧，静池也不是在意这些的人。等有机会我问问他这是什么肉，下次我们也买点回来做。行，我有时间去找静池媳妇儿学学怎么做，学好了就给咱儿子做了吃。人家会愿意教你吗？那么好吃的菜，万一他以后想做来卖呢？对呀，人家好心给咱送肉，要是去学的话，确实太没脸没皮了啊！我自己去买点回来试着做吧。这肉好像是猪排骨，味道甜甜的，估计里面还加了糖。哎，你说这人家咋会想到往肉里加糖呢？咱们要是没吃过这肉，光听着往肉里加糖的话，指不定觉得多难吃呢。天生人家脑袋瓜子灵光，能想出这种法子。可不嘛！哎，对了，明天县里赶集，我去买点排骨回来吧。反正排骨大肥肉可便宜多了。行，明天县里赶大集，我想了想，明天还是我们一起去吧。而且第一天，爹娘他们可能也不熟悉。你不说我都忘了明儿赶集了，那我们应该多切点土豆的。没关系，早点卖完也能早些回来。你上次不是说等那山葡萄熟了你要采回来的吗？我们明天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就去看看吧。我估摸着应当是熟了。哎呀，最近太忙了，我都忘了这回事儿了。等采回来我酿酒给你和爹喝。这山葡萄如何酿酒啊？等我酿的时候你就知道啦。好吧，睡吧。第二天，秦父、秦母和秦敬燕天刚蒙蒙亮就过来了。江婉婉迷迷糊糊地听见拍门声，刚想起来就被秦静池按住。你再睡会儿，可能是爹娘他们来了。秦静池出去后，江婉婉迷迷糊糊地抱着浑身暖乎乎的团团又睡了过去。家中3个男人在外面收拾东西，秦母就去卧房看看。一进去就看到床上还睡得很熟的母子俩，团团时不时咂巴着小嘴儿。秦母看着他这样，只觉得自家乖孙可爱的紧。见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醒来，秦母又悄悄走了出去，给外面的3父子帮忙。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秦静池就去卧房把母子俩叫起来。江婉婉知道他们把东西都弄好了，而他还在睡，就连忙爬起来，不由抱怨道：你也不早点叫我。说话间顺便给团团穿好衣服，就抱着他一起出去洗脸了。一大家子人终于推着推车到他们的摊位时，那里依旧围了一大群人。婉婉呐，你们的摊位怎么那么多人呢？是不是出事儿了？娘，你别担心，那些人估计是围在那儿等着买我们的土豆呢。啊！秦母还想说什么，那些围在摊位旁的人已经看见了他们。只听有人大声喊道：老板，你终于来了，我昨天预定了的，你快给我炸了。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订了5份的。我的10份呢。秦静池一边架起油锅，一边对众人说道：别急，预定的肯定能买到的，只是那么多人总得慢慢来，又不会少了你们的。老板，你快点呀，这味道可太香了。别急，先拿到就先吃完了，一会儿别人都看着你们吃呢。说到这儿，就陆陆续续的把他们的土豆都用竹筒装好了。给，以后常来。等围着的人都拿着土豆付完钱走远，秦父秦母都还是呆愣的，迟迟回不过神来。就那一竹筒子土豆竟就卖5文钱，而且大家还都排着队买。江婉婉看着两人呆愣的模样，笑了笑，也没说什么。等他们跟他一起卖2天就习惯了。秦静燕可不管这些，他嫂子给他和团团一人装了1竹筒土豆，两人正坐在摊位后的台阶上眯着眼，开心地吃着土豆，好不快活。李雪珍带着小玉早早就过来了，江婉婉看着他们，眼睛一亮，便把他们预定的土豆都下到锅里炸上。等他们走近，热情地说道：你们来啦，已经把你们炸上了。李雪珍眼神四处瞟，她疑惑地皱着眉：老板，小团团呢？啊，你们今天没把团团带过来吗？江婉婉正要开口，团团就从后面跑出来，惊喜地开口：
漂亮，姐姐，你找团团吗？李雪珍看着乖巧可爱的小人儿，脸上瞬间盈满了笑。团团，过来，姐姐抱抱。秦静燕跟在团团后面，看着面前温婉美丽的李雪珍，不由得看呆了眼。李雪珍抱着团团，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抬起头就见来人呆呆看着自己。她上下打量一番，这人虽然穿着的衣衫很是粗糙，但却干净整洁，面容也很俊秀。她想，倒是个俊俏的少年。以往也有很多书生学子对他献殷勤，不过只是看中他爹爹的身份罢了。他也不知道那些人对自己有几分真心，当然爹爹也不同意他和那些人在一起。而看着面前的人呆呆的模样，看起来却很真诚，他并不讨厌，便对他笑了笑。秦静燕捂住胸口处扑通扑通狂跳的心脏，脸红彤彤的，也对李雪珍憨笑了一下。李雪珍见他这傻样，竟觉得他还有些可爱，想到这里不禁笑出了声。秦静燕扭过头，同手同脚地走到江婉婉跟前，结结巴巴地说道：嫂子，我帮你吧。江婉婉看着他局促的模样，一阵莫名，闻言便把刚装好的土豆递给他。那你帮我给这2位小姐吧。秦静燕接过土豆，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她小心翼翼地瞟了一眼李雪珍，心中紧张不已，只觉得手中的土豆像有1000万斤重。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秦静燕慌里慌张地解释：没什么。然后才在江婉婉的注视下，硬着头皮把土豆递给了李雪珍。你的土豆，请拿好。李雪珍把团团放下来，伸手把土豆接了过来，接的过程中不小心碰了秦静燕的手，她愣了一下，顿觉羞臊不已，刚想说点什么，就看见面前的人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像是被人调戏一般。看着这一幕，他张了张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钱付了，什么也没说，拽着小玉就走。只是紧紧捏着小玉衣摆的那只手，却证明了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般不在意。晌午时分，书院的书生把他们预定的部分取走，今天的土豆就基本卖完了，把东西都收拾到推车上，让旁边的大娘帮忙照看。江婉婉就打算带着大家去上次那家面馆吃面，不过今天已经没有牛肉了，大家就都按自己的口味点了一份。一群人慢慢悠悠地回到家，就走了半个多时辰，也不累。江婉婉就打算直接去山上摘山葡萄。我们现在就去吧。把静燕给带上，爹娘就和团团待在家里吧。好。娘，你和爹就在家里看着团团吧，我们去山上看看。你们是要去挖土豆吗？没有，上次我和静池去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山葡萄，我们打算去摘一些回来。多不多呀？你们摘得过来吗？要不让老头子也跟你们一块儿去吧。不用，我们摘不了多少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好吧，那你们可别进深山啊，深山有猛兽的。知道了。快要走到那棵葡萄树时，江婉婉就看见了藤蔓上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静池，你看那葡萄这回应该熟了，看那颜色感觉应该还不错呢。看来这段时间也没人来摘啊。江婉婉激动地走过去，摘了一颗放进嘴里一咬开，甜甜的汁水就炸裂在唇舌间。她惊喜地看了眼秦静池，好甜啊。秦静池和秦静燕也摘了几个下来尝了尝。是挺甜的。嫂子，这葡萄太甜了，要是拿去卖，估计都能卖高价的。这一颗也没结多少果子，摘回去自家吃就行了，吃不完的就拿来酿酒。好了，我们都摘下来吧，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得摘好一会儿呢。两人听着江婉婉的话，也忙不迭地压下藤枝，开始采摘起来。摘了半个时辰就基本摘完了，差不多装了2背篓。娘，你们把土豆都弄好了？我还想着趁着还有光快点回来切的呢。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儿，所以就都给削皮切了。
你们这忙了一天，估计也懒得做饭了。要不我给你们随便煮点面吃吧。行，就吃面吧。我先把葡萄处理一下。江婉婉把熟透的葡萄都洗干净晾干，差不多有个30斤，然后把上次买回来的坛子洗干净晾干，在每个坛子中都加入10斤左右的葡萄，1斤左右的冰糖，然后把葡萄全部捏碎密封起来，放在墙角让它发酵着就行。把葡萄酒弄好，再简单吃了面，秦母他们就回去了。江婉婉在门口送完他们回来，就看到秦晋池蹲在墙角，看着他酿的葡萄酒，见他回来，有些疑惑地说道：这么简单就酿好了吗？哪有这么快的呀？还得发酵个20天左右，再把里面的葡萄渣都给过滤出来才行呢。团团在屋里转了一圈，都没看到他爹爹娘亲，不由着急起来，刚要大声喊出来，就看到了墙角露出的2颗头。团团捂住嘴偷笑，以为2人在和他玩躲猫猫呢，于是悄没声地走过去。被团团抓到了吧？爹爹娘亲原来在这里，害得团团找了好一会儿。那我们团团好厉害，爹爹和娘亲藏这么隐蔽，竟然都被你发现了，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其实团团找了好久，后来突然就看见你们的脑袋了。是吗？那下次爹爹和娘亲要藏得隐蔽一点，还是明显一点呢？团团皱皱眉，挠挠头，想了想，委屈地说道：反正不能让团团找不到。好，那爹爹以后就藏在团团一眼能发现的地方，好不好？好，爹爹最好了，娘亲也最好了。江婉婉看着父子俩，浅笑不已，站起来说道：好了，我们进屋去吧。娘亲，团团好像碰掉了东西。江婉婉定睛一看，竟是他做的柿饼。这是娘亲做的柿饼，要不是团团把它弄下来呀，这几天天气不错，这柿饼应该也能吃了。真的吗？那团团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吃了？太好了。是呀，都可以吃了。娘亲把它们都取下来给我们团团吃。说着话，江婉婉就踮着脚要去够屋檐上的柿饼，但她挂的时候是踩着凳子挂的，现在自然是够不着的。江婉婉泄气地想，算了，还是去搬凳子吧。秦晋池看她委屈的模样，轻笑一声，把团团放到地上，然后双手抱住江婉婉的腿，让她坐在自己肩上摘。江婉婉的身体突然腾空，吓了一跳，啊的叫了一声，等稳稳地坐在秦晋池的肩上，她才捂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的心口，低头没好气儿地拍了下秦晋池。你吓死我了！好了，快取下来吧。江婉婉这才想起正事，小心翼翼地把柿饼一串串地取下来，掰开一个柿饼，里面的果瓤绵软，还能闻到清甜的气息。把掰开的柿饼一人一半，塞进秦晋池和团团手里，尝尝看，甜不甜？团团迫不及待地就咬了一大口，小家伙煞有其事地慢慢品尝着，只是没坚持一小会儿，就开始小口小口地吃起来。好吃，甜甜的。秦晋池吃了一口，惊讶地说道：这柿饼竟然一点也不涩口，我记得咱们刚摘回来的时候又涩又酸的。柿饼就是很甜的，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好，所以这柿饼也做得很成功。秦晋池吃了一半柿饼就不再吃了，一是因为想留给自家媳妇儿和儿子吃，另一个原因是柿饼有些太甜了，他吃着感觉有些齁。团团，你少吃一点哦，甜的东西吃太多的话，牙齿会坏掉的，还会特别疼。那团团可以吃多少啊？可是柿饼真的好好吃呀。娘亲每天给团团吃一个，好不好？团团虽然觉得一个太少，但想到以后牙齿会疼，他就害怕。好，团团就吃一个。那娘亲可不可以给我几个？我想分给狗蛋儿哥哥和二娃哥哥吃。好，不过他们也不能吃太多了。明天你就和爹爹他们留在家里，然后去找他们玩吧，或者让他们来咱们家也行。爹爹明天不和娘亲去卖土豆吗？爹爹留在家里有事，明天啊，爷爷奶奶和娘亲一起去。哦，团团知道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半个多月，这段时间他们的土豆卖得越来越好了。
差不多攒了40两银子，这些钱应该够他们盖一栋青砖大瓦房了。静池哥，嫂子，秦静池快步走过来，笑着说道：你今天不用去书院啊？我们今天休沐呢。见他们两人手中还提着一块肉，他疑惑地问道：静池哥，你们是有事来找我爹吗？怎么还提着肉过来啊？哪能让你们这样破费啊？我每次去买土豆，嫂子和叔他们都给我装好多，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有什么的，我们是来找村长去划宅基地的。我们打算着趁冬天还没来，赶紧把房子给盖了，不然别说团团了，我们也很难熬啊。这样啊，你们快跟我进屋来坐吧，我爹出去了，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两人坐着等了一会儿，秦大海就提着一壶酒回来了。爹，静池哥他们过来找你划宅基地呢，你是去哪儿了？那么久也不回来，娘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秦家小子，听我家小子说你们在卖什么土豆，生意还不错吧？生意还行，村长哪天去县里可以尝尝，我爹娘和媳妇儿经常在那边卖的。生意好就行，多攒点钱，把房子盖了，以后呀还可以把你家小齐安送去学堂上学。那小家伙看着可机灵着呢，说不准能有大出息。秦静池想到自家那小团子，语气都不禁温柔了许多。你说的是，我和婉婉也是这样想的，也不求他能有什么大出息，只希望他识点字，能明辨事理就行了。秦大海看着江婉婉如今温婉的模样，忽然就想起什么，感慨道：婉婉啊，你以后好好跟着静池过日子，你看现在多好呀，眼看你家这都要盖新房了，以后可都是好日子，你可别像从前那样想不开。江婉婉无奈点头，看了看秦静池，说道：我知道了，以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闹脾气了。秦大海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才想起来正事。你们这是打算划哪块地呀？就我家旁边那块地，反正那儿一直荒废着。那块地会不会太大了？你们划一半吗？我们都要，打算房子修大一点，到时候和我爹娘他们一起住。哎呦，那可得花不少银子，估计少了15两下不来。你们您放心，我们这段时间也攒了一些，应该足够了。秦大海这才点点头，也没有多问，只说道：那我们现在就去吧，坐我家马车去还能快些，再晚点儿估计得到下午才能办了。几人到县衙时，正好遇见县令李远，他原本要出去视察河道修葺的事，看到秦静池和江婉婉，便停住了脚步。秦大海见是县令大人，连忙跪下行了个礼。秦静池和江婉婉也忙不迭地跪下。你们有什么事吗？回大人，小人是秦家村的村长，旁边的叫秦静池，这位妇人是他娘子，我们是来划宅基地的。李远打量了秦静池夫妻俩，说道：本官给你们办了吧。谢大人。他心中惶恐不已，按理说划宅基地的事完全不用县令来办了，交给衙役就是。随后李远带了几个衙役骑了马，就和秦静池他们去了秦家村，帮他们丈量了他家旁边的宅基地，又给签了文书，才算完事。因为是县令亲自办的，也没有衙役从中摊下，最后也就付了10两银子。李远让2个衙役自己回去，然后对秦静池说道：本官有事要跟你们说。然后看了看秦大海，补了一句：你也跟着吧。几人惶恐极了，秦静池和江婉婉对视一眼，就把李远请到家中坐下。江婉婉给李远上了一壶茶，拉过秦静池，小声说道：你和村长跟县令大人谈话吧，这都晌午了，我先去做饭了。行，你多做几个菜。李远喝着一口茶，有些惊讶，这茶喝起来竟有一股浓郁的米香味儿。那是江婉婉在收拾空间的时候翻出来的一袋糯米香茶，不过并没有多少，几天就被秦妇给喝光了。江婉婉见秦妇特别喜欢，于是就自己琢磨着又做了一些，倒是比吃完的那袋更香。你们卖的那个狼牙土豆是哪里来的？那是小人和小人娘子去山上发现的新吃食。山上的？那你觉得
这土豆能自己种出来吗？秦晋池听到这话，似乎明白他的意图，继续道：小人娘子说这土豆可以自家种，而且产量应该不低。我们在山上挖回的土豆里，大的能有1-2斤呢。李远心中震惊不已，深思熟虑一番后说道：那你们还有多少土豆？如果够多，明年开春你们一个村每家每户都用1亩地来试种。可我们都还没有试种过，产量什么的都只是我娘子猜测而已。本官知道，如果到时候试种不理想，我也不会怪你们，赋税也会酌情减免一些的。秦晋池和秦大海对视一眼，这才松了口气。李远还想继续说点什么，突然门就被一下子推开了。爹爹，我们回来了！爷爷奶奶带团团去抓鱼了，我们抓到了好几条大鱼，还有好多虾虾。等不及秦晋池说什么，他又焦急地说道：还有，团团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蝴蝶，爷爷就帮我编了小篮子提着它。爹爹，你看它好漂亮啊！说着说着，小家伙就走到秦晋池面前，单手抱住他的腿。因为秦大海和李远坐在桌子另一侧，现在阴影里，小家伙刚进来并未发现。等到把小蝴蝶递到秦晋池面前时，他扭扭头，才看到家中有客人。他认识秦大海，所以倒是不拘谨，只是他没穿鞋子，倒是有些害羞。村长爷爷。然后又看了看旁边的伯伯，不知道要怎么喊，就拽住秦晋池的衣摆，疑惑地看着他。爹爹。秦晋池终于回过神来，连忙把小家伙抱起来，看着李远，郑重地向小家伙介绍：这是县令大人，不要无礼。这时江婉婉听到了小团子的声音，刚好寻了过来，见状看着李远说道：县令大人莫怪，我家儿子还不太懂事，以后定不叫他冲撞了您。李远见他不卑不亢的，面上不禁露出了欣赏之色，怪不得能做出狼牙土豆那样的美味呢。加之他本就看团团可爱，更加不会怪罪了。无事，我看这小家伙可爱的紧，心中也很是欢喜。几人听他这话都松了口气。江婉婉拉过团团的手说道：那民妇便带着小崽子去换身衣裳，这只小蝴蝶啊，就是翅膀沾了水了，等一会儿水干了，它就会自己飞走的。好，那就放在窗边，等它好了，它就自己回家了。江婉婉想着县令在，就把秦母给团团做的新衣服给他穿上了。天青色的小衣服上还在衣摆处绣了一小丛翠竹，小家伙穿在身上，软萌可爱中还增添了几分俊秀之感。娘亲，团团的新衣服好好看呀，这里还有小竹子呢。衣服很好看，团团穿上更好看。好了，出去吧，娘亲去给团团做饭。团团穿上新衣服，高兴极了，有些拘谨地看了李远一眼，一摇一摆地走到秦晋池身边。弟弟，娘亲给团团穿了新衣服，团团好喜欢，弟弟觉得好不好看呀？好看，我们团团穿什么都好看。李远看了看团团，只觉得他更加可爱了，怪不得自家女儿那么喜欢这小家伙呢。只是最近也不见他继续出去买土豆了。小家伙，到伯伯这里来。团团看了秦晋池一眼，秦晋池点点头。团团慢慢地走过去，好奇地打量着传说中的县令大人。伯伯抱抱你好不好？团团见他一直笑着，就不拘谨害怕了，也开心地笑着。好，伯伯抱团团。李远怀里抱着暖乎乎的团团，心中熨帖不已，心想要是雪珍过2年成了亲，生个小娃娃，估计也会和这小家伙一样可爱。团团坐在县令伯伯的怀里，觉得他慈眉善目的，一点也不凶人，胆子就大起来。伯伯，团团听别人说县令大人都好凶好凶，可是团团觉得伯伯一点儿也不凶啊。李远听着他软软糯糯的童言童语，
实在觉得这小家伙可爱的紧，忍不住亲了下他的小脸蛋儿。团团从没被陌生的伯伯叔叔亲过，一时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小脸蛋儿就变得红扑扑的，把头埋到李远怀里，像个小鹌鹑似的。伯伯亲我，是不是喜欢团团呀？你这儿子真是个宝啊，太可爱了。家中条件不好啊，所以他打小就懂事听话。伯伯是很喜欢你，有时间伯伯带你去我家玩，好不好？好呀，团团也喜欢伯伯。小家伙在他怀里放松极了，慢慢的还开始和李远聊起天来。伯伯，我娘亲做的饭可好吃了，鱼很好吃，甜甜的肉也很好吃，还有甜甜的饼饼。你说的伯伯都想尝尝了。大人，小儿说的是鱼和猪排骨，大人要是不嫌弃的话，一会儿就在家中用饭，我让他娘多做几道菜。那感情好，我吃过你家的狼牙土豆，那味道确实很不错。那我这就去帮忙，您先喝会儿茶。秦晋池开门走出去，就见秦父秦母还有秦敬燕都拘谨地坐在院子里。怎么样啊，县令没说什么吧？没有，县令大人和团团聊着天呢，一点也不严肃，你们别紧张。团团和大人聊天，他那么小，说错话怎么办呢？万一冲撞了县令大人，可如何是好啊？哥，你怎么就让团团待在里面呢？他肯定害怕极了。县令大人很喜欢团团，团团也很开心，所以才和他们聊天的，你们别紧张。秦父秦母听着这话，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骄傲地想，不愧是他们的乖孙，竟连县令大人都喜欢他，还敢跟县令大人聊天呢。秦晋池也不管他们心情如何，解释一番，就快步往厨房走去。还好爹娘今天他们去抓鱼了，不然都没几道菜呢。打算做什么菜？我来帮你。江婉婉疑惑地看他一眼。县令大人呢？他抱着团团聊天呢，似乎很喜欢咱们团团。咱们团团那么可爱，喜欢也是正常的嘛。县令大人跟你们说什么啦？县令大人想让咱们村每一家留一亩地试种土豆，也不知道能不能种出来。江婉婉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见他担忧的样子，安慰道：你放心，土豆在山里啊都能长那么大个儿呢，应该很好种的，产量肯定也高。你说的也有道理，希望如此吧。好了，咱们不说这个了，你打算做什么呀？今天那么多人，得多做几个菜才行。我知道，我已经想好做什么了。我们昨天不是买了五花肉和排骨吗？我打算用来做蒜泥白肉和糖醋排骨，还有今天爹娘他们抓的鱼虾，就做酸菜鱼和油焖大虾。正好呀，我前几天腌的酸菜可以吃了。秦晋池在旁边听得认真，又听他说，素菜的话，我炒个青椒土豆丝和茄子。哦，对了，可以再来一道凉拌黄瓜，最后再煮一个白菜汤就好了。秦晋池听着有几道没吃过的菜，不禁开始期待起来。行，你决定就好了。需要我做什么吗？不用，我的菜呀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黄瓜是凉拌的，已经拌好了，等米饭蒸熟就可以开始炒了。两人聊着聊着，米香味儿慢慢的愈发浓郁了。江婉婉见饭蒸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做菜。江婉婉炒完菜，觉得五花肉应该彻底凉了，就把它从凉水里取出来，切成薄薄的片状，整齐的码放在大盘子里。不过蒜泥白肉最重要的就是酱汁了。江婉婉取出一个小碗，在里面加入辣椒面和白芝麻，烧点热油浇到碗里，再加入蒜泥、姜末、盐、酱油、醋、白糖以及葱碎，搅拌均匀，然后把酱汁均匀地浇到五花肉上面，这样好吃又开胃，肥而不腻的蒜泥五花肉就做好了。秦晋池一直在旁边看着，一道道菜的香味传来，他捂住咕咕叫的肚子，迫不及待地说道：我把菜都端过去吧，这味道太香了，我都忍不住想吃了。好，我叫爹娘来帮我们端一下。
菜有点太多了。哎，行。秦晋池和秦父秦母把菜都先端了过去，原本江婉婉在最后面打算端米饭的，结果却不小心被墙角的几个密封的坛子差点绊倒。等缓过神儿来，盯着墙角的几个坛子，江婉婉才想起来这是她酿的葡萄酒。这段时间忙忙碌碌的，这几个坛子又在墙角的阴影里，平时都没注意到，差点给忘了。想了想，好像已经酿了差不多20天了，他都还没把里面的葡萄渣过滤呢。想到县令大人还在，他就打开了坛子，打算倒一壶出来。一打开盖子，酒香扑鼻。秦晋池见他还没端饭过去，急忙来寻人，还未进厨房就闻到了浓郁的酒香味儿。不过这家里也没有买酒，怎会这么香啊？婉婉，我怎么闻到了酒香味儿啊？咱们也没买啊。你忘了我们前不久酿的葡萄酒啦？秦晋池惊讶极了，他以为那葡萄不一定能酿出酒呢，毕竟从没人那么做过，谁知道竟然成功酿出来了，而且味道还这么香。县令大人在，我就先倒一壶出来招待一下，不然坛子里的葡萄渣还没有过滤干净呢。等吃完饭我再来弄。好啦，你帮我端米饭吧，我手上提着酒呢。好，咱们快走吧。李远和团团说说笑笑的。伯伯，我娘亲做的饭是不是很香香的？团团都看见你咽口水了哟。是啊，这些菜闻着很香呢，伯伯都迫不及待想尝尝了。秦父秦母把菜端上来就出去了。这会儿餐桌旁只有秦大海尴尬又局促地坐着。您久等了，乡野间的粗茶淡饭，也不知您是否吃得惯，您快尝尝吧。你做的这些菜我可都没吃过，色香味俱全，光看着就让人口齿生津了。伯伯，吃饭了，你放团团下去吧。李远把他放到旁边的凳子上。好，你就坐伯伯身边吧。江婉婉又拿来几个酒杯，把酒壶打开倒进去，说道：这是前几日酿的酒，是用葡萄酿的，味道闻着还不错，您试试。李远看着红色的酒，惊讶极了。这酒闻着香，想不到竟连颜色都如此漂亮，我倒是要好好尝尝了。看着几人还局促地站着，他说道：你们别紧张，都坐下吃饭吧。还有刚刚那2位老人家呢，也叫进来一起吃啊。好的，我这就去叫人。等到一群人都入座了，李远才开了个头，先喝了口酒。葡萄酒入口，口感饱满馥郁，酒香味浓郁的同时，还有一股细腻的果香味。好酒，好酒啊！您再尝尝菜吧。李远夹了一块蒜泥白肉，刚吃一口就爱不释手。蒜泥白肉蒜香味十足，酸辣开胃，肥而不腻。李远又多加了几筷子，解了点馋意，而后才把筷子伸向了酸菜鱼，夹了一块鱼肉尝了一口，鱼肉滑嫩，有一股酸菜的酸味儿，还有辣椒和花椒浓郁霸道的麻辣味儿，让人吃一口就爱上。等把所有的菜都尝完一遍，又小酌一杯，李远才开口道：怪不得你们卖的土豆那般美味，却原来那只是冰山一角，这菜当真是美味。我当初在京都时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美味。原本吃得欢快的秦大海听到他说话，才迅速地咽下嘴里的饭菜，装作认真听的模样，实际上目光却不住地瞟着桌上的佳肴。还不等众人开口，李远又说道：只是这等美味不能常吃，却是一桩憾事啊。您要是不嫌弃，可以常来家里做客的，想吃什么都给您做。那感情好，以后啊我就多叨扰了，你们可别嫌我烦人呐。哪里，您能来，我们可谓是蓬荜生辉呢。以后啊，你们就把我当朋友，也别您的了，听着以为我还在公堂上呢。几人见他随和的样子，也慢慢地放下心中的畏惧。啊，是，朋友。团团好喜欢伯伯，伯伯以后要常来找团团玩呀。好，伯伯常来，
伯伯有个女儿，很喜欢小孩子呢。以后啊，伯伯也把她带来。梨园也没说他女儿喜欢团团，到时候两人要是见到，估计还是个惊喜。过了一会儿又说道：团团喜欢伯伯的话，有时间去伯伯家玩，好不好？好呀。你们平时要是去镇上卖土豆，就把小家伙带上，到时候让他去我家玩，等你们收摊了，再把他带回来就行。好，到时候你可别嫌他闹人就好了。团团害羞地看了看梨园，又瘪瘪嘴，委屈地看着江婉婉。娘亲，团团不闹人的。你娘开玩笑呢，伯伯不嫌你闹腾，就算闹腾也喜欢。团团更羞怯了，小脸蛋儿都埋进了他怀里。这小崽子这般可爱，我都想把他抱回家了。说说笑笑间，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梨园早上没去看河堤，午后是怎么样也得去的，便提出告辞。几人战战兢兢地待了那么久，听见他说要走，瞬间就开始放松心神了。您喜欢这酒的话，我给您装一些吧，您带回去喝。那感情好啊，要是可以的话，你家那茶我喝着也甚是不错，要不也给我匀一点儿。那当然可以，您喜欢就好。江婉婉把东西都装好以后，和秦晋池他们一起把梨园送到了门口。伯伯，你要常来找团团玩哦。好，伯伯有空就来。团团是个舍不得人的，谁亲切地抱抱他亲亲他，就舍不得别人走了。人家一走，准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小可怜样。秦晋池和江婉婉也知道自家儿子的小性子，也没管，反正小孩子精力旺盛得很，估计到了下午就又开开心心地玩别的了。几人说着话，秦晋燕就从外面回来了。阿哥，嫂子，我回来了。他看到家门口的梨园，倒是没认出来这是他们的县令大人。他虽说见过，但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这突然出现在自己家，倒是不会想到他是什么特殊身份。他只是朝梨园笑着点点头，看着秦晋池便问：阿哥，这位客人是？不要无礼，这位是县令大人。啊，县令大人。看着几人都在点头，他连忙行了个礼。小生见过大人。李远看着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也不觉得冒失，只是心中不禁感慨，这一家子倒是个个都长得钟灵毓秀。根据他这段时间的了解来看，品性也都很不错，就连最小的团团也软萌可爱。面前的少年也是个俊秀雅致的，虽然有些活泼，却也不觉得闹腾。想到这儿，李远对这一家子印象更好了，也愈发的有想要好好结交的心思了。只是不知道他以后知道自家女儿栽到这少年身上，心中会作何感想了。不用多礼，这也不是在公堂上。说完又拍了拍团团的手，便骑上马扬长而去。阿哥，嫂子，县令大人怎会在咱们家呀？而且县令大人竟然一点也不严肃哎。县令大人在我们面前一点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我们也没有颐指气使，确实是个好官。你和你媳妇儿真不错，县令大人看中了你们家的土豆，我们村可都跟着沾光了。明年我们可得好好干呐，可不能搞砸了。村长说的是。秦大海原本要走，又突然想到刚刚喝的酒，便不好意思地说道：婉婉啊，你那什么葡萄酒可不可以给我装一点儿？当然可以，您等我一下，我给您装一壶。等秦大海悠哉悠哉地提着酒回去，江婉婉这才有时间，打算先去把葡萄酒里的葡萄渣过滤出来。他们今天画下了宅基地，秦晋池也不打算多等了，当即就去了隔壁，想问问李贵去县里订砖瓦之类东西的事情。李贵家的房子是去年新盖的，他对这些东西都比较熟悉。三哥，晋池啊，你咋来了？有事儿？三哥，我们家刚刚去画了宅基地，打算盖房子，
这不你们家也去年盖了新房吗？就想问问你，你们家砖瓦都是哪里定的？你要盖房子，宅基地划在哪块啊？啊，我去划了这块地。这块地可得不少银子吧？你盖多大的房子啊？你卖那土豆能攒多少钱？划那么大一块地，划不来的。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也攒了点银子，我估摸着应该够的。主要是我想把房子盖大一些，盖好以后把我爹娘他们接过来，一家人还是住一起，有个照应。那就行，我就是怕你心里没数，把银子都花宅基地了，怕到时候盖房子钱不够。那砖瓦之类的，县里的黄家倒是卖的还算公道。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以前我在他家买过，我跟着去，他也不会把价给喊高了。那就辛苦三哥了，晚上你让嫂子别做饭了，带着小宝去我家吃饭吧。李贵想到他家刚刚传出的一阵阵香味儿，哪里舍得拒绝，连忙答应下来。那感情好，每次你家一做饭呐，那香味儿能传出老远，我家每次都能闻见，可香死个人。都是婉婉做的，她做的饭好吃。那今天我们可要好好尝尝了。两人说了会儿话，秦晋池又回家叮嘱了一下。婉婉，李三哥和我去县里订砖瓦，我想说晚上请他们家吃顿饭，又得辛苦你一下了。我哪天不做饭呀？而且人家帮我们忙呢，请人家吃饭也是应该的。秦晋池忍不住低头亲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那我就先走了，你一会儿只管叫阿阳帮忙。江婉婉也羞涩地亲了他一下。知道了，你快去吧。两人现在整天如胶似漆的，甚至秦静燕每天都会撞见好几次，两人在卿卿我我。秦静燕在他哥走后，就凑到江婉婉旁边，高兴地说道：嫂子，我写的画本子被县里的书店买了，说是会拓印出来卖呢。卖了？那老板是买断了吗？卖了多少钱啊？卖了1两银子，也不枉我写了好几个月呢。江婉婉皱着眉，写了几个月，字数应该很多的，1两银子。想到这儿，看着秦静燕说道：阿燕，你把你手写的那份已经给了那老板了吗？没有，他看了我的几张手稿，就说愿意买，等我明天把稿子都带过去，他就给我结钱。阿燕，那你把你写的画本子给我看看吧。好啊，没想到嫂子你还有这兴趣。江婉婉笑了笑，却没说什么。还好当初原主的爹娘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所以送她上过几年学堂。如今她就算能写会读，别人也不会怀疑什么。秦静燕很快就抱着一本超厚的书本过来了，翻开书页，里面字体很小，但非常清晰，只是一页应该就有几百字。她摸着书本的厚度，觉得这画本的字数应该得有个几十万字了。江婉婉翻着书页，在桌边慢慢翻看起来，只单纯的看了10几页，江婉婉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了。秦静燕说，故事里讲的大概是一个身世凄惨的男孩，刚开始以乞讨为生，后来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一个落了难的武将，那武将失去了记忆，什么也不记得，于是就收养了这个男孩。武将教他武艺，但武将慢慢老去，最后直到死去也没有记起曾经遗忘的事。男孩也慢慢长大了，在他死后，男孩参加了武考，一步一步成为护国大将军。因为喜欢塞外风光，便永驻边塞，但最后却被奸细算计，战死沙场。其中还有一段是他们住的那个村庄里老人回忆，他说住在他们村里的那2父子很奇怪，长得特别像，但是在他们面前却不愿承认。男孩一直都叫那男人义父，随后直到他们都死了，却都不知道那武将退伍后高高兴兴地回家找自己的妻儿，但得知妻儿都在战乱中死去后，悲伤过度，竟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于是他便四处漂泊，直到遇到了可怜的男孩，便收养了他。男孩2岁多的时候，他娘为了保护他，被他国敌军杀害，只留下男孩四处漂泊。江婉婉读着读着不禁落了泪，
不只为战乱飘零的环境悲伤，也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父子，却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武将和男孩难过。读了几十页，虽然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但他还是想要每天读一点，慢慢看完，把书本合起来。江婉婉看着秦静燕说道：你这故事写得非常好，气势辉煌，悲壮的国仇和身世令人吹嘘的主人公都塑造得很好。秦静燕听着他夸赞的话有些羞涩，不过更多的却是高兴。不过你不要把它卖了，你写了几个月，这般好的故事怎能只卖1两银子呢？可是我的画本子也不出名，其实1两银子也很多了。那是因为还没有人读过，我觉得只要读过它的人都会被深深吸引的。你把它留着，等咱们攒了钱，我就想办法找书店把它拓印出来，注上你的名字，让所有人都能读的。秦静燕听着他的设想也动摇了，这个故事卖给那老板，肯定就不会写他的名字了。要是真像他嫂子说的那样，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彼时他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这一切都会实现，甚至写出这个故事的他还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追捧。回神啦！嫂子，我不卖了，以后我就靠你了，希望以后真能拓印写上我名字的书。当然可以，相信我。阿燕，你快来帮我洗洗菜什么的，和你聊着天啊，我都忘记做饭了呢。你阿哥说要请李三哥他们一家子吃饭呢。秦静燕连忙跟着他去了厨房，江婉婉打算就按中午做的菜来。秦父秦母都要回去老房子那边，晚上不在这边吃，倒也是足够了。不过还是得给隔壁小宝和他们家团团做点比较清淡的。阿燕，你帮我洗洗菜就行了。秦静燕点点头，拿过小白菜，认真地洗了起来。只是她速度很慢。另一边，江婉婉把鱼切了，虾也处理好了，她还在洗。江婉婉看她认真的模样，笑着摇摇头。不过这样至少不会洗不干净。江婉婉也不管她，自顾自地开始炒起菜来。过了一会儿，秦静池就回来了。他来到厨房，见还在炒着菜，就洗干净手，帮起忙来。你们今天很顺利吗？回来得很快呢。对，李三哥跟着一起去的，那老板也没抬价，价钱很公道，咱们订的多，还有就便宜点儿，差不多2文钱1块瓦，所以就很顺利定下了。不过交了3两的押仪。那就好，那瓦片订好了，还缺什么呢？还得去找些葱木做木夯什么的。你别担心，我明天找村里的人帮忙。建房子的话，可能还得去找那些专门盖房子的建房队呢，那样能快一些。好，你决定就行。哥，你们打算建什么样的房子呀？像村长家那样的？秦大海家建的是一个平层的青砖瓦房，留了很多个房间，堂屋也很敞亮，算得上是他们村里最气派的房子了。秦静池也有些犹豫，摇摇头，然后又问江婉婉：婉婉，你喜欢村长家那种房子吗？江婉婉回忆了一下，秦大海家的房子建的就只是一个大平层，四四方方的，非常普通。村长家的那种房子太普通了，不一定要建得特别宽大，我们可以建成2层，再加一个阁楼的样子，那样的话宅基地肯定用不完。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弄成一个大院子，种点花花草草的，再留出一块种点菜什么的。秦静池和秦静燕听完他的话，眼睛一亮，觉得那样的房子要是建出来肯定会非常漂亮。只是婉婉，要是建成你说的那样的话，估计还要花不少银子，咱们现在手里的钱肯定是不够的。没事，咱们每天去卖土豆也能挣不少呢。这房子呀肯定能建出来的，而且这房子咱们要住很久很久的，自然得建得好看又舒服才行啊。行，那就那样建。不过你喜欢的那种房子样式可以简单的画出来吗？就像画案几那样。当然可以。三人边做饭边聊着关于房子的事情，时间倒是过得很快。期间一道道菜肴出锅，秦静燕馋得不行，拿着筷子就偷吃起来。嫂子，这蒜泥白肉好好吃啊，肥肉部分一点也不腻，瘦肉也一点都不柴，味道酸辣可口，就着它我能吃3碗饭。就知道吃。你今天早上干嘛去了？一早上不见人，你嫂子晌午也做这些菜，谁让你到处疯跑的？
没吃到怪谁啊？听着他阿哥的话，秦静雅后悔极了，连忙又加了一大片蒜泥白肉进嘴里，安慰了一下他中午错过美食的遗憾。阿弟可出息了，他写的画本子被书店的老板看上了，想跟他买呢。不错呀，这好歹这几年学堂没白上啊。说话间，江婉婉把最后的蒸蛋取了出来，把饭菜都端上桌，团团就牵着小宝的手从院子外面跑了进来。爹爹，团团要和小宝弟弟坐在一起。那团团得照顾一下弟弟。好，团团一会儿给弟弟夹菜。小宝一坐上凳子，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就盯着桌上的饭菜，软乎乎的小手拉住团团的袖子，指着桌上的饭菜糯糯地说道：哥哥，虾虾。团团觉得他又小又可爱，喜欢极了，于是抱住他的头，在小宝脸上亲了一口，还发出了大大的响声。哇！小宝呆呆地看着团团，过了一会儿，两个小家伙就相视着甜甜笑了起来，还忘乎所以地玩起了你亲亲我，我亲亲你的游戏，完全忘了饭桌上还有一大桌的好吃的。这时李贵才带着他媳妇儿进了门。三哥三嫂，你们快坐下吃饭吧。李贵夫妻二人看着满桌香喷喷的饭菜，都不由得吞了吞口水。李贵笑着说道：弟妹这手艺可真好呀，你家每次做饭香味都传出去老远，我们在家里都能闻到。上次你们给我们送去的那猪蹄也格外的好吃，我家小宝可喜欢那个了，吃的都停不下来。对呀，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竟能将猪蹄做得那般好吃。其实做起来也不难，小宝要是喜欢呀，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可以教嫂子做的，猪蹄又便宜，可以时常买回来做给小宝吃。他真可以教我吗？我们还说你们以后可能会想自家做了卖呢。这有什么的，一道菜而已。好了，三哥三嫂，你们快吃吧，小宝就和团团坐在一起，我会照顾着的，你们放心吃。两人点点头，冲着小宝说道：小宝，你和团团哥哥呀坐这边吧。小宝盯着桌上的菜，估计都没听到他们的话，两人无奈的笑笑，也不再管他了。团团一马当先，就先给小宝加了一只蒜香虾仁儿。弟弟快吃，很好吃的。李贵夫妻俩吃了一口蒜泥白肉，就被这道菜彻彻底底的俘获了，其他菜都没尝一下，就可着这道菜吃。江婉婉无奈的笑笑：你们尝尝虾仁和酸菜鱼，味道也不错的，这个呀是专门给你们俩做的，快尝尝。好虾虾，要吃。江婉婉被他可爱的模样蒙了一脸，立刻给他又舀了一大勺，还多舀了几只虾仁儿，然后又给自家团团也舀了一大勺。两个小家伙很喜欢蒸蛋，也顾不上吃别的菜了，两人一会儿就把一大盘的蒸蛋给吃了个精光。嫂子，我看小宝很喜欢吃蒸蛋呢，我教你做吧，你回去啊也时常给他蒸来吃，小孩子应该都很喜欢的。好好好，真是太谢谢弟妹了，这小崽子在家里可挑食得很，每次吃到你做的饭呢，他还能再多吃一碗饭。桌子另一边，秦静池也和李贵聊起了建房子的事，最后两人聊着聊着就决定第二天就去找建房子的人。这段时间农忙也差不多结束了，村里的男人们也有空闲时间，可以叫过来帮忙。秦静池询问了江婉婉的意见，两人打算每天给村里人每人20文的工钱，再包一顿午饭。李贵一家人走后，秦静池也急着回去了。秦静池和江婉婉收拾了一下厨房，一家人洗洗以后也都躺到了床上。秦静池和江婉婉躺着面对面地看着对方。江婉婉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道：静池，我有话想跟你说，你别害怕。秦静池微微皱起了眉，疑惑地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江婉婉躲避着他的眼神，闭了闭眼，才艰难地开了口：其实我不是江婉婉，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已经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却在他身体里面。秦静池咬紧了牙关，像是紧张又像是害怕，这两种情绪不是因为江婉婉占了原主的身体，而是害怕他会不会离开，
江婉婉迟迟没听见他说话，以为他害怕自己，愤恨自己占了他妻子的身体。他刚要开口，就被秦晋池堵住了嘴。他能感受到他冰凉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江婉婉眼中落下泪来，片刻后双手抚上了秦晋池的头，凝视着秦晋池的眼睛。这一刻，他好像在他的眼眸中看到了星河万里，好像他现在所有不切实际的经历都开始有迹可循。可能冥冥之中，他们的相遇就是早就安排好了的。那还会走吗？不会不会。他知道原主确确实实已经彻底死了，如今这副身体完完全全的属于他。秦晋池听着这话，心中悬的千斤巨石这才终于平稳落地。那就好。秦晋池心中思绪万千，有千千万万个问题想要脱口而出，可是知道他不会离开，就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了。我最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你了，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你们长得像吗？一模一样，名字也一样。那你是怎么来的？江婉婉顿了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我以前在的那个世界很恐怖，有特别多的怪物，那些怪物咬了人一口，人就也会变成怪物。后来有一天，我和我们基地就算是村子里的人吧，一起去一个村庄里面找吃的，结果等找的差不多了，却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怪物，然后我就在这儿醒过来了。秦晋池什么也说不出口，紧紧抱住他，亲吻他，给他无声的安慰。夜慢慢深了，江婉婉在他怀里迷迷糊糊的，在秦晋池以为他要睡着时，听到他说：我以前没有和别人在一起过，也没有父母，我说要和你跟团团好好过日子，是真的。我知道。江婉婉慢慢睡过去，秦晋池给他和团团都掖了下被子，侧躺着支起脑袋，然后看着他出了神。原来他喜欢上的、爱上的是一个遥远又特别的灵魂。他以为他爱上了改变巨大的江婉婉，但其实自始至终，他爱的都是这个原本就温柔且善良的婉婉。第二天，院子里就聚集了一大群人，都是村里的青壮年。不知道他们要盖房子的事情是从哪儿传出去的。如今农忙结束，大家都闲了下来，虽然都想有份活干着，所以一大早上就都过来毛遂自荐。静池哥，我力气可大了，而且以前也跟我叔去帮别人盖过房子呢。侄儿，你别嫌叔年纪大，我也有一把力气呢。静池，你家房子盖多大呀？需要多少人呐？秦晋池无奈地看着这一大群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过了一会儿，见众人慢慢安静下来，他才开口道：各位安静一下，我家应该需要挺多人的，既然你们都来了，倒也省得我登门拜访了。我和我媳妇儿决定，来盖房子的人每天包一顿午饭，再加30文钱。原本是想说给20文的，但江婉婉觉得都是力气活儿，20文有些少了，便又加了10文，这样大家干活也能更积极一些。30文，这么多，还包一顿午饭？我还以为最多给15文钱，竟然还包午饭呢。这都和县里的灵活一个价了。哎，你说说他家哪儿来的钱呢？我可听说昨天他们家可是划了好大一块宅基地，就单单这块地可就不便宜了。我听说他们家现在在镇上摆摊儿卖什么土豆的，可挣钱嘞。那能挣多少啊？我姐姐上次去县里可是看见了，他们那土豆一竹筒可就5文钱，比那肉包子都贵了，一天下来估计能挣个好几百文呢。各位要是愿意来帮我家盖房的话，就明天早上过来吧，大家都可以来。只不过我丑话可说到前头了，我们是按天给钱的，若是有那偷奸耍滑的，也就不用来了。众人点点头，他们去县里做零工，那一天都得背着100-200斤的重物，盖房子和那比起来可轻松多了，哪里还会偷奸耍滑。他们确定下来可以做这份工，便也都慢慢散去了。只是院子里还有一个人没走，那便是二娃他爹秦德正。德正哥，你还有什么事吗？静池啊，你家这活
我可以做吗？你也知道，我这腿……当然可以了，明天你正常来就是了。反正活很多的，大多你都可以做的。哎，那就好，那就好。秦德正听着这话，才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你呀，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起来穿上衣服的，你一来就又靠着你睡过去了。说话间还伸手捏了下团团的小鼻子，笑道：睡的跟小猪崽子似的。也不知道是谁看见我们昨天画的宅基地，我们要建房子的事儿都传出去了。今天早上大家就都来问了，不过也省得我去挨家挨户的找人了。那你一会儿就去县里找几个施工队的人吧，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动工了。我也是这样想的。秦晋池去县里之后，江婉婉就拿出了纸笔，简单的画了一份房屋图纸。下午秦晋池就把施工队的姚师傅姚坤带了回来，对方说是要先看看地形。好在姚坤也觉得位置不错，也很好打地基，便关心起来房子的大小了。这房子你们想建多大的呀？江婉婉趁此机会把他画的图纸拿了出来，递到他的跟前。您看看，这样的房子可以建吗？姚坤看着桌上的图纸，先是眉眼含笑，过了一会儿又捏着胡子皱着眉沉思，过了好一会儿才听他开口道：你这房屋样式非常好看独特，可是建造起来也有很大难度啊。江婉婉听着这话也有些泄气，刚想再问问，那姚坤就又说道：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木夯可得好好找找，这要是建下来可得花不少的银子呀。那保守估计得要多少银子呢？至少得要50两。这个价钱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见他们夫妻二人迟迟都没开口，他摇摇头，心中不胜惋惜。这房子光看图纸就知道很漂亮，这要是建出来可了不得。您要是能漂漂亮亮的把我们建好，当然质量也得过关，那我们咬咬牙，50两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姚坤听着他的话，又看了看秦晋池，见他也点了点头，便说道：你们放心，这房子要是能建出来，我也有好处，自然会尽心竭力的。商量好后，最后定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动工。送走了姚坤，秦晋池犹豫再三，还是有些担忧。婉婉，咱们这银子恐怕就算之后每天去摆摊儿，也有些供不上啊。那么多人帮忙，房子建起来很快的，我们短时间之内肯定卖不了这么多的。咱们单靠卖土豆估计是不够的，我想再卖些其他的东西。看着秦晋池疑惑的表情，他微微一笑：炸鱼丸，鱼丸不要什么钱，咱们可以让村里人帮我们捞起来，然后就按1文钱1斤的价格来收。可以，炸鱼丸味道比炸土豆还要香，也算是肉，应该会很好卖的。两人做好决定，2天后，江婉婉就准备了200斤的土豆和50斤的鱼丸。鱼丸定价是8文钱，比土豆高出不少。他也不知道好不好卖，便也没有准备太多。他们3、4天没有出摊儿，江婉婉刚和秦静燕推着车走到他们以前那个摊位时，那里已经有人了。江婉婉以为他们没来，只是别人把摊位占了而已。结果秦静燕仔细看了看，才发现那个小摊儿也和他们一样卖狼牙土豆，只是土豆是直接手切的，味道就不知道怎么样了。秦静燕走上去2步，就听见那个妇人正在叫卖：狼牙土豆啊，3文一份儿，只要3文。秦静燕气急了，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江婉婉拽住：别冲动。嫂子，他们怎么能这样？没事，我们呀就在这旁边摆摊，我们味道不差，而且我们还有鱼丸呢，别担心。那个妇人看着他们过来，翻了个白眼儿，还挑衅地哼了一声。江婉婉拉住秦静燕，装作没听到。他们今天来得很早，现在还没什么客人。等了一会儿，陆陆续续的就有人过来了，只是那些人却直奔他们旁边的摊位去了。江婉婉仔细观察了一下，
有几个人还是熟客，那些人看着他并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还状似无意的抱怨：老板娘，你们家土豆卖的太贵了，人家二娘可就卖3文钱一份，而且装的还比你们多。想必这位摊主的土豆应该是比我们做的好吃多了。那人顿了一下，尴尬地看了看林二娘，反驳道：人家比你卖的便宜多了。江婉婉见他并不正面回答，便知道那土豆的味道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有旁边更便宜的土豆在，一早上江婉婉都没能卖出一份。晌午时分，原本书院已经下学了，但却没有看到一个人。江婉婉面上镇定，但心中却心乱如麻。难道今天一份也卖不出去了吗？过了好一会儿，在江婉婉已经快要放弃的时候，摊位旁终于来了人。这几天江婉婉他们都没来摆摊儿，沈岩他们第一天没吃到狼牙土豆就很难受，结果第二天江婉婉他们还是没来，他们都以为今天肯定也不来，便都留在书院吃饭了。沈岩原本要回家去吃饭，但想了想还是转了个圈，想着过来看看。这一看就发现江婉婉和秦静燕的身影，他又惊又喜，连忙走过去：老板娘，你们可算是来了，我们这几天没吃到你的狼牙土豆，可是馋得不行啊。小郎君，我这儿也卖土豆啊，价钱可才3文呐。你那土豆难吃的要死，猪都不吃的东西，本少爷可看不上。那女人听完脸色铁青，还狠狠地瞪了江婉婉一下。那今天要几份土豆啊？我们今天这里还有新品呢，叫炸鱼丸，我先给你炸一份尝尝吧。好，新品，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不一会儿，一份表面金黄酥脆的炸鱼丸就出锅了，快趁热吃。沈岩迫不及待地拿着牙签插了一个鱼丸放进嘴里，鱼丸入口表面香辣焦脆，里面的鱼肉 Q 弹又有嚼劲。沈岩一口一个鱼丸，吃得喷香。咽下最后一个鱼丸，沈岩连忙说道：老板娘，你多炸点土豆，还要这个鱼丸，也太好吃了，都多炸一点。王灵芝他们估计还没吃饭呢，我去叫他们。江婉婉刚想回他，人就已经跑出去老远。他看着那跑得飞快的背影，笑着摇摇头，心中也开始安定下来。土豆刚出锅，沈岩就带着一大群人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江婉婉连忙把土豆拌好，都一份份地装好递给他们。一群人好几天都没吃到土豆，想得很，拿过竹筒就开始大快朵颐起来。江婉婉趁着他们都在吃土豆，就快速地把鱼丸放到锅里炸。等他们把土豆都吃完，鱼丸也炸得焦黄酥脆了。他刚刚撒上辣椒面，沈岩就忙不迭地接过去，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边吃还边催促着其他人：哎，你们快尝尝，这个丸子超级好吃，别看表面是酥脆的，里面的肉又弹又有嚼劲儿，我感觉比土豆还好吃呢。众人听着他的话，对炸鱼丸更期待了，连忙品尝起来。刚吃完一个，就都眼睛发光地看着江婉婉，异口同声地说道：老板娘，你这鱼丸还有多少呀？太好吃了，都炸了吧。我这鱼丸卖的比狼牙土豆贵一些，一份要8文，你们要是都要的话，我就都炸了。都炸了，都炸了，我们人都还不一定够呢。众人围着他的小摊吃得香，旁边林二娘的摊位上原本也围着一些人。这2天林二娘卖了便宜的，就都想来买了那么1份2份的尝尝。然而他们闻着江婉婉那边飘来的阵阵香气，又见书院里的书生们都吃得那么香，渐渐的就围到江婉婉这边来了。他们被馋得不行，一咬牙也说要1份炸鱼丸。你们不是喜欢吃旁边的土豆吗？那个便宜，这边的鱼丸我们都还不够吃呢，哪里有你们的份啊？江婉婉在一旁也不好把生意往外推，便说道：鱼丸确实没有了，这群客人都订完了，不过土豆还有，你们可以尝尝土豆的。几人无奈，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各要了1份土豆。土豆熟得很快，再加上没有几份，很快就出了锅。江婉婉快速地拌好，就递给了他们。几人端着刚出锅的土豆，闻着霸道的麻辣味儿，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这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不过片刻功夫，他们手中的那份土豆就被吃个精光。
随后他们双眼放光地看着姜婉婉，又要了几份，还说要带回去给丈夫儿子吃。姜婉婉这边收钱收得高兴，而另一边的林二娘却是快把手中的衣角都搅烂了。她愤愤地盯着姜婉婉，不明白为什么姜婉婉卖的那样贵，这些人却还是买那么多，她明明卖的那么便宜。姜婉婉这边因为有沈岩他们的缘故，倒是吸引来了好些客人。她原本以为今天的土豆再怎么样也都会剩下一些，结果不一会儿就卖了个精光。最后沈岩和王灵芝他们吃得肚皮溜圆地回了书院，而秦静燕自从看着生意好起来后，就开始关注起了每一个来来往往的客人。只是直到他们收摊儿，也没能等到他想等的人。两人早早地收了摊儿，推着车回去的路上，姜婉婉发现了有人正在卖牛肉，她又惊又喜，连忙过去买了几十斤，差不多花了800文。不过这牛肉的品质很好，就也不怎么心疼了。阿燕，这牛肉品质很好啊，我今天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秦静燕垂头丧气的，压根儿没有听到他说的话。阿燕，阿燕，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没事。嫂子，你刚刚说什么来着？我说今天买的这个牛肉不错，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做好吃的。肯定很好吃，那我可要多吃一些。多吃一点，长得高一点壮一点才好娶媳妇嘛，人家才有安全感。你太瘦了，也不知道你的饭呀都吃哪里去了，就连团团都重了好几斤呢。你和你哥呀天天吃那么多也不见胖的。秦静燕憨笑着挠挠头，也没说什么。被姜婉婉这一打岔，她倒是也不悲春伤秋，也不惦记着为什么那人没来了，心里全是姜婉婉做过的美食，不由得开始期待起了姜婉婉说晚上要做的好吃的了。小姐，你看那边是不是狼牙土豆的老板娘啊？他们终于回来了。说完就要走上前去打招呼，却被李雪珍一把拽住。她看着和姜婉婉说说笑笑的秦静燕，瘪瘪嘴说道：你没看人家已经收摊了吗？你要实在想吃，明日早些来就是了，今日就别过去了。小玉懵懵地看着她，不明白她的语气怎么有些不好。不过见自家小姐脸色不太好，也不想多说的样子，也就识趣的没有多问。李雪珍又看了看远处憨笑着的秦静燕，心中竟冒起了莫名的火气，使劲扯着自己的衣角，恨恨地看着那人。自第一次见到秦静燕起，李雪珍虽然面上不显，心中却莫名地泛起了涟漪。后来她又带着小玉来了几次，虽然秦静燕偶尔才会过来，但他们也见了几次。李雪珍每次来看她都在自顾自地做着事，不看自己，也不和自己搭话，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一气之下便好几日都懒得出门了。没想到刚出来就看到这幕，虽然知道姜婉婉是她嫂子，但她看着却还是控制不住的生气又难过。秦静燕要是知道她这么想，估计也是百口莫辩的。她每次看着她过来都羞涩不已，只敢偶尔偷瞄一眼，总害怕唐突了她，哪里敢直勾勾地盯着看，还和她说话呢。李雪珍看着秦静燕和姜婉婉推着车远去，完全没有回头看一眼，她心中尽是愁绪，胸口闷闷的，也没有了继续散步的心情。小玉，我们回去吧，我不想逛了。小玉看她实在心情不佳，也不勉强，就乖乖地跟着回去了。回来了，都卖完了吗？爹娘哥，你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摊位上有人了，也在卖土豆。以前在咱们这里吃的人，有些都跑他那里去了。几人听着这话都皱起了眉。姜婉婉看着众人脸色不好，才说道：别担心，我们味道摆在那儿，那些书生啊都吃不惯他的，今天都在我们这儿买的呢，土豆和鱼丸也都卖完了。那就好，那就好，真没问题，我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卖吧。别担心，真没事，反正啊都卖出去了，而且你还得做安检呢，这个更重要。没事就好，那我去摸工房了。哦，对了，你和阿弟饿不饿？娘做的菜还有呢。不了，连着吃了好几天的饭，有些腻了。我一会儿跟阿弟呀煮2碗面就行，
让建房的师傅们多吃一些吧。秦母这段时间跟着江婉婉学了几道菜，现在也会炒菜了，再加上还炒了江婉婉买的猪肉，工人们见还有荤菜，喜不自胜，都吃得喷香。因为江婉婉没在，所以他们一家也都跟着工人们一起吃。只是团团吃惯了江婉婉做的饭，就有些挑食了，但他又怕奶奶伤心，就坚持着吃了小半碗饭便停下了。他今天怎么吃得这般快啊？估计是挑食呢。听到这里，江婉婉哪儿还能不明白，笑着走到小家伙旁边。团团有没有吃饱啊？娘亲给你蒸2个鸡蛋好不好？团团眼睛一亮，笑嘻嘻的点头。不过娘亲悄悄地帮团团蒸好不好？不要让奶奶看见。好，咱们偷偷的吃。秦晋池看了看母子二人悄悄说着话，唇角带笑的摇摇头，就又去了木工房。江婉婉给自己和秦晋燕一人煮了碗面，又给团团蒸了碗蛋羹，3人就坐在厨房里吃。等他们吃完，工人们也继续去盖房子了。收拾了下碗筷，他便取出刚刚买的牛肉，留出6、7斤他们一家晚上吃，再留4、5斤的牛腱子肉做个卤香牛肉，剩下的就做成牛肉干。现在时间还早，江婉婉就决定先把要做成牛肉干的牛肉先腌制起来。腌制上牛肉，江婉婉就去和秦父秦母他们一起切土豆和剁鱼肉了。这2天要用的鱼都还是他们昨天去捞的，今天用完就没了。想到这儿，江婉婉就对秦父说道：爹，我和晋池想着我们以后用到的鱼就都让别人捞上来，我们1文钱1斤收购，您觉得怎么样？可以，我们现在都忙，也都没时间去捞鱼，1文钱1斤收的话，有好些人家肯定都很乐意的。不过收1、2家人的就足够了，多了我们也要不了。我看隔壁的李三儿最近也没什么事儿，要不就让他帮咱们捞吧。我看你今天都卖完了，是不是50斤还是不够啊？我们还是先做50斤吧，这样的话3哥他们一家人捞就够了。爹，您帮我去跟他说说吧，晋池还在木工房忙着呢。那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说。才片刻功夫，秦父就回来了。李贵听说他们要收50斤的鱼，还1文钱1斤，可高兴坏了，哪里还会拒绝？解决了一桩事，江婉婉心里也就放心了些。几人很快就把土豆和鱼丸都给弄好了。团团这时刚好带着狗蛋儿和二娃进来了。狗蛋、二娃，你们今天晚上在婶婶家里吃饭吧？婶婶今天做好吃的哦。谢谢婶婶。宝贝，你带哥哥们去玩吧。我上次做的柿饼啊，应该还有一些，你去找出来分给哥哥们吃。知道了，娘亲。说完就一只手一个，拉着狗蛋和二娃就进了屋。江婉婉和秦父秦母听着几个孩子在屋里开心的笑，他们心里也止不住的高兴起来。嫂子，你不是去做饭了吗？厨房的灶上炖着牛肉呢，我就没办法做别的了。你可以用咱们院子里的那个灶啊。爹娘为了给建房的师傅们做饭，把家里的锅都拿过来了，还在院子里搭了灶台呢。那太好了，你快帮我把火给升起来，我去弄南瓜。江婉婉把南瓜抱出来，把南瓜皮都给削掉，清洗一下就切成小块，开始上锅蒸。没过多久，南瓜就已经蒸软了。南瓜取出来放到瓦盆里，加糖，把南瓜碾碎，加入适量的淀粉，混合均匀，揉成面团。把面团分成均匀的小份儿，擀压成饼状。等锅中的水分烧干，倒入适量的油，将擀压好的南瓜饼放到锅中小火煎炸，煎到两面金黄的样子就可以出锅了。秦金燕在他旁边看了好一会儿，看到南瓜饼终于出锅，也顾不上烫不烫，夹起来一个就吃了起来。南瓜饼表面酥脆，里面又软又糯，非常的香甜。嫂子，我去叫爹娘还有小家伙们来吃吧。还有你哥，他应该还在木工房里呢。好。第二锅南瓜饼出炉，秦金燕就带着秦父秦母他们出来了。爹爹快点走，好香香。好，小馋猫。狗蛋儿和二娃闻着味儿，不住地吞咽着口水。来，用筷子，南瓜饼刚出锅的，太烫了，哪能用手抓呀？吃的时候慢一点。
几人齐刷刷的点头，一人夹了个南瓜饼，就小口小口吃了起来，咬一口咯吱脆，再咬一口又是满口的香甜软糯。几个小家伙吃得香极了。娘亲，这个饼饼好好吃呀，比娘亲和爹爹上次给团团买的糕糕还要好吃。好吃呀，就多吃一点。秦晋池吃了一个也觉得不错，江婉婉放的糖并不多，他吃着也不觉得腻。你也吃。江婉婉看他一眼，眼睛里眯着笑，咬了一大口。好吃。秦父秦母虽然牙不是很好，但吃着南瓜饼却也不费劲儿，都很喜欢。江婉婉炸了5、6锅才炸完，这时候她前面炸的都已经开始凉了。几人一口一个的吃着。你们少吃一点啊，这个饼不太好消化的，一会儿还要吃饭呢。我今天可买了很多牛肉呢。大家垂涎着牛肉，但又舍不得放下手中香甜的南瓜饼。江婉婉无奈极了。喜欢吃我以后再做，这个做起来很简单的。你们2个也少吃一点，一会儿在婶婶家里吃完饭呀，婶婶给你们都装一些带回去吃。谢谢婶婶。谢谢婶婶，婶婶真好。团团太喜欢南瓜饼了，听了他娘亲的话，还是舍不得手中的南瓜饼，于是拉着江婉婉的手就开始撒娇卖萌。娘亲，团团再吃一个，就一个好不好呀？好吧，不过大家再吃一个就都别吃了啊。等他们又一人吃了一个，江婉婉把剩下的南瓜饼拿了几个出来给团团解解馋。想了想，她把剩下的南瓜饼都均分成了3份，2份给狗蛋和二娃他们带回去，还有1份打算给隔壁的另一个小家伙。阿弟，你把这份南瓜饼给旁边的李三哥家送过去吧，他家小宝估计也爱吃的。好，我这就送过去。秦晋池回了木工房，而秦父秦母他们则又去看师傅们建房去了。2人想到即将建起来的房子，就时刻都想过去盯着。3个小家伙在房里玩腻了，便都跟在江婉婉身后。江婉婉无奈，只得把他们安排在厨房的小角落里坐着。那你们就乖乖坐在这里玩吧。江婉婉安排好他们，才走到灶台旁，想看看牛肉炖得怎么样了。揭开锅盖，一股卤香味扑面而来。角落里的3个小家伙闻到这味儿，瞬间双眼发光。江婉婉用筷子戳了戳牛肉，见可以轻松地穿进去了，便把牛肉都夹出来放到了旁边。你们先尝尝吧，3个小馋猫。3个小人儿刚吃了一块，就叽叽喳喳地夸赞起来。好好吃啊，团团好喜欢，肉肉软软的嫩嫩的，还香香的，是不是呀？真好吃，婶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婶婶，这个肉肉太好吃了。好吃啊，团团，这就是牛肉吗？怪不得这么好吃。因为我娘亲做的好吃呀，我娘亲最厉害了。厉害。江婉婉听着他们的一波彩虹屁，肚子都笑痛了。小宝贝怎么样都确实很可爱呢。把锅中的卤水都倒进一个大瓦罐里，也不再管他们，开始做别的。过了一会儿，牛肉也煨得差不多了。江婉婉打开锅盖，加入盐和酱油调味，最后撒上一把葱末和香菜，再盖上锅盖焖一会儿。不一会儿，葱和香菜的香气就都进入了牛肉里，开始装盘。闻着香喷喷的卤牛肉，江婉婉忍不住吃了一口，肉质细嫩，卤香味十足的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味和酸辣味，只一口就让人口齿生津了。江婉婉忍住馋意，招呼着几个小人儿去小厅，自己则把饭菜都端上桌。秦静燕闻到浓郁的香味，循着味儿走了进来。快去叫爹娘他们吃饭，这都什么时候了？工人都下工了吧？早下了，我和爹娘他们在那边看了好一会儿呢。爹娘他们就在后面呢，应该马上就到了。我去叫我哥吧。去吧。江婉婉咬着饭，一份一份地放到他们面前。这时秦晋池和秦静燕走了进来，秦父秦母则走在他们后面。你们都快坐下吧，今天的牛肉很新鲜，我买了好多，今天做的全都是牛肉，都多吃一些。秦晋池端起碗，就夹了一块红酒煨牛肉放进嘴里，牛肉吸收了红酒的酒香味儿，一口咬下去，牛肉软嫩多汁，隐隐约约的酒香味儿混在香甜的酱汁里，在唇舌间徘徊。这牛肉怎么有一股浓浓的酒香味儿啊？
这个呀，是我用前几天酿的红葡萄酒小火慢煨出来的，当然有酒香味啦。酒竟还能用来做菜？秦静燕正在埋头苦吃，她只知道很好吃，也不管是怎么做的。秦父秦母刚刚都在吃卤牛肉，闻言连忙都夹起一块红酒煨牛肉吃了起来，两人吃得停不下嘴。不过秦母看看团团，也伸出筷子去夹，忙问道：乖孙他们能吃吗？这可都是酒啊。当然可以吃啦，这红酒煨的过程中啊，就只剩下酒香了，不醉人的。秦母这才放下心来，专心地吃起了牛肉。秦晋池吃了好几口红酒煨牛肉，才把筷子转了方向，夹了一块卤香牛肉尝了尝。卤牛肉香味十足，酸辣软嫩，竟一点儿也不比红酒煨牛肉差。江婉婉见秦晋池格外喜欢今天的牛肉，暗暗记在心里，以后遇到有牛肉卖的就多买一些。吃饱以后，天已经黑了。秦父秦母他们收拾碗筷，江婉婉和秦晋池就带着团团一起把狗蛋儿和二娃给送回去。三个小家伙牵着小手，蹦蹦跳跳地走在中间。秦晋池和江婉婉一边一个牵着他们的手，很快就到了狗蛋儿家。大牛叔叔，大牛叔叔，团团把狗蛋儿哥哥送回来了，快开门呀！大牛打开门就看到自家门口齐齐地站着三个小人儿，稍稍高一些的那个可不就是自家儿子吗？狗蛋儿又给你们添麻烦了，还得让你们帮忙送回来。大牛哥这说什么话呀？这般见外做什么？你们要不进来坐坐吧？大牛叔叔，我们还得送二娃哥哥回家呢。好吧，那你们路上慢些。大牛哥，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南瓜饼，狗蛋儿啊很喜欢吃的，你和嫂子也尝尝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弟妹的手艺可真是没得说。那大牛哥，你们快进去吧，我们这就送二娃去了。行，你们去吧。很快他们把二娃也送到了家。二娃哥哥，团团回去了哟，明天我们再一起来玩。好。团团看着他们进了屋，才双手牵着他爹爹娘亲往回走。他有人牵着也不怕摔，在中间一蹦一跳的，玩得可开心了。江婉婉和秦晋池紧紧地牵着他，也由着他玩。一家三口迎着月色很快回了家。回到家时，秦父秦母他们已经收拾完回老房子那边去了。秦静燕倒是还留在这儿看家，见他们都回来也就回去了。今天累了一天，江婉婉给团团洗完澡，就带着他躺到了床上，但秦晋池却还没进来。正在江婉婉疑惑不解时，他才慢悠悠地推开门。爹爹好慢呀，团团和娘亲都要等得熟了。爹爹这不是来了吗？团团被他亲得直痒痒，咯咯笑着，伸着小手也要挠他，却丝毫没有用。爹爹讨厌，爹爹坏，娘亲你快帮帮团团呀！哎呀，你们俩别玩了，晋池，你也别逗团团了。爹爹坏死了，团团不要和爹爹玩了，再也不理你了。第二天一早，江婉婉醒来时，秦晋池也刚起床，团团还睡得香，江婉婉也不吵醒他，让团团睡着，等一会儿爹娘他们过来会叫他起来的。还早，你再睡会儿吧。我昨天腌制的牛肉还得处理一下呢。好，那我去梦工房了，你一会儿和阿弟路上慢一些。好，知道了。江婉婉简单洗洗，就去厨房把昨天腌制的牛肉端了出来。牛肉昨天下午就腌上，到现在已经完全入味了。江婉婉就把牛肉表面的香料之类的东西都去掉，就把牛肉摊放在厨房的外窗台上晾晒，那里一整天都能照到日光，是个不错的位置。把牛肉处理好，秦静燕和秦父秦母他们也过来了。嫂子，你弄好了吗？我们出发吧。马上就来。爹娘，你们让团团多睡一会儿，再叫他起来吧，他昨天睡得有些晚了。好，你们路上慢点儿。知道了，你们进屋吧，我和阿弟走了。快进去吧，这大早上的凉飕飕的。江婉婉把今天的鱼丸分了一半，土豆也分了一些出来，留给书院的书生们，剩下的就留着散卖。他没想到的是，这些竟还完全不够卖，
昨天有人觉得8文钱太贵，就和别人拼着买一份鱼丸，尝了一下觉得好吃，又想回来买时早就卖完了。他们今天倒是学乖了，一大早上就在这等着呢，知道好吃也就不愿意和别人拼了，甚至一狠心还有要4份5份的。昨天拢共也就准备了50来斤的鱼丸，又分出来一半，这会儿人多，才一会儿就卖了个精光，连带着土豆也卖了大半。后面闻风过来要买的人见鱼丸都卖没了，都后悔自己多睡了会儿懒觉，不然也能买到香喷喷的鱼丸了。不过所幸土豆还有一些，他们也聪明，知道再不买土豆估计也要不了一会儿就没了，于是你一份我一份的，竟比以前还卖得快，1个时辰不到就都卖完了。两人就坐在摊位旁休息，旁边的林二娘恨恨地看着他们。自从他们一来，她的土豆就1份也没卖出去，还有那什么老石子的鱼丸，竟卖得比土豆还好。她想不明白，怎么8文钱一份都会有人买，她的土豆明明那么便宜，这些人是眼瞎不成？秦静燕扭了下头，就看到了她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秦静燕顿了一下，眼睛微眯，面无表情地盯着她。林二娘回过神来，就看到了秦静燕墨色沉沉的目光，她心里一跳，吓得慌忙扭过了头去，也不敢再极恨地看着他们了，只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眼中的恨意和怨怼如同刀子一般锋利。过了一会儿，像是想到什么，才慢慢狰狞地笑了起来。反正他相公可是个厉害的，让几个人给他们找点麻烦可不费事儿。离书院下学还有好一会儿，江婉婉和秦静燕都等得有些无聊。秦静燕原本歪歪斜斜地靠着墙坐着，不知是看到了什么，猛然坐直身体，眼睛不由自主地瞄着快到摊位面前的人。大人，您别叫我大人，今日就是带我女儿出来散散心。秦静燕光顾着观察李雪珍了，看到李远，又结合他说的话，他才反应过来，原来面前的这人竟是县令大人的女儿吗？那他岂不是毫无希望了？你们狼牙土豆都卖没了吗？这生意也太好了吧？没有，长华书院的学生每天都要来吃的，但是他们下学了才能过来，所以我们分了一小半出来给他们留着呢。啊，原来如此啊！我给您榨点土豆吧，我们这2天还新加了鱼丸，你也可以尝尝。李远心中喜出望外，面上却不显。如此甚好，那我可要好好品尝一下了。江婉婉利落地把土豆和鱼丸都分一些出来下锅炸，土豆熟得快，很快就拌好了。父女2人也不惧什么，拿着竹筒就在他小摊边吃了起来。哎呀，好几日没吃到，你这手艺啊还是很不错呀，还是以前的味道。确实还是很好吃。秦静燕在一旁看着他双眼含笑，小口小口吃东西的样子，学得像极了可爱的小兔子，心中像是被挠了一下，不由得泛起了酥酥麻麻的痒意。李雪珍吃着土豆，状似无意地看了看秦静燕一眼，却正巧和他对视上了，看着他憨傻的模样，心中的气倒是消了一些，不过也没给他好脸色就是了，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秦静燕见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样子，不由得垂头丧气起来。他这是肖想什么呢？人家可是县令大人的千金，他又是什么人？念了几年书就念不下去的乡野村夫罢了。你们尝尝这个鱼丸，看看喜不喜欢。父女2人闻着味道，就把土豆先放下，拿着牙签就吃起了丸子。刚吃一口，好吃！这鱼丸弹嫩又有嚼劲儿，表面焦脆，麻麻辣辣的，当真是美味至极啊！是啊，真的好好吃啊！老板娘，你做菜的手艺肯定也非常好。那当然啦，我上次带衙役去帮他们家划宅基地，可是留在他家吃了好一顿美味佳肴呢。你吃好吃的都不带我的。
哎呦，爹这不是去办公的吗？回来又忘了说了，这不今天才想起来。您要是不嫌弃，可以带小姐和夫人到我家来吃饭的。前几天我家小团子还念叨着伯伯和漂亮姐姐呢。团团想我了吗？我好几天没来，以为他都把我忘了呢。梨园想到那个可爱乖巧的小团子，脸上也不禁挂起了笑容。大人和小姐，要不就今天去我们家吃顿便饭吧。他知道和县令大人打好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况且这县令和小姐都是品性良善之人，也值得深交。要不我们就去吧，我都想小团团了，也想吃好吃的。那可真是麻烦你们了。不过你们这土豆和鱼丸还要等着卖给书生们，我和雪珍就先回去把我娘子也叫上，我们晚些时候再去你家吧。当然可以。他们来得迟一些，他也好先回去准备准备。最后父女二人一人提着一份鱼丸和土豆就先回去了。秦静燕看着李雪珍远去的背影，心中酸涩不已，整个人都没精打采的。香婉婉看见他盯着走远的李雪珍发呆，又看了看他垂头丧气的模样，想到了什么，心中一动，怪不得每次这李雪珍一来他就有些不对劲儿呢，原来是情窦初开了。江婉婉笑了笑，心想为了阿弟的幸福，看来他们一家人都得好好表现了，不然人家可是县令大人的千金，他想娶得美娇娘哪里是什么容易的事儿。旁边的林二娘则是心中震惊不已，久久回不来神。刚刚那两位他可是知道的，那可是县令大人和他千金啊，这两人什么身份？竟然还来吃江婉婉他们的土豆，夸赞不说，还要去他家吃饭。他悄悄捂住扑通扑通直跳的心脏，后怕不已。他刚刚竟还想，幸好幸好。老板娘，我们都快饿死了，土豆还要多久才能好啊？快了，土豆熟得快。哎，嫂子，我听说你们还卖什么鱼丸，王灵芝说可好吃了，是不是啊？阿月，我嫂子的手艺你还信不过吗？我觉得比土豆都好吃呢。你可是有口福了，每日都能吃到好吃的。不过片刻，一锅热气腾腾的土豆就拌好了。香婉婉给他们一份一份装好，放在小摊边上。你们趁热吃吧，我给你们炸鱼丸。把鱼丸下锅炸着，香婉婉看他们吃得香，说道：其实你们可以带点米饭之类的过来吃，把土豆当成下饭菜也是可以的，天天就吃土豆也会腻啊。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这有时候土豆少了还不够吃，这要是带了饭，能吃饱的同时土豆就着饭吃还更香呢。对，明日咱们就带过来。很快炸得焦黄的鱼丸就出了锅，众人一人一份儿，拿着自己那个竹筒就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吃了起来。只是一份鱼丸很快就下了肚，完全不够吃。老板娘，你这鱼丸怎么这么少啊？完全不够吃啊，刚把我的馋虫给勾出来就吃没了。是啊，一人才能分到一份儿，你们准备的太少了，明天可得多准备些才是啊。我们昨天才开始卖鱼丸，而且价格也比土豆贵一点，怕准备的多了没人买。而且这2天我们回去啊，都得自己捞鱼，把鱼肉给剁碎，再把鱼刺什么的都挑一下，才能做成鱼丸子。这些都是很花时间的，我们实在是准备不了那么多。不过我们会争取多准备一些的。江婉婉想，今天李三哥过来送鱼，还得让他多捞一些才是。老板娘，要是实在准备不过来，你就把鱼丸都给我们留着吧，就别卖给别人了。不行，有好多客人啊都是经常来的，我要是不给他们准备着点，他们会有想法的。众人也没办法勉强，就只希望他以后可以多准备一些了。他们把鱼丸都吃完，又把摊位上还放着的狼牙土豆都瓜分了，才付完钱离开。线都卖完了，江婉婉就去买了2碗面端过来。阿弟，是不是很饿啦？咱们先吃碗面吧。吃完面，和秦静燕把摊位上的东西都收拾好后，江婉婉说道：阿弟，你在这儿先看着推车吧，我去买点晚上要吃的菜。好，嫂子，你快去快回。江婉婉一边思考着菜色，一边挑选，最后买了点茄子、蒜苔、莲藕和黄瓜什么的，就去了卖肉的地方。
在猪肉铺看了一会儿，姜婉婉就利落的买了4只猪蹄，1大块臀尖肉。想到秦晋池前几天说有些想吃肥肠，姜婉婉就把肥肠也买了。走出猪肉铺，看到有卖鸡的，姜婉婉也买了1只。回去的路上又看到有人卖橘子，姜婉婉尝了一个，感觉非常甜，就买了好几斤，就是价格有些贵，要6文钱1斤。秦金燕等得无聊时，姜婉婉终于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嫂子，你怎么买那么多呀？今天县令一家呀，可都要来咱们家吃饭的，当然得多买些菜了。糖葫芦，卖糖葫芦喽！这时卖糖葫芦的货郎正好经过他们旁边，正在叫卖着。姜婉婉看着那货郎扛着的大串小串的糖葫芦，想了想，走过去买了3串。嫂子，你怎么买了3串呀？团团吃1串就够了吧？今天团团说要和狗蛋和二娃一起玩，所以给那2个小家伙也买了1串。嫂子，你怎么对那2个小家伙这么好呀？他们以前总是带着团团玩，有人欺负团团了呀，也会帮他。明明他们2家的条件啊，也都不是很好，但2个小家伙呀，还总是给团团偷偷藏吃的。团团很喜欢他们，是把他们当亲哥哥的。况且都是乖巧懂事的孩子，我也很喜欢。秦静燕听完，郑重的点点头，就不再多问了。好了，我们快回去吧。娘亲，娘亲，你回来了。婶婶，婶婶回来啦！你们吃饭了吗？吃了奶奶煮的面条。我和二娃吃过饭才过来的。姜婉婉听完，从推车上取出3串冰糖葫芦。快吃吧。团团开心地接过了冰糖葫芦，而狗蛋儿和二娃却局促地站着。婶婶，你留给团团吃，怎么能给我们呢？给团团吃。婶婶经常让他们俩在她家吃饭，他们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吃这么贵的冰糖葫芦呢？听话，这可是婶婶特意给你们买的，快吃吧。这是娘亲给狗蛋哥哥和二娃哥哥买的哟，你们不喜欢吗？可是团团好喜欢的，你们要是不吃，娘亲要伤心的。2个小家伙局促地对视一眼，这才慢慢接过糖葫芦。姜婉婉摸摸他们的头，快吃吧。2人这才珍惜地慢慢舔起了冰糖葫芦，眼睛享受地微微眯了起来，和正在吃着的团团表情如出一辙。金池，你速度好快啊，形状都做得差不多了呢。你回来了，今天没发生什么事吧？没事，卖得很顺利。啊，这案集虽然大概的模子做出来了，但最好使的还是雕花。图纸上那个你说天堂鸟看着美轮美奂，会更费时间的。那相公辛苦啦。你才是，每天还要辛苦的出摊。啊，对了，今天县令大人会带他的夫人和女儿来咱们家吃饭呢。怎么突然？今天县令大人好像木修，带着他的女儿来买土豆了，我就顺嘴邀请了他们。那我去帮你吧。好。 2人走出木工房，秦父秦母也回来了。爹娘，今天县令大人要来咱们家吃饭了，我和晋池要去做饭，就要辛苦爹娘弄一下土豆了。大人什么时候来呀？我们，你们别紧张，上次你们也看到了，其实县令大人挺好的，也不严肃，你们呀就像上次那样就行了，只是吃个饭而已嘛。好，那我和你爹就弄土豆吧。对了。李贵已经把鱼送过来了，你爹称了一下，足足有60斤呢，会不会有些多呀？不会，60斤都不一定够呢。今天50斤的鱼丸就完全不够卖的。那我们要不再自己去捞点儿？不用，你们明天让李三哥多捞20斤左右就行了，卖太多大家很快就会吃腻的。2人这才点点头。姜婉婉和秦晋池进到厨房，他看到窗台上的牛肉条，才想起牛肉干还没烤呢。好在秦父在外面搭的灶台很大，灶台内部还有很大的空间，把上面的灶台口堵住的话，完全可以当一个简易的烤箱。姜婉婉把牛肉条都放进托盘里，然后把灶台口堵住，托盘架在灶台里面。所幸灶台里还有很多做完饭还没熄灭的木炭，就让牛肉慢慢在里面烘烤就行了。回到厨房，姜婉婉把鸡笼里的鸡抓了出来，让秦晋池拿去杀了。他把饭蒸上，
又把肥肠、猪蹄和臀尖肉都拿出来，把肉清洗干净，切成合适的方块，放在一旁备用。猪蹄放进灶火里烧一下，去掉猪毛的同时，还可以去除猪蹄表面的腥味儿。把猪蹄取出来，用刀把猪蹄表面的炭黑处都刮掉。猪蹄清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一旁备用。哎，我来切吧，要切成什么样？大概剁成和你的大拇指一般大的小块吧。秦晋池点点头，开始动作起来。这时灶台上的饭还没蒸好，江婉婉就出去看一下牛肉烘烤的怎么样。江婉婉估摸着这段时间应该已经烤得差不多了，把托盘取出来，她拿了一根牛肉干尝了尝，入口麻辣鲜香，很有嚼劲儿。她满意的点点头，做得很成功。来，你尝尝我做的牛肉干。秦晋池闻着味儿就知道味道肯定很好，把肉干叼进嘴里嚼了一下，满口的麻辣鲜香，而且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好吃，很有嚼劲啊。当然啦，牛肉干就是这么做的，这是我特意做的零食，凉了也可以吃，平时无事嚼着吃也是很有味道的。再给我来一根。说完还张大了嘴巴。江婉婉见他难得表现出来的馋样，笑了笑，又给他喂了一口。江婉婉把牛肉干用碗装了一些出来，剩下的先放着，说道：我把碗里的呀送去给小家伙们尝尝。哎，去吧。江婉婉把碗放到小厅的餐桌上，招呼着几个小家伙：你们别玩了，快进来吃牛肉干。秦静燕听到有吃的，忙不迭的就把几个小家伙带了进来。娘亲，香香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牛肉干，你们都快尝尝吧。几人都拿了一根牛肉干吃了起来。刚开始一入口就是麻辣鲜香的味道，已经很香了，但是慢慢的却越嚼越香，每个人的腮帮子都鼓动着，吃得香极了。秦静燕混在几个小家伙中间，也不显突兀，莫名的还多了几分少年人的可爱。团团，你把牛肉干也端去给爷爷奶奶尝尝吧，娘亲和你爹爹继续做饭去了。好，团团就去。江婉婉也不管他们了，径直回了厨房。回去时，秦晋池的鸡自己剁好了，他又拿了牛肉干嚼了起来。江婉婉好笑地看了他一眼，看来这人非常喜欢呢，不由琢磨着以后也可以买点猪肉回来做猪肉脯。想了一会儿，江婉婉也不再管他，走到灶台旁，揭开锅盖，糙米饭的香味儿瞬间氤氲满室。江婉婉深吸口气，把蒸好的饭都舀出来，才洗洗锅，开始做饭。先把洗干净的猪蹄清水下锅，加葱和姜片，再加点前几天买的黄酒，盖上锅盖焯一下水。焯水后的猪蹄取出，在锅中倒油，放入姜蒜、辣椒、麻椒、香料炒香，把猪蹄倒进去翻炒几下，倒入开水，加点酱油、冰糖，盖上锅盖，开始大火炖煮。小半个时辰后，揭开锅盖，放了点盐调一下味。江婉婉就夹了一大块，吹了吹，放到秦晋池嘴里。味道怎么样？有没有缺什么？好吃。好吃就行。然后就把猪蹄都舀到了陶罐里，把锅刷了一下，把切成块的臀尖肉下锅，加葱姜焯水。焯水后在锅中倒一点点油，把肉倒进去，煎至表面金黄后盛出。在锅中加入冰糖，小火炒出金黄的糖色，就把肉块、姜蒜、八角和香叶都倒进去，翻炒几下后，加入开水，微微没过肉块，再加入酱油和几个干辣椒，开始炖煮。突然，外面传来了热闹的说话声，依稀还能听见团团惊喜的叫声。两人对视一眼，走出房门就看见院子里站着几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李远他们。大人、夫人还有小姐，你们快进屋坐。一行人慢慢进了小厅，一路上都没看到狗蛋儿和二娃。江婉婉拉过秦静燕，走到小厅外，疑惑地问道：那两个小家伙呢？嫂子，大牛哥来送竹筒，就把他们俩都带回家去了。也好，不然县令大人在，他们也不自在。又和秦静燕走进小厅，笑着说道：大人，你们先坐着，我再去炒2个菜，就快好了。哪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辛苦你们了。您哪里的话，你们能来是我们一家的荣幸才是。
说完，让秦晋池和秦晋燕在里面陪着说话，江婉婉就又往厨房去了。婉婉啊，我们俩先回老房子那边吧，县令大人一家都在，我们都很紧张啊，而且人太多了也坐不下。行，那我给你们每样菜都装一些，爹娘，你们也好带回去吃。好好好，哎，对了，土豆和鱼丸都收拾好了，你们明天直接搬上推车就行。给两人都装好饭菜，等他们走后，江婉婉又想起什么似的，把她买的橘子取出来，剥了几个橘子，拿出竹筒，每个竹筒里加一个剥好的橘子，捣碎后加水，再往里放了点蜂蜜，就做好了几杯简易的果汁了。又从酒坛子里倒出一壶葡萄酒。一切都妥当后，秦晋池也过来了，他估摸着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就过来帮忙端菜。两人把饭菜都端上桌，又把酒壶和几个竹筒的果汁放上去，就齐了，连同丫鬟小玉和车夫都坐上了桌。大人、夫人还有小姐，你们快尝尝看，看吃不吃得惯。秦嫂子，你别这么叫我们，我爹也不喜欢别人在他休息的时候叫他大人呢，你就把我们当朋友就好了，不然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对呀，你们也别紧张，你们家小团团可喜欢我们呢。听说你叫江婉婉，以后就叫你婉婉吧。你家那狼牙土豆可真是好吃啊。说得对。好，你们说什么便是什么。团团怎么了吗？我们说团团太可爱了，我们都好喜欢。闻言，团团看着众人盯着他的一双双眼睛，羞涩地捂住小脸儿，躲在了李雪珍腰侧。李雪珍只觉得他更可爱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吃饭吧。团团想吃什么呀？姐姐给你夹。大人，你们都快动筷吧。说完，还给李远倒了一杯葡萄酒。我们这后面啊，又酿了几坛子葡萄酒了。你要是喜欢，一会儿搬回去一坛，反正你们也是驾了马车来的。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娘亲，这是什么呀？有小橘子的味道。今天我买了几斤橘子，我想着大部分人也不喝酒，就简单的给每个人做了一杯果汁，吃着菜偶尔的喝一口，可以解解腻嘛。团团听完就迫不及待的喝了一口，他的大眼睛直发光。娘亲，娘亲，好好喝呀！漂亮姐姐也喝。李雪珍也好奇的端着竹筒喝了一口，确实好喝，比茶还好喝。我上次带回去的糯米茶，你可是给我喝了好多呢，我也尝尝这个果汁吧。李远喝了一口，咂咂嘴说道：这还是适合女孩子和小团团喝，我呀还是喝这酒比较合适。静池啊，你们两兄弟能喝吧？陪我喝几杯。秦晋池笑了笑，欣然应允。李远看了看桌上的菜，犹豫着夹了一块红烧肉，只吃了一口就惊喜地说道：这肉是怎么做的呀？婉婉这手艺当真是绝了，竟比上次吃到的那蒜泥白肉还要好吃。您喜欢就好，以后可以带着夫人和雪珍都来家里做客。这是什么肉啊？怎如此好吃？漂亮姐姐的娘亲，这是猪蹄儿哦，团团经常吃，可好吃了。什么漂亮姐姐的娘亲呢？我估计都能做你的爷爷奶奶了。小脑袋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能做奶奶？她的奶奶都有白头发了，可是漂亮姐姐的娘亲还和漂亮姐姐一样好看啊。夫人，您和大人都太年轻了，哪里是能做人奶奶的人呢？我们家的雪珍都快到嫁人的年纪了，哪里年轻啊？还有，以后你们就叫我们叔叔和婶婶就行了。我很喜欢你们，也就别再大人夫人的叫了。团团还是叫我们爷爷奶奶吧。江婉婉刹那间想到秦晋燕对李雪珍的想法，高兴地应下来，这样以后就不会乱辈分了。李雪珍听完，装作无意地瞥了秦晋燕一眼。那以后团团就叫我小姨吧。团团知道了。江婉婉又给几人都用公筷夹了几样菜，犹豫着说道：这椒麻鸡味道应该也不错的，用来下酒正好。好好好。李远吃了一口，椒麻鸡特有的麻香味儿炸裂在唇舌间，再加上鸡肉滑嫩，和红烧肉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吃完一口又夹了块猪蹄吃了起来，猪蹄也香辣软糯，味道很是惊艳。苏荷和李雪珍也都把菜尝了个遍，他们吃着也很喜欢，吃着菜喝着果汁好不过瘾。就连丫鬟小玉和车夫虽然拘谨，但也都完全停不住筷子。李雪珍被美食吸引，暂时就完全忽略了桌上的另一个人。秦静燕心不在焉地吃着菜，见李雪珍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样子，不禁悲从中来，丧气不已。不过夹菜的动作却是一点没停。李雪珍饭量也不大，吃了一会儿就饱了，只是拿着筷子不时地给团团夹夹菜，偶尔再给他擦擦嘴。团团吃得香，他也就没事可干了，便忍不住悄悄盯着秦静燕看了起来。秦静燕觉得自己没希望了，便化悲愤为食欲，吃得可香了。李雪珍看着他眼中只有吃的，憨憨傻傻的，嘴角还挂了点酱汁，不由得笑了一下。苏荷见他莫名的笑着，奇怪地看他，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可不就是满嘴油光的秦静燕。苏荷看着这一幕，微微地皱了皱眉，他又观察了一下自家女儿，嘴角还不住地往上扬着。苏荷忧心地看着他，一时都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李雪珍感受到了他的目光，看着秦静燕的目光一顿，转头便和苏荷对视一眼，他眸光慌乱，紧张地垂下了眼睛。苏荷看着这一幕，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家女儿这是看上了那少年。直到大家都吃完饭，苏荷都还有些回不过神来。吃饱喝足，天色渐渐暗沉下来，李远他们也要回去了。秦静池和秦静燕去搬葡萄酒。小姨、苏奶奶，你们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找团团玩呢？等团团想苏奶奶的时候啊，我们就来看团团。可是你们还没有走，团团就开始想了。这小家伙呀，可粘人了。上次远叔来也是，他嘴上说着舍不得，结果他刚走啊，这小家伙就和村里的其他孩子玩得欢着呢。小孩子嘛，哪里记得那么多？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呢。是呀，两人聊了两句，秦静池和秦静燕就把酒抬了出去。车夫连忙也上前帮忙，把酒慢慢抬上了车。秦静池进到院子里，贤侄啊，改天带着婉婉、阿燕还有小团团来我家做客啊。袁叔放心，有空一定去。那我们就先回了。三人走出房门，江婉婉才拍了拍脑袋，他还说给他们装点牛肉干呢，都给忘了。阿弟，你让远叔他们等一下，我进去给他们装一点牛肉干。秦静燕听完连忙跑出去，看着李雪珍走在最后。等一下，我嫂子说还要给你们装点牛肉干，你先等一等。两人对视片刻，秦静燕看了他几眼，便脸色通红地移开了目光。你很讨厌我吗？天色很黑，李雪珍只能隐隐绰绰地看到他的脸，见他只是看了自己一下便移开了目光，他的心里就像针扎了似的，刺痛不已。你怎么了？怎么声音这么哑？不会是染了风寒吧？哦，对了，我嫂子前不久也染过风寒，我见她还有药，我先去给你熬一碗，你喝了再回去吧。我没事，不用熬药。李雪珍羞赧不已，她只是想拉住他的衣角解释一下，哪儿成想会。秦静燕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自己刚被他拉过的手，心中既惊又喜。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但心中还是控制不住的激动和欢喜。李远和苏荷坐在马车上，见李雪珍还没上来，疑惑地对视一眼。李远想掀开帘子看看，就恰好看到了自家闺女拉着秦静燕的手，他惊了一下，连忙放下帘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苏荷。我看见雪珍主动拉了那个秦静燕的手。雪珍好像看上了那小子，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总盯着人家看。可是
可是雪珍连那些官家子弟和富贵人家都看不上，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穷小子呢？可是转念一想，当初苏荷和他在一起时，他又何尝不是秦静燕如今这副模样呢？见过那么多他都看不上，这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实在不行就随了他吧。我看这一家子品性都不错，那小子应该也差不了。突然想到什么，又看看李远说道，只是我看那秦静燕似乎对咱家雪珍没那种意思呀。啊，那可怎么办呢？那雪珍不得伤心死啊！不行不行，我什么时候得和秦静池他们谈谈，可不能委屈了咱丫头。你说的对，咱们丫头那么多人都看不上，这秦静燕竟然这么没眼光。丫头实在喜欢，咱们就跟她兄嫂定下亲事，反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违抗不得的。今天秦父秦母没在，两人倒是完全忘记了还有秦静燕父母的存在，也莫名的从有些嫌弃秦静燕，就变成了要逼着秦静燕和他们家成亲，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哪里不对。秦静燕要是知道，她就因为以为自己没希望，便克制的没有看李雪珍，便使得她未来岳父岳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估计做梦都要笑醒。不过这时的秦静燕还激动地呆站着，直到江婉婉拿着牛肉干追出来，她才慢慢回过神来。江婉婉意识到两人气氛有些不对劲儿，眯着眼打量了一下秦静燕和李雪珍，两人一个唇角止不住的上扬，另一个捏着衣角含羞带怯。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两人显然是有了大进展啊！雪珍，这个是我今天做的牛肉干，你拿回去和远叔还有苏怡一起尝尝吧，我试试嚼着吃，还挺有味道的。谢谢嫂子。说完又觉得很不对劲儿，叫嫂子也太……不知是想到什么，他瞥了一眼秦静燕，又羞怯地移开眼。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说完便忙不迭地上了马车。秦静燕呆呆地看着远去的马车，愣愣地出神。还需努力呀。秦静燕回过神来，疑惑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又惊讶又羞赧地说道，嫂子，你知道啦？当然啦，你那目光时不时的就落在人家身上了，我还能不知道？嫂子，你觉得我有没有希望啊？只是他好像都没正眼看过我呢，而且他还是县令大人的女儿，我只是个村夫，哪里能配得上人家呀？你有没有志气啊？况且你写的故事还那么精彩呢，你是个有大才之人，不要妄自菲薄了。喜欢人家你就得有点实际行动啊，你不能光心里喜欢，你要找个机会告诉他，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而且啊，他要是突然和别人成亲了，我看你怎么办呢？到时候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去。秦静燕想到那人会嫁作他人妇，神色惊恐，脸色白了白，然后又慢慢镇定下来，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嫂子，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江婉婉笑了笑，也不再多言。静池，我想在厨房窗台外的那一块小地方种点蔬菜，那里靠着厨房很温暖的，然后再用茅草搭个屋顶，再削点竹子围一下，应该可以种出来。这样的话，就算是冬天，我们也能有新鲜的蔬菜吃了。我和爹说一声，明天就给他搭起来。现在咱们卖土豆和鱼丸，我这2天算了一下啊，大概每天可以赚5两银子了，应该可以支撑着咱们呀把房子短时间内盖好。只是咱们的土豆估计卖不了多久的，至多2个月估计就没了，而且咱们呀还得留一些明年种的，还有咱们自己也要吃的。可是现在山上应该没有土豆了，我们要不去别的地方挖吧？那么远，哪里挖得过来啊？我是想咱们卖完土豆再做点别的东西来卖，只不过我还得再想想。好，不过估计到时候咱们的案几也早就做好了，应该也能卖不少银子的。团团自顾自地说着话，见他娘亲和爹爹只顾着说话，都不搭理他，小眉头皱得紧紧的。爹爹，娘亲，团团说什么呢？再说一遍好不好？
团团刚刚说今天狗蛋哥哥很喜欢团团的小马车，爹爹你帮团团做一个，我们送给狗蛋哥哥当生辰礼物好不好？可是有个小家伙不是还生气了吗？所以爹爹答应你以后都给你做玩具，不给别人做了呀。可是狗蛋哥哥不是别人呀，团团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对团团很好。你娘亲跟你说笑呢，放心吧，爹爹帮你做一个吧，就当是咱们一家人的礼物。到时候娘亲就做点小零食送给他，好不好？好。几天后，狗蛋生辰这天，江婉婉和秦静燕早早就卖完东西回来了。秦静燕和秦父秦母要回老房子那边补一下屋顶，就早早的回去了。娘亲，咱们做什么小零食送给狗蛋哥哥呀？娘亲把材料啊都准备到差不多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做好啦。哦，那就好。爹爹早上的时候说小马车快做好了，团团要去看看。去吧，别跑啊，慢点走。团团知道了。看着一颠一颠快步走远的小人儿，江婉婉无奈地笑了笑，这才往厨房走去。她前些天自己做了白凉粉儿，今天又买了好几斤橘子和青葡萄，把橘子和葡萄的皮都给剥了，拿一部分出来单独都捣碎成橘子汁和葡萄汁，再把水果渣都过滤一下，然后在橘子汁和葡萄汁中都放入少许的白凉粉和白糖，小火煮开后，在里面分别加入了剥了皮的橘子瓣和青葡萄，然后将葡萄汁和橘子汁都倒入小碗中，把小碗都放入木质托盘中，盖上细密的纱布，就将托盘放到窗台上放凉。如今天气愈发的凉了，要不了多久就会凝成橘子果冻和葡萄果冻。前些天秦父秦母拿了好些花生过来，江婉婉想了想，打算用来做一个怪味花生。怎么了？找爹爹干嘛？爹爹，我们要送给狗蛋哥哥的小马车有没有做好啊？好了，这都问了多少次了？那爹爹快给团团看一看，是不是和团团的那个一样好看？秦静池把小马车从木箱子里取出来，递给了他。团团仔细观察着，哇，和团团的一样好看，一样威风。他新做的这辆马车和给团团做的那辆倒是相差无几，只是前面拉车的马匹种类不一样，马车的形状也不太一样。最特别的是在马车顶部刻了生辰快乐这几个字，其他的地方倒是都差不多。爹爹，这是什么呀？这是几个字儿，就是生辰快乐。哇，那狗蛋哥哥肯定会更喜欢呢。爹爹，我要拿去给娘亲看。见他一蹦一跳地走出了房门，秦静池才拿起雕刻工具，继续做着刚刚的动作。娘亲，爹爹把送给狗蛋哥哥的小马车做好了，和团团的一样好看。慢点走，摔倒了怎么办呢？娘亲快看。江婉婉接过小马车看了看，雕刻的也很细致。娘亲，你是不是也喜欢小马车呀？娘亲可以玩团团呢，这个是给狗蛋哥哥的礼物，我们不能玩的。娘亲不玩，只是想到了别的事儿了。娘亲要做的小零食都做好了，团团快来尝尝吧。是什么呀？江婉婉把做好的南瓜饼、红薯饼、怪味花生都给他拿了点儿，快吃吧。他就拿一颗花生放在嘴里嚼了嚼。娘亲，这个是什么呀？好好吃呀，香香脆脆的。是爷爷奶奶那天给我们送来的花生啊。啊？那个花生他吃了2颗就没吃了，没什么味道，但他娘亲做的却特别好吃。大牛哥让咱们早些过去，嫂子快做好饭了。江婉婉点点头。爹爹，吃花生，娘亲做的，香香脆脆的，可好吃了。秦静池摸了摸他的头，从小碗里抓了一小把花生，一颗一颗吃了起来。怎么样？好吃，特别香。那以后我多做一些，你们无事的时候啊，也可以抓一把嚼着吃。秦静池哪儿会不同意啊，连忙点头。是不是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先等等，把窗台边上的果冻端进来，把纱布揭开，里面原本的橘子汁和葡萄汁已经凝成了透明的果冻，晶莹剔透的。这是什么呀？
能吃吗？娘亲，好漂亮呀，是小玩具吗？可是为什么用小碗装呀？可是里面还有橘子和葡萄呢。江婉婉拿过前几天秦妇编的小竹篮，把果冻一碗碗放进去装好，都还剩下好几碗。当然是吃的啦，这叫果冻，快尝尝吧。不过呢，就只能吃这些了啊。一会儿要去人家家里吃饭了，吃饱的话呀，到时候吃不下人家做的饭了，会很不礼貌的。果冻入口冰冰凉凉 ，Q 弹弹的，还能吃到里面清甜的果肉，团团喜欢的不得了。啊，娘亲，这个果果太好吃了。这个果冻要是更冰一些，肯定更好吃。等冬天的时候，我也多做一些冰着吃，也不会坏。三人分着吃了2碗果冻，江婉婉才把怪味花生、南瓜饼和红薯饼也给装好，和秦晋池带着团团就往狗蛋儿家走去。狗蛋儿哥哥，看，这是送给你的生辰礼物，是我爹爹做的哟，和团团的小马车一样好看。狗蛋儿，生辰快乐！这是婶婶给你做的小零食，希望你喜欢。狗蛋儿惊喜地接过小马车，谢谢团团，谢谢晋池叔叔，谢谢婶婶。大牛哥，你帮狗蛋儿拿着吧。哎呀，你们来就来，还带那么多吃食作甚呢？我家这个小捣蛋鬼呀，可没少在你家蹭吃蹭喝。大牛哥哪里的话，这2个小家伙和德正家的2娃，在我家的时候还帮忙洗土豆呢，别提多懂事了。三人在后面随意地聊着，团团和狗蛋儿则拉着手走在前面。狗蛋儿哥哥，我娘亲做了香香脆脆的小花生，做了甜甜的南瓜饼，还做了特别漂亮、特别好吃的果果，团团以前都没有吃过呢。狗蛋儿听着他的话，眼睛不由自主地往后看，瞄向他爹提着的那堆东西上。婶婶做的肯定特别好吃。他接着又研究起手中的小马车来，看着车顶的几个小字，惊讶极了。团团，这是字吗？对呀，爹爹说他刻了生辰快乐呢，和团团的很不一样。这字儿可真好看。我爹爹和娘亲说，以后要让团团去学堂念书考状元呢。狗蛋儿哥哥，以后我们一起去学堂吧，那样我们也可以写出好看的字儿了。听着他的话，狗蛋儿心中激动又紧张，还有一丝颓然。他知道村子里能去学堂的小孩并不多，他们村里就只有2个，一个是秦俊峰，他们家条件好一些，勉勉强强还是能凑出学费的，还有一个就是村头的蒋明，他爹爹可是秀才，所以把他送去学堂也是理所应当。可是他们家肯定是不行的。不过狗蛋儿是个很乐观的孩子，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根本就不能去，但他也没有难过纠结多久，不一会儿就又和团团打打闹闹起来。大牛媳妇儿金氏招呼着他们坐下，就又去厨房忙活了。没过多久，2娃一家也过来了。2娃一来，3个小家伙就聚到屋外玩去了。小马车真好看呢，你先玩着吧。2娃眼睛亮晶晶的，接过小马车，开心地放在地上滚动起来。团团则在一旁皱着小眉头，有些苦恼。他和狗蛋儿哥哥都有小马车了，可是2娃哥哥还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打算回家跟他爹爹娘亲说。饭菜开始端上桌，见3个小家伙还在外面玩，大牛就出去把他们叫了进来。等他们整整齐齐地坐上桌，饭菜也上齐了。金氏做了一大碗猪腿肉烧白菜，学着江婉婉炒了碗土豆，还炒了一盘豆角，并1碗白菜汤。今天是我们家狗蛋的生辰，便请你们过来吃个饭，大家都快动筷吧。团团想到在家里时他娘亲教过他的话，便软软糯糯地开口道：祝狗蛋儿哥哥生辰快乐，希望狗蛋儿哥哥天天开心。狗蛋儿哥生辰快乐，希望你以后可以吃到好多好吃的。谢谢。几个大人也轮番说了些祝福的话，大家才动起了筷子。吃过饭，回去的路上，团团坐在秦晋池肩上，抱着他的脑袋。弟弟，你可不可以再坐一辆小车车呀？啊？怎么了？团团不喜欢原来那辆吗？还是
想要2辆小马车吗？不是的，团团很喜欢爹爹送给团团的小车车，可是团团和狗蛋哥哥都有小车车了，二娃哥哥却没有。几个小家伙确实关系很好，要是只有一个人没有，确实不太好。好，那爹爹也做一个给二娃吧。啊，爹爹最好了。姜婉婉见父子俩嘀嘀咕咕地说了一路，疑惑极了。你们俩有什么小秘密吗？说了一路的悄悄话了，不想让娘亲知道？嘿嘿，娘亲酸酸的哟。团团只是想让爹爹也做一辆小车车给二娃哥哥啦。小鬼头。嘿嘿，爹爹快走，不要让娘亲打到团团的屁股。秦静池也乐于和母子俩玩着游戏，他快步走着，还避让着姜婉婉，以防团团被拍屁股。姜婉婉见小家伙特别开心，也就和他追逐打闹起来，三人打打闹闹着，很快就回了家。好啦，不玩了。秦静池把团团放下来，小家伙一下来就抱着秦静池的腿躲到了他身后，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动作，才放下心来。谁知等他刚从秦静池身后走出来，就被姜婉婉眼疾手快地抱起来，被他挠着痒痒。娘亲啊，娘亲好痒啊！别挠团团了。姜婉婉和他玩了好一会儿，才把他放下来。好啦，娘亲不逗你了。爹爹，你看娘亲呀，她欺负团团。秦静池给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笑着捏了捏姜婉婉白皙红润的脸。看，爹爹替你报仇了。你就宠着这小家伙吧。秦静池看着他，单手捂住团团的眼睛，另一只手放在他后脑处，在他嫣红的嘴唇上印下了一个吻。我也宠你。好啦，不闹了，我们带团团洗澡睡觉吧。爹爹娘亲都欺负团团，团团不要理你们了。那还有小车车吗？还想吃果冻吗？团团愣愣地看着他们，思考了一会儿，就屈服在了玩具和好吃的之下。团团不生气了。爹爹，小车车要做得快一点哟。娘亲，团团明天还想吃果果。好，明天啊还给团团吃果冻，娘亲还会催促爹爹，让他给我们团团做得快一些。娘亲，我们去洗澡澡吧，团团想睡觉觉了。好。团团穿着小睡衣，他躺在床的最里侧，只露出个红扑扑又圆嘟嘟的小脸蛋儿。秦静池搂着姜婉婉，侧头看着睡得香喷喷的团团，百感交集。这小家伙刚出生的时候小小一只，瘦瘦弱弱的，你以前的姜婉婉也不管他，我每天抱着他，感觉轻飘飘的，就害怕他撑不过去。还好现在已经是个能蹦能跳白白嫩嫩的小家伙了。你放心，我们的小宝贝以后会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的。秦静池把他搂在怀里，头靠在他的颈窝处，闻着他身上的清香味儿，慢慢的也想不起别的了，脸颊蹭着他的脖颈，亲吻着他的脸颊。姜婉婉慌乱地看了一眼酣睡的团团，推了他一下。你别。话没说完，便被他清冽的气息给堵住了。渐渐的，他停下了推拒着的手，转而搂住了他的脖子。秦静池感受到脖子后柔软的手，目光沉沉，在他看来，这像是安慰，却更像是鼓励。看着他清澈水润的眸光，心中异动非常。窗外夜色渐浓，这时月光也躲到了云团深处。秋风瑟瑟，远处的树梢上金黄的枫叶摇摇欲坠，但却一点也浇灭不了众人的热情。主家这房子可真是盖得好看，我都想不到竟然还能盖出这么漂亮的房子。还是主家设计的好啊，这房子建得如此漂亮，以后啊别人都会排着队请咱们上门去建房呢。师徒俩高兴地赞叹着面前漂亮的房屋，而秦家村其他的人也都干劲十足，心中一片火热，都在心心念念着一会儿的大餐。今天是房屋竣工的日子，姜婉婉看着精致的屋舍，心中高兴不已，所以今天特意留在家中，
早上先给工人们煮了面条吃，然后就和秦父秦母他们一起备菜，打算多做些菜招待大家。爹娘，鸡都剁好了吗？好了好了，土豆也切好了。那就行。整个院子里陆陆续续都坐满了人，妇女儿童们凑在一起坐了几桌，其他的汉子便都坐在一起，打算喝点酒。院子里还有一群小娃娃跑来跑去，团团、狗蛋儿和二娃混在他们中间，也很开心。3个小家伙关系好，勉强算是小主人，倒是很快就融入进去。其中还有几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娃，闻着饭菜的香味儿，奶声奶气地说着想吃。江婉婉看小家伙们都觉得可爱的紧，昨天给团团做的果冻还有好多，就都拿出来，每个小家伙都分了一碗。团团见自己的小零食被分出去，也不恼，他知道他娘亲还会给他做的。不过昨天他吃了好多，江婉婉怕他闹肚子，今天也不敢给他吃了。哇，这个是什么呀？好好吃呀！对呀，又香又甜，滑滑的，太好吃了。这个叫果冻哦，是我娘亲给我做的小零食，可好吃了。哇，晴晴，你娘对你真好，这果冻里面还有好多甜甜的小橘子呢。对呀，琪儿，你娘也太好了吧，我娘就不会做。团团正想继续说什么呢，江婉婉就把他抱了起来，然后招呼着这群小娃娃上桌吃饭。今天我家新房竣工，大家吃好喝好啊！不管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从第一道菜上来时就开始垂涎欲滴了，而且还有那么多道肉菜，哪能忍住不流口水？现在主人家开口，就都一窝蜂拿起筷子吃起来。不过片刻，院子中就爆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惊讶和喟叹。太好吃了！这方块的猪肉是怎么做的呀？软软糯糯，一半都是肥肉，但吃起来竟然丝毫不腻。还有这个肉特别嫩，麻辣鲜香，比上次我爹带我去县里酒楼中点的菜都要好吃呢。他便是秦俊峰，便是那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去学堂的人之一。这是小鱼做的哟，很香香的。这是红烧肉，这是鸡块，这是小鱼丸，还有，这是团团很喜欢的蛋蛋，都很好吃的哟。这是鱼做的，是小河里的那个鱼吗？秦俊峰见团团理所当然的点点头，他小脑袋都在懵懵的发晕。坐在他旁边那桌的人听到团团的话，也都不可思议地盯着桌上的麻椒鱼看。各位叔伯，这坛子里的是我媳妇酿的葡萄酒，你们喜欢喝酒的话都可以尝尝。众人惊讶地打开坛子闻了闻，闻到浓郁的酒香，才确定秦家是真舍得把那么贵的酒给他们喝。最后这场竣工宴竟是吃了快1个时辰，喝了酒的男人们都晕晕乎乎的被自己媳妇儿扶着回了家。青青哥，你就让他留下来和团团他们玩一会儿吧，反正天色还早呢，咱们两家也离得近，晚些的时候啊，我再让晋池送他回去。秦晋见主人家都发话了，也就同意了。大牛夫妻和秦德正夫妻俩和秦晋池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便都还没走，打算留下来帮忙收拾一下。秦俊峰见江婉婉和秦晋池他们把院子都收拾好，正坐在桌子旁喝着茶，便局促地走过去。婉婉婶婶，晋池叔叔，怎么了，俊峰？婉婉婶婶，你是怎么做鱼的呀？为什么你做的鱼香香的，一点也不腥呢？因为婶婶加了很多香料啊，而且大家觉得鱼腥臭啊，是因为做的时候呢，都只是用水煮一煮，做法太简单了，这样是没有办法去腥的。秦俊峰像是听明白了的样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秦晋池没想到这小家伙会跑来问这种问题，江婉婉倒是觉得这小孩挺不错的，俊秀又礼貌。刚刚和团团他们坐在一起时，还会给弟弟妹妹们夹菜吃。俊峰哥哥，你要不要和我们玩呀？哦，好啊。俊峰哥哥，你和我们玩小马车吧，姐姐给我们做的可好玩了。桌子上摆放了3架小马车，风格各异。秦俊峰看着小马车，眼睛亮晶晶的。虽然念了1-2年的书，性子沉稳了些，但到底还是个孩子。
还是喜欢这些小玩具的年纪。等天色渐渐黑了，秦父、秦母和秦金燕他们今天回去的很早，秦俊峰这时也依依不舍地打算回家了。俊峰在长华书院念书，是不是都在书院里吃饭呢？见他点头，江婉婉又继续说道：婶婶在县里摆摊卖好吃的，你们书院的大哥哥呀都会去吃呢。村长家的秦月哥哥也会去的。俊峰中午的时候呢，可以跟着秦月哥哥来找婶婶，婶婶可以给你加餐的。好，谢谢婶婶。狗蛋儿和二娃早些时候就被他们爹娘给带回家去了。哥哥，你明天还来吗？哥哥明天要去书院念书了，不能来和团团玩了。不过等哥哥放假了，就可以找你了。好吧。看着他爹爹和俊峰哥哥慢慢走远，团团才叹了口气，牵着江婉婉的手进了门。娘亲，爹爹送俊峰哥哥回家，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爹爹他们刚去没多久，估计这会儿啊才到你俊峰哥哥家呢。哦，好吧。江婉婉见他嘟着嘴，很是烦恼的样子，就知道这小家伙是太无聊了。秦晋池回来时，看着他红润的嘟嘟嘴，疑惑地看了江婉婉一眼。团团这是见他小伙伴都走了，无聊呢。晋池，你的案几是不是也做得差不多了？这2天再收个尾，就大功告成了。等你的案几做完，就得给咱们新房子做新家具了。原本江婉婉想说直接买的，但秦晋池觉得还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质量更好。江婉婉后来也认为，这样可以自己设计喜欢的家具样式，还方便布置新家，就答应了。不然秦晋池才做完案基，应该好好休息休息的。3天后，秦晋池就把案基彻底收了尾，剩下的就是找买主的问题了。不过他们也不着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做新家具，布置新家。江婉婉打算先把大家的床都做好后，别的客房什么的就可以慢慢做了，还有衣柜、床头柜这些。想到这儿，江婉婉不住地皱着眉，需要做的实在是太多了，秦晋池哪里能做得过来？咱们需要做的家具实在是太多了，你肯定是做不过来的。要不把你师傅他们叫过来和你一起做吧，或者咱们把图纸给他，让他帮忙做一部分。那我们把图纸给师傅一些，让他来做吧。他的手艺自然是比我要好的，而且速度也很快。那行，咱们就按市场价给他吧。午后，李大山正在家里忙活着，就瞥见秦晋池紧张又犹豫地站在门外。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才走到门口，没好气地说道：进来吧，你来找我干嘛？秦晋池连忙把图纸拿出来。师傅，我盖新房了，打算多点家具，但是一个人做不过来，就想请师傅帮忙做一些。李大山聚精会神地看着图纸，一时并未答话，看了好一会儿，才双眼冒光，激动地问道：你这图纸哪里来的？李大山被图纸上精美又简约的家具迷得脑袋都发昏了，这要是做出来卖，估计客人都会络绎不绝。这是我娘子画的图纸，是给我们新家设计的。你娘子？李大山回忆了好一会儿，他记得秦晋池的娘子可是个什么也不会，空有副皮囊的妇人呢，她竟能有这种大才能。婉婉现在很好了，她还设计了一套精美的案几，比图纸上这些家具好看数倍。我已经做完了，等有机会卖出去呢。师傅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看看。行，我有时间就去。你这图纸就先放我这边，我会先紧着你的做的。哎，好，价格就按市价给您吧。你到时候看着给便是。和李大山商量好，秦晋池便回了家。他师父看着已经没生气了，想到这儿，秦晋池的心中愈发的松快，步伐都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解决完这件事，江婉婉也放下心来，专心地研究起了别的吃食。咱们哪来的黄豆啊？你出门的时候我买的，用来做新吃食。这黄豆能做什么吃食啊？不就是用来做酱油的吗？平时偶尔干炒一下，虽然也挺香的，但应该没有人会买吧？等把工具都准备好，你就知道我能用黄豆来做什么了。最后，秦晋池带着江婉婉画的铁板和石磨出了门。铁板得去铁铺定做，石磨倒是自己也可以做。之后，江婉婉和秦晋池又去卖了几天土豆，
秦晋池就把豆腐需要的工具都准备好了。江婉婉估摸着土豆也不剩多少可以卖了，索性就打算暂时停了。老板娘，怎么就不卖了呀？那我们以后可吃什么呀？对呀，我媳妇儿可就指着土豆下饭呢。我们家土豆已经基本卖没了，不过过几天会有新的吃食的。但香香辣辣的土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后来有了鱼丸，它也就红火了一阵，完全没有撼动它的地位。大家自然都有些不相信新吃食会比土豆更好吃，不过知道人家土豆已经卖完了，也没办法了，只能祈祷新吃食也能有这样的好滋味。晌午，秦月带了秦俊峰过来，王灵芝和沈岩他们也在旁边。江婉婉见小家伙第一次来，土豆和鱼丸都给他少放了辣椒面儿。俊峰，快拿着吃吧，小心烫。其他人就还是照旧。秦俊峰是第一次吃狼牙土豆，也是吃得喷香。都吃完，他也和其他的书生哥哥一样，掏出了铜板，打算付钱。婶婶不是说要给俊峰加餐的吗？哪能还有你的钱呢？那谢谢婶婶。我叫你嫂子，这小家伙叫你婶婶，又叫我哥哥，这辈分属实是有些乱了。江婉婉也笑了笑，所幸他们也没有亲戚关系，乱一点倒也没事。众人吃完要回去书院了，江婉婉才连忙说道：我要休息几天了，之后不卖土豆了，不过会有新的吃食的。众人听着这话都纷纷愣住，江婉婉又无奈地解释了一遍，他们再不情不愿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等他们都回书院去了，秦晋燕和江婉婉开始收拾起了小摊儿。秦晋燕手中动作着，全然没发现李雪珍和小玉正从街头走了过来。李雪珍隔几天便会来他们小摊儿和她一起聊聊天。江婉婉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只好提醒旁边的呆子：雪珍来了。啊！秦晋燕抬起头，看着款步走来的人，连忙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衣服。你来了？江婉婉看着不自在的两人，便做主带他们去吃面。自从2个月前，李远带着李雪珍和苏荷来他们家吃饭，江婉婉提点了秦晋燕几句之后，她就变得主动了很多，会给李雪珍精心地准备小礼物，也会把她写的故事给李雪珍看。李雪珍原本就对她有好感，如今更是早已芳心暗许了。这后面李远和苏荷又带着他来家里吃了几次饭，这一来二去，他们也看出了两人都对彼此有意。他们原本还怕自己女儿伤心，这下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几人走到面馆坐下。老板，今天有牛肉面吗？有，昨天恰好买了几十斤上好的牛肉。那来4碗牛肉面，每碗都多加1份牛肉。哎，好嘞。其中1份别加葱，多加点醋。李雪珍见他都记得自己的喜好，嘴角不住的上扬，心中甜蜜不已。吃完饭，李雪珍带着小玉陪他们去摊位那边推车，秦晋燕和他走在后面说着话。嫂子说这几日我们都不来摆摊了，不过过几天会卖新吃食，你记得来啊。李雪珍听他说要好几天不来，心中不免有些烦躁，即使有新吃食也提不上来劲儿。秦晋燕见他不开心，踌躇片刻。我和我哥学了几天，雕得有些丑，你别嫌弃。李雪珍眼睛亮晶晶的，把它拿在手里不住地把玩着，虽然并不贵重，但她却爱不释手。谢谢，我很喜欢。那我和嫂子先回去了。眼看他要走，李雪珍使劲捏了捏衣袖中的荷包，迅速地拿出来塞到他手里，便拉着小玉快步离开了。秦晋燕呆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了街角，他才后知后觉地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荷包。青绿色的荷包上绣着一丛丛翠竹，很是清雅，依稀还能闻到若有似无的幽香。秦晋燕摩挲着上面的翠竹，我们该走了。嫂子，我们走吧。怎么样，婶婶做的小饼干好不好吃？好吃，好吃。
娘亲，那是什么呀？爹爹说是做好吃的东西，是真的吗？对，一会儿啊，就用它来给我们家团团做好吃的。秦晋池从木工房出来，见他已经回来了，也连忙走过来。一会儿就做吗？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做好了，晚上你们就都可以尝尝了。不过狗蛋儿和二娃今天回去的早，倒是没机会吃到豆腐了。晋池，你快进来帮我把锅里的豆腐放进豆腐槽里。秦晋池听见他的喊声，连忙进去帮忙。忙活了1个多时辰，豆腐终于都压上了，只等它定好形就可以了。虽然豆腐还在压着，但木盆里的豆腐脑可有不少。江婉婉知道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便调了咸甜2个口味的酱汁。好了，快来尝尝豆腐脑，我做了2种口味呢，你们都尝尝，看看喜不喜欢。团团和秦母都是喜欢甜的人，两人果断端起了加了甜料汁的豆腐脑，舀起1大勺就放进了嘴里。咸豆腐脑酸辣甜香，咸豆腐脑透着桂花和葡萄的花果香味儿，也是异常香甜。好好吃啊，滑滑的甜甜的，和果冻一样好吃。没想到豆子还能做出这般好吃的东西。秦晋池、秦晋燕和秦父吃的是咸豆腐脑，也吃得喷香。秦晋池见他和团团都吃甜的，就一人喂了他们1口自己碗里的咸豆腐脑。咸的也好吃。团团吃了1口他爹爹的咸豆腐脑，咂巴了一下嘴巴。爹爹还是甜的好吃。说完还舀了1大勺递给秦晋池。秦晋池吃了1口，摇摇头，还是咸的更好吃一些。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团团嫌弃地看着他，他觉得自家爹爹一点都没有品味，只好凑到江婉婉旁边小声吐槽：娘亲，是不是甜的更好吃？爹爹太没有品味了。听着他的话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这小家伙是不是听他说的，竟然还知道品味这个词。娘亲，你说是不是？果然，咸豆腐脑和甜豆腐脑的派系之争到哪里都不会结束。娘亲觉得都好喝呀。团团撅撅嘴，狐疑地看他一眼，像是想辨别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说谎。见他还是毫无所觉地吃着豆腐脑，团团叹了口气：娘亲果然是被爹爹带坏了，都跟爹爹一样的没品味了。吃完豆腐脑，豆腐香槽里的豆腐也已经压成了紧实的四四方方的形状。现在已经接近傍晚，他们吃完豆腐脑都还很饱。江婉婉今天忙了一天，有些累，也就不做铁板豆腐了，打算先放着，第2天再弄。你多穿点啊，现在天气这么凉，染了风寒怎么办啊？没事儿，我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的，而且就这一小会儿也不冷，不碍事的。江婉婉见他强词夺理，瞪了他一眼，虽然没什么威慑力，但秦晋池怕他生气，却很吃这套。好，我以后不这样了，洗完澡一定穿好衣服。哼，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小学人精。娘亲，别捏团团的脸。团团这段时间吃得好，倒是不像刚开始那样瘦瘦小小，已经是个白白嫩嫩的小奶团子了。团团歪倒在秦晋池怀里，摸着秦晋池坚硬的腹肌，嫌弃极了：爹爹身上的肉好硬啊。还是团团的肉比较舒服。团团的腿确实比较软，估计是特别的好吃啊。说完还轻轻用牙咬了一下，小家伙撅着小嘴踹他一下，一咕噜爬进江婉婉怀里。乖爹爹，团团的肉是不能吃的。听着小人儿毫无力量的控诉，秦晋池不禁笑出了声。江婉婉抱着怀里的小家伙也是满脸笑意。好了，乖乖帮爹爹和娘亲暖被窝吧，小暖炉。第2天一早，江婉婉醒来时，团团正趴在她床边，笑嘻嘻地盯着她看。团团，怎么这么早就醒了？不困呢？爹爹让团团和娘亲多睡一会儿，可是团团睡不着了。那咱们起床吧。2人穿戴整齐，江婉婉就牵着她的手，打算去厨房煮几碗面条当早饭吃。香喷喷的荷包蛋吸满了酸辣的汤汁，吸一口面条，再吃个荷包蛋，好不快活。
江婉婉和团团吃完无聊，便双双趴在桌子上看着他吃，眼睛都亮晶晶、圆溜溜的，不愧是母子俩，小表情都如出一辙。我去洗碗。临近晌午，秦父秦母他们也过来了。江婉婉把定制的铁板给刷洗干净，又用油抹了一遍，就基本可以用了。把昨天做好的豆腐取出来，切成厚薄均匀的块状，在铁板上倒适量的油，把豆腐整齐地放进去，煎至金黄，然后在碗中加入五香辣椒面、熟芝麻、盐、白糖、酱油、孜然粉、香醋、葱蒜以及少量的水，混合均匀后倒在金黄的豆腐上，小火继续煎至豆腐吸饱汤之后，再在豆腐上均匀地撒上辣椒面、孜然粉和葱花，这样麻辣鲜香的铁板豆腐就完成了。不过铁板上的一个小角落里的豆腐，江婉婉就没放太多辣椒，是特意给团团留的。嫂子，这就是豆腐吗？比昨天的豆腐脑还好吃，我感觉比狼牙土豆还好吃啊！秦父秦母头都不抬地吃着，都等不及豆腐凉下来，就塞到嘴里吃上了。秦晋池惊讶地吃着弹嫩香辣的豆腐，想不到普普通通的豆子竟能做出如此美味，真好吃啊！这时突然就听见院外的大门啪啪作响，一打开门就叫小宝小鼻子一动一动地嗅着满院子的香味儿。李贵和李氏则不好意思地站在他后面。景池啊，你家做的什么呀？实在是太香了，我家小宝闻着味儿实在馋得厉害，一直缠着我和他娘要吃呢。三哥三嫂，你们快进来，我妈做了豆腐，你们快来尝尝吧。李贵夫妻二人并不知道豆腐是什么，不过这味道这般馋人，也顾不上多问，而小宝早就溜进院子里去了，正张着嘴巴吃团团给他吹凉的豆腐，吃的眼睛都眯起来，好不享受。江婉婉见他们夫妻俩进来，连忙拿出2副碗筷，从铁板上给他们盛上还烫乎的豆腐。两人有些局促，但却抵挡不住面前香味扑鼻的美食。等反应过来时，已经接过碗筷，吃得喷香了。太好吃了，婉婉，你这手艺实在是太好了。不过这是什么肉啊？怎么口感这么嫩呢？倒是有点像你教我做的蒸蛋呢。我娘，这个是豆腐，不是肉肉的。这是用黄豆做的。啊！团团看他们惊奇的样子，捂着小嘴偷笑。小宝吃着香香的豆腐，呆呆地看着团团哥哥笑，他也跟着笑。他们知道，这豆腐要真是豆子做的话，肯定其中的步骤也不简单，估计就算是人家说的独门秘方了，也就都识趣的没有继续追问。一大铁板的豆腐被迅速吃光，江婉婉又取了2坨四四方方的豆腐出来，切好后继续煎炸。很快，第2盘铁板豆腐的香味儿就开始四处飘散，夫妻俩也顾不上别的了，继续端着碗大快朵颐起来。江婉婉觉得一群人热热闹闹的在院子里吃着铁板豆腐的感觉特别好，有时间可以弄烧烤吃，估计也很不错。李贵一家吃完了豆腐，才扶着肚子打道回府。今天外面太冷了，你们要早去早回，要我团团就别咱们的宝贝儿子实在是太可爱了，这新衣服也特别好看啊。爹爹，是娘亲给团团的新衣服，你看都是小兔子哟。这衣服呀，光布料就花了好些钱呢。我觉得要是做成衣服，咱们团团穿上肯定很好看。我设计了样式，衣服啊是娘亲帮忙做的。咱们团团穿上这样好看，就算是贵一些也是值得的。团团乖乖地坐着，充当着吉娃娃，任他们俩打量。见时间不早了，江婉婉把团团抱下床去洗漱了。秦父秦母他们也过来了，几人看着软萌萌的团团，眼睛都亮了。我的小孙孙可真是好看呐。他知道这衣服好看，却没想到团团穿上身如此可爱，软糯的小团子竟是把这衣服都衬得更精致了。阿弟，
咱们该出发了。那我们走吧。这小家伙昨天缠了我一天了，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呢，不然我也不会把这么厚的新衣服给他穿上啊。最后把团团放上推车，几人才开始出发。几人很快就到了县里，他们如今又开始用一开始的那个摊位了。原本在那儿的林二娘许是生意不好，已经1个多月没来过了，把团团抱下来站着。秦母和秦晋燕帮忙把铁板架好，一切都准备就绪。香婉婉就先煎上一锅豆腐，没过多久就来了几个熟客。老板娘，你们可算是来出摊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新吃食啊。哎，价格怎么样？快给我来一份吧。价格和土豆一样，都是5文钱一份。几人见价格和土豆一样，也就放心了。很快，豆腐就在煎的过程中吸饱了汤汁，再在上面撒一层辣椒面、孜然粉和葱花。第1锅铁板豆腐就做好了。好吃，够味儿。哎呀，这好像比那土豆好像还更好吃一些呢。终于吃上一口好的了。我这几天都念着土豆，想的不行了。还好这新吃食完全不输土豆啊，这新吃食又香又嫩的，比肉还好吃呢。几人都不禁觉得新吃食价格还挺便宜，吃着像肉似的。我这新吃食叫铁板豆腐，可不是肉，不然卖5文钱呀，我估计得亏死了。老板娘，你这豆腐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呀？感觉以前完全没吃过呀。那可不能让你们知道，我这可是独门秘方呢。第一批客人都吃完1份豆腐后，都意犹未尽的要了几份带走。天气凉飕飕的，街上的行人们路过豆腐摊时，都会被霸道的香味吸引。豆腐很好吃哦。有些人原本不愿意花5文钱买那么点吃食的，但看着像小仙童一样可爱精致的团团，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摊位旁，鬼使神差地要上1份豆腐，把豆腐吃到嘴里。他们也顾不上盯着可爱的团团看了，专心品尝起竹筒里的美味来。就连那些穿着华贵的夫人小姐，被豆腐吸引的同时，都情不自禁地盯着团团看。他们家里也都有小孩，看着他身上精致漂亮的小衣服，都特别想给自家孩子也买上一件。小家伙，你长得可真好看呢啊！你这小衣裳哪里买的呀？可以告诉婶婶吗？婶婶，团团的小衣服是娘亲和奶奶给我做的，不是买的。看，还有奶奶缝的小兔子呢，还有，团团的小帽子上还有兔子耳朵，还有长长的围脖，这样把脖子围起来就不冷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打算回去让家里的绣娘也给他们家儿子做一件。思索间，他要的那份豆腐也做好了。给，您的铁板豆腐一共5文钱。他连忙把钱付了，闻着竹筒里香喷喷的豆腐香味儿，瞬间就口齿生津了，手不受控制似的拿着牙签插了一块豆腐吃了一口，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给我再来5份，其中1份呐，少加辣椒。香婉婉见已经卖了大半了，也就不卖了，等着一会儿书院的人来。小姨、苏奶奶，团团好想你们呀！团团宝宝，你今天好可爱呀！今天这么冷，团团怎么来了呀？娘亲不让的，可是团团好想来。哎呦，团团这身衣服可真好看，在哪里买的呀？我竟不知道这县里还有这种手艺的店铺。李雪珍也不由得低头看了起来，团团开心地笑了笑，两颊的小酒窝让她看上去更是个小甜仔了。快把团团给我抱抱！娘，你先等着，我还没抱够呢。苏荷只能眼巴巴地继续拉着团团的小手把玩了。小家伙无奈又幸福地乖乖让李雪珍亲着抱着，等她亲够了才糯糯地开口。小姨，团团的小兔子衣服是娘亲和奶奶做的，不是买的。这是嫂子做的新吃食，叫豆腐，快尝尝。李雪珍看了她一眼，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团团放下来，接过豆腐。哇，好好吃啊！好吃。我觉得比狼牙土豆和炸鱼丸还好吃呢。婉婉姐，你太厉害了！江婉婉又特意给他们单独煎了一些，不一会儿
就热腾腾的出了锅。两人吃完一份儿，还有些意犹未尽，江婉婉给他们多装了好几份儿，正好还能带回去给李远尝尝。两人趁着豆腐还热着，也就没有停留太久，走之前还稀罕的把团团抱走了。团团在这待着不仅无聊还冷，江婉婉就让他们抱走了。等他们卖完豆腐再去接小家伙就是。爹，我们回来了，婉婉姐他们卖新吃食了，叫铁板豆腐，可好吃了，你快来尝尝。什么新吃食啊？这味儿闻着可真不错。李爷爷，团团来找你玩了。李爷爷好想我们团团呀。嘿嘿，团团也好想李爷爷的。好了，别和团团玩了，快过来吃豆腐吧，凉了味道就没那么好了。李远这才抱着团团坐下，看了看桌上还隐约冒着热气的豆腐，这不热乎着呢吗？说完就迫切地直接拿过筷子，夹了一块豆腐吃了起来，一连吃了一竹筒，才暂时放下了筷子。这豆腐软嫩爆汁，和狼牙土豆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但和土豆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好吃好吃。当然好吃了，还有软软甜甜的豆腐脑也好好吃的。李远他们听着不免有些好奇起来，这豆腐做成甜的是什么味道？把团团抱在怀里，李远很快就吃完了3份铁板豆腐，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了。剩下的2份也早被李雪珍和苏荷吃个精光。豆腐有些辣，也没给团团吃，苏荷就把家里买的花生酥、杏仁酥还有蜜饯之类的小零食都拿到团团面前。团团吃了好多江婉婉平时做的小零食，所以他现在口味都被养刁了，对这些甜甜腻腻的糕点完全没有以前那样感兴趣。不过小家伙特别乖巧懂事，每样糕点都努力地吃了一块。糕糕好好吃啊，可是团团好饱呀，都吃不下了。那好吧，团团要是喜欢，苏奶奶把糕糕都给我们团团包起来带回家吃。苏奶奶，团团不能吃太多甜甜的糕糕了，娘亲说吃多了牙齿会好痛好痛。你娘亲说的对，小孩子确实不能吃太多甜甜的东西，那团团就别吃了，要不苏奶奶还是给你煮碗面吧，好不好？你才吃了几块糕点，能有多饱啊？那团团再努力的吃点面面吧。好，苏奶奶这就叫人做。他们一早吃了饭才出的门，所以只需要给团团做就可以了。这边团团呼哧呼哧吃着面，另一边的长华书院也下了学。你们看，我就说今日赶大集，他们准会来吧。沈岩也看着那小摊儿，双眼放光。江婉婉正给铁板上的豆腐翻面，见他们走近，笑着说道：“得先等等，还要再煎一下呢。”婶儿、阿燕，你们今天生意怎么样啊？挺好的，剩下的都是给你们留着的。阿月呀，你们穿的这长衫都挺薄啊，回去得让你娘或者你奶奶他们给你做厚衣裳了。我娘今天就给我送了，这天气是越发的冷了。几人聊着天儿，江婉婉这边的豆腐也煎好了，加入料汁，咕嘟一会儿就好了。看大家都有些冷，江婉婉就多撒了一些辣椒面，这样辣辣的会暖和一些。最后再撒上葱花和孜然粉，一份热腾腾香喷喷的豆腐就装好了。众人还自带了米饭，就着吃，别提多下饭了。老板娘，你这手艺真是没谁了，每次的新吃食都不会失望。这豆腐感觉和土豆和炸丸子一样好吃啊！不吃你们的土豆和丸子，我这几天都吃不下饭了，还好有了豆腐。见他们吃得开心，江婉婉也很高兴，趁他们先吃着，便把秦母刚刚切好的豆腐也都给煎上。等他们把第一锅都吃完，第二锅也煎好了。等他们都吃得心满意足，才付钱走人。秦母看着远去的书生们，心中激动不已。他都不止看见这些书生们来吃1次2次，但这些人保不准以后可都是秀才老爷，还天天来他们的小摊吃东西，说出去别人还不羡慕死。又看看大木盒子里满满的铜钱，秦母脑袋都是晕的，
他不禁又看了看身旁笑盈盈的江婉婉，就算发丝凌乱，也掩盖不了她的美。秦母不住地点头，不愧是他儿媳妇儿，不仅长得标致，有一手的好厨艺，还能赚钱，还能给团团设计那么好看的衣服。娘，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事儿，没事儿，娘就在想，咱们今天能赚多少钱呢？应该有个5两银子了吧？你以前不是说大概能赚3两银子的吗？那是咱们刚开始卖土豆的时候，后来加上鱼丸的话，就差不多有5两了。现在虽然只卖豆腐，但咱们准备的又不少，自然也不少啦。秦母只觉得脑袋更晕了，愣愣地点着头，也顾不上说什么了。秦敬燕天天跟着江婉婉出摊儿，如今看着木盒里的铜钱，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收摊后把推车存放了一下，江婉婉就打算先去买点菜和肉，再去接团团。婉婉呐，你怎么还买几根没肉的骨头呢？虽然不贵，但也没有必要买呀。这筒子骨是买来熬汤的，骨头汤很香，我们可以早上用来煮面吃。两人听完他的解释，才了然地点了点头。去李府接团团的路上，在路边上有个黑瘦的中年男人在卖着什么东西。江婉婉他们隔好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腥味儿。婉婉，咱们走快点儿，太臭了。但江婉婉闻着这味道，却走不动路了。我想过去看看。两人见他眼中满是浓浓的兴趣，也只能由着他了。走到那黑瘦男人的小摊旁时，江婉婉看了眼摆着的东西，眼里都是亮光，想不到竟还能有这样新鲜的海鲜卖。只见小摊上大大的木桶里装着一些动来动去的鱿鱼和大半桶的花甲。见江婉婉盯着桶里的东西看，他以为他只是好奇，便局促地介绍了一下。这是多角虫和石头虫，你别看这种多角虫长得吓人，其实是可以吃的。你这是怎么卖的呀？啊？蒋大海愣愣的，完全没想到眼前的漂亮姑娘竟是真想买这丑陋的多角虫，一时之间都没反应过来。我问怎么卖的？您看着给吧。想到自己花的那20文钱的马车钱，又说道：但也不能太少。江婉婉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大概了解了，估计从没卖过东西，换个人估计被坑了都不知道。这样吧，你这桶里的东西我都要了，给你100文，可以吗？可以。江婉婉把钱付了，想了想，又问道：你家离海很近吗？很近啊，我家没东西吃，就都会吃海里的东西。江婉婉思索了好一会儿，问道：那你们捞上来的东西除了这2样还有别的吗？有啊，还有好多全是壳的虫和特别大的鱼，不过那些虫都没肉，还有钳子，会咬人，不能吃的。我就要那些虫子。这样吧，你下次呢，把你捞到的所有东西都给我送过来，无论是什么，我都3文钱1斤收。小姑娘，你可别唬我。婉婉呐，这虫子怎么能买呀？这可不能买呀。娘，我要买自然有我的理由了，你放心，这要是做好了，可香的很呢。可是秦母看他眼神坚定，心里虽然担忧，但也妥协了。行吧。蒋大海见秦母把江婉婉拉过去，就死心了。他就知道哪儿会真有人买那些东西，还3文钱1斤的买。那些带硬壳的虫，你多久能捞上100斤啊？蒋大海见他又回来，又燃起了希望。我3天就能捞够的，而且现在天气冷，带过来也不会死的。行，那你买100斤就给我送过来吧，送到秦家村的秦晋池家，城门口往东走半个多时辰就能到了。你到时候要是实在不认识啊，就问问路上的人吧。哎，好，我肯定给你送到，但你可不能骗我。我家在临县，坐马车过来得要3个时辰呢，很费功夫的。江婉婉皱了皱眉，3个时辰，可就是6个小时啊，这也太远了。你坐马车要花多少钱啊？20文。那这样吧，你给我送过来，坐马车的钱呢，我也给你补上。蒋大海回去的路上都还是晕乎乎的，这是真的吗？竟真有人花那么多钱买那丑虫子，
不过见到姑娘的态度很认真的样子，估计也不会有假。娘亲，把团团抱在怀里，见今天梨园也难得的休沐，便说道：远叔，你们反正无事，要不今天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今天啊做点新吃食给你们尝尝。行，我们呐都想念婉婉的手艺了，今儿可要多吃点了。好，李爷爷、苏奶奶和小姨都去。今天陪我们团团多玩会儿。秦清燕看着李雪珍，高兴极了，但见李远和苏荷都在，努力地克制住了，只是脸上的笑意却怎么都散不去。江婉婉他们还得推车，就先回去了。团团就留下来和他们坐马车回去。到家之后，秦母和秦静燕把推车上的东西都取下来，江婉婉就让他们进屋先歇着。不过秦母还惦记着家里养的2头猪，秦父一早上都在帮秦静池做家具，也没时间，所以秦母就急急忙忙先回去了，估计要好一会儿才回来。来的路上几乎都是秦静燕在推车，江婉婉就让她先去屋里休息，收拾好就开始准备菜了。她打算做一顿烤肉，刚买回来的鱿鱼和花甲就做成铁板鱿鱼和蒜香花甲。都准备好后，秦静池提着木桶走了进来。哎，怎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团团呢？团团和仙丽他们一起回来，我邀请他们来咱们家吃饭呢。那今天咱们做什么菜啊？我们今天呀吃点新鲜的，叫烧烤。那还需要做什么？我来帮你吧。团团这几天不是吵着要吃虾吗？我今天去捞了一些。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江婉婉把桶接了过去，这虾很大只，用来做烧烤也不错。这也是吃的，这要怎么吃啊？等我做好了你就知道啦。好吧。秦静池满是不可置信，不过也不敢反驳自家媳妇儿。她现在在他们面前有时候可凶了，像是养熟了的猫咪，咬人的时候可不会客气。娘亲，娘亲，这是什么呀？团团害怕。今天咱们吃点没吃过的东西，叫烧烤，咱们边烤边吃。这个是蒜蓉花甲，味道也很不错的，大家都快尝尝吧。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试探着把筷子伸进了木盆里。秦静燕一直是个合格的吃货，她率先加了个花甲，无师自通地嗦了下甲壳上的汤汁，就急切地把壳里的花甲肉叼进了嘴里。花甲肉吸满了汤汁，入口蒜香味十足，还带着微微的辣和淡淡的鲜甜味儿。秦静燕3两下就解决了好几个花甲，见所有人都还愣愣地看着她，真的特别好吃，你们快尝尝。几人见她吃得香，就都开始品尝起来。李远只吃了一口，就又惊讶地看了看盆里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不住地夸赞起来。这味道真是太美妙了，这种不起眼的东西竟能做得如此好吃，咱们真是有口福了。其他人都在附和地点头，然后继续嗦着鲜甜的花甲。团团被李远放到了旁边的椅子上，还给他装了一整碗的花甲。小家伙用筷子夹了几个花甲，吃完后就果断放下了，直接上手，一个一个嗦着吃。不一会儿，他小碗里的花甲就被吃了个精光。李爷爷，快给团团再舀一碗，嚯，好好吃啊！李远听完，连忙给他又装了一碗，他吃得喷香，都忘记旁边的小家伙了。婉婉啊，你这手艺还不如直接去开店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打算，不过我们攒的钱啊都修房子了，得再摆摆摊，先攒点银子再去看店铺呢。其实呢，我也有2处商铺，都挺大的，位置也不错，有一处还是2层楼的。你们要是想开店，可以先用，以后是想租还是想买，都可以再说。啊，那就真的谢谢远叔了，我们明天就去看看。哎呀，谢什么？你们以后多让我们一家来蹭蹭饭就成了。您说哪里话？你们能来啊，我欢迎还来不及呢。呀，我忘记给你们端酒了，我这就去端。不一会儿，江婉婉就把酒壶端了上来，李远和秦静池他们自己倒着酒就喝了起来。
你们家这房子修的倒是漂亮啊，你们什么时候搬进去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呢，里面还没什么家具呢。你不是可以做木工吗？没有事先做好一些吗？袁叔，你有所不知，晋池这段时间呢，得了块好木料，一直都在做暗基呢。什么暗基要做那么久啊？我要不带远叔去看看吧。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回来。只是李远一出来就满脸严肃认真，他完全忘不了刚刚进去看到的那副暗基，做工精致繁复，设计新奇不说，上面雕刻着不知名的鸟类，看着栩栩如生，仿佛即刻就要展翅飞去。就连配套的椅子也是一样的精致，整套暗基精美的同时还透着一股威严感。如此精美的物件哪能随意卖出，使它蒙尘。你这副暗基卖给我吧，我有大用处，1000两银子。不止秦晋池和江婉婉，其他人也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除了苏荷和李雪珍，其他人都看过秦晋池做的那副暗基，虽然知道那般精美的物件必然能卖出高价，但他们也就想过卖个100到200两的样子。如今听着李远的话，确实被狠狠震撼到了。苏荷见李远这副认真的样子，就知道肯定不简单。他和李雪珍也都去看了看，才明白他的用意。若是献给那位，苏荷不敢想了。如今那位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圣上又是偏爱这种物件的人，若是送给他，他再把此物件献上去，圣上必定会对他好感倍增的。他和李远深深对视一眼，都明白这暗基虽然只是个物件，但要是用对了地方，可远远不止这1000两的价值了。李远见两人好一会儿也没说话，想了想又说道：你们要是愿意，我县里的商铺也可以送一处给你们。不用远叔，1000两银子足矣了，哪里还能造你的商铺啊？明天我们去看看商铺，要是合适的话，我们就直接给你买下来。可以，那这暗基我明天可就让人搬走了。什么时候都可以，看您方便。第二天，秦晋池和江婉婉一早就去了县里，仔细看了看李远的2处商铺，最后他们要了2层楼的那间，最后李远也就收了他们100两银子。他们夫妻2人都很是感激，都明白李远这就相当于是白送了，这样大的商铺估计没个300-400两是下不来的。2人都把他的恩情记在了心里。李远把暗基搬走当天，就除去商铺钱，给他们送来了整整900两的银票。他们拿着银票就开始琢磨起其他事了。如今有了钱，江婉婉就不让秦晋池花太多时间在他们的家具上了，最后大部分都包给了秦晋池的师傅李大山。家具的事儿就先暂时放到了一边。如今有了商铺，江婉婉心中的想法就愈发多了，也很纠结。原本她是想做海鲜的，但是又觉得有些单调，这冬天来了，吃火锅才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她海鲜也不想放弃。思来想去，最后把视线定格在了他们旁边的商铺。老板，你们家这生意怎么样啊？你们看我这儿像是生意很好的样子吗？那您这店铺可愿意卖吗？那老板听着这话顿了一下，才掀起眼皮，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俩。这店铺开了1年多，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亏钱，他早就要把铺子转手的念头了，如今可不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只见他眼珠转了转，才说道：我这铺子位置可是很不错的，要不是因为我要搬去临县了，原本也是不想卖的。江婉婉和秦晋池眼睛带笑，也不拆穿。那老板，你说个大概数吧，我们考虑一下，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呢，我们就买了。这样吧，200两。秦晋池听完眯了眯眼睛，也不说话，直直地盯着他。那老板被秦晋池看得有些心虚，避开了他的目光，支支吾吾道：200两已经很划算了。老板，就你家旁边那2层的商铺啊，可都只需要350两银子就能买到呢，而且人家那商铺可比你这……江婉婉状似嫌弃地环顾着整间店铺，继续说道：大得多呀。不等他说什么，
江婉婉就一锤定音，130两。你要愿意的话，我们立刻就给银子，马上就可以去衙门里转让房契。不行不行，你这也太少了。那你要多少？200两银子是绝对不可能的。160两。这样吧，140两。店铺老板还是不同意，三人讨价还价了好一会儿，他们最终以150两的价格买下了店铺。店铺转让以及店里的东西都还需要收拾，所幸店里的商品也没有多少，双方便约定好了5日后正式交付。江婉婉大概的丈量了一下他们买下的这间店铺，按照1桌4人的规格，估计能放下10张桌子左右，这个规格不大不小，到时候如果生意很好的话，怕是还得排队的。不过轻微的饥饿营销也不错，把商铺都给搞定了，两人就回去了，得好好想想怎么装修才行。娘，你坐着，我来就行了。闻着骨头汤的香味儿，江婉婉动作迅速地给自己和秦静池盛了一碗面。娘，你们要不要吃荷包蛋啊？我多煎几个。秦父秦母都摇摇头表示不要，秦静燕和团团都一人还要1个。你们今天去看的商铺怎么样啊？价格什么的也都合适吧？挺好的，县令大人的商铺啊，很大很宽敞，还是2层楼的呢，他只收了我100两银子。那就好，县令大人可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咱们可得时时记着人家的恩情啊。放心吧爹，我和婉婉心中都有数的。秦父听完也不再多言，他知道他们夫妻2人是懂得这些的，也很有分寸，于是坐在一旁就开始喝起了茶。他极爱江婉婉做的糯米茶，无事时坐着逗逗小团团，就能慢慢喝个大半天呢。吃过饭，江婉婉洗着碗，才想起来她昨天买的五花肉只是吃烧烤用了几斤，还有几十斤还在空间里放着呢。收拾完厨房，等大家都出去了，她才把五花肉都拿了出来，打算做点猪肉脯给大家当零食吃。先把猪肉清洗干净，先放点姜片、葱和少量的白酒去腥，然后江婉婉就去把秦静池拉进厨房，给自己当帮工了。静池，你帮我把五花肉啊剁成肉糜吧，我给你们做猪肉脯吃。秦静池居高临下的看了他一眼，我可不轻易帮人呐，就看你给不给报酬了。江婉婉羞怯捶了他一下，流氓！太疼了，婉婉，我好疼啊！江婉婉明知道他是装的，还是忍不住关心他。哪里疼啊？我很轻的。等他弯腰想帮秦静池揉揉肚子时，他却突然直起身，把江婉婉拦腰抱起，抬头就吻上了她的唇。江婉婉瞪大眼睛，脸色通红。过了好一会儿，见秦静池还不把自己放下去，他又捶捶他的肩，只是拳头落在秦静池身上，他只觉得柔弱无骨，哪里有什么用处。江婉婉无法，也只能抱着他的头，由着他胡作非为了。江婉婉眼神迷茫间，突然就被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给震得清明了。爹爹娘亲，羞羞！只见团团一双小手都捂住了眼睛，如果忽略他手指间张着大大的缝隙，还能看清他圆圆的小鹿眼的话，倒确实是个乖宝宝的模样。都怪你，儿子看到了，怎么办啊？你怎么还抱着我？快放我下去啊！秦静池脸皮倒是厚，把他放下去后，脸色很正常的走到团团面前蹲下，透过团团张着的手指缝和他大眼瞪小眼。小调皮，才不是，爹爹和娘亲也要亲亲团团才行。秦静池和江婉婉好笑的对视一眼，一人一边在他软扑扑的小脸蛋上亲了好几下。爹爹和娘亲要给我们团团做好吃的了，你乖乖坐在小椅子上玩，好不好？团团知道了。快点剁五花肉。秦静池心虚地摸了摸鼻子，又凑过去迅速亲了他一口，才认真地剁起了肉糜。江婉婉呆愣片刻，又转头看了看低着头的团团，才放心地转过来，使劲儿掐了秦静池一下。秦静池吃痛一下，等他转过头想说什么时，却只看到了他白皙又柔嫩的脸蛋儿、秀挺的鼻子、卷翘的睫毛以及微微翘着的嘴角。秦静池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才唇角带笑地低头继续剁着肉糜。
等肉糜剁好了，就加入少量的面粉、五香粉、磨碎的糖粉、适量的盐和少量的辣椒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后，放着让它腌制着。姜文婉把猪肉脯装盘放在灶台上，便看着双眼放光的父子二人，笑着说道：“你们俩快尝尝吧。”猪肉脯吃起来香香甜甜，有一点微微的辣味儿，嚼劲十足。小小的一片就能品尝好一会儿，还越嚼越香，甜甜香香的，真好吃。秦晋池怀里抱着团团，父子二人吃着肉脯，腮帮子都是一股一股的。姜婉婉看看英俊的秦晋池，又看看他怀里软萌可爱的团团，脸上扬着幸福的笑容，心中满足极了。娘亲，娘亲，怎么了？娘亲脏脏的，像小花猫。你呀，弟弟，团团说的是不是很对？娘亲就是脏脏的小花猫啊。我脸上是不是有东西啊？快过来，我给你擦一擦。等姜婉婉站到他面前俯下头，秦晋池就拿过他的手帕，仔仔细细地擦拭起来。团团没有手帕，把小手缩进衣服里，用流出来的衣袖也和秦晋池一起擦拭起来。好了，团团和弟弟都帮娘亲擦干净了，现在娘亲已经干干净净的了哟。谢谢宝贝团团。好了，你们父子俩呀，在这坐着吃吧，我装一盘给爹娘端进屋里去。去吧。进屋时，秦父正坐在秦晋池帮他坐的摇椅上，悠闲地喝着茶。姜婉婉把猪肉脯送进去，他正好可以就着吃。娘，我做了猪肉脯，你快来尝尝吧。义父不着急的。来，就来。秦母把最后的一点线脚剪短，才走到桌前，拿着肉脯品尝起来。哎呀，这吃起来和你上次做的牛肉干倒是有些像呢。口感有点相似，但是味道不太一样。我看剑池和金燕啊，都挺喜欢吃上次的牛肉干的，但是牛肉不好买的，我便多买了一些猪肉回来做猪肉脯，还更便宜一些呢。两人说话间，秦金燕就从侧门进来了，看着桌上的东西，眼睛一亮：“嫂子，你这是又做什么好吃的了？我尝尝。”是猪肉脯，和牛肉干差不多，是给大家做的零食，无聊时啊就可以嚼着吃。秦金燕一连吃了好几片。好吃，越嚼越香。快傍晚时，大牛就背着一背篓的竹筒过来了。姜婉婉把钱结给他，又给他装了些猪肉脯。大牛哥，这是我新做的零食，你带点回去给狗蛋和嫂子吃吧。哎，那就谢谢弟妹了。狗蛋他娘还等我回去吃饭，我就先走了。等大牛回去后，姜婉婉就看着眼前的竹筒发起了呆。他们以后要是开店，估计就不会做狼牙土豆和铁板豆腐了，以后也用不到竹筒。但看着大牛笑呵呵的样子，他就有些说不出口。啊？怎么了？愁眉不展的？我们以后估计也不能摆摊了，狼牙土豆、炸鱼丸和铁板豆腐估计是都不能做了。只是大牛哥、李三哥还有德正哥他们好不容易靠着做竹筒和捞鱼赚点钱，如今我们用不到这些了，他们也就……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刚开始他们用不了太多鱼，就只让李贵帮忙捞。后来要的多了，秦德正也开始帮着捞了。秦晋池皱着眉思考起来：爹爹，娘亲，我们真的不卖好吃的土豆和豆腐了吗？对，不卖了，我们呀要开一家店铺，卖其他好吃的。土豆和豆腐都好好吃呀，上次的那些哥哥们可喜欢吃了，以后他们也吃不到了吗？姜婉婉这才想起来，他们还是得再去卖一天豆腐，跟那些书生们和熟客都解释一下才行。而且他们就卖了一天的铁板豆腐，还挺可惜的。姜婉婉正想和秦晋池说这件事，就被他打断了。婉婉，我有办法了，反正咱们也不卖了，要不我们把铁板豆腐交给他们，到时候赚的银子我们拿2成，这样不仅他们能多赚一些，那些吃惯了咱们吃食的客人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你说的对，晋池，你太聪明了。到时候他们可以在隔得比较远的几条街卖，生意肯定不差的。两人决定好这件事，第二天秦晋池就分别去把他们都邀请了过来。
狗蛋儿、二娃和小宝也跟着来了，一进屋就被团团拉去玩了。狗蛋儿哥哥、二娃哥哥还有小宝弟弟，这是我娘亲做的肉肉哟，很香香的。团团慢慢嚼着一块肉脯，见两个哥哥和小宝弟弟都吃得开心，他也很高兴。大牛哥、德正哥还有三哥，我和婉婉呢，打算在县里开餐馆，以后估计着都不会去摆摊了，所以我们就用不着竹筒和鱼了。三人听完这话，脸色都有些不好，不过并不是责怪，而是无奈和难过。难过的是，他们这2个月好不容易多赚了点钱，现在这份活却这么快就没了。无奈的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改变。缓了一会儿，大牛才说道：没事儿，开店是好事儿，好歹我们这2月也赚了点银子呢。开店以后，肯定没办法摆摊呐，用不到鱼和竹筒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们用不着，我们就不捞了。之后就不再说话，但他忧愁的表情就已经表明了一切。不过虽然我们不收竹筒和鱼了，但是我们想把铁板豆腐和炸鱼丸的方法都教给你们，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卖。铁板豆腐味道很好，只会比狼牙土豆更好卖的。等明年土豆种出来，我们也会教你们做土豆的。三人听着秦晋池的话，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真的吗？你们怎会？李贵和秦德正都头脑发昏，完全想不到这种好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不过……三人紧张地看着秦晋池，然后就听他说道：这赚的银子呢，我们要2成。晋池啊，我们要2成就行了，这样你们太亏了，这可是你们的菜方啊。德正哥，我们这2成啊，就相当于是菜方钱了，我们不出材料也不出力的，2成足够了。但是你们想要赚钱的话，可不能把做铁板豆腐的方法给说出去了。这是肯定的，没问题，我们知道分寸的。那后天你们带嫂子们就过来学吧，咱们先学怎么做豆腐，然后再教铁板豆腐。江婉婉打算明天再去卖1天豆腐，给熟客们说一下以后不摆摊了的事儿，回来再教大牛他们做。爹爹，你走慢点儿，好累呀。好，爹爹走慢点儿，等等我们二娃。爹爹，你快弯腰。怎么了？要跟爹爹说什么？还不等他说完，二娃就把一块猪肉脯塞进了他嘴里。团团给我、狗蛋儿哥哥还有小宝都装了这个肉肉，可好吃了，爹爹也尝一下，剩下的给娘亲留着，娘亲肯定也喜欢吃。什么？你说真的？金氏见他们父子2人不答话，更着急了。你们快说呀！婉婉他们怎么会想着教我们做烤鱼丸和那什么豆腐呢？人家净池他们呀，要在县里开店铺了，不摆摊了，所以才把这几个吃食交给我们。不过呀，他们要2成的利。哪能只给2成啊？人家想着咱们也得记着人家的好呀。不行，明天就跟他们说，到时候利润对半分吧。我们也是这样说，但他们不同意啊，说是这2成的利全当交着吃食方子的钱呐。金氏心中激动不已，秦晋池他们那吃食赚不赚钱都是肉眼可见的，人家就摆摊1-2个月就盖上了那么漂亮的大房子，如今还要在县里开店，可想而知，这些吃食可都是下金蛋的宝贝啊！就算他们到时候是3家人一起学，一起摆摊儿，能赚的也不会少。午后，江婉婉就和秦父秦母他们一起磨起了豆浆，反正明天就卖最后1天，他想多做点豆腐。娘亲、爷爷奶奶，团团回来了，爹爹和小叔叔捞了好多虾，还有2条大鱼。门槛那么高，你还一蹦一跳的，摔倒了怎么办？下次不许了。团团知道了，但是爹爹别打团团的屁股了。把菜都端上桌，秦父秦母把豆渣送去老房子那边，还没回来。团团坐在椅子上，看着满桌的菜，偷偷流着口水。爹爹娘亲，团团去门口看看爷爷奶奶回来了没有。说完就一摇一摆地跑了出去。
嫂子，我也和团团去看看吧。秦晋池和江婉婉看着蹲在门口说着话的叔侄二人，都笑着摇了摇头。没等多久，团团就被秦父秦母牵着小手一起走进来了。爷爷奶奶，今年娘亲做了好多好吃的，香香的。那我们乖孙儿要多吃一点儿，吃得饱饱的。爷爷奶奶也要吃得饱饱的哟。我的小乖孙哦，怎么这般可人疼啊？嘻嘻嘻嘻。江婉婉给每人都盛了一碗鱼汤。爹娘，你们快先尝尝这鱼汤吧，不然先吃了其他的菜呀，就尝不出它的鲜香味儿了。好好好。秦母喝了一口鲜美的汤，又尝了尝里面的鱼肉和豆腐，惊喜地说道：哎呦，婉婉呐，这鱼肉好嫩呐，豆腐里都是鱼肉的香味儿，又嫩又香，好吃。娘，喜欢多喝点，不过呢也不能喝太多了，一会儿饭该吃不下了。团团要多喝点鱼汤，会变得更聪明的。几人一连喝了2小碗汤才开始吃菜。秦晋燕夹了一块鱼头上的肉尝了尝，就惊喜不已。哇，想不到这鱼头也这么好吃，又辣又爽，太香了。确实好吃，不过婉婉做什么不好吃啊？几人开心地吃着菜，只有团团记着他娘亲的话，还在美美地喝着汤。好了，咱们吃饭吧，先别喝汤了。啊，好吃，太香了。娘亲做的饭是最好吃的了，团团好喜欢。饭后，秦父秦母他们早早的就回去了。现在外面太冷了，江婉婉是说什么也不让秦晋池在外面冲凉水澡了，他自己先洗完，就烧了1浴桶的热水给他们父子俩洗澡。见自家媳妇儿都是在关心自己，秦晋池也乐得接受，抱着光溜溜的小团团就泡进了浴桶里。江婉婉给2人找来了睡衣，把睡衣都搭在浴桶旁边的架子上。江婉婉才挽上袖子，走到浴桶边上，拿过棉布，打算给父子2人擦背。娘亲先给爹爹擦。婉婉，你帮我擦擦背吧，一会儿我给这小崽子擦。好。团团开心地轻轻蹬着桶里的水，自己在桶里游来游去。虽然浴桶不大，但也完全没限制住他，玩得兴奋极了。你看看你做的好事，爹爹脸上都是你这个小调皮弄的水。知道了，咱们团团是知错就改的好孩子，只要不犯错就不打你小屁股了。这是怎么了？娘亲，爹爹打团团的屁股，爹爹坏坏的。你个小告状精。好了，晋池，团团干什么坏事了？他呀。秦晋池刚说了2个字，就被小家伙的双手捂住了嘴，大眼睛还水亮亮地看着他，一副可怜样。秦晋池瞬间就心软得不像话，无奈地重新开口：我和他闹着玩呢，这小家伙生气了就跟你告状了。好啦，我来看看你们今天捞的鱼虾多不多呢？木桶里只有半桶虾，还有一部分虾和鱼都在秦晋燕的桶里。说着话，秦晋燕也提着桶进门了。江婉婉看了看，他们今天捞了3条鱼，其中2条鱼是鲢鱼，都很大，另一条是鲫鱼，虽然小了点儿，用来炖个汤倒也合适。想了想，江婉婉就决定做剁椒鱼头、干锅鱼、蒜蓉虾球和鲫鱼豆腐汤。秦晋池和秦晋燕则带着小团团帮忙刷洗大虾。江婉婉把米饭蒸上，就开始处理起了鱼。那边秦晋池他们把虾也都剥好了，又清洗了一遍，就给他端了过来。秦晋池眼睛直直地盯着刚出锅的干锅鱼，完全舍不得挪开眼。团团和秦晋燕闻着香味，咽了咽口水。江婉婉见他们3人这副馋样，就拿了个碗，舀了一碗干锅鱼给他们先解解馋。先少吃点儿，后面还有好吃的呢，得留着肚子。他们3人一人一块地吃着干锅鱼，江婉婉就继续动作着，看了看虾仁儿，打算先调了一碗酱汁。锅中倒适量的油，加入3大勺的蒜泥爆香后，倒入鲜虾，然后把酱汁倒进去，大火翻炒几下，最后再加点葱和香菜，翻炒2下，美味的蒜蓉虾球就大功告成了。团团站在灶台旁边，眼睛亮闪闪的看着锅里裹满了酱汁的虾球。乖团团，
快先来一口。团团圆圆的眼睛里盈满了笑意，头微微向前伸了一下，就把筷子上的虾球叼进了嘴里。小家伙嚼2下，就把虾咽进了肚子。哇，娘亲，团团还想吃，虾实在是太好吃了。快去把你爹爹手里的碗啊给拿过来，娘亲先给你们装一点尝尝。还不等团团有所动作，秦静池就非常自觉地拿着碗走过来了，把碗递给江婉婉，他就自己夹了一只虾球吃了起来。爹爹，团团也要吃。你快喂咱们儿子吃去。秦静池单手把小团子抱起来，拿着碗就回到了他们刚刚坐着的桌子。他直接抱着团团，一只又一只地喂着团团。秦静燕吃得飞快，不一会儿就消灭了小一半虾球。爹爹，好了，乖乖的。等到浴桶里的水只是微微温热时，江婉婉才拿过毛茸茸的小睡衣，把光溜溜的团团包住。好暖和，我都有些困了呢，还好有你们2个暖炉。好了，快睡吧，咱们明天还要去卖豆腐呢。他睡着了，嘴里还呢喃着：坚持，团团。爹爹，娘亲叫了我们的名字。快睡觉吧，咱们不要吵你娘亲。好吧，那团团睡觉了哟，爹爹也快睡。第二天一早，快来洗脸吧。江婉婉还有些困顿，走过去抱住他的腰蹭了蹭。秦静池笑了笑，低头亲吻他一下，两人抱了好一会儿，江婉婉才慢慢放开他。爹爹，娘亲。团团估计醒了，你去给他穿衣服吧，或者让他再睡一会儿也行，我先洗脸。小家伙看到秦静池进来，软软糯糯地说道：爹爹，抱抱。团团，要不要再睡一会儿啊？团团要起床了。行，爹爹给你穿衣服。正给小团子穿着衣服，江婉婉就端着一木盆的热水进来了。她将水里的帕子拧干，走到床边给小家伙擦了擦脸。娘亲、爹爹还有小叔叔要去卖豆腐了，乖宝宝，今天呢你和爷爷奶奶待在家里好不好？好吧，那团团可以把狗蛋哥哥和二娃哥哥叫到家里来玩吗？当然可以，书房的小柜子里呢放了猪肉脯和你喜欢的小花生，等哥哥们来了你就拿出来吃，知道吗？等秦父秦母他们过来，江婉婉交代了一声，才和秦晋池兄弟俩推着车出门。老板娘，你们终于来了，怎么这2天都没出摊呢？你们这豆腐就卖了1天，可把我们馋得不行。这2天有事，我们以后啊可能不会来摆摊了，今天是最后1天。啊？为什么呀？那我们以后岂不是都吃不到了？啊，大家别急，听我媳妇儿继续说。我们不来摆摊是因为要开店了嘛，到时候呢你们也可以继续来吃的，但是店里不卖豆腐和土豆了，这2样吃食我会交给我哥他们，以后他们会来卖的，价格和味道保证是一样的。众人听着他的解释都理解了。老板娘，那你们开店卖什么吃食啊？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也会很好吃的，到时候都来捧捧场。你家吃食的滋味这般好，估计一开业人就爆满了。那就你吉言了。那青年看着江婉婉的笑容，晃了晃神，不由得看得呆了。江婉婉装着豆腐也没发现，秦晋池见这人盯着自己媳妇儿看，眉头紧皱着，走到他面前，面无表情地直直盯着他看。那人反应过来，这才红着脸紧张地移开了目光，等拿到豆腐就匆匆付完钱走了。我来装吧，你和阿弟坐着休息一下。江婉婉愣愣地看着他，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秦静燕坐着笑了笑，他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有时憨憨的，现在却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嫂子，我哥是看有人呆呆地盯着你看，吃醋了。江婉婉听着这话，看了看忙碌着的秦晋池，眼底满是笑意。晌午时分，江婉婉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又把他们要开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众人虽觉得遗憾，但想到他们开店以后还会卖新吃食，就又不自觉地期待起来。过几天应该还会有人来卖豆腐的，味道不会差，你们只管继续来买。行，味道好就行。书生们吃完豆腐回去后，江婉婉又把特意留的2碟豆腐给煎了，让秦静燕给李雪珍他们送去。快喝杯热茶暖暖身子，你嫂子他们怎的没来啊？
他们有别的事儿呢，就差我来送。现在东西送来了，我就先走了。说完还看了看李雪珍。雪珍，你带着小玉送送阿燕吧。知道了。见快到大门口，秦静燕鼓足勇气问道：那个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呀？在正月里呢，还很早呢，正月16。我记下了。那我先走了。最近天凉了，你记得多加点衣服。好，你也是。新鲜宰杀的牛肉，快来看看嘞，价格公道。那卖牛肉的，我们去看看吧。老板，你们这牛肉是自己养来卖的吗？那当然了，你有所不知啊，我家可是专门养牛的。不过主要不是为了杀来卖，这牛肉啊比猪肉贵一些，也没多少人愿意买的。我家这头牛是受伤了，腿骨都断了，我一狠心才把它给宰杀了的。不然我的牛那可都是养大了运去别的地方卖给庄户人家的。老板，那我要是大约每5天就需要一头牛的话，你们能供应上吗？他想把从李远那里买来的那间商铺用来做火锅，可是做火锅需要用的东西他就有些发愁了。炒火锅底料需要用到牛油，牛肉还是火锅里必不可少的食材。这段时间虽然有人卖牛肉，但是也只是偶尔会遇见一次。要想牛肉得到长久的供应，可不是什么易事。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专门养牛卖的人，他怎么会放过呢？花丸，你想买牛？对，我们开店要用的食材就是牛肉，并且是不可或缺的。那我知道了，我们去看他怎么说吧。老板，怎么样？可以供应上吗？那老板见他们两人表情都十分认真的样子，才开始正视起来。你们说真的？这一头牛最轻的也得800-900斤，我按整牛卖也至少得28文1斤，这样算下来，一头牛至少也要20几两银子。这个不是问题，我这是得长期供应的，你能一直有牛送过来，我们就一直收。你放心，就算我的牛卖没了，我们村里也有好多人养牛呢，可不会供应不上。那就行，不过你要是整牛是按28文算的话呢，这价格可就有些不公道了，毕竟我们可是要长期买的呢。那你能给多少？20文。不行，猪肉也就卖这个价了，我这可是牛肉。最后双方拉锯了半天，才把价格定下来。好，那就25文了。不过我们现在呢还用不到牛肉，估计至少还要等差不多在1个月。你在哪个村啊？我们要用到牛肉的时候，我去找你。我叫张全，家在大平村。你们要是来了，随便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行，我知道了。最后，江娃娃买了张全摊位上的一大块牛里脊肉、1只牛腿和所有的牛油才离开。做火锅底料的牛油有了，还得买点香料才行。家里只有江婉婉空间里原来就有的桂皮、香叶和八角。坚持，我们去下药店吧。去那儿干什么？咱们家也没人生病啊。不买药，去买香料。哎呀，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你跟着我买就是了。从药铺出来，江婉婉手上就提了一大包的香料，里面装着八角、桂皮、香叶、小茴香、山奈草果以及丁香等10余种调料。秦静池跟着他走出来时，表情都还是呆愣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10多种的药材竟然都可以用来做菜。阿哥嫂子，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去送完豆腐，还在远叔家里坐了坐才回来的呢。江婉婉把东西都放到推车上。我们去买东西花了些时间，所以看着推车上的2个柚子，江婉婉惊讶地问道：阿燕，这是你买的柚子吗？啊，有个老婆婆推个小推车叫卖，都没有人买，我见她实在可怜，就去买了2个。那老婆婆在哪儿啊？我们再去买几个。可是这柚子不太好吃的，咱们买太多了也吃不下的。我有用，你快带我去。好吧，就在前面那条小路上。那你们俩快去快回，我留下来看着推车。江婉婉跟着秦静燕走了没几步，果然看见了小路边上推着柚子叫卖的阿婆。老婆婆的推车虽然不大，但上面的柚子却差不多得有个20来个。阿婆，你的柚子我们都要了，多少钱啊
丫头，你真的全要啊？我这买3文钱一个呢。对，都要。阿婆，我数了一下，你这车子上呢一共有21个，我给你凑个整，给你70文吧。爹爹娘亲，你们终于回来了，团团好想你们呀。3人刚到家，穿得圆滚滚的团团就可怜兮兮地迎了上来，抱着江婉婉的腿蹭着撒娇。娘亲，狗蛋儿哥哥他们都没有来和团团玩，奶奶说太冷了，也不让团团出去。可能你大牛叔叔他们也觉得太冷了，舍不得狗蛋哥哥他们出门呢。见小家伙还嘟着嘴哀愁不已，他又说道：乖宝贝，别伤心了，娘亲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那团团要吃好多好多。好，到时候团团呀就多吃点。哎，婉婉，这柚子放哪儿啊？我估计爹娘他们可能也不喜欢吃吧。等我做好了，大家肯定都会喜欢吃的。哥嫂子，娘让我们快进去吃饭呢。好，就来。秦母今天炒了土豆丝，还无师自通的炒了一盘豆腐，虽然不算特别好吃，但他们也都很给面子，把饭菜都给一扫而光了。简单的吃过午饭，江婉婉就把秦晋池和秦晋燕都叫到厨房里，让他们帮忙剥柚子肉。他们2人仔仔细细地剥着柚子肉上的白膜，柚子皮已经被全部剥下来了。江婉婉拿过去清洗干净，她仔细地把柚子皮上的白瓤给片下来，切成四四方方的小块，最外面一层柚子的薄皮则是切成均匀的细丝。切好的一小盆柚子皮，加盐浸泡2刻钟，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1刻钟后捞出。这时秦晋池他们已经把柚子都剥干净了，把切好的柚子皮和柚子果肉都放进大锅中，加入差不多有5斤左右的白糖，加1小盆清水后大火煮开，然后小火慢熬。熬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搅拌，差不多熬了1个时辰，锅中的水分才被慢慢熬干，果肉也变得粘稠起来。把熬好的果肉和果皮都舀进瓦罐中，加入2斤多的蜂蜜，搅拌均匀。就这样，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婉婉，这炒过的柚子不能现在吃吗？我做的这个叫做蜂蜜柚子茶，是可以养颜润肺的，吃的时候要用清水冲泡，先放到晚上吧，等凉了再冲给你们喝。嫂子，那这个是不是没用了？你快放下，这个还有用呢。好吧。江婉婉把柚子瓤端过来，仔细清洗几遍后，捏干里面浸满的水分，然后将它上锅焖煮。煮软之后，把水分挤干备用。在锅中加入适量的白糖和清水，熬煮至糖水冒小泡后，把煮好的柚子瓤倒进锅中，小火翻炒，炒至柚子瓤上挂满白霜，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清甜又 Q 弹的柚子糖就做好了。秦晋池和秦晋燕守在一旁，一出锅就抓了一把吃了起来。哇，嫂子，这个好好吃啊！秦晋池也一连吃了好几颗。江婉婉看他们吃得开心，得意地说道：好吃吧？我就说了，等我做出来，你们不会觉得柚子不好吃的。嫂子，我再也不会质疑你了，这也太好吃了。好啦，我的柚子糖啊，可是专门给我们家团团做的，我先给他端点过去。团团看着江婉婉端着东西进屋，娘亲娘亲，这是好吃的吗？江婉婉从盘子里捏了1颗糖放进她嘴里。这是娘亲给你做的柚子糖，好不好吃？小家伙嚼了几下，就惊喜地瞪圆了眼睛。娘亲娘亲，团团还要吃，甜甜的香香的，好好吃啊！江婉婉把盘子放到桌上，把她抱进怀里。团团喜欢就好，娘亲给你做了好多呢，咱们团团呀可以吃好久好久的。谢谢娘亲，团团好喜欢好喜欢。见小家伙已经一连吃了10几颗，江婉婉才阻止。好啦，团团不能多吃糖了啊，剩下的咱们明天再吃吧。团团不舍得看着桌上的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江婉婉可怜兮兮的。娘亲，团团再吃1颗好不好的？那最后1颗。又给小家伙1颗糖，江婉婉便把盘子端走了。进到厨房时，秦晋池和秦晋燕嘴里还嚼着糖，她哭笑不得地说道：这糖你们也不能多吃，会牙疼的。
也不顾秦静燕的哀求，姜文婉在宽口瓦罐里铺上一层油纸，就把柚子糖都倒进去，盖起了盖子。你们俩都不能吃了，等一会儿爹娘把猪喂了回来，再给他们尝尝。两人见糖不能吃了，便在柜子里把猪肉脯翻了一些出来，慢慢嚼着。姜文婉也不管他们俩，他取出买回来的香料，打算仔细清理一下里面的脏东西，但翻看了好一会儿却很干净，可能是因为是在药店里买的缘故吧。嫂子，你怎么放这么多辣椒啊？这还怎么吃啊？而且油还那么多。婉婉，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在做火锅底料呢，说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俩坐的位置啊，迎着风口，肯定很呛啦。快出去吧，别在厨房待着了。秦静燕就跑到了门边透着气。我来炒吧，你和阿燕出去缓缓。没事的，我站的位置闻不到什么辣椒味，而且你也不知道要炒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加什么东西啊。你听话，快出去吧。好吧，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就喊我。他们两人都出去了，姜文婉又继续翻炒着锅中的辣椒，最后再加入1大勺的葡萄酒，再继续翻炒一会儿，这麻辣牛油火锅底料就算是完成了。如今火锅底料炒好了，自然就得来一顿正正经经的火锅才是。婉婉呐，你辣椒炒好了吗？要不要我帮忙啊？娘亲，哎呀，乖孙，你还是先出去吧，这厨房里还是有些呛人呐。娘，你还是带团团出去吧，我这里没什么事儿的。突然想到什么，姜婉婉连忙从柜子里取出柚子糖，装了一盘递给秦母。娘，这是我今天做的柚子糖，您端着去和爹爹一起尝尝吧。团团已经吃了好多了，您别给他吃。那要不让静池进来帮你吧？那你让静池和静燕去捞点鱼和大虾回来吧。行。应下来，秦母就带着团团往外走，边走还边吃着糖。见团团眼巴巴地盯着自己看，秦母还悄悄在他嘴里也塞了一颗。姜婉婉站在厨房里，看着小动作不断的祖孙俩，觉得还有些可爱。回过神来，闻着微微的麻辣香味儿，姜婉婉开始备起了菜，蘸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秦静池他们就提着木桶回来了。静池，你和阿弟帮我把虾壳都剥了，头也给去了吧。哎，好。把虾交给他们，姜婉婉就处理起了鱼，想着牛肉已经有1小盆了，鱼就只处理了1条。婉婉，虾都弄好了。他把虾接过来，放到砧板上就开始剁。我来吧。姜婉婉看了他一眼，然后就去弄锅底了。拿出一只小一些的铁锅，加入适量的火锅底料，加入清水，先放在灶上烧着。静池，咱们有没有小火炉啊？就是可以放在房间里的那种。嫂子，爹前些天做了一个，正好可以用呢。那阿燕，你帮我把小火炉生上火吧。秦静燕在一旁摆弄着火盆，这边他割的虾肉也已经剁好了，姜婉婉便把虾肉装进碗里，简单弄了一份虾滑。就这样，菜就都备好了。过了一会儿，姜婉婉就把菜和蘸料都端到饭桌上去放着。婉婉，这怎么吃啊？别急，马上就好了。这时秦静燕的火炉也弄好了，姜婉婉又回到厨房，给每个人都冲了一杯蜂蜜柚子茶。大家喜欢吃什么蘸料自己调吧，我切了葱蒜、香菜还有辣椒碎，可以再加点醋什么的，加1小勺汤底应该也很好吃的。众人拿着小碗夹着自己喜欢的调料，姜婉婉则拿过团团的小碗帮他调，锅里的汤底咕嘟咕嘟冒着泡。好了，汤底开始沸了，咱们先把牛肉下进去吧。姜婉婉加了3大筷子的牛肉进去，牛肉刚刚烫熟，就连忙捞起来放进旁边的大盘子里。快尝尝，这牛肉啊才刚刚熟呢，肯定会特别嫩。只见他迫不及待地夹着一块肉放进碗里蘸了一下，就放进了嘴里，轻轻咬了一下，牛肉的肉汁就浸在唇舌间，混合着火锅汤底浓浓的麻辣鲜香味儿，怎一个香字了得啊！好吃啊，太爽了。嫂子，原来这汤就是用你炒的那个辣椒做的呀，竟然这般好吃。这牛肉也是太嫩了，简直入口即化。
这牛肉确实是好吃，又香又嫩。我这牙口啊，这般不好，也能轻松咬开。是啊，这肉怎会这般嫩呢？口感比我们以前吃的猪肉可好多了。这汤也不知道是用什么煮的，也太香了。这火锅底料啊，可是我放了10几种香料的，能不香吗？是啊，嫂子今天还是去药铺买的香料呢，我和阿哥都惊了，哪能想到那些药材竟然能做出这样的美味呢？大家都在赞叹着牛肉的美味，只有团团这个小家伙在不断的小口小口吃着肉。娘亲娘亲，肉肉。牛肉吃过一轮，就开始煮鱼肉。团团，你慢点吃，小心鱼刺呢。知道了，娘亲。看团团吃得慢慢的，鱼刺都被吐出来了。乖孩子。一大盆鲜嫩的鱼片很快就被一扫而光，香婉婉便把装着虾滑的竹筒拿了过来，用筷子一点一点地夹进锅里。这时团团也终于把他碗里的鱼片给解决完了。江婉婉看了一眼他只剩下汤汁的小碗，立刻舀了一勺虾滑放进他的碗里。虾滑没有刺，又因为虾滑鲜甜嫩滑，小家伙吃的时候速度加快了不少。好吃，团团喜欢这个油肉。吃完再说，估计只有爹爹和娘亲听得懂你说什么了。爹爹和娘亲知道团团说什么就好了呀。爹爹还要虾虾。宝贝，你要是吃饱了就告诉娘亲，不要再吃了，不然的话一会儿肚子会痛的。团团知道了，再吃一点点就不吃了。他确实是个乖巧听话的，吃完最后的虾滑就放下了筷子，坐在椅子上，偶尔小口小口地喝一点柚子茶。大人们的胃口可就不小了，吃完虾滑就把盆里还剩下的嫩牛肉都给下了进去，还放了一些土豆和红薯。一顿火锅吃了1个多时辰才将结束，大家都瘫坐在椅子上，神态间全是享受。坐了好一会儿，大家帮忙把锅碗都刷洗干净，秦父秦母和秦金燕才慢悠悠地往老房子那边走，边走边消食，倒也惬意。爹爹娘亲，快看团团的肚子圆圆的。静池，你给团团揉揉肚子，我手太凉了，怕冰着他。秦静池把团团抱进怀里，眯着眼睛给他轻轻揉着肚子，他的手掌又大又暖，小家伙在他怀里舒服地闭着眼睛，嘴角还微微翘着。江婉婉则靠在秦静池的肩膀上打着盹儿。静池，你快来开一下门呐，我们来了。狗蛋儿哥哥，你和二娃哥哥昨天都没来找团团的。我娘说太冷了，不让我出门，我们今天一起玩吧。把大牛他们迎进屋里，没过一会儿，李贵和秦德正他们2家也都过来了。江婉婉见大家都有些冷，便给每个人都冲了一杯热腾腾的蜂蜜柚子茶，还把柚子糖也装了一大盘出来放到桌上。这个呀，是我昨天做的柚子糖，你们大家也都尝尝。好吃，这糖吃着太奇妙了，软软弹弹的。因为啊，是用柚子瓤做的，就会特别有弹性。坐着喝完了柚子茶，又吃了些糖块，身子已经慢慢暖起来了。让4个小家伙在屋里玩着，众人就开始跟着江婉婉学做豆腐了。因为是学习，也就没有做太多，最后做出的豆腐都给他们3家人带了回去。一连学习了4、5天，又经过不断练习，他们已经把做豆腐学得很精透了。至于铁板豆腐的话，也终于能调出不错的酱汁，煎豆腐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如今就只等他们定做的铁板好了，就可以出摊了。大牛啊，咱们一会儿把狗蛋儿送去和团团玩着吧。昨天婉婉说让我们可以把小家伙们都送过去的。行，反正我们也要从他们家经过。等大牛夫妻俩到了秦静池家时，李贵和秦德正他们也都站在门口一起说着话。大家做的时候呢，一定得干净，也别舍不得放油，不然煎糊了会卖不出去的。一旁秦德正的媳妇儿脸色有些发烫，她前2天试做的时候，就是因为没舍得放太多油，一整面的豆腐都煎糊了。一番叮嘱后，3辆推车便不紧不慢地往县城的方向行进。师傅来了，他说咱们的家具做好了一批，先送过来，你快来看看。静池啊，你给我的图纸已经做了1大半了，
先给你送过去一些，不然家里都堆不下了。你快出去看看，满不满意？师傅的手艺肯定是不错的。说着，秦晋池就走出了院子。院外的路上，好几辆大推车上齐齐码放着凳子、椅子、衣柜和床之类的家具。江婉婉仔细看了看，满意极了。特别好，我们都特别喜欢。您辛苦了。说的什么话？我很乐意做这般精巧的东西呢。哦，对了，你们要那个什么大茶几和沙发什么的，也正做着呢，要不了多久了。师傅，你们也辛苦了，快进屋喝杯茶吧。哎，对了，吃饭了吗？我给你们做点吧。哎，不用，我还有一堆活计呢，你们快来带路，把家具给你们直接搬进新房吧，也免了折腾。凳子、椅子以及桌子之类的就先放到1楼客厅，床和衣柜就都搬进了各个房间里。师傅，这个是柚子茶，可以润肺的，您可以直接加水冲泡了就能喝。隔着罐子，李大山就闻到了柚子的清香味儿和蜂蜜的香甜味儿。那我就拿着了，这味道闻着就很香甜，味道肯定也不错。等一群人又推着推车离开，江婉婉和秦晋池才回过神来，仔细打量着屋里的家具，两人越看越满意，又把房间里的床和衣柜调整了一下位置，才心满意足地离开。静池，弟妹，我们回来了。江婉婉和秦晋池听到他们的声音，高兴地对视一眼，连忙把门打开，看着他们空空荡荡的木盆，江婉婉眼睛一亮。亲，这么快就卖完了吗？弟妹，你有所不知啊，我和阿贵去了别的街道卖，生意可好了，才1个多时辰就卖完了，我们3家都卖了3两多银子呢。见如今才晌午刚过，江婉婉连忙焦急地问道：你们谁在我原来的那个摊位卖啊？什么时候卖完的？书院里的那些学生来买了吗？是我，什么书生啊？我不知道啊。江婉婉见他紧张不已，才意识到自己有些着急，便解释道：阿正哥，你别紧张，我着急呢，是因为长华书院的学生每次晌午下学都会来买的，我每次都会给他们留20到30斤的豆腐，你明天可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些，给他们留一些。江婉婉猜想，今天那些书生应该都会听到有人重新卖豆腐的事，明天肯定就都会去了。哎，好。秦德正听着他的话，匆忙应着后就惊讶地张着嘴，愣愣的。要知道，他今天就只带了差不多30斤的豆腐，就卖了3两银子，这要是再多带30斤，可就快6两了呀！爹娘，爹爹娘亲，你们回来啦！静池，弟妹，我们先把你们的那份银子给你们吧，我今天总共卖了。阿正哥，我们1月1结吧，这样太麻烦了，而且你们的手上也得拿着点银钱才好。哎，行，那就这么办吧。又说了会儿话，他们3家人都想着要去村里买黄豆，便就带着狗蛋儿和2娃回去了。江婉婉见他们第1天卖铁板豆腐就很顺利，便放下了心来。接下来就得忙活火锅店和海鲜店装修的事情了。只是那卖海鲜的蒋大海却迟迟没有找来，江婉婉不由得有些担忧。第2天，秦家村。老人家，请问一下，这里是秦家村吗？是秦家村。那您知道秦静池家在哪里吗？你去他家干什么？哦，是这样的，好几天前有个姑娘让我捞着这些海虫子，就给她送到秦家村秦静池家。哦，那是我儿子家。你说的那姑娘啊，估摸着是我儿媳妇儿。你跟着我走吧。爹爹，爷爷又回来了，还坐着小车车呢。秦静池疑惑地把团团放下来，走过去把大门打开。爹，这是……他是来给婉婉送东西的。江婉婉听着动静走出来，看到蒋大海，就惊喜地出声道：你终于来啦。姑娘，这是我在海里捞的，都是硬壳的虫子。蒋大海紧张不已，他不知道江婉婉会不会要这些丑虫子，他要是不需要的话，那他就白跑一趟了，还花了几10文的车钱呢。
江婉婉拿了一根长棍儿，扒拉着桶里不停爬动着的大螃蟹、基围虾和小龙虾，欣喜不已。不过小龙虾不是淡水虾吗？虽然没有在村里的河里捞到过，但江婉婉很确定。大哥，这个东西你也是在海里捞的吗？不是，对不起啊，你可以就买桶里其他东西的，那些都是海里的。你别紧张，这个东西我也要的。然后指着桶里的大螃蟹说道：你以后呢，主要就送这个。又指了指小龙虾，还有这个东西，别的就不要了。这2样东西多少我都收，不过你下次等个10来天再给我送吧。江婉婉想了想，打算把他们买的那个杂货铺给改装一下，以后就卖麻辣小龙虾和肉蟹煲，反正店铺也不大，就卖这2道菜就够了。蒋大海连忙点头，好，那我以后就给你送这2样。反正他们村的小河里到处都是这种虫子，他要多少他都能给送来。最后过了一下秤，总共差不多有130斤，按照3文钱1斤算，江婉婉如数给了他390文。对了，你来花的牛车费多少钱啊？来时花了30文。江婉婉点点头，又给他数了60文。这是车钱。蒋大海愣愣地接过铜板，他万万没想到这姑娘竟然真的不是说笑，连车钱也给包了。秦静池和团团蹲在大桶旁边，仔细观察着里面张牙舞爪的虫子，父子俩都有些嫌弃，这些东西实在太丑了，还全是壳，完全看不出哪里能吃。江婉婉没注意到他们俩在干嘛，也不知道父子俩的表情是如出一辙的嫌弃。他在想，现在店铺还没装修好，那么一大桶的虾蟹，只是他们一家的话，肯定也吃不完。静池，你一会儿去把大牛哥他们3家都叫过来吧，他们应该把明天要用的豆腐都准备好了，这些虾蟹太多了，死了可惜，倒不如都给做了，让他们都来尝尝鲜。行吧。团团站起身来，眉头皱着，心想，要不要告诉娘亲，他觉得狗蛋哥哥和二娃哥哥他们估计都不会喜欢这些丑丑的还没有肉的虫子呢。团团宝贝，怎么了？愁眉不展的。娘亲，这个虫子没有肉的，而且它们都丑丑的。团团放心吧，娘亲会做的很好吃的。你和爹爹呢，一起去叫哥哥们吧。爹爹，你说那些虫子真的能吃吗？丑丑的，团团看着好害怕。没事儿，肯定会特别好吃的。你想想，娘亲是不是每次做的东西都特别好吃啊？就是丑丑的。说不定做熟之后就不丑了呢。实在不行，你就少吃点。爹爹晚上给你悄悄煮面条，再窝个香香的荷包蛋。那爹爹要轻轻的，别让娘亲发现哦。好。叫了大牛和秦德正他们2家，秦静池就带着团团先回了，他们还要晚一点才忙好。李贵家离得近，随便叫几声就行。志峰哥哥，爹爹快放团团下来。秦静池把小家伙放到地上，然后疑惑地看着秦俊峰。俊峰，你是修木吗？秦俊峰礼貌地喊了人，才解释道：对，这几天天气太冷了，书院就给我们小班放几天假了。志峰哥哥，你去团团家里玩好不好啊？团团好久没见他了，就有些想了，见他有些犹豫。叔叔给你爹爹说一声，今晚就去我家玩吧。好。走到他家院子里，跟秦静说了一声，秦静池便带着2个小家伙回了家。老文，俊峰这几天休木了，我把他带过来玩玩。婶婶。正好，今天可以尝尝虾和蟹。团团，你陪哥哥坐着玩啊，娘亲和爹爹呀，去给你们做好吃的。知道了，娘亲。这东西怎么还变红了？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哈。嫂子，我现在能尝尝吗？江婉婉无奈地笑了笑，拿过一个大碗，给他们先舀了一碗解解馋。你们吃的时候呢，先嘬一下，然后这样扭一扭，然后像这样吸一下，就可以吃到肉了。好吃，麻辣小龙虾就是无敌。
秦晋池和秦晋燕学得很快，只剥了1-2个，就完全掌握了吃虾的要领。嫂子，太香了，这个虫子怎会如此好吃啊？哎，就是肉少点儿。这叫小龙虾，哪是什么丑虫子啊？晋池，你看看大牛哥他们来了没有啊？怎么都没有听到声响呢？我这就去看看。打开大门，远远的就看见了大牛和秦德正他们2家人往他们这边走了。婉婉，大牛哥他们来了，我去隔壁叫一下李三哥吧。哦，好。众人坐在餐桌旁，看着江婉婉和秦晋燕端上桌的东西，直啧舌。这怎么都是虫子？虽然味道闻着特别香，可是这真能好吃？团团，好大的虫子啊！这就是我们要吃的吗？听着二娃的话，团团忧愁地皱着小眉头，他就知道哥哥们不喜欢这些丑虫子。一会儿你们都吃一点儿，实在是不好吃的话，团团还藏了好多小猪肉干，都给你们吃。不过不能说娘亲做的不好吃哦。可是虽然有些丑，但闻着好香啊，我觉得肯定很好吃。三哥、嫂子，你们快坐，这是麻辣小龙虾和肉蟹包，味道很好的，你们快尝尝。想着大家都没怎么吃过，江婉婉便拿着一只小龙虾示范起来。像我这样剥壳啊，吃尾巴里的肉。大家跟着他的动作学着，很快见大家都会剥了，江婉婉就开始给几个小家伙剥几只尝了尝。婶婶，真好吃，我自己剥。这什么小龙虾，虽然看着不好看，肉虽然也不多，但味道太好了。是啊，这味道可真不错。几个小家伙原本还有些不敢吃，见大家都不停地夸赞，连秦俊峰都吃得特别开心，就不由得咽起了口水。江婉婉把剥好的虾肉给几个小家伙分了分，他们犹犹豫豫的就拿着筷子一只一只吃了起来。狗蛋哥哥，这个虫子太好吃了，娘亲太厉害了。好吃。娘亲，好好吃，团团还要。你快吃，我给咱们团团剥吧。好，你们快尝尝螃蟹，这蟹啊特别肥美的。秦晋燕这才反应过来，她还没尝过瓦罐里的东西呢，快速地把手上的虾肉吸进嘴里，就从瓦罐里舀了一大勺肉蟹放进碗里。嫂子，好吃好吃，这个比小龙虾还要香呢。秦晋池吃了一口，也不住地点头。味道确实很好，这个汤汁也很香啊。这个汤汁特别下饭，快尝尝。秦父秦母更是吃得头都不愿意抬。饱餐一顿后，大家就喝着柚子茶聊起了天。秦德正感慨不已，现在我们每天卖的铁板豆腐已经能赚5两多银子了，这样下去说不准要不了多久我也能盖新房了。这一切都得感谢静池和婉婉呢。谁说不是呢？今天我和孩子他娘还去买了几斤棉花和几尺布回来，打算给我家狗蛋做新衣呢。今年终于不会被冻得发抖了。狗蛋儿一件棉衣都穿了3-4年，从穿着肥大到合身，再到穿着衣服还露着手脖子和脚脖子，衣服也补了一次又一次。江婉婉听着他的话，看着虎头虎脑的狗蛋儿，心中很不是滋味，也不知道团团以前是不是也……李贵见大家心情反而沉重起来，笑着说：咱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就别想着以前了。你说的对，这以后啊可都是好日子了。你们几个小子可得好好攒点钱，以后除了盖房子，还要把几个小崽子送去学堂多念点书才是。几人听着这话，都不由自主地看向自家儿子，看着他们无忧无虑的笑容，心中都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早让自家孩子也能进学堂。大人们说说笑笑地聊着天，小团子们也凑到其他地方去玩玩具了。静池啊，我们就先回去吧，明儿还要卖豆腐呢。这小俊峰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反正要经过他家，我们给他送回去。哎，好，你们路上慢些。阿燕，你不冷吗？怎么还用冷水擦脖子啊？嫂子，我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身上就开始痒痒。
江婉婉疑惑地皱着眉，过了一会儿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担忧又害怕的连忙问道：你只是痒吗？头晕不晕？想不想吐？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痒的？江婉婉紧张地捏紧了双手，害怕不已。她怎么忘了，有些人可是会对海鲜过敏的。不想吐，头也不晕，吃了饭，等大牛哥他们要走，就开始痒痒了。江婉婉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他们吃了快1个时辰，大家也都坐了小半个时辰，这么久才有症状，应该过敏不太严重。你这应该是过敏了，只是痒的话应该不是特别严重。我和你哥带你去看看大夫吧，我去看看团团怎么样了。团团，刚刚你和哥哥们玩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不舒服呀？有没有痒痒？没有啊，怎么了娘亲？没有就好，没事了，团团继续玩吧。过敏一般情况吃完后1个时辰以内就会有症状，几个小家伙在他们前面就早早吃完去玩了，吃完后在家里待了1个多时辰，所以应该没事。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就跟秦静池解释了一下，让他去看看那几个小家伙。好，你别怕，应该没事的。随即就出了门。嫂子，过敏是什么呀？我就是有点痒，不用去看大夫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可能是阿燕对小龙虾和螃蟹过敏吧，就是吃了这种海里的东西，轻微一些的呢会身上犯痒痒，严重一些的可能会呕吐、头晕，甚至还会晕过去呢。哎呀，那这小龙虾和螃蟹是有毒的呀。过敏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像我们吃了都没事，就是不会过敏的，想怎么吃都行。像阿燕的话，可能就是轻微过敏，以后就不要再吃了。啊，我一点都不能吃吗？那以后我岂不是只能看着你们吃了？小龙虾和那肉蟹的滋味那般好，怎么就不能吃了呢？看着江婉婉肯定的点了头，顿时更沮丧了，太伤心了，以至于竟也没有觉得特别痒了。看他症状很轻微，江婉婉也没有再坚持要带他去医馆了，而且医馆估计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医。婉婉呐，那我和你爹先带着阿燕回去了。娘，你和爹晚上注意着点阿燕吧，如果她要是发烫的话，就赶紧过来叫我们。好好好。没多久，见那些小家伙都没事，秦静池让大人们都多注意一下，便回来了。晚上躺到床上，江婉婉都还有些后怕，手还紧紧地抓着秦静池的衣服。还好，几个小家伙都体质好，没出事儿。别害怕，你不是说只有极少数人会过敏吗？我们这么多人吃了不也没事吗？我就是后怕，还好小家伙们没事。娘亲，怎么了呀？娘亲不要难过。娘亲不难过了，团团真是个小开心果儿呢。娘亲，开心果是什么果果啊？开心果呀，就是能让人开心起来的果子。那团团以后就是娘亲和爹爹的开心果，你们要是难过了就抱抱团团，亲亲团团，这样就会开心了。好，以后团团的任务啊，就是让爹爹和娘亲开心，好不好？就交给团团吧。静池，我们买的那家店铺估计不能用来卖海鲜了。我觉得可以卖，咱们把过敏这种情况说清楚，可以每天炒一份放店里，让那些想吃的人先随便尝一点，等上1个时辰，他们身体都没问题的话，再来吃就是了。好办法呢，这样1个时辰以后没有事的话，基本就不会过敏了。你真好。秦静池勾唇一笑，正想抱着他亲一下，就对上了团团圆溜溜的大眼睛，还一脸好奇地喊道：爹爹。你这个小崽子啊。娘亲，我们睡觉吧，不要理爹爹了。秦静池和江婉婉笑着对视一下，才熄灭了油灯，给母子2人拉着被子盖好，就把他们扣进了怀里。静池，我给你们送海鲜来了。等秦静池开了门，他就笑呵呵地说道：你们明天就开业了，我今天抓紧多送一些过来，应该够用几天的。辛苦大海哥了，以后就不用送家里来了，直接帮我们送店里去吧。好嘞。大海哥，送的及时呢，这几天的量应该不愁啦。
我这不是3、4天才能来一趟吗？怕你们不够，就抓紧先送过来一些。你们是不是要去县里啊？对，明天就开业了，还有好些东西要准备呢。那你们忙着吧，我就先回了。一共110斤。江婉婉听完就把钱数给了蒋大海。大海哥，那你回去路上小心些。好嘞。一家人见蒋大海离开，把新送的海鲜也给装上车，便也抓紧往县城去了。走到店里，把虾蟹都倒进大水缸里养着，众人就开始收拾着锅碗瓢盆，把四四方方的餐桌也都挪了下位置。秦晋池把他在家里刻好字的木板放到大门附近装上，上面赫然写着本店售卖海鲜，以防过敏，请品尝1个时辰后购买。第二天正逢赶大集，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引得行人频频侧目。很快，店铺里一阵一阵浓烈又霸道的麻辣鲜香味儿飘散四溢。见一群人激动又好奇地围在店门口，秦晋池就把店铺大门正上方牌匾的红布给揭开，安安海鲜店这几个字就映入眼帘。啊，海鲜是什么东西呀？完这像是卖吃食的。你别说，这味道可真香啊！估计呀，价格比县里最大的鲜味楼还要贵呢。对呀，这鲜味楼可没什么才能做这般香啊。很快，识字的那人又注意到大门侧面木牌上的字：本店售卖海鲜，以防过敏，请品尝1个时辰后购买。这怎么还要吃过又等1个时辰才可以买呢？江婉婉站在店铺门口，听着大家吵吵嚷嚷的声音，说道：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店卖的海鲜，有些体质特别的人吃了以后会过敏的。过敏就是会皮肤特别痒，起红疹子，严重的还会头晕、呕吐，甚至晕厥过去。众人听着这话，害怕不已，大声嚷道：那你这是有毒啊！有毒怎么会卖呢？对呀，这吃死人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会过敏，我们一家子经常吃也没有事的。而且如果过敏的话呢，吃完后半个时辰就会有反应，所以我们才说先尝过以后1个时辰都没有事的话，就可以再过来买了。就算过敏，吃少量的话，症状很轻微，也没什么事的。到时候你们感觉到不舒服就不要再吃了。其实这个过敏不可怕的，就像有些人在春天柳絮飘飞的时候会咳嗽和打喷嚏，有些人呢闻着花香味也会发痒难受，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呢。我妹妹就是这样的，每年有柳絮都不敢出门，一出去就一直咳嗽，皮肤发痒。我们其他人又都没事儿。对，我婶婶就是不能闻到花香。那我娘不能吃鸡蛋，一吃鸡蛋就会呕吐头昏，是不是也是因为过敏呢？对，这种也是因为过敏。这鸡蛋可是好东西啊，竟然不能吃。是啊，我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不能吃鸡蛋的。众人站在店外讨论着。这时秦晋池和秦晋燕一起端了一大盆的小龙虾和螃蟹出来，放到长桌上，说道：大家想买就先尝尝吧，等没有反应就来买。叫大家惊诧地看着盆里的东西，江婉婉笑着走上前，拿过一只热腾腾的小龙虾，慢慢剥着壳。吃的时候就这样剥。很快她就把完整的虾肉放进嘴里吃了起来。你们别看它长得不好看啊，味道是顶顶好的呢。今日长华书院的书生们休沐，沈岩被他姐姐拉着出门逛街，路过江婉婉他们店铺门口时，见门口很是热闹，就透过人群随意地瞟了一眼。阿姐你看，这就是原来卖狼牙土豆和铁板豆腐的那个老板。看来他们是新店开业了，我们去尝尝吧。说着话，姐弟俩就进了店铺。沈岩熟络地说道：老板娘，你这店可算是开上了，你们是卖什么呀？快给我们来一份呗。我们卖这些。两人这才上前仔细瞅了瞅。沈静看着里面红彤彤的虫子，害怕不已。这怎么能吃啊？江婉婉又吃了一个，给他们示意。你们别看它丑，很好吃的。沈岩看了一会儿，秉着对他手艺的信任，战战兢兢地剥了一只小龙虾，塞进了嘴里。刹那间，麻辣鲜香的滋味溢满了整个口腔，好吃。接着就又伸手准备拿第二个时，
就被江婉婉阻止了。等等，先别吃了。老板娘，你怎的这般小气？我也就吃了一个而已，以前我们多照顾你生意呀。江婉婉无奈地笑了笑，又解释了一下过敏的事情。沈岩才依依不舍地看着小龙虾，等沈静吃完一只，两人又尝了尝螃蟹，才不情不愿地先行离开，打算去逛逛再来买。有人认出他们是县里首富的儿子和女儿，见他们都吃了，闻着这香味儿也都忍不住了。反正人家都吃了，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又怕什么呢？于是都一窝蜂涌上去。哎，等等，要吃的都过来登记了名字再吃，不然有人每天混进来吃的话，我就得赔得底朝天了。众人一听也觉得在理，便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啊，我叫张大柱，我叫王平。众人报完名字，就你一只虾，我一块螃蟹的，不到一会儿功夫，2个盆里的虾蟹便都被吃了个干净。老板，我们都不过敏，你快给我们说说，你这价格是怎么样的呀？原本有些人就是秉着不吃白不吃的心理试试的，结果只允许吃一只虾或者一块蟹肉，那味道一时就勾着人，这不一到时间就都过来打算吃个过瘾。秦静池很淡定的指着墙上的一大面木板菜单，虾和蟹都是按斤卖的，1斤都是30文。众人听着这价格都有些犹豫，要知道好的猪肉也就是这个价了。不过有些人嘴里实在馋得厉害，就只舍得点1斤虾或者蟹，那些手里不差钱儿的就一人点个3、4斤。秦静燕则在一旁一一记下来，记了10来份以后就说道：剩下的人先排队吧，我们店里坐不下了。众人看着店里一大堆的人，店外还有一些想挤着进来的，连忙自发地排好队，焦急又煎熬地等待起来。老板，你们可做快点啊！知道了。沈岩和沈静兄妹2人早就过来坐在了角落里，看看店里坐下的人，又看看店外排着的长队，都不禁庆幸他们来得比较早了。这会儿江婉婉正在厨房里做着沈岩他们点的麻辣小龙虾和肉蟹包，秦父秦母则在一旁帮着洗刷着虾蟹。很快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儿就飘散了出去，众人不住地吞咽着口水，眼神还不由得往厨房的方向瞟。不过片刻，秦静池和秦静燕就分别端着1小盆龙虾和1瓦罐微微沸腾着的肉蟹包放到了沈岩他们的桌上，然后秦静燕又端来了2碗米饭。这肉蟹煲的汤汁又香又浓郁，浇到米饭上是非常下饭的。沈岩眼珠子都粘在了肉蟹包里，听着他的话，连忙拿着大勺子，就连肉带汤的各舀了热腾腾的2大勺，浇到了米饭上。阿姐，你快尝尝，闻着可真香啊！他一说完了，舀了1大勺浸满蟹黄汤汁的米饭塞进了嘴里，刚入嘴，一股鲜美的味道直冲口腔。阿姐，太好吃了！而沈静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家弟弟说了什么，一口口米饭吃得喷香，哪里还有什么闺秀的样子。老板，我们的做好了没有啊？你们动作快点啊！这时秦静燕终于端着第2份肉蟹包出来了，放到了对应客人的桌上。来了，你们都别急，好东西就要多等等，做得太快了，食材不入味儿，就没那么香了。哎，老板，你快给我上米饭吧。秦静池在厨房里听着他的声音，拉开厨房的布帘儿，见是个魁梧的大汉，就拿过一个大碗，给他舀了大半碗米饭端了过去。张大柱吃得很快，不过1刻钟，瓦罐里连汤汁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他擦了擦嘴，抬起手说道：哎，老板，那个什么麻辣小龙虾也给我来1份吧。秦静池端着1盆小龙虾出来，听着他的话就说道：那你就得等等了，你看外面那么多人都在排队呢。店里其他没吃上的人也激动地说道：你都吃了那么大一份了，还想吃？哎呀，算了，那我等晚些没什么人再来吧。江婉婉见今天差不多虾蟹都快卖了200斤左右，便打算停了。坚持，你出去让排着队的人把餐给点了，做完他们的咱们就关店吧。今天卖太多了，明后天就不够了。
秦晋池点了头，便从厨房出去了。排着队的人估计还有10来个人，让他们都点好餐，外面就又来了一群人排上队了。我们实在不够了，你们别排了，想吃明天再来吧。大柱，你这太慢了，人家都卖完了，你才带我们来。那咱们明天早点过来。哎呦，我忘了他们家还得先品尝再买呢。老板，那我这些兄弟今天先试吃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们明天一早来买，行不行啊？肉蟹堡已经没有了，你们就吃这个吧。你们每个人只能吃1只啊。他还仔细地解释了一下过敏的事情。刚说完，众人就一人拿着1只剥了起来，很快就吃进了嘴。哇，好吃啊，好香啊！小龙虾中途还加热了一次，更入味了一些，自然是特别香了。他们吃完1只，秦晋池就挨个登记了名字，然后就把木盆端进了店里。众人站在店外不住地咂巴着嘴，眼巴巴地看着秦晋池端走。这小龙虾是好吃，但我吃过那肉蟹堡可更好吃呢。那热腾腾的汤汁配着大米饭，别提多香了。大家看着他得瑟的样子，个个摩拳擦掌。你还敢炫耀，不怕挨打？张大柱，你完了你！张大柱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一帮人追着他，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把最后一桌客人送走。姜婉婉和秦父秦母把厨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打算回去了。晋池，你和爹还有阿弟收拾完就先坐着歇会儿吧，我和娘去布庄买几尺布和棉花，给大家都做点厚衣服。行，早去早回。娘，咱们走吧。来了，婉婉呐，这块布买给晋池和阿燕做衣裳吧。行，娘，这一批买回去给爹做吧。行，听你的。娘，你喜欢什么颜色呀？这比葱绿色怎么样？哎呀，这颜色有些太鲜亮了，我这都一把年纪了。哪里呀，娘现在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呢，穿着肯定好看。那就买几尺吧。好。哎呀，婉婉呐，你看那匹布料可当真是好看，给你做成衣裳肯定特别好看。姜婉婉看了看，虽然觉得颜色确实好看，但还是拒绝了。娘，我的衣服很多的，不用再买布回去做的。你那些衣服都不厚，哪里能不买？听娘的，就买这个。秦母看着那匹布料，越看越满意。她儿媳妇儿长得漂亮，穿上这种颜色的衣裳肯定会更好看。等把大人们的布料都选好了，秦母皱着眉：婉婉呐，你说咱们给乖孙买什么样的呢？姜婉婉无奈地笑了笑，他们家团团这段时间的新衣服可没断过，原是不必再给他买的。不过转念一想，自家就这么一个乖巧的小宝贝，自然是值得最好的。仔细又挑选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花色特别好看的了。娘，团团的话呢，就用我的那匹冰蓝色的做吧，足够我们母子俩用的了。也行，看有专门用来做大氅的毛条，两人又买了些，才付完钱回店里。回到店里，秦晋池他们已经把店里都收拾妥当了。晋池，我们回去吧，再不回去的话，团团估计都要闹了呢。那小家伙早上的时候啊，可是拉着我的手，嘀嘀咕咕说了好半天呢，让我们一定要早点回去接他的。你放心，咱家小崽子你还不了解啊？估计正和狗蛋他们玩正开心呢。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出店外时，却不知道远处有2个年轻女子正瞪大双眼，惊奇地看着他们。阿姐，那是不是姜婉婉呢？好像是的，她不是嫁了个穷木匠吗？怎的还开得起店铺啊？什么糕点卖这般贵，抢钱嘛！爹娘，我们刚刚看到二叔家的婉婉姐了。你个死丫头，吵吵什么？看见就看见了，又不是死人复活了，激动什么？娘，好了，成什么样子了？娘，你别怪小妹，我们看见姜婉婉从对面的那家店铺里出来，那家店好像是她家开的。真的？那姜婉婉不就嫁了个穷木匠吗？还是两人偷摸苟且，
被江贤武两口子给逼着嫁过去的。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见他回去过。应该就是他们开的吧？我看他跟着一群人出来，然后还锁上了门。而且我们早上经过这儿的时候还放鞭炮呢，估计呀是才开的店。你们别关心人家的事了，咱们该回去了。娘，你们买了什么糕点呢？买什么买？贵得要死。爹爹，娘亲，你们终于来接团团了。好啦，我们这不是来了吗？咱们现在就回家吧。好，狗蛋儿哥哥，团团回家了，改天我们再一起玩。好。爷爷奶奶，小叔叔，团团回来了，你们有没有想团团呢？哎呀，奶奶的小乖孙哦，可想死我了。团团也想奶奶，也想爷爷，也想小叔叔。小叔叔也想我们家团团。娘，你快把团团给我抱抱。秦母不情不愿又小心翼翼地把团团递给他，你小心些，可别摔着我乖孙。知道了，知道了。团团被秦静燕接到怀里，也笑着附和道：知道了，知道了，团团会抱紧小叔叔的。秦静燕哈哈笑着抱着小家伙，看着他白嫩又精致的小脸儿，忍不住感叹道：咱们家团团可真是好看呐，又乖巧又漂亮。团团嘟了嘟嘴说道：错了，团团是俊俏，不是漂亮，漂亮是说女孩子的。像大林叔叔家的小茹姐姐才是漂亮，小叔叔笨笨的。几人听着这小家伙的话，都不由得笑出了声，还知道俊俏呢，也不知道哪里学的。晚上，团团趴在江婉婉旁边，小声地和他打着商量：娘亲，明天带团团一起去好不好呀？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都很忙的，我们顾不上你。团团皱着眉头：团团就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哪里也不去，好不好？要不带他去吧。秦晋池看着一大一小，都期待地盯着他，无奈地捂着脸。真是拿你没办法呀。团团和江婉婉对视一眼，就笑嘻嘻地抱着秦晋池的头，在他脸上嘬了好几口。秦晋池看着一旁看着他笑盈盈的江婉婉，伸出2根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颊，意味不言而喻。江婉婉的脸红了红，凑上去就吧唧亲了一口。秦晋池看着他通红的脸颊，喉头滚动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无奈地摸了摸还精神不已的团团，暂时压下心中异动。等团团睡着了，江婉婉也有些困顿，刚想说什么，就见秦晋池抱着团团，将他轻轻放到了床最里侧，还仔仔细细地把被子给他掖好。江婉婉看着他的一系列动作，眼睛瞬间就清明了。我们明天……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晋池紧紧搂到了怀里，下一刻炙热的吻就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第二天清晨，江婉婉迷茫地苏醒过来，抚着酸痛的腰坐起身，侧头看着正睡得香喷喷还不时咂巴着小嘴的团团，想到昨晚的事，脸颊瞬间就爆红了。正巧秦晋池心情很好的推开门进来，他关好门，转身就看见江婉婉气鼓鼓地瞪着他，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都怪你，我腰又酸又痛的，团团还在呢，你怎么不知羞的？而且咱们还要去店里呢。婉婉，你别生气，咱们晚些再去店里吧，或者咱们今天就留在家中休息了，不去了。咱们昨天才开业的呢，怎能今天就休息啊？说完便趴在床上，你快给我多揉揉。秦晋池见他困顿又难受的样子，眉头紧皱着，吻了他一下，心疼的低声道：好，我以后再不这般折腾了。我也不是不让，但你得节制一些吧。好，我以后尽量少弄几次。哼，知道就好。爹爹，娘亲。团团乖，再睡一会儿吧。好。团团窝在暖烘烘的被窝里，侧着小身子，见秦晋池给江婉婉揉腰，他担心地问道：娘亲，你的肚子痛痛吧？没事，娘亲腰有些酸，你爹爹帮我揉一揉就好了。
团团和爹爹一起帮娘亲。于是便伸出小手，轻轻帮她揉捏起来。只是小家伙还不懂腰和肚子的区别，小手随意的动作着。江婉婉感受着在自己肚子上没什么力道的动作着的小手和腰部揉捏着的大手，心中软软的，靠在床头，竟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秦静池见他闭上眼睛，呼吸也放缓了，便对团团轻声说道：宝贝，你要不要和你娘亲再睡一会儿啊？江婉婉再次醒来，天光已经大亮。娘亲。团团，你什么时候又睡着的呀？你爹爹呢？爹爹让我和娘亲再睡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呀。这时秦静池听着两人说话的动静，便端着装了热水的木盆进了屋，把帕子拧干，就走到床边给两人擦起了脸。江婉婉和团团也任由他动作着。现在几时了？你也不叫我。没事，还早，爹娘和阿燕先去店里了，不着急。快速地收拾好，简单吃了碗面，给团团穿上厚厚的袄子，一家三口才从家里出发。老板，你们终于来了，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两个老人家说只有你们会做。我马上就去做，你们再稍等一会儿啊。众人看着美丽的老板娘，都宽容不已。没事没事，你慢慢做就行。秦静池见众人盯着他媳妇儿看，皱起了眉头，抱着团团就挡在了江婉婉面前。江婉婉也不再多说，便进了厨房。众人见他冷冰冰的眼神，便移开了目光。不过很快又被他怀里粉雕玉琢的团团吸引了注意力。秦静池给团团支了个小板凳，坐在靠近厨房的小桌子旁。团团，你乖乖在这里坐着玩吧。知道了，爹爹。秦静池这才开始在店里走来走去的忙碌起来。店里坐着的大多是张大柱带来的好友，有好些都是才娶上媳妇儿没多久，许多都还没有孩子。看着可爱又乖巧的团团，都喜欢得紧。哎，小崽儿，你多大了？团团看着魁梧的张大柱，有些紧张和害怕，但看自家爹爹就在店门口，也就稍稍放下心来。团团快过4岁的生辰了。大柱哥，要是我媳妇儿也能给我生这么个白白嫩嫩的儿子或者闺女就好了。张大柱嫌弃地看了看他，一副黑壮的大老粗样，再看看站在门口英俊高大的秦静池。你可得了吧你！你看看那老板什么样，你再看看你自己。而且人家老板娘也是一副天仙似的模样的，咱们就想想吧，只要生出来的是个懂事听话的就不错了。你就死了心吧，你看我们家那小崽子可就闹人的很呢。不过庆年他媳妇儿这都7、8个月了吧，也快生了。对，快了。说完就看了看秦静池，又看了看面前粉雕玉琢的小家伙。算了，确实比不过。团团见这些怪叔叔一直盯着他笑，小脸一红，抱着手里的小玩具就一溜烟进了厨房。娘亲，好香啊！团团可不可以吃啊？哎呀，团团，厨房很危险的，不要站在灶台边上，烫到了怎么办啊？嘿嘿，知道了，团团再也不这样了嘛。摸着团团有些瘪的肚子，想到他早上只吃了几口面条。团团，你先去外面坐着吧，娘亲给你做点吃的。秦母在一旁看着满桌的材料，问道：婉婉呐，咱们给乖孙做点什么呀？那爹娘和阿燕，你们饿没饿啊？没有，我们早上在家炒了一碗饭，吃了再来的，还饱着呢。对，嫂子，你就给团团做一份就成了。江婉婉听完点点头，见螃蟹和虾都刷洗了100多斤了。娘，我知道做什么了，咱们烧水的那个灶是不是暂时用不着啊？见秦母点头，江婉婉就先让面前2个炉灶上的小龙虾和肉蟹收着汁，在烧水的那个灶上又迅速炒了一份小龙虾出来。娘，你和爹帮我把这些虾壳都给剥了吧，团团不太会剥，一会儿吃着不方便。知道了，你快去看这灶上客人的虾吧。
好。秦静燕把小龙虾和肉蟹包都端出去，江婉婉又立刻把第二份炒好，让他们慢慢炖着收汁。接着就把秦父秦母他们剥完壳的小龙虾又给2次加工了一下。不一会儿，一份鲜香扑鼻的小龙虾盖浇饭就做好了。阿燕，你快帮我端出去给团团吧，估计他看着外面的客人吃着呀，正馋着呢。秦静燕接过香味十足的盖浇饭，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然后眼不见心不馋地立刻端出了厨房。哪知一出去，就见团团已经坐在张大柱旁边，一口一只小龙虾的被他投喂着。秦静燕连忙把饭放到小家伙面前。客人，您不用管这小家伙，哪能吃你的呀？我们已经给他做了吃的了。团团闻着面前鲜香扑鼻的盖浇饭，眼疾手快的就舀了一大勺，香喷喷的吃了起来。没有什么，这小崽儿太讨人喜欢了。那您先吃着。张大柱原本觉得自己点的这份小龙虾和昨天吃的肉蟹包比起来也不遑多让，但看着团团面前的那盘满是虾肉、汤汁浓郁粘稠的盖浇饭，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粘了上去。嘻嘻，叔叔吃。张大柱呆愣愣地看着这小家伙的动作，又看看他甜甜的笑，顿时心里就软乎乎的。谢谢小团团。不客气的，团团也吃了叔叔的虾虾哦。张大柱看着大勺里的饭，心中迫切的希望自己也能有个贴心的儿子或者女儿了，只是自己这媳妇儿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先把团团放进他勺子里的盖浇饭送进嘴里尝了尝，这个太好吃了，咱们也点吧。说完，正好见秦敬池端着一瓦罐蟹肉包过来，等他放下就着急地说道：老板，这个饭给我们上一份吧。这是我媳妇儿考虑到我儿子不会剥虾壳，才特意给他做的，剥壳的话太费时了，我们是没办法做了。行吧。不过见盖浇饭里都是虾仁儿，两人便自己动起手来，先剥了一小盘的小龙虾肉盖在米饭上，然后把小龙虾里的汤汁舀一些浇上去。就这样，一份简单的小龙虾盖浇饭就完成了。两人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虽然味道没有团团的那碗香，但也非常不错。其他人看着他们这种吃法，也都跟着尝试起来。不过也有些人喜欢一只一只的剥着吃，感觉这样才更香。晌午过后，大牛和秦德正他们卖完豆腐也过来了。静池，今天生意不错吧？我看这外面还有好多人呢。大牛哥，你们今天卖完的很早啊？对，反正时间还早，我们就想着现在估计客人很多，就过来给你帮帮忙。不用，你看我们这店铺也不大，坐不下太多人，我们一家人就足够了。静池，旁边的店铺不也是你们的吗？这生意这般好，可以一起用啊。阿正哥，你有所不知，我们旁边的2层店铺是要卖别的东西的，现在弄得七七八八了，就还差些桌椅板凳什么的。可是你们会不会忙不过来呀？这两边可都要人做呢，晚晚一个人估计不行吧？我们卖的比较简单，不用晚晚一直在的。那静池，既然用不着我们，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吧？进来坐着尝尝吧。我们吃了面才过来的。那大牛哥，你们路上慢些，我先去忙了。好。两人走出店铺，听着有几人激烈地讨论着麻辣小龙虾好吃还是蟹肉包好吃，都露出了微笑。秦德正笑道：静池他们这生意可真是好啊，不过还是他媳妇儿能干，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异常美味。谁说不是呢？咱们也是托了他们的福，如今家里也攒了些银子了。我打算呀，明年开春就盖新房，等农忙结束就把我家狗蛋儿给送去学堂，我家2娃也一起送去，静池家里的小团团应该也会送去，到时候几个小崽子一起上下学，也不怕被人欺负了去。两人回去的路上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以后的打算，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家。江婉婉这边虾蟹都卖了200斤，就打算歇业了。等客人都送走了，大家正打扫着，就突然又冲进来了几个人。
老板娘，你们先别关门呐，再给我们做一份吧。昨天沈岩带了些小龙虾去了我家，说什么会过敏，就舍得给我吃了一个。今天家里又有事儿，弄得现在我们才出来。你们以后可得早些来，我们还急着回家呢。说吧，吃什么？我们这些人吃多少合适啊？麻辣小龙虾和肉蟹包都吃的话呢，就一样来4斤吧。成，那就按你说的上。秦静燕原本要顺路去给李雪珍他们送一瓦罐肉蟹包的。嫂子，那我现在就把肉蟹包给远叔他们送去吧，正好我可以快点回来和你们一起回家。行，你去吧。李雪珍听见小玉说秦静燕来了的话，有些高兴，又有些生气。那人竟那么多天了才来。过了一会儿，秦静燕就提了个大提篮走了进来，状似无意地看了看一旁的李雪珍，才向苏荷和李远行了个礼。远叔、婶婶，我们家的海鲜店昨天开业了，昨天忙不过来，今天才给你们送过来尝尝。正好我们都还未用饭呢，明天我们也去你们店里看看去。那我们当然欢迎了，这是我嫂子刚做好的，你们快趁热吃。他一放上桌，瞬间房间里就香气四溢，全是麻辣鲜美的味道，几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闻着这味儿就食指大动了。秦静燕偷偷看了几眼李雪珍后，才开口道：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哥和嫂子他们还等着我呢。李雪珍听完，唰地看向他，忍不住瘪了瘪嘴。苏荷看着自家女儿这副样子，好笑地摇了摇头：雪珍，你去送送阿燕吧。知道了。李雪珍慢吞吞地走在前面，院子里的路弯弯绕绕的，走了好一会儿，秦静燕四处看了看，才走到她身旁，轻轻握住了她的手。李雪珍感受着握着自己温暖的手掌，嘴角不由自主地往上翘。你好些天没来了。这几日家中有些忙，不是故意不来的。等我家搬进新房了，我就找人上门提亲，你愿意吗？李雪珍心脏猛烈地跳动着，像是紧张又似是欢心。你以后会对我好吗？当然了，以后你说什么便是什么，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李雪珍笑了笑，这算什么答案？不过看她紧张不已的样子，又觉得她好像心里眼里都是自己。她往前走了走，在秦静燕渐渐沮丧起来的时候，才轻声开口：我愿意的，你早点来。说完，就在她脸颊上印上一个吻，而后脸色通红地跑回去了。秦静燕怔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少女灵动的背影，直到李雪珍消失在转角处，才慢慢回过神来，激动又欢喜地上扬着嘴角，依依不舍地站了好一会儿，她才步履轻快地朝前面的大门走去。快过来坐下，菜都要凉了。等他坐下，二人才看到他通红的脸。李远看着他这副样子，皱了皱眉，两人这还没定亲呢。那个小子。苏荷淡笑不语，那秦静燕是个好的，他也乐得两人多接触，要是能早日成婚，说不准还能早早的生个小外孙给他们夫妻俩玩呢。见两人你一个虾我一块蟹的大快朵颐着，李雪珍心不在焉地吃着饭，过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爹娘，我秦静燕说她再过段时间就来提亲。苏荷倒是心情不错，李远听着这话却感觉莫名的难受。自家养了这么多年的闺女，以后可就是别人家的了。好了，你想想，雪珍要是和那秦静燕成了婚，说不得第2年就能给咱生个小外孙呢。我看秦静燕兄弟俩长得很像，估计生个外孙也和小团团一样乖巧可爱呢。说完，他就不住地笑着，脑海里全是缩小版的小团团。娘，你说什么呢？李远听着苏荷的话，瞬间心情就好起来了，只觉得那秦静燕非常不错。我和娘啊都商量好了，咱们把新房好好装饰一下，正好你们成亲好用。嫂子，辛苦你和娘帮我安排了。这有什么呀？
以后呢，雪珍嫁过来，你可得好好待人家了，人家是县令的女儿呢，愿意嫁到咱们家呀，就说明她是很喜欢你的，可别寒了她的心啊。嫂子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的。正好炉灶上又一份蟹肉包炖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快帮忙端出去吧。原本给王灵芝他们做好了，姜婉婉都开始整理灶台了，结果沈岩就带着他们一家都过来了，姜婉婉也不好拒绝，只能又继续给他们做了。爹娘，你们快尝尝，这个汤汁拌着米饭可好吃了。沈岩弄完就立刻给自己也来上一份啊，好吃。哎呀，真不错，咱们县里可没有哪家酒楼能做这般好吃的东西呢。我上次去王夫人家做客，他们家从京都请了个大厨回来，我吃着那大厨做的菜，感觉远不如这个呢。你们要是喜欢，以后常来啊。不过夫人您可以多吃点虾，少吃点蟹。我嫂子说螃蟹是什么寒性的，女子不能多吃呢。虾也很好吃哦。沈母看着可爱的团团，心中喜爱的紧。知道了，以后我就多点小龙虾。团团甜甜地对他笑了一下，就又窝在他小叔叔怀里，兴致勃勃地继续玩起了小玩具。等王灵芝和沈岩他们都吃完，秦静池和秦静燕就立刻把店铺门给关了，在店里收拾收拾。秦静池抱着团团，姜婉婉他们就跟在他旁边，一家人这才回家。一到家，秦父秦母就火急火燎的要回去了。婉婉呐，咱们家的猪还是请你王婶帮忙喂的，我只让她晌午的时候帮忙，这晚上还得咱们自己回去喂呢。我和你爹就先回去了。娘，那你们去喂完猪就快点回来吧，我做饭等你们。咱们只是晌午随便吃了点，估计也都饿了。行。秦静燕在屋里带着团团玩，秦静池就和姜婉婉去了厨房。看着厨房里没剩什么菜，只有点五花肉什么的，姜婉婉想了想，就去了厨房外的简易小棚里，摘了几个西红柿，又扯了一把蒜苗才回来。你这是哪里买的种子呀？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见你天天宝贝的看着，我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珍贵的水果呢。这是很好吃的蔬菜，是在县城偶然买到的种子，不过也可以当水果吃了。秦静池点点头，有些期待起它的味道了。姜文婉也不管他想什么，开始准备起菜来，先把米饭蒸上，好让秦静池帮忙切五花肉，自己则是处理起了西红柿，又切了些葱姜蒜和辣椒，就差不多了。正好秦静池已经把五花肉都给切好了，锅中加入少量的水，把五花肉倒进去，煸炒出大多数的油分，然后把肉推到锅边，加入姜蒜、辣椒和花椒，爆香之后均匀地翻炒着肉片，然后加入蒜苗继续翻炒，最后再调调味儿，一道简单的回锅肉就炒好了。快尝尝，这五花肉的肥肉不是特别多的，闻着特别香。秦静池低头把肉叼进嘴里，嚼了几下，就迅速咽下了肚。特别香。我先放在炉灶上温着，要热乎乎的下饭才更好吃呢。哎，好。姜婉婉等他把自己的头发拨弄好，才开始做别的菜。这时，另一个灶台上的米饭也蒸熟了。静池，你先把菜端过去吧，我把米饭舀进木桶里，一会儿就过去。行。姜婉婉端着饭进屋时，团团正趴在桌子上，好奇地闻着番茄炒蛋，然后又闻闻糖拌番茄。看着姜婉婉进来，放下米饭，连忙跳下椅子。娘亲，别自己往下跳啊！娘亲跟你说了，这椅子有些高，不小心摔到了可怎么办啊？团团以后不这样了。说吧，刚刚想和娘亲说什么？娘亲，这是小棚子里的红果果吗？咱们团团可真聪明，娘亲都做成菜了，还能认得出来。团团当然知道了，娘亲你跟团团说过，红果果可以用来炒蛋蛋，团团都记住了。看着他这副自信的样子，姜婉婉和秦静池笑着对视一眼。自家这小家伙是什么品种的小可爱呀？也太萌了。秦静燕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话，有些惊讶地看着桌上用番茄做的菜，暗暗决定一会儿坚决不吃。他可是悄悄地摘过一个尝过，那味道别提多怪了。
一会儿还是只吃香喷喷的肉好了。娘亲，爷爷奶奶回来了，我们吃饭吧。然后指着糖拌番茄，团团想要甜甜的果果。好，娘亲夹给团团吃，先尝尝看喜不喜欢。团团原本以为番茄就是甜甜的果子，结果嚼了几下就皱起了眉，慢慢的又松开了眉头。娘亲，这个果果味道好奇怪呀。姜婉婉笑了笑，她就知道第一次吃肯定不太习惯，于是就给她舀了一勺番茄炒蛋。团团再试试这个，番茄炒熟了，应该更容易接受一些。娘亲，这个好吃。我今天和雪珍说，等咱们搬去新房，就上门提亲。见爹娘诧异地盯着他，他又继续道：是嫂子说的，而且我阿哥和嫂子给我的工钱，我可都存着呢，有20多两了。等以后我和雪珍成亲了，我就去书店找人把我写的画本子拓印出来。嫂子说我写的特别好，肯定有很多人买的。确实写得很不错的。以后条件再好些，你和雪珍就开一家书店，正好雪珍也念了好些年的书了，你们俩一起写东西，日子估摸着也是很不错的。秦金燕听着他的话，脑海里全是对以后的构想。嫂子说的对。秦父秦母虽然害怕李雪珍嫁过来过不惯他们的苦日子，但想着家里在一步步变好，姜婉婉还贴心地安排着这些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总之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过现在考虑这些还比较早，他们还得先把新房给布置好才是要紧事。娘，前几日晋池他师傅呀，把咱们的家具都送过来了。明天咱们在县城里多买点布料和棉花吧，回来缝我上次跟你说的那种垫子。行，我看你说的那沙发又长又宽的，估计咱们要买10几斤的棉花才行呢。娘，你觉得需要多少，咱们就买多少吧。两人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要做的款式什么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婉婉呐，这天色也晚了，我看乖孙都困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啊。娘，那你们回去慢点，我送送你们。刚起身就不小心扯到了腰腹，一阵酸痛感传来。今天一直在忙，他就忽略了疼痛感，坐了这么久，突然站起来可不就疼了吗？不用送了，也没多远的路，再说了还有阿燕呢，你们也忙了一天，快收拾收拾休息吧。说完就拉着秦父和秦静燕回去了。是不是还特别疼啊？都怪我，你先别动，我帮你擦擦脸。说完就把洗脸的帕子浸湿拧干，给他仔细擦了擦脸，又去给团团仔细擦了擦，就把帕子拧干晾起来，接着端过另一盆稍烫一些的热水，抓着姜婉婉的脚踝就要帮她脱鞋。你别，我自己来就好了。秦晋池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继续着手上的动作，把他洁白的脚放进热水里泡着。秦晋池就又去给团团擦了擦脚丫子。姜婉婉看他忙碌的动作着，眼里全是幸福的笑意。秦晋池看姜婉婉一脸笑意，好笑地捏了捏她的脸。笑什么呢？姜婉婉看着他爽朗的笑容，呆愣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道：你怎么不对？你的手才给团团擦过脚丫子呢，你就捏我的脸啊？咱们儿子一天都不走什么路，不脏又不臭的，小心我明天告诉他，他娘亲嫌弃他。你敢？况且团团肯定是不会相信的，他最喜欢我这个娘亲了。你不记得了吗？上次小家伙把他藏的牛肉干分给我吃了呢，却没给你。你不说我还不记得了，这小崽子是越来越不把我放眼里了，好东西就知道分给娘亲，却不分给我这个爹爹了。那当然啦，他的好吃的呀，可都是我做的，当然要好好讨好我啦，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嘛。爹爹，娘亲，看吧，你把儿子都吵醒了呢。秦晋池无奈地想，明明自家媳妇儿的声音更大，不过他也不辩驳，低头把他的脚抓起来擦干，就将他拦腰抱起，放到了团团旁边。你就陪着团团吧，我去洗洗就进来。娘亲，怎么了？团团就想叫叫娘亲。
秦晋池一身水气的走进来。团团，娘亲，怎么了呀？快到娘亲怀里来。团团窝在被窝里，笑盈盈的。嘿嘿，娘亲，好舒服呀。快睡吧。就见团团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团团看看一旁笑着的自家娘亲，又看看另一边光秃秃的墙壁，他这才反应过来，爹爹坏，为什么要把团团抱到里面挨着墙睡呀？随后又继续委屈的嘀咕，团团要睡在爹爹和娘亲的中间，在中间可以挨着娘亲，也可以挨着爹爹。秦晋池看着他眼睛里慢慢升起一层水光，立刻又抱回来塞进了他们中间的被窝里。爹爹呢就是想把团团抱过去躺一会儿，等会儿给你娘亲揉揉腰就会抱回来的。爹爹骗人，团团记得有好几次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都在最里面，爹爹是不是常常把团团悄悄抱进去？突然见江婉婉一直笑，就问道，娘亲，你说是不是呀？娘亲也不知道啊，可能你爹爹啊每天都这么做吧。秦晋池听完，委屈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见小团子愈发委屈了，他连忙解释道，宝贝，你别听你娘亲的，爹爹没有。娘亲，你抱着团团睡，要一直抱着哟，不然团团又会被坏爹爹抱走了。娘亲知道了，不会让坏爹爹把你抱走的。秦晋池无奈地看着自家这一大一小两个调皮鬼，摇摇头躺进被窝里，将两人一起搂进了怀里。团团后背贴上他爹爹热乎乎的胸膛，舒服地眯了眯眼，不过还是傲娇地撅着小嘴儿。婉婉，咱们要不找2个人跟你学着做麻辣小龙虾和肉蟹煲吧？每天只有你做，太累了。爹和娘年纪大了，做起来也累。你说的也对，咱们后面把火锅店给开起来的话就更忙了，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啊，得要那种勤快肯干品性都不错的人才行。要不选村里的林路和林江2兄弟吧，2人还都是15、16岁少年，是肯吃苦的。林路去年还在酒楼里学过几个月呢，只是后来因他爹娘因病去世了，也就没再去了。那明日咱们早些回来去问问吧。娘亲，我知道林江叔叔，他以前还给团团吃饼饼呢。是吗？那团团有没有谢谢林江叔叔呀？当然了，团团说了以后，林江叔叔还摸团团的头，说团团特别乖呢。那咱们团团可真懂事啊。团团当然懂事了，都是娘亲教的。秦晋池无奈地看了江婉婉一眼，得，这小家伙还生着气呢。江婉婉无声地笑了一会儿，就拍着团团的小屁股哄睡了起来。团团嘴角翘着，在他的轻拍下慢慢的就困了起来，小声嘀咕，爹爹可不要把团团抱走。第2日晌午过后，蒋大海就又来送虾蟹了。静池，你快来帮忙搬一下吧，我这2日运气可着实不错，虾蟹都有好几百斤呢，还有一大桶的那个什么花甲。大海哥，你这次捞的虾可真够肥的，瞧着比上一批还大呢。也是我运气好呢。2人把虾蟹都搬完，秦晋池就把他领进了店里。大海哥，你先坐着，我让婉婉帮你做一份肉蟹煲尝尝，你还没吃过呢。好。蒋大海看着店里店外的客人，惊讶不已，乖，这客人也太多了吧。他局促地坐在靠近厨房的地方，没过多久，秦晋池就端着1瓦罐的肉蟹包放到了他面前。大海哥，你先吃着吧，我先去忙了。行，你不用管我。刚吃了一口，他就瞪圆了眼睛，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他死死地盯着瓦罐里的虾蟹，实在想不通，那么难吃的虫子竟能做成这样的美味。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大快朵颐起来，把汤汁和虾蟹肉都舀一些放到米饭上，一口接一口的。没过多久，瓦罐里
就被扫荡了个干净。静池啊，你们这要多少钱呢？大海哥，不用钱，这都是你帮我们捞的，请你吃是应该的。以后啊，你每次来送货就在店里吃了再走。哈哈，那便谢谢弟妹了，你们做的可太好吃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大海哥，钱还没给你结呢。还有，你先等一等，晚晚炒一份麻辣小龙虾给你带回去吃。吃得太开心了，都忘了小龙虾估计也特别好吃吧？那我可就等着了。最后，蒋大海走出店门时，一只手里攥着一布袋的碎银加铜板，另一只手则是提着江婉婉和秦静池夫妻俩特意给他做的小龙虾，估计有个4、5斤呢。哎，你这什么东西啊？怎的味道如此香啊？我给曲峰县的一家饭馆送海货，这人家老板特意给我做了带回家吃的，香吧？那个可不可以卖些给我呀？我尝个味儿。那可不行，得给我娘子他们带回去尝尝呢。你实在想吃，就去曲峰县的安安海鲜店去买。不过你可得去早点，人家客人都排队呢。算了算了，我下次自己买便是了，还能吃最新鲜的呢。完了，忘记和大海哥说了，得让他多捞点。咱们这每天都得200多斤的虾和200多斤的蟹呢，这完全不够啊。没事，别急，等他过2天来再说吧。也不知道他一个人能不能捞得了这么多。也只能这样了。想着今天还要去找林路和林江2兄弟，江婉婉打算早些关门。爹，阿燕，我们回去吧。锁好大门，江婉婉便说道：咱们先去布庄吧，我去买点棉花和布料。做沙发的垫子也不需要什么好布料。江婉婉在布庄里转了一圈，简单选了一款灰色的粗布，又买了20斤的棉花，就迅速地提着东西走出店铺。好了，咱们走吧。几人快走到家门口时，团团就开心地飞奔出来。爹爹娘亲，爷爷，小叔叔。慢点儿，小调皮。乖孙儿，爷爷不是跟你说了，不能跑太快的吗？摔着你可怎么办呢？嘻嘻，爷爷。随后又抱住了他爹爹的腿。爹爹。现在一副想念秦静池的模样，全然忘记了昨天晚上他小嘴撅得有多高了。今天和奶奶在家里，乖不乖啊？团团还帮奶奶扫地了，奶奶说团团可乖了。我乖孙什么时候不乖呀？不仅帮我扫地，还帮我倒水洗菜呢。团团坐在秦静池臂弯里，瞬间就骄傲地扬起了小脸儿，眼神还不住地瞟向江婉婉，正等着她的夸奖呢。团团真厉害，乖宝贝。听着这话，团团小嘴翘着，脸上笑盈盈的，开心极了。把东西放进屋里，江婉婉和秦静池就打算直接去林家了。团团也想去呀。见江婉婉不说话，小家伙继续撒着娇。娘亲，娘亲。好啦，真是怕你了。走吧，爹爹，抱抱。夫妻2人无奈地对视一眼，秦静池把他单手抱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臂弯里，一家3口这才出发。爹爹娘亲，我们要去哪里呀？咱们呀，去你林江叔叔家。团团知道了，我们是要请林江叔叔他们做饭饭，是不是呀？团团听爹爹娘亲说的哟。对，我们家团团记性可真好呢。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就看到了远处林家的茅草屋顶。林江叔叔，林江叔叔，快开开门，是团团呀。过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静池哥，嫂子，你们快进来坐坐。林江局促地拿过有些缺口的碗，给3人倒了点水，搓着手指问道：静池哥，你们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你阿哥呢？他去县里做工去了，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今天这是怎么着了。往日里他现在早该到家了，不过应该也快了。那咱们等他回来再说吧。他应该回来了，你们先坐着，我去看看。说完就迎了出去。阿哥，你这是怎么了？林江刚出去，秦静池和江婉婉就听见了他的喊叫声。他们刚出去，就看见了林路鼻青脸肿的模样。团团看着这幕，害怕的紧紧抱住秦静池的腿。爹爹，
秦敬池摸了摸自家儿子的头，以示安慰。你这是怎么了，林路？你这是跟人打架了？敬池哥，我没有打架，是那主家丧天良，我们一群人给他干了半个月活，都弄完了，他说不满意，硬是不给工钱，我们气不过，就和他的家丁打起来了。你每天回来背上都是淤青的，这般辛苦，他们竟然……你们可以去官府告他的呀。没用的，他事先让我们签了协议，说是不满意就不给工钱，我们不识字，就都按了手印。你那家地主是谁啊？是县里的王员外。秦敬池点点头，他打算有机会还是跟李远说说这个事儿。那人这般嚣张，估计这种事没少做，说不准还有好多被坑害的人呢。你也别在外面站着了，我们送你去医馆找郎中看看吧。我没事，就是些皮外伤，养几日就没事了，用不着去医馆。秦敬池见他神色坚持，也就不再说什么，随即便和临江一起把他扶进屋里坐下。敬池哥，你们有事吗？啊，我们在县里开了家卖吃食的饭馆，现在只有我媳妇儿会做，她一个人太累了。我和我阿弟还有我爹都不太会做吃的，我娘身体呢估计也吃不消。我们就想着你以前不是还在县里的酒楼里学过吗？所以就想问问你和临江愿不愿意去我家店里去做学菜，以后就定我媳妇儿的位置。放心，工钱什么的都不会少的。你们学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帮忙打打杂，工钱会低一些，每个月2两银子。等能上手了，工钱就会提到3两银子了。兄弟二人呆愣地看着他们夫妻俩，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竟然还有这种好事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真的吗？敬池哥，你没说笑吗？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不过你们去的话呢，得签个协议，以后在我家这儿学了手艺是不能传出去的。哎，我们肯定不会传出去的，嫂子，你们放心。对，我们很感激你们给我们兄弟2人这个机会的，不会做那忘恩负义的事儿。那既然你们都愿意，那等林路在家里养2天，你们2个人就到店里帮忙吧。敬池哥，不用，我们明天就能去的。不急，养好伤再来便是。林路见他的眼神落在了自己伤了的腿上，局促不已。那好吧。回去的路上，团团话也不说了，被秦敬池抱在怀里，小手紧紧地搂着他爹爹的脖子，眼睛里还微微泛着水光。宝贝别怕，没事的，林路叔叔呢就是不小心受伤了，过几天就会好的。以后爹爹和娘亲不可以受伤，不可以痛，团团会很难过的。宝贝放心，爹爹和娘亲会好好的，不会让我们团团伤心的。团团宝贝，别伤心了啊！你看娘亲特别健康的，不会受伤的。说完，他还蹦了几下，见小家伙终于破涕为笑了，才停下来。团团被自家爹爹娘亲哄着逗着，很快就忘记了伤心事。怎么样，味道还行吧？太好吃了，嫂子，咱们生意以后肯定会特别好的。姜文婉和一旁的秦敬池对视一眼，都轻笑了一声。林路见他们莫名的笑着，有些不解。不过等快到晌午时，他就明白他们在笑什么了。此时兄弟2人呆愣愣地看着店铺里坐满的人，又看看外面排着的长队，震惊不已。最重要的是，秦敬池只记下几10个人的名字，就说剩下的人明天再来。看着后面没排到的客人都在哀嚎。敬池哥，还有这么多客人呢，咱们怎么就不做了？啊，因为我们的虾蟹不够了，而且你嫂子也忙不过来。再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给所有客人做，那他们岂不是多吃几天就腻了？哦，这样啊。好了，你快进厨房跟你嫂子学习吧，这有我呢。哎，好。这边觉得虾蟹不够，而另一边的蒋大海也在发愁。自从上一次他去送了虾蟹之后，秦敬池和姜婉婉就让他以后多送一些。他把这些烦心事儿在家里提了一嘴后，你这个脑壳怎么这般死板？蒋大海委屈地看了看他媳妇儿。咱们村里也有好几家人经常去海里捞东西，怎么可以让他们捞起来卖给我们呀？就按2文钱的价格收，有的是人愿意卖呢。咱们这边也继续捞，到时候不是还能多挣些吗？蒋大海听完立刻反应过来，双眼发光的抱着他媳妇儿转了个圈儿，就兴奋地出门找人去了。不过想到秦敬池他们只让他多送1倍的量，
就只去找了村东头的黄家。远远的就看见黄有才他们正对着一张大网发愁，大网里赫然就是虾蟹之类的海货。黄三叔，你们这是干嘛呢？怎么愁眉不展的？哎，你看看，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每日一下海，就捞上来一堆虫子，要是能有几条鱼，好歹还有点肉，勉强也能吃。所以这样东西我都打算拖回去喂喂鸡。哎，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嫌弃的话就卖给我吧。这玩意儿你还买？你自己不也是捞鱼的吗？应该能捞很多才对啊。我捞的不够。哎，你别管别的，2文钱1斤我都收了，怎么样？黄有才和他儿子听着这话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黄有才把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个遍，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道：哎，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就这你可仔仔细细看清楚了，这都是些有硬壳的虫子，没肉的。蒋大海无奈地笑了笑，想当初他也是这样想的，这些虫子哪能吃啊？但人家江婉婉就能用它们做出那样的美味。黄三哥，我真有用，你不用管，只管卖给我就成。哎，还有啊，咱们村后那些小溪里面红黑色的，还有钳子的那种虫子，我也要呢。你可以多去捞一些，都卖给我。黄有才嘴角抽了抽，看蒋大海像是看大傻子一样，不过想到这些没人要的东西还能换钱，也就不管这么多了。你收多少啊？一直收。我长期收的，不过要是什么时候不需要了，我会提前说的。哎，行。最后蒋大海把黄有才网兜里的虾蟹都买了去，回去时还乐颠颠的。儿子，你以后可不能像你大海叔这般傻呀，这银子就这么白白的送了出来。知道了，爹，我可不会买这种没用的东西。以后啊，你们就住在旁边，晚上也卖小龙虾，到时候你们的工钱我们也会给涨一些的。林露和林江呆愣在了原地，完全没想到旁边的店铺竟然也是他们的，一路上都是懵懵的。林露、林江，你们兄弟俩晚上在我家吃饭吧。你们嫂子做菜很好吃的，不想尝尝吗？林江听见这话犹豫了一会儿，就忙不迭地点了点头。那谢谢静池哥，谢谢嫂子。这有什么啊？你们今天跟着忙前忙后的，也辛苦了，明日继续好好学就成。我们会的，嫂子你放心吧。你们先坐吧。随后江婉婉便去了厨房，把柜子里的猪肉脯装了一小盘出来，给2人端了过去。你们呢，先尝尝这个猪肉脯吧，我们先去做饭了。嫂子，我们来帮忙吧，顺便也能学着做做呢。不用，都是很简单的，你们做着就是，用不了多久的。娘亲，你和爹爹回来了吗？叔婶儿，快坐，你们今天跟着婉婉学做虾蟹了，怎么样啊？学的还行，不过嫂子让我们试着做了一下，味道远没有她做的那么好吃。年轻人急不来，你们这才开始学了1天呢。秦父秦母坐着和他们兄弟俩聊着天儿，团团见秦晋池和江婉婉没在这儿，就噔跑去了厨房。娘亲，爹爹。团团，你别过来啊，这边太呛了。乖乖坐着，爹爹和娘亲给你做饭。团团仰着头，双手放在腿上，乖乖地说道：哦，好吧，团团知道了。不一会儿，一道香喷喷的糖醋排骨就出了锅。宝贝，你慢慢吃啊，吃的时候小心烫啊，小馋猫。团团知道了。好吃。江婉婉又动作迅速地炖了1瓦罐软糯的红烧肉，炒了1盘青菜，1瓦罐的萝卜排骨汤，还给团团做了1份蒸蛋，菜就齐了。林露和林江看着色泽漂亮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眼睛直愣愣的，直咽口水，这可都是肉啊！爹娘，阿燕呢？她怎么没过来啊？那小子呀，不知道缩在房间里写什么东西呢，入迷得很，让他来也不肯，说是今天不吃饭了。不吃饭哪行啊？我给他把每样菜都装上一些，放在炉灶上温着，一会儿爹娘你们回去的时候啊，给他烧过去。
行，也就你们惯着他这臭毛病。江婉婉把盛出来的饭菜放去厨房，秦母和秦静池则给大家都盛上了米饭。静池弟妹，你们不是说让我多捞些吗？但是我一个人也捞不了太多，我就在村里找了户经常下海的人家，跟他们收了好些虾蟹呢。这不，今天就赶紧送过来了。江婉婉看了看几个大木桶里肥硕的虾蟹，这样也挺好的。大海哥，你可以低价收回来，这样还能多赚一些呢。不瞒你说啊，我收的虾蟹也就2文钱1斤呢，每斤我还能挣1文呢。那就好。最后江婉婉又给他炒了一份麻辣小龙虾，想大海才兴高采烈地离开。他如今也知道他们卖虾蟹的时候都是几10文1斤的，不过看人家加的油和调料什么的，就知道花费也少不了，估计也只有那江婉婉才能将这些虫子做成这样的美味。江婉婉在厨房准备着材料，隔着小窗偶尔看一眼在外面坐着的团团。团团眨巴着大眼睛看着突然出现的人，原本有些害怕，但他看着李三娘满眼泪花还慈爱地看着自己的模样，就又有些难过。奶奶，你怎么了？不要哭呀。江婉婉切着东西呢，突然听见团团的声音，连忙擦干净手从厨房走了出来。他看着面前满眼含泪的老人，有些疑惑，又有些不知所措。婉婉，你别赶娘走，娘就是来看看你。江婉婉睁大了眼睛，原主竟是还有父母吗？可是自己接收到的记忆里完全没有他父母的事儿啊。岳母，您快坐。李三娘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盯着他看。江婉婉则是局促地站在一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以前也没有父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啊。团团，这是你外婆，快叫人。外婆想抱抱你，好不好？江婉婉抚摸着小家伙的脑袋。快去吧，外婆想你了，让她抱抱团团好不好？外婆抱团团。李三娘连忙把小家伙给抱进怀里，仔细打量着他的眉眼。我上一次见这小家伙的时候，哭声跟小猫崽子叫似的，瘦瘦弱弱的。后来我背着婉婉他爹偷偷来了几次，都没有见过他。我还以为外婆要乖乖的，不要哭哟。团团都好久没哭过了。好，外婆听你的，我不哭了。您后来没见过这小家伙，可能是因为我把他送到我爹娘那边去了，那段时间都是他们2老带着小家伙的。怪不得呢，这小家伙很像你们俩呢，小鼻子挺挺的，很像静池，眼睛大大的，眼型和婉婉长得像，小嘴巴也像婉婉，眉毛倒是像静池呢。小家伙的小名叫团团吗？对，小名叫团团，大名叫秦其安。齐安，好听，小名和大名都好听呢。团团的小名是娘亲取的哟，团团特别喜欢。大名是爹爹取的，团团也很喜欢。秦静池和江婉婉对视一眼，无奈地笑了笑。外婆也很喜欢。娘，你先坐着陪陪团团吧。你吃过饭了吗？我先给你试试我们的海鲜吧，要是不过敏的话，我一会儿给你做一份尝尝吧。李三娘心情复杂地看着他，她的婉婉有多久没这样心平气和地和他说过话了？她已经不太记得了，看着他温和的语气都有些不习惯。娘，好，尝尝。随后江婉婉让他尝了一只虾。一会儿呢，要是不过敏我再给你做，那我先去厨房忙着了。你们辛苦了，现在客人呢也开始多起来了，咱们要开始忙了。应该的，嫂子，我看今天新送来的虾蟹比现在这批还要大只呢。咱们现在这批今天也就卖完了，明天就卖刚送的。你们俩呢好好学，就2个菜，应该很快的。
最多10天就能学会的。到时候你们俩就留在店里，我和你进池哥可能就要准备搬进新房了，到时候有的忙呢，所以你们俩就要多多辛苦啦。哎，这有什么的呀？嫂子，你放心，我们俩一定好好学。嫂子，你们家新房可真好看啊！其他村的人路过看到都要停下来夸好一会儿呢，还说这新房子的主人是发大财了。我们那其实啊就是个2层楼的，第3层空间不大，是打算给我们家团团当玩耍的地方，以后就把那小家伙呀送去学堂多读点书。小团团那么机灵，以后啊说不定还能当个小状元呢。姜婉婉无奈地笑笑，这状元哪是这般好当的，整个国家也就只能选那么一个人呢。他想，只要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快快乐乐地长大就好了。婉婉，这是单子。姜婉婉接过来看一眼，暂时要做5份肉蟹包和4份小龙虾。要不要我做什么吗？静池哥，刚刚我们俩估摸着客人们要来了，就先把这些虾蟹都处理了一些，暂时还够呢。那就行。婉婉，我去隔壁看看，师傅今天早上过来说，已经帮我们把桌椅都放进店铺里面去了。这么快呢？那你先去吧，等些以后我再和你一起去看看。姜婉婉忙活了一会儿，才走出厨房，对李三娘说道：娘，你刚刚吃完虾蟹以后没什么难受的吧？没有。那行，我给你上1份肉蟹包吧，有蟹也有虾的。一会儿呢，我再给你炒一个麻辣小龙虾，你带回去，和我爹一起吃。哎，好。外婆，团团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呀？你都不来看团团的。对不起，都是外婆的错，以后外婆一定多多的来看团团，再带上你外公，好不好？团团的外公是谁呀？团团的外公啊，就是你娘亲的爹爹。娘亲的爹爹，那外公肯定很喜欢娘亲，因为团团的爹爹也很喜欢团团哟。外婆，团团跟你说，爹爹有的时候好烦人的，经常欺负团团，刚刚还捏了团团的脸。你爹爹捏你脸，是因为觉得你可爱，喜欢你。真的吗？可是爹爹不只会捏团团的脸，还会揪团团的鼻子，还会挠团团的痒痒，而且团团还发现，爹爹晚上会把团团偷偷地抱去床的最里面，团团最喜欢睡爹爹和娘亲的中间了的。小家伙想到自家那个坏爹爹，就更生气了，小嘴儿高高的撅着。李三娘听完，尴尬地笑了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娘，蟹肉包来了，你快尝尝。娘亲，团团和外婆一起吃吧，团团好饿了。好，娘亲给你舀饭。给小家伙端来1小碗饭，姜婉婉又给他舀了些肉和汤汁。娘，你把他放到旁边坐着吧，这小家伙这段时间啊，估计长了好几斤呢，抱着他太累了，还坠手，让他自己用勺子舀着吃。娘亲，团团不重的，爹爹说团团轻轻的，还能一只手抱团团呢，而且他还让团团多吃饭饭。那是因为爹爹力气大，所以可以很轻松的抱起团团。因为我们团团长大了呀，长大呢就是会长高长胖的，像你爹爹一样，以后啊你还能抱得起娘亲，说不定也能抱得起爹爹呢。可是爹爹好高好大呀，团团小小的。那还得过了好多年你才能像爹爹一样呢。估计还得过10几个生辰才行呢。还好，团团还可以被爹爹抱好久呢。咱们团团呀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嘿嘿。见有客人进来了，姜婉婉便说道：那娘，你带着团团慢慢吃吧，我先去书房忙着了。好，快去吧。见他小心翼翼地夹起1只虾，看着这长长的虫子，他微微皱着眉，扭过头透过小窗，看见厨房里笑嘻嘻的忙碌的姜婉婉，心酸不已。外婆，你怎么不吃呀？虾和小蟹都很好吃的。外婆这就吃，团团也快吃吧。然后李三娘就将筷子上的虾直接塞进嘴里嚼了起来。团团连忙说道：外婆，这个虾的头不能吃，也可以剥壳的。
外婆吃着可香呢，感觉不剥壳也可以吃，不过她的头也确实不好吃。说完又继续夹了块蟹肉嗦了起来，蟹肉鲜嫩，汤汁也特别香浓。娘亲做的饭都特别好吃的。李三娘扭头看了看江婉婉，她记得自家女儿以前在家中的时候都不太会做饭的，如今竟已经能做出这般美味的菜肴了。然后又不禁想到了家里的江贤武，回去一定得好好跟那老顽固好好说说，哪能真不认自己女儿啊。吃完饭又抱着团团说了说话，李三娘就打算回去了。婉婉呐，娘就先回去了，你别生你爹的气，他当初也是为了你好啊。那李维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说你都看到他去那妓院了，怎么就是不听你爹的，和他断了呢？娘也不是指责你，娘只是想。娘，你说的对，以前都是我瞎了眼，如今我和建成已经有了团团，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以前的事我也都差不多忘记了，以后这些事儿啊就当它过去了吧。好，这样就好，你也原谅你爹吧，他心里也想着你呢。我怕爹他还在怪我。不会，过些天娘就拉着他来看看你和团团，他知道有这么个可爱的小外孙，还不知道多高兴呢。好，那你们可要早些来。娘亲，外婆，谁要来看团团呀？是团团的外公呢，就是娘亲的爹爹。是娘亲的爹爹？对，到时候外公来咱们家做客，团团可要多叫叫外公，外公可能在生娘亲的气呢，你跟外公撒娇，估计外公啊就会原谅娘亲了。团团一定会让外公原谅娘亲的，到时候团团就多亲亲外公。爷爷生爹爹气的时候，团团抱抱他亲亲他，他也不生气了的。江婉婉看着怀里乖巧的小团子，喜爱极了，在他小脸上搓了好几口。娘亲，痒痒的呀。李三娘在一旁看着母子二人，眼里全是笑意，想到家里的老头攥着手，不由得点点头，他一定好好劝劝。回过神来看着天色，已经差不多到时间去坐牛车了。婉婉，娘就先回去了，不然再过一会儿就没有车回去了。娘，你先等等，我去给你做份小龙虾吧。说完也不等他说什么，江婉婉就连忙去了厨房，动作迅速地炒了4、5斤的麻辣小龙虾，把小龙虾递给李三娘时，还不放心地叮嘱道：娘，你带回去先让爹吃一吃，等个大半时辰，要是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可以吃了。还有这小龙虾要剥壳吃的，头也不能吃。好，娘知道了。团团，外婆先回家了，等过几天外婆就带着外公来看我们团团。好，那外婆和外公要早点来哦。好，抱歉啊，我闺女硬是要给我做吃的，让我带回去，我都说了要赶不上牛车了，她还是要做，实在是拗不过她。嫂子，你闺女这手艺可够好的呀，隔老远我就闻见味儿了，做的什么东西啊，这般香？我闺女和我女婿在县城里开了家做吃食的店铺，叫安安海鲜店，可好吃了。你要是觉得香啊，以后也可以去尝尝啊。娘亲的爹爹也和团团的爹爹一样好吗？团团这么喜欢爹爹呢？当然了，爹爹很好的呀，所以是不是所有的爹爹也这么好呀？大多数的爹爹都是很好的，娘亲的爹爹呢也很好。团团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可是团团见过有些爹爹会狠狠地打小孩子的屁股呢。不过想到自家爹爹也会经常拍自己的小屁股，团团松开皱着的眉头，就不纠结了。你们俩这干什么呢？怎么还发呆呢？爹爹，团团和娘亲是在送外婆哟，不是在发呆呀。爹爹是怕你们俩对着风吹会冷啊。
看，团团的手都在衣服里，不冷的哟。好吧。歇业后，江婉婉就让林路、林江兄弟俩先回去了。他和秦晋池就带着团团火急火燎地关上门，就去了隔壁。里面的桌椅板凳都摆放整齐了。这个店铺特别大，除去厨房放调味料的区域外，剩余的地方装修出来后，容纳20张大桌子都不成问题。江婉婉在厅堂里转来转去，满意极了，随后又往楼上走去。楼上还没放任何东西，咱们可以在这一边隔挡成包厢，这个地方呢就改成员工们的房间。我看有些酒楼的包间都是做的厚厚的木质隔挡，还特别稳。我找时间和师傅说说，让他帮咱们做就行了。这包厢的桌子还得做得更大一些，做成差不多能坐上8、9个人的那种。行，都听你的。两人兴致勃勃地规划着，团团也仰着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等吃完饭我再跟你说吧。啊，你不会又突然消失吧？我不会消失的，你放心，我还要和你还有团团我们一起过好日子呢。你不要离开我和团团，我们一家要永远在一起的。不会的，你别害怕，我晚上再跟你好好解释解释。秦晋池深深看他一眼，便猛地吻上他嫣红的唇珠。江婉婉有些吃痛，却不舍得也不忍心推开他。在江婉婉觉得自己就快喘不过气晕过去时，秦晋池才慢慢放开他，接着又在他额头、双颊、眼睛和耳朵上印下一个又一个吻。你要一直留在我的身边，一直。秦晋池觉得这一刻他是真的离不开面前这个人了。他知道自己心里有多害怕他真的像来的时候那样悄无声息的来，又悄无声息的走，那他估计真的一辈子也没办法见到他了。江婉婉听着他不断的呢喃声，这一刻竟一瞬间就热泪盈眶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觉得秦晋池已经很喜欢自己了，但到了这一刻，他才知道真正的爱一个人是什么模样。原来这个人到了现在才算是真正的爱上自己啊。他心里既委屈又高兴，双手轻轻拍打着秦晋池的胸膛，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睛里滚落出来。娘亲，团团听到你哭了，你怎么了呀？爹爹，坏爹爹，你不要欺负娘亲呀！好啦，你好烦人啊，快哄哄我们团团宝贝。哼，娘亲，我们不要理爹爹了，他欺负娘亲。爹爹没有欺负娘亲，团团冤枉爹爹。哼，爹爹骗团团都看见娘亲哭了。爹爹真的没有欺负娘亲，娘亲是觉得我们要搬进新房了才高兴的哭的。爹爹是在安慰娘亲呢，团团不是看见了吗？爹爹还亲了娘亲呢。团团想想，爹爹安慰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亲亲你啊？真的吗？爹爹真的不是欺负娘亲吗？团团如今是一点也不相信爹爹了吗？爹爹真是太伤心了。随后便垂下了眼眸，一副被伤透了心的模样。爹爹，对不起嘛，团团也不知道娘亲是高兴了才哭的呀。那团团多亲爹爹几下。好吧，爹爹原谅你了。嘿嘿，爹爹真好。爹爹，团团把脚伸到你的肚子上好不好呀？秦晋池靠在床头，挑了下眉，就把小家伙抱起来，放在自己怀里，伸出手臂把江婉婉也搂到旁边。这下暖和了吧？啊，好暖和呀！江婉婉枕在秦晋池手臂上，被他一只手揽着腰，整个人微曲着，不一会儿就暖和起来。团团没多久就在他爹爹怀里舒服地酣睡过去。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啊？突然出现的事情啊，不是说晚上跟我说的吗？我和你说了，估计你也不会相信，就是我身上带了个空间，这个空间很宽大，比咱们这个家还要大呢，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你今天看到我突然出现，就是我去空间里拿土豆了，而且没有注意外面的动静就出来了。
这才被你装上。那空间是什么样子啊？我能进去看看吗？应该是不行的。以前末世的时候，别人都没有办法进去的，而且也不能在空间里待太久，可能最多2个时辰吧。突然又想到空间里的那把葱，香婉婉想，这空间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啊？你先把团团放下来睡着。秦晋池听话照做，下一秒两人就到了空间里。这个便是你说的空间？对，以前别人都不能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却可以。这些都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啊？江婉婉打开最近的几个麻袋，这些麻袋里都是粮食。这些粮食都是我从末世带过来的，稻米和玉米之类的呢，可都是特别高产的粮食。等开春了，咱们就想个由头，分出去一些一起种。咱们一家肯定是种不了多少的，而且不只有粮食，还有很多的其他种子。我种的番茄啊，其实也是从这里拿种子出去的。我这儿还有好多水果种子呢，到时候你帮我多种一些，咱们团团肯定爱吃。以后可别再这般单纯了。你在我面前可以什么都说，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说，就连爹娘他们都不行，团团也不可以。那小崽子听完之后，估计立马跑去跟他那些小伙伴分享去了。我只跟你说嘛，我又不傻，要是别人的话，打死我也不会说的。好，你不傻，我媳妇儿聪明着呢。接着秦晋池便看着异空间的粮食种子说道，这些粮食产量要是很高的话，要大量种植才好。等开春了，我出去一趟，去个几天，想个由头，就说是跟番帮人买的，到时候价格低一点，分一些出去给村长，让他给每一家都分一些种。要不然只有咱们自己种的话，太显眼了，一不小心会招来祸端的。都听你的。秦晋池被江婉婉带着在空间里仔细转了一圈，才打算出去。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出去呢？秦晋池话音刚落，两人就出现在了卧室的床边。江婉婉疑惑地看着秦晋池，他还没想到要出来呢，怎么就到卧室了？你是不是可以自己进空间了？不是你带我出来的吗？我没有啊，我还没来得及呢。你快再试试，想着你要进空间，看看会不会成功。秦晋池点点头，果真很快便消失了。没过多久，他又出现了。我好像真的可以自己进出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你是第一个被我带进去的人，空间自动把你认为第2个主人了。不过这也是好事，以后你就可以和我一起进空间了，帮我一起整理空间里的东西了。都交给我。那咱们快休息吧，好晚了，明天还要收拾新房呢。好。娘亲，好舒服呀，还能把团团弹起来。这什么沙发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坐着太舒服了。江婉婉也感受了一下，特别满意。娘亲，团团太喜欢新房子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呀？快了。几人忙了大半天，就弄得差不多了。阿哥、嫂子、爹、娘，我带雪珍回来玩了。阿燕、雪珍，我们今天布置新房呢，不过也快好了。嫂子，那我们进来看看吧。好啊。这布置的也太好看了，还很特别。嫂子说还要给我们布置一间当做喜房呢。你闭嘴。小姨，团团好想你呀。娘亲坐的沙发可舒服了，小姨快来坐。李雪珍来到沙发前，看着秦父秦母，打了下招呼，便不知所以了。这是沙发，坐着很舒服的，你快试试。雪珍啊，你坐我旁边吧。李雪珍感受了一下又软又弹的沙发，惊喜地说道：这沙发好舒服啊。团团也觉得特别舒服。团团，有没有想小姨啊？想了，团团可想小姨了。小姨，小叔叔可坏了，团团让他带团团去找你玩，他都不带的。你个小告状精，小叔叔以后去县里都不给你带糖葫芦了啊。团团有娘亲做的糕糕，软软的可好吃了。嫂子，你做的那枣糕真是太好吃了，我爹娘都特别喜欢。阿燕今天送过去以后，没多久就被吃完了。
家里还有好多，你到时候啊再多带一些回去。以后我经常做，每次都让阿燕给你们送一些过去。好。几人在新房里坐了一会儿，江婉婉才说道：“我们先回去吧，这都该吃午饭了，咱们先吃了饭，午后再过来收拾楼上吧。”其实收拾的已经差不多了，家具什么都是摆好的，所以也用不着花太多时间的。婉婉啊，我找了秦大伯算了算，说是最早的话3日后就是乔迁的好日子呢，就是太赶了。但再之后就得等20来天了。就3日后吧，咱们早点搬进新家也好。搬完新家呀，就得忙火锅店的事情了。第二天，江婉婉便带着秦父秦母他们去了县里。老板，你们竟然还有橘子卖呢？是去别的地方拉过来的吗？怎么卖的？我们哪里能去别的地方拉过来呀？这些橘子呀，都是前些年我去南边跑商偶然买到的种子，成熟的比较晚。不过比咱们本地种惯了的那些橘子可甜得多呢，卖2文钱1斤。但是前几年都没结什么果，便都留着自己家吃了。就今年结的比较多，我这才能退一些出来卖呢。姑娘，你要买吗？可以尝尝的。江婉婉点点头，这价格还算公道，便和秦母一人剥了一个橘子，给秦父和秦敬燕都分了一些，可真甜。老板，你们家还有多少橘子啊？还多着呢，这橘子下市的又比较晚，估计呀还能卖1个多月呢。那这一车我都要了，你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吗？我家离县城只需要半个时辰就能到的，让我阿弟和你一起回去，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所以就得麻烦你了。行。婉婉呐，这橘子估计有个几百斤呢，买回去我们也吃不了啊，会放坏的。娘，你别担心，我可以把橘子做成橘子酱啊什么的，总之不会放坏的。阿燕，这里是1两银子，我估计这些橘子啊也就200-300斤，你和这老板回去后上称称过以后呢，便帮我把钱付了吧。知道了，嫂子。等称完之后，你帮我去把团团从大牛哥家里接回来吧。这橘子很甜的，我估计小家伙会很喜欢，不过你也别纵着他吃太多了。好，知道了。几人去到酒庄，却遇到了也正在买酒的李三娘和江贤武。爹娘，亲家公亲家母。嗨，我和老头子正想去店里看看你们呢。还好吧。爹，以前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我气了。知道就好，和秦敬池啊好好过日子才是。我听你娘说，我小外孙儿团团现在还在家里呢，我们今天没带他来。见江贤武失望的表情，他又说道：爹娘，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回去吧，家里的新房子都修好了，你们去也可以住下来的，正好团团也想见你们了。江贤武和李三娘高兴地对视一眼，两人都想和江婉婉多说说话，也想见见小外孙呢。知道了江婉婉他们要办乔迁宴，今天是来采买的，李三娘和江贤武就一起帮忙。小叔叔，团团还想吃，再吃一个好不好呀？就1个也不行吗？不行，你娘亲特意交代我，不能让你吃太多橘子的。小叔叔坏，你自己都在吃呢。小家伙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撑着下巴，嘟着小嘴儿，生着闷气。江婉婉在门外把刚刚发生的这幕看得一清二楚。这小家伙可是个爱吃橘子的，不知道一会儿会怎么撒娇呢。这就是咱们那小外孙儿。对啊，咱们小外孙可爱又好看，还特别乖巧，很像他爹娘呢。团团，娘亲回来了，还有外公外婆也来了呢。团团眼睛亮晶晶的，兴奋地站起来，就扑进了他娘亲怀里。娘亲，小叔叔不给团团吃小橘子，他太坏了呀。嫂子，你看，这小崽子还不相信是你不让他吃的，你可得帮我证明。团团，我是外公。团团从娘亲怀里抬起头，疑惑又陌生地看向外公。娘亲，这就是娘亲的爹爹，团团的外公啊。团团还记得外婆吗？外婆上次还说要带外公来看你呢。团团记得的，团团想外婆。外公，我的小外孙哟，
外公能不能抱抱你呀？好呀。江贤武把她抱进怀里，身体还有些僵硬，他已经好些年没抱过小娃娃了。团团察觉到他的局促和紧张，还伸出小手搂住他的脖子，软软地叫着外公快进屋坐吧。婉婉也是，怎的还让亲家公和亲家母站着呢？我一时给忘了。把李三娘和江贤武夫妻俩领进屋里坐下，又冲了几杯柚子茶出来，给大家都暖暖身子，然后又去端了一盘红枣糕。爹娘，这是柚子糖、柚子茶和红枣糕，你们都快尝尝。今天见有人卖橘子，便买了些，特别甜。好好好，娘尝尝。外公，娘亲做的糖糖和糕糕都特别好吃的，小橘子也特别甜哦。小家伙说完就伸出小手去勾桌上离他比较近的红枣糕。团团要吃什么，让外公给你拿就是了。团团帮外公拿的呀，外公快尝尝。咱们团团真乖。见江贤武吃了一口，又继续说道：团团喂外公，外公吃，是不是很好吃的呀？江贤武笑着又握住他的小手，咬了一口枣糕，仔细尝了尝，惊讶地说道：确实好吃，又松又软。团团也吃吧。娘亲，外公说糕糕很好吃哦，娘亲要多做一点，让外公外婆带好多好多糕糕回去吃。爹，我看你和娘都喜欢，之后我多做一些给你们吃。好，这枣糕呀，确实很好吃。江婉婉心中莫名的涌起一阵阵欢喜，可能这就是父女连心吧。李三娘也特别喜欢枣糕，还很喜欢蜂蜜柚子茶，小口小口地喝着，喜欢得紧。团团看着大家都在吃东西，却眼巴巴地看着桌上黄澄澄的小橘子，偷偷咽着口水。外公，你悄悄地帮团团剥个小橘子好不好呀？娘亲不让团团吃太多橘子，可是团团好想好想再吃一个呀。啊，真香！哎呀，团团，咱们不吃了好不好？你娘让你不要多吃，咱们就不要吃太多了。小家伙又多吃了2个，心里已经很满足了。众人吃了许多枣糕、柚子茶之类的小食，肚子也渐渐饱了。在江婉婉说要去做饭时，都纷纷阻止，说是暂时吃不下。今天已经基本装好了，这几天呢，我找时间去找找那大平村的张全，说说牛肉的事情。咱们搬完家，办完乔天宴，便可以准备开业的事情了。有你在太好了，全部都计划好了。江贤武和李三娘没坐多久就打算回去了。婉婉呐，你跟娘出来一下，娘有话跟你说。好啊，娘。婉婉呐，这是30两银子，当初静池给的彩礼也在这里面呢，爹和娘都给你存着呢，好在现在可以用上了。这钱虽然不多，但你也别嫌弃。你们开那什么海鲜店，估计每个月租金就要不少银子吧。你拿着这银子啊，好歹可以应个急。江婉婉浑身僵硬的拿着手里还带着李三娘体温的荷包，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她想说话，但却发不出声音，身体也哭得直发抖。婉婉，你别吓娘啊，怎么还发着抖呢？静池！江婉婉连忙捂住了她的嘴，然后紧紧地抱住她。江婉婉靠在比她矮半个头的李三娘怀里，哭了很久很久。江婉婉哭着哭着竟晕了过去。李三娘察觉到她突然脱力般靠在自己肩头，连忙扶住她。婉婉，你别吓娘啊！婉婉，快来人呐！老头子，静池，你们快来啊！婉婉晕过去了。静池，团团。婉婉，哎，娘亲。江婉婉坐起身来，把团团紧紧抱进了怀里。团团，宝贝。团团悄悄擦了擦眼泪，伸出小手轻轻拍着娘亲的背。娘亲不哭，团团都没有哭哟。太好了，太好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从昨天晌午过后就昏睡到现在，可急死我们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团团受了多少委屈，你都不关心他陪着他的。到底怎么了？他不明白婉婉怎么昏睡后醒过来这般激动。宝贝，你先出去玩好不好？娘亲要和爹爹说点事儿。那娘亲和爹爹要快点说完呢。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好不好？你记得团团2岁的时候，有一天特别冷，你回来的时候，团团就坐在大门口，都快冻晕了，后来还发了热。啊，记得。好在咱们团团没出什么事儿，他太依赖我了，才去门口坐着等我的。不是的，不是，咱们团团是被那个女人给赶出去的。团团太乖了，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娘亲不好，才骗你说是在等你的。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都看到了呀，我在昏睡的时候一切都看到了，是那个女人抢走了我的身体，她抢了我爹娘，还不好好孝顺他们。我那么辛苦生下宝贝团团，他怎么能那般打骂？秦坚持，他真的是太讨厌了。江婉婉语无伦次，秦静池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喉头滚动一下，不可置信地问道：你生下了团团？婉婉，我怎么听不懂啊？还有，他抢了你爹娘又是怎么回事啊？总之就是这样，那个女人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他抢走了我的身体，只有他病痛或者发生什么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才会短暂的把我换回来，让我帮他承受，然后又抹去我这段记忆。那他现在？他死了，因为那天他染了风寒，头疼的厉害，就把我换了过来。哪成想他换过去的时候，便正好被丧尸给撕碎了，来不及交换，所以我才能一直留下来啊。江婉婉痛恨那个东西，但又有些庆幸他不喜欢秦静池，庆幸他害怕痛苦。没事了，以后婉婉是我的婉婉，是团团的娘亲，谁也不能把你从我们身边抢走的。坚持，还好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我。秦静池眸色深深，侧头亲吻着他的鬓角、脸颊、眼眸。我很庆幸。团团，你怎么出来了呀？你娘亲醒了吗？外婆，娘亲醒了，只是娘亲醒过来就一直抱着团团哭，她说要和爹爹说话，就让团团先出来了。这是怎么了呀？不过还好是醒过来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小叔叔去哪儿了呀？他们去通知村里人了，你们明天就要办乔迁宴了呀。团团乖乖点头。爹娘，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惹爹娘生气了。爹娘，这些年我好想你们。爹也有错，爹也想我们婉婉呢。婉婉，都是爹娘不好，我们应该多来看你的。他们三人抱着流泪，秦静池就抱着团团，在一旁温柔地看着。江婉婉也是有爹娘从小疼爱的。爹爹，娘亲和外公外婆为什么哭呀？你娘亲她呀，就是想她弟弟娘亲了，想抱抱他们。哦，团团知道了，就像团团想爹爹娘亲一样。有一次爹爹和娘亲回来的好晚好晚，团团因为太想爹爹娘亲了，也哭了呢。爹爹和娘亲好久没见到我们团团，也会很难过的。那爹爹和娘亲要经常想团团呢，不过不要难过，你们早早的回来就能看到团团了呀。团团一直都在家里的。好。爹娘，你们快坐吧。嫂子，你终于醒了，我们担心你，都着急忙慌的回来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呦，你吓死娘了，昏睡了这么久也不见醒。娘，你们别担心，我没事了。爹娘，
我们明天乔迁宴要借的锅碗瓢盆，你们都借了吗？借了，都放好了，也都够用的。婉婉呐，你说咱们要不要请几个人来帮忙做饭呢？大牛哥他们明日都不去卖豆腐了，说是要过来帮忙呢。乔迁宴自然是要在新房那边办的，于是吃过午饭，大家都得把锅碗瓢盆以及炉灶都搬去新房那边。要是有时间，还要把家里的零零碎碎也搬过来。爹爹，这个小盆放在哪儿呀？团团真厉害，不愧是我儿子。团团还能端好多东西呢，爹爹都可以交给团团。那爹爹想想啊，这样吧，团团，一会儿你可以背你自己的小衣服。好，团团都可以背过来，背完团团的，再背爹爹和娘亲的。坚持，锅碗瓢盆都端过来了，趁时间还早，再去搬一下家里常用的那些东西吧，明天咱们就直接住过来了。好。秦晋池应下，抱起团团坐在他的肩头，便走出了新房的院子。见他们父子俩走了，江婉婉又去和婆婆他们收拾着别的东西。爹爹，爹爹，我们的新房子太漂亮了，团团好喜欢好喜欢。我们明天就可以住进来了。我们的大床特别大，而且娘亲铺的被子好厚啊，肯定特别暖和。秦晋池无奈地笑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到时候可怎么让这小家伙自己睡一间卧房啊？团团可不知道爹爹在想些什么。色泽漂亮的糖醋排骨，蒜香浓郁的蒜泥白肉，酱香十足的红烧肉，麻辣鲜香的水煮鱼，鲜美香浓的鱼丸汤和鲜甜味美的油焖大虾，每一道菜都令人口齿生津，欲罢不能。接着又上了番茄炒蛋、糖拌番茄、清炒白菜和萝卜排骨汤，这下菜就算是齐了。今日是我家的乔迁之喜，大家吃好喝好啊！恭喜恭喜！这大房子可真漂亮，恭喜了！恭喜！说完话，大家就把目光都放到了饭桌上，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开始大快朵颐。我自从上次在他家吃了竣工宴，我可每天都想着那些菜香味呢。谁说不是呀？这净池媳妇儿的手艺可太好了，什么东西从她手里出来都是香喷喷的。那你是不是还没去过他们家开的海鲜店吃过东西呢？我上次去他们家点了那一道那个叫什么肉蟹煲，那才当真是世间美味呢。竟都开起店了，乖乖，那得要多少本钱呐？人家没开店的时候还摆摊卖那什么狼牙土豆和铁板豆腐呢。哦对了，还有炸鱼丸，那可都是美味啊，那般的好吃，估计是挣了很多银子。谁让人家净池的媳妇儿有一手的好厨艺呢？你们说这秦净池可真是撞了大运了，竟能娶到这般漂亮温婉还能挣钱的媳妇儿。这江婉婉以前可不是这般好的，她以前就连自己儿子都不管的，她家那孩子每天饿的呀，要不是她旁边的李贵还有秦大牛他们觉得那小崽子可怜，偶尔给顿饭吃的话，那小崽子估计都要没了。你管人家以前怎么样呢啊？人家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嘴里吃着人家的饭呢，都堵不上你那张嘴了，一天天的啥也不知道干，就知道在人家背后嚼舌根呢。你少说点儿，少说点儿，人家婉婉对咱们多好啊，哪里是这牛桂芳说的那种人？我不是说这个，只是咱们乡里乡亲的伤了和气。哼，谁要跟他和气？桂芳呀，那江婉婉以前是做的不对，但也估计是家里不宽裕吧。熟鸡我可是好几次都见着他在他家老房子那边的院子里牵着他家小崽子玩呢。对呀对呀，我也看到过，他那小崽子可粘他了，每天都笑眯眯的，不像是你说的那样啊。秦净池家那小崽子长得也真是好看，而且又乖巧，在路上见着了还会笑眯眯的喊人呢。谁说不是呀？我家那臭小子要是像他家小崽子一样乖的话，我就不舍得打他骂他了。他三婶儿，你家小石头可调皮得很呐，和秦净池家的团团比起来，简直就是个小魔王。一旁的牛桂芳看着众人说的这些话，面上都有些挂不住。他说的又不假，
以前的姜婉婉就是这样的呀，见他家那小崽子瘦瘦弱弱的，他还给过他饼子呢。看着大家都讨论起别的了，他也插不进去嘴，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气愤地看向桌上的饭菜，化悲愤为食欲，一块红烧肉，一块蒜泥白肉，再来一块糖醋排骨，只一个字，香。爹娘，你们都想什么呢？快吃啊，这排骨焖煮的特别软烂，你们快尝尝。外公外婆，这个甜甜的肉可好吃了，团团就特别喜欢。江贤武和李三娘看着吃得喷香的团团，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默默夹起了碗里的排骨吃了起来。吃着吃着，也不需要姜婉婉说什么了，吃完碗里的就非常自觉地又夹了一块。婉婉呐，这是什么菜呀？娘好像从来没吃过呢，味道又怪又好吃的，我都说不上来。这是我偶然买到的种子，在旧房子那边种了一些，娘要是喜欢的话就多吃一点。好好好，娘知道了。亲家母啊，你倒是和我一样喜欢这番茄呢。我家阿燕他们可都吃不太惯，只能吃点儿炒熟了的番茄炒蛋。接着两人便讨论起了自己最喜欢哪道菜，吃着菜笑得开心。婉婉呐，我们留下来帮你收拾吧。谢谢嫂子们。张叔张婶儿和林路林江他们也都留了下来。虽然院子里一片狼藉，但人多力量大，收拾起来也不费力。没过多久，锅碗瓢盆就被刷洗得干干净净了。趁天色还没黑，大牛他们便和秦晋池、秦晋燕一起去把从各家各户借的碗筷和桌椅还了回去。弄完这些，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婉婉呐，你这柚子茶可真好喝，还能喝到柚子的果肉呢。娘，我做了好多呢，你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装一罐子带回去，你自己冲了泡着喝。不，你们自己留着喝就是了。娘也没那么喜欢的。再说了，喝糖水也是一样的。娘，我做的多着呢，我还打算放到店里卖呢，所以你放心喝便是。那好吧，不过装一点就好了，娘和你爹都喝不了太多的。好，婉婉呐，我们烧了热水，今天也累了一天了，快洗洗休息吧。好。等大家都洗完，都进了房间，姜婉婉和秦晋池才抱着团团进了他们的卧房。秦晋池把他放到床上，小家伙就开心地打了个滚儿。爹爹娘亲，我们的床好大好软呀，团团好喜欢。说完，小家伙就钻进了被窝里。爹爹娘亲快上来呀！秦晋池和姜婉婉笑着对视一眼，便上了床，躺在软软的床铺上。姜婉婉瞬间就泄了力，今天累了一天，她是真的疲累极了。秦晋池后面搬桌椅板凳什么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团团还很有活力。爹爹娘亲，我们的新家好大呀，还有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呢。团团喜欢吗？喜欢，好喜欢。团团，那要是你自己住这样一间房的话，你喜欢吗？爹爹，团团已经有了呀，我们现在都在这儿睡觉了呀，爹爹怎么笨笨的呀？爹爹不是这个意思，爹爹是说，如果你以后自己睡觉可以吗？就是不跟爹爹和娘亲一起睡了。团团听完皱紧了眉头，过了好一会儿都没说话，从秦晋池身上爬到床铺边上去，在角落的被窝里缩成小小的一团，随后传来了他闷闷的声音：爹爹，以后团团都只睡在最边上可以吗？不要赶团团走。姜婉婉听到小家伙略带哽咽的声音，立刻便清醒过来，把床边上的小人儿又抱进怀里。团团，你爹爹他说笑的，我们怎么会赶你走呢？爹爹和娘亲喜欢你还来不及呢。可是爹爹总会把团团放到床边上，不让团团和你们一起睡，团团早上醒来都知道的。爹爹为什么不喜欢团团了？以前爹爹都会整晚抱着团团睡的，
是团团不乖了吗？看着哭得可怜兮兮的团团，秦静池心中无奈又心酸，便从江婉婉那儿把团团抱进了自己怀里。团团被爹爹抱进怀里，觉得更委屈了，哭得也更伤心了。团团，你是爹爹和娘亲最重要也是最喜欢的人，怎么能说爹爹不喜欢你这样的话呢？啊？可是团团为什么不能和爹爹还有娘亲一起睡觉呢？团团以前都没有和娘亲一起睡过呀。团团想和你们一起睡，不想一个人。爹爹，团团想要弟弟妹妹吗？啊，弟弟妹妹。团团告诉爹爹，想不想要弟弟妹妹？团团想要弟弟。团团不喜欢妹妹吗？没有呀，只是弟弟可以陪团团玩呀，而且也会喜欢团团喜欢的东西。村里小茹姐姐他们都不喜欢跟团团、狗蛋哥哥还有二娃哥哥玩的，说女孩子不喜欢男孩子喜欢的东西。那团团想要弟弟的话，就不能跟爹爹和娘亲一起睡觉的。团团皱着眉头，看看娘亲，又看看爹爹，小声说道：那可以不要弟弟吗？宝贝别伤心，你就和爹爹娘亲一起睡，别听你爹爹他瞎说呢。秦静池心中不停叹着气，自家儿子真是不好惹，光看他掉几滴眼泪，自己这心里就难受得紧，自家媳妇儿也不站在他这边。唉，团团爬进娘亲的怀里，紧紧抱住娘亲。还是娘亲好，娘亲是不是也喜欢团团，和你们一起睡觉的？喜欢，娘亲每天呀都想抱着我的宝贝团团睡呢。团团好喜欢娘亲。团团，你也亲近爹爹好不好？团团继续抱着娘亲，缩在娘亲怀里不出声，当作没听到爹爹的话。江婉婉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团团，又向秦静池使个眼色。秦静池会意，就一把将团团抱进了自己怀里。团团还在难过呢，于是便反抗地踢了踢爹爹，小手也跟着拍他。秦静池也不管小家伙愿不愿意，抱着他躺下，就扯过被子盖上。都是爹爹的错，团团别生气了好不好？爹爹也喜欢我们团团一起睡觉的，而且我们团团这般可爱，还这般的乖巧懂事，爹爹喜欢你还来不及呢。真的吗？爹爹没有骗团团吗？当然了，爹爹不会骗你的。爹爹，团团还很小，团团都还不会穿衣服呢，所以是不能一个人睡的呀。爹爹让团团自己睡，团团会很伤心的。等团团以后长大了，比狗蛋哥哥还大的时候，再自己睡觉觉好不好呀，爹爹？好，那爹爹以后都不让团团自己睡了，等团团大一些的时候再自己睡吧。团团原谅爹爹的话，亲亲爹爹好不好？爹爹要像团团喜欢爹爹一样喜欢团团哟。爹爹比你喜欢爹爹还要喜欢你。团团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呢，他刚走我就开始想了。小家伙去不了几天的，正好咱们这段时间要忙火锅店的事儿，也顾不上他了，忙起来就不会那么想他了。接下来的几天，秦静池去大坪村找了张全，谈了牛肉供应的事情，又和江婉婉一起在村里找了几个老实的少年，打算培训几天就帮忙跑堂上菜。一切准备妥当后，便打算开业了。这天晌午过后，火锅店门口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很快店门口就聚集了许多人。因为江婉婉提前让店里的伙计们在店门口帮忙宣传了几天，发了些类似于传单的东西，所以今天来看热闹的人倒是很多。我看那个小纸片上写的就是卖主菜的。那有啥好吃的呀？还不如自己家煮呢，哪还用费这个钱呢？原本大家都只是凑在门口看热闹，说冷不丁看到县令大人和县里的首富都来了，大家这才真正的好奇起这家店的味道来。那些不差钱的见县令大人他们进去了，自然就首当其冲的跟着进去了。小佳，你们这隔壁开了一家卖什么的店铺啊？大柱哥，
你好几日不来，所以不知道。这隔壁呀，也是我们老板和老板娘开的，是卖火锅的，新吃食啊。那我可得去尝尝。我的小龙虾你们开始做了吗？哦，还没到你的呢。那我的就别做了，我要去隔壁吃那火锅去了。说完便火急火燎地出了店门，直奔旁边的火锅店。临江站在店里无奈地摇摇头，不过反正都是他们的店，也没什么损失。老板，点菜。你们这火锅是个什么菜啊？小光，你快去招呼着。知道了，静池哥，我这就去。客人，您要点什么？锅底要什么样的？这些不是做好的菜吗？哈哈，我们这火锅不是做好的菜，是上个汤底，然后点菜煮了吃的。张大柱皱着眉，这主菜有什么可吃的？还不如吃小龙虾和肉蟹包呢，那个比这个可香多了。不过来都来了，就随便吃点吧，下一顿再去吃虾蟹。你们这锅底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锅底有鸳鸯锅和普通辣锅，客官要是喜欢吃辣的就点辣锅，要是不喜欢就点个鸳鸯的吧。辣锅分微辣、中辣和重辣，您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就行了。那来个辣锅吧。要个中辣吧。行，那您再看看菜都要什么？有麻辣牛肉、五花肉、毛肚、虾滑、豆腐、鱼丸、白菜、土豆、萝卜、鱼肉、小酥肉、海带，这些您都可以选。哦，对了，毛肚的量不多，一头牛身上并没有多少，您要是喜欢可得抓紧了，不然可能明儿来就没了。啊，那就要这个牛肉、五花肉、豆腐、虾滑、土豆，还有那个你说那什么叫毛肚是吧？还有这个海带是个什么东西啊？也点一份尝尝吧。这海带顾名思义便是海里的东西，味道很好的。行吧，那你快去上菜去吧。而楼上的包厢里，李远他们一家则是吃的头都不愿意抬。秦金燕来给他们上的菜，还给他们调了蘸料。见李雪珍吃得开心，她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小声说道：慢点吃，小心烫。知道了。哇，好烫，还好辣，不过好好吃啊。他们吃着，秦金燕又给几人都冲了2杯蜂蜜柚子茶。远叔、苏姨，我给你们冲了柚子茶，吃一会儿喝几口可以解解腻。好好好，我可喜欢呢。这柚子茶还有些烫，你等凉一些再喝，不过也不要喝太凉的。好，知道了，你快去帮嫂子他们的忙吧，不用管我们了。秦金燕趁李远和苏荷没注意，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那我先走了啊。然后又向李远和苏荷打了声招呼，便出去了。而楼下，张大柱左等右等，他的锅底和菜终于送上来了。客官，那边有各种小料，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蘸料。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下吧，我也不知道加什么好吃。走到了小料区，一碗碗小料映入眼帘。秦小光一一介绍完，张大柱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小碗加料了：2勺芝麻酱，1勺辣椒碎，1勺蒜泥，1勺葱花和香菜，又加了一点白糖，倒了点香醋。他才激动地端着小碗回了座位。张大柱嘴里吃着牛肉，眼睛还冒着热烈的光，不住地瞟向锅里。真是香啊！客官，这毛肚讲究7上8下，就是用筷子夹着放进锅里，上上下下烫个7、8次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味道是最好的，煮过了就没那么好吃了。张大柱连忙放下盘子，按照他说的话开始涮起来。厨房里，姜文婉和秦静池倒是没多忙，火锅底料都是炒好的，直接放一大块进锅里，加入香浓的骨汤就可以端上桌了。小莫、小光，你们感觉怎么样？点菜上菜都熟悉了吧？嫂子，我都会了。嫂子，你放心，我这后面都没出过错了。那就好。怎么样，累不累啊？我都没干什么呢，有什么累的？咱们的火锅呀，果然是很好卖的，我就说肯定受欢迎。是啊，外面还有好多人排队呢。阿燕说远叔他们很喜欢，就连那沈员外也喜爱的紧呢。静池哥、嫂子，咱们火锅味道这般好，
大家肯定喜欢啦。他刚说完，外面就又有客人喊了，便连忙出去了。结账。锅底40文，麻辣牛肉1盘50文，毛肚1盘40文，虾滑40文，加起来一共是360文。你是边看边算的吗？见面前的少年点点头，沈怀师不由得高看了他一眼。他还从未见过算学这般厉害的人，倒也是个人才。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只是感叹一番，付完钱便走了。坐在厅堂里的张大柱也终于吃完了，吃完菜都有些舍不得锅里香浓的汤底，这要是大伙去下点面条，味道估计也是顶好的。不过今日也没带能装的东西，只能遗憾地放弃了，才慢悠悠地付钱走人。这火锅可真香，雪天里来吃一顿，那真是极大的享受呢。秦静燕着迷地看着他的笑容，呆愣愣地点头。啊，好吃。你干嘛呀，呆子。阿珍，你真好看。你胡说什么呀？秦静燕看着他这副羞怯的模样，心中欢喜更甚，弯腰在他额头上落下了一个吻。李雪珍捂住额头，感受了一下刚刚若有似无的触感。爹娘估计等着急了，我先走了，走了啊。说完便低头从他手臂下钻过去，步履轻快地下了楼。过了好一会儿，秦静燕才以手抵唇，轻咳了一声，跟在他身后下了楼。他进到厨房，远叔、苏姨，你们以后常来，想吃了就过来啊。我们可不跟你们客气，这冬日里来吃一顿火锅可别提多舒服了。婉婉啊，你这手艺可真是绝了，谁能想到这简单的主菜竟能是这般绝味呢？是啊，嫂子，这火锅太香了，以后我可要常来，你可别嫌弃我啊。好，你能常来呀，阿燕估计会高兴疯了。那小子啊，也不好总去你家找你，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多久没见到你之类的，倒是可怜的紧呢。嫂子，我不和你说了。见江婉婉笑得开心，李雪珍不由得撅着嘴看向秦静燕，自以为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而在秦静燕眼里却是毫无威慑力，倒显得她更加的娇俏可爱了。李远和苏荷也没看见两人的眼神交流，又聊了几句，便带着李雪珍回去了。反正团团也没在家，秦静池和江婉婉便也就不着急回去。到了傍晚，店里还坐满了人，一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林路和林江他们两兄弟和张叔张婶他们从今天开始就住在火锅店的宿舍里，所以也是很晚才歇业。哥，火锅店那边生意可好了，现在还坐满人呢。那是自然啊，你也不想想那火锅味道那般好，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啊。你们别说啊，我自从昨天吃了那顿火锅后，这心里一直就想着那味道呢。现在静池哥和婉婉嫂子都让我们想吃就吃，你要是想吃啊，咱们就去啊。咱们哪能经常吃啊？那火锅价格可不便宜，哪能白吃啊？偶尔吃一次就行了。张婶儿，您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自己人吃都是应该的呀！啊，哪里缺你们这点啊？你们想吃的话，一会儿歇业了，你们自己弄一份锅底，肉和菜什么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多吃点就当宵夜也成。静池哥，那我要2份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林路、林江和张叔张婶他们每天都挺辛苦的，做活也很认真麻利，每天来店里的时间也特别早。这些秦静池和江婉婉都看在眼里，而且原本就是要管他们饭的，就算他们天天吃火锅也不算什么事儿。谢谢静池哥。谢谢静池了。今天直接歇业吧，反正应该也没什么客人了。哎，好。阿哥嫂子，我感觉这天气估计是要下雪了。是呀，估摸着也就这几天了。我们要不要买一匹马呀？再套上马车吧，虽然咱们去县里也不远，但有马车更方便一些。我竟一时没想到呢，咱们早就该买了。回到家，秦父秦母已经在壁炉里烧上炭火了。他们3人一进屋，就换上专门在家中穿的布鞋。我们团团都已经去亲家那边玩了好些天了，什么时候接回来呀？阿哥嫂子，咱们把团团接回来吧，
这些天听他叫我小叔叔，我这心里都空落落的。秦静池和江婉婉便答应下来。这几日小家伙不在，他们觉都睡不好了。团团走的前2天，秦静池拉着江婉婉倒是好一顿折腾。过了2天，被江婉婉踹下床后，也就没敢太放肆，这才想起了自家儿子。阿哥嫂子，你们俩明天去接团团吧，火锅店也没有什么难的，我都会做。小光他们也会上锅底什么的，所以这个你们也不用担心。行，那你明天都看着些。不过我和婉婉早上就去，上午过后把团团接回来，应该也可以去店里看看的。行，你放心吧，阿哥。这才刚刚开业，江婉婉心中还是有些担心，但她心里又太想团团了，只能是明天早点去，早点回吧。夜慢慢深了，等秦父秦母他们都睡下了，江婉婉也洗完澡就上了床。她缩在被窝里，身体还微微发着抖。秦静池进来时看见她这副模样，便连忙上床将她抱进了怀里，贴着秦静池温暖的胸膛，江婉婉舒服地喟叹一声，好暖和啊。秦静池脸贴在他的脖颈处，亲吻着他。咱们儿子明天就回来了，今天你就再随我一回，好不好？你江婉婉话音刚起，就被他一吻封肩。第二日，江婉婉坐在床上扶着腰，瞪着刚进来的人。你一点也不知节制，1个月你都别想了。江婉婉气愤地看着他，这人怎的那般烦人？他好几次都说不要了，他还那样。哎，媳妇儿，你也别生气啊，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咱们团团一回来，我哪里还有机会干什么呀？你不得让我趁着这个机会先吃个饱饭呢？哼，我说不过你，但我说到做到，你1个月都别想了。秦静池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过几天自己多哄哄，也就不会生气了。现在还是先顺着他吧。都是我的错，我以后都不这样了，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咱们还要早些去接团团呢。那我先穿衣服，咱们早些出发。好，不用急，我看牛车来了没有？村里也有人和他们同路，他们正好可以搭人家的牛车。等江婉婉收拾好，牛车也等在外面的路上了。咱们走吧。而另一边的团团却不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小家伙刚来玩了2天还好，后面就开始想家了，每天时不时的就要在自家外公外婆家门口张望一下，看看爹爹和娘亲有没有来接他。今天李三娘刚给他洗了脸，他就又噔噔噔的跑到了门口，往马路尽头不住的张望。李三娘和江贤武看着大门口的小团子，只得无奈的对视。过了一会儿，团团才垂头丧气的走了回来。外婆，爹爹和娘亲怎么还不来接团团呀？他们应该就快来了。团团不喜欢和外公外婆玩吗？怎么这么想回家呀？说着还装作一副伤心的样子。没有呀，团团很喜欢外公外婆的。自从团团来了之后，江贤武和李三娘把家里的鸡都逮了几只杀了，专门炖给小家伙吃。团团虽然小，但他也知道鸡都是要留着下蛋，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看到外公他们把鸡宰了做给自己吃，团团又心疼又高兴。外公，怎么又是鸡肉呀？小鸡不是要用来生蛋蛋的吗？外公外婆是特意做给我们团团吃的呀。团团看了看锅里的鸡肉，双眼亮晶晶的，凑近闻了一下，好香呀，肯定特别好吃，谢谢外公外婆。江贤武夫妻俩见团团吃得香，之后就又杀了2只炖给他吃。团团想到吃过的香喷喷的鸡汤和鸡肉，就更喜欢自家外婆和外公了。外公外婆，团团就是有些想爹爹娘亲了，因为团团都没有这么久不在家过呀。可是外婆想让团团多陪我们一些日子呀。那外公外婆和团团回家好不好呀？傻孩子，外公外婆怎么能跟你回家呢？李三娘跟江贤武和团团说着话，
突然就传来了一阵拍门声。打开门，赫然便是秦晋池和江婉婉。啊，爹爹娘亲，你们终于来接团团了，团团好想你们的呀。爹爹和娘亲也很想团团啊。团团，爹爹娘亲来接你回家喽。爹爹娘亲。李三娘和江贤武在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亲昵地说着话。景池啊，婉婉，快进来快进来，这大冷天的。知道了，娘。李三娘招呼着他们坐下，就连忙给他们冲了热腾腾的柚子茶。你们快喝茶，暖和暖和。岳父岳母，这是我们带的一点肉，还有点酒。李三娘把篮子接过来看了一眼，就看到了一只肥壮的猪大腿肉，一坛子葡萄酒，10几个红彤彤的大番茄，还有许多辣味不太明显的青椒。哎呀，你们怎么送这么一大只猪腿肉啊？这猪腿肉可贵着嘞，浪费这个钱做甚？只是块肉罢了。娘，你和爹在家趁着新鲜，可要早些吃啊。这酒可真香啊，不错不错。你就知道吃喝。女儿女婿给我带的，这有什么的？正好送到我心上了。景池、婉婉，这酒可真香。你们上次给我们带回来的酒，我都存在地窖里呢。这一坛子爹也给存上，过几年味道肯定更好。岳父，您想喝随便喝，家里还有，专门存着还有好多呢。到时候您想喝什么样的都有。那我一会儿便开这坛来尝尝。娘亲，外公可喜欢我们的酒了，团团看到外公每天都要去地窖里闻一闻呢。娘亲，我们下次再送好多酒给外公吧，不然外公都舍不得喝了。就像娘亲每天只让团团吃3颗糖糖，团团就都舍不得吃，只能闻一闻一样。娘亲，你说外公可不可怜呀？你个小家伙，别以为娘亲不知道你想多吃糖。娘亲好聪明呀，那团团回家可以多吃几颗糖糖吗？李三娘被江婉婉叮嘱过，所以这几天她也没有给团团多吃糖。小家伙和江贤武爷孙俩每天状态倒是很像了，老的每天就去闻闻酒坛子，小的每天拿着3颗糖，也是一副舍不得又痴迷的模样。那回家给团团5颗吧，不过就今天可以哦。好吧，谢谢娘亲。又坐了一会儿，李三娘就起身张罗着做饭了。婉婉呐，景池，你们先坐着，娘去给你们做饭啊。娘，我和你一起吧。不用，你坐着喝喝茶，暖暖身子就成，娘用不着你。我和你做这饭，动起来才好呢，这样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啦。娘说不过你，那你就来帮帮娘吧。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儿，秦晋池和江婉婉便打算带着团团回去了。外公外婆，团团真的走了哟，你们每天都要想团团的，团团也会很想你们的。爹娘，你们真的不和我们回去住几天吗？团团也很舍不得你们呢。我们这家里也走不开呀，也不好总让别人帮我们看着家。你们过一段时间就带着团团过来看看我们老两口便是。下次来呀，可就不能这么早走了，至少也得在家里住2天才是。好，我们会常来的。岳父岳母，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带婉婉和团团多来看你们的。外公外婆也要去找团团玩的哟，团团在家里还藏了小肉干，很好吃的。外公外婆来找团团，团团可以都给你们吃。外公外婆也会想团团的，过段时间我们就去看你。好。团团，咱们回家吧，以后再来看外公外婆，牛车已经等好久了呢。好吧。哎呀，这是……爹娘，团团睡着了。那快把团团放床上躺着睡吧。秦晋池点点头，接着便走进屋里，把团团小心地放到了床上。秦母又看了团团几眼，才跟着秦晋池和江婉婉走出房门。晋池啊，婉婉，
你们吃过饭了吗？娘给你们做点吃的。娘，我们吃过了，现在饱着呢。咱们去火锅店看看吧，这才刚营业，我总是不放心。哎，好，咱们坐一会儿再走吧。两人喝了点水，没过多久就去县里了。团团醒来时，看着有些陌生的屋子，有些回不过神儿。爹爹，娘亲，奶奶的小乖孙哦，你醒了，奶奶给你穿衣服啊。奶奶，这是哪里啊？团团怎么在这儿？怎么自己家都不认识了？这是咱们新家呀。哦，团团都没来这间屋子睡过，都忘了。奶奶，爹爹和娘亲呢？他们去县里了，晚些时候就回来了。好吧。来，奶奶给我们团团穿衣服。好。奶奶，团团好想你们呀，你们想团团了吗？奶奶当然想我的小乖孙啦。见团团衣服已经穿好了，秦父便把团团抱了起来。哎呦，乖孙儿，你在外公外婆家玩得开心吗？开心，外公外婆还给团团炖鸡肉吃，鸡肉嫩嫩的，好香。那开春去，等天气暖了，咱们也养一群小鸡，到时候养大了炖给我们团团吃。好。说话间，秦父便把团团放到了沙发上。小家伙可喜欢自家的沙发了，在上面开心地蹦了几下才停下来。团团，要不要喝柚子茶？团团想喝。好，奶奶这就给你泡。这边祖孙三人喝着柚子茶，倒是惬意。另一边，火锅店里就没有这般和谐了。静之哥，嫂子，这可怎么办呢？菜我们都洗干净了的，不可能有虫子的呀。别怕。一旁江婉婉紧皱着眉头，看着那张桌上坐着的几个青年。他们就是故意来找茬的，我先过去看看吧。走吧。各位客官，我听店里的伙计说你们在菜里吃出了虫子，是吗？一个黑瘦的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眼睛里全是兴味，盯着江婉婉看着，也不说话。秦晋池咬紧牙关，正想出手时，江婉婉眼疾手快地握住了他的手。反正你们店就是不干净，都吃出了这般恐怖的虫子，这还了得？你们就看看怎么办吧。江婉婉看着那只明显不可能出现在菜里的蜈蚣，心中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无奈地说道：这虫子应该不是菜里的，我们店里的菜呀都是清洗很多遍，不可能会有。好好说话。你们这饭菜不干净，还有理了。反正今天一定得给个说法。对，必须得给个说法。哎呦，你们这丧天良的店铺，不仅菜里有恶心的虫子，我这吃完后肚子还疼得不得了。你们还想推脱？二哥，你和大哥可要给我们做主啊！秦晋池看着旁边渐渐聚拢过来的客人，知道这事情不有个圆满的解决，以后估计生意也不好做了。思索片刻，他看向江婉婉道：咱们直接报官吧。小光，你快去报官吧，等县衙的人来了，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肯定会解决的。就算是让我们歇业，我们也绝无怨言。说完，眼神便一一扫过桌边坐着的一圈地痞流氓，语气凉凉的道：不过要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也不会任人欺负，反正到时有错的一方，20大板估计是免不了的。桌上的黑瘦男人紧紧攥了攥手，想到王员外说的话，他就又慢慢冷静下来。王员外可是说了，这几只虫子可是有毒的，可是他好不容易弄来的，而且这些虫子他们从汤底刚端上来时就趁人不注意丢了进去，捞上来时也是在店小二面前捞的，这铁证如山，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很快一群衙役便跟着秦小光过来了，了解了一下情况，就都要把他们带去县衙。那几个地痞看着衙役过来了，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腿脚都在发抖。他们也就是平时干点小偷小摸，
再严重些，也就是像今天这般受人指使，来别人店里闹闹事。以往其他人都会给他们银子息事宁人，更有甚者，直接歇业的也是有的，还从没有人像这般报官过。眼下看着这群官差，他们也没法子，只能都跟着去。反正那锅里的虫子可是实打实的。阿木，你带着其他人看着点，小关算是证人，我们就带他一起过去。今日招待不周，大家的饭钱就都不收了。不过我们家的食材确实是很干净的，相信一会儿县令大人也会还我们的清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放心吧，你们家的东西我吃过，很干净的，相信县令大人也会还你们公道的。谢谢。谢谢衙役大哥了，以后您来我们店里吃饭呀，一定多给您优惠。衙役笑着点点头，也没再说什么，便走到前面去了。走快点。很快就到了县衙。李远看着堂下跪着的江婉婉和秦敬池，又看了看一旁衣衫脏乱、举止有些粗俗的一群小混混，微微皱起了眉头。一旁的衙役李锦跟他说了大概经过。李远皱眉问道：李三，你们今日去安安火锅店吃出了虫子，可有此事？回大人，确有其事。这吃出虫子的事儿，你们二人可认？回大人，民妇夫妻二人不认。你们店里的伙计亲自看到他们从锅中捞起了虫子，这人证物证俱在，你们为何不认？大人，我们那火锅店很大，他们几个人要是做了什么也很难发现。万一这虫子是他们故意放进锅里，等我家伙计过去添茶水的时候，故意捞出来陷害我们的呢？你胡说，分明是你们家东西不干净，我三弟吃完都肚子疼了。哎呦，真的好疼啊！大人，你可得为草民做主啊！大人，相信你也看到他们捞出的虫子来了。这虫子草民以前见过，但这种虫子实为毒虫，大多生长在多沙土的地方，咱们这种地方不可能会有这种虫子的，所以绝不可能在菜或者肉里面出现的。民妇也犯不着故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将这虫子带回来，企图毒害客人呢。师爷，这些东西你比较清楚，你过来看看，这种毒虫可是菜里会生长的。回大人，这种毒虫名为蜈蚣，多生长在丘陵地带或者多沙土的地方。咱们曲峰县水源丰富，并没有任何地方符合这种地貌特征，确实生长不出来。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你们可还有话说？回话！大人，小人不是故意的，小人只是被县里的王员外给指使的呀，我们没想这么做的。大人，您饶了巧的吧。其他三人见他都说了出来，也不停地磕着头。大人饶命！大人饶了我们吧，草民再也不敢了。那王员外可是王奎？对，王员外是叫这个名字。张岩，去把那王奎给我押过来。是，大人。很快，王奎便被带到了县衙。王奎，你指使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他们四人到安安火锅店闹事儿，可有此事？大人，草民不知情啊，草民从未指使过任何人呢。王员外，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呐！是你看不过那火锅店和那海鲜店的生意比你鲜味楼的生意好，才指使我们去闹事的。就连那虫子也是你交给我们的呀。大人，他说的都是真的，不然我们也弄不来那种虫子呀。对，他还说那虫子毒性有些大，放在锅里他们店肯定逃不脱。这都是他的原话。王奎、李三他们所说之事，你可认？我给了你们银子，你们这些臭混混竟然敢出卖我！大人为草民做主啊！这王奎做的恶事可不止这一桩，他家前些日子找人修庄子，每日还得让我们去搬巨石来修，等庄子终于完工了，他就不付给我们工钱。秦敬池诧异地看着林路，然后又看向王奎，原来这便是那王员外。大人，我们夫妻二人都能作证，这林路原本在王奎家干了大半个月，每日都很辛苦，肩上也都是淤青，最后却没能拿到工钱，还被王奎的家丁打得鼻青脸肿的，这些都是我们夫妻二人亲眼所见。你们可是签了协议的，你们盖的那个庄子我就是不满意，你能拿我怎么样？王奎，这下人证物证俱在，你可还有话要说？草民知罪，
不过不给工钱的事儿，草民可不认。这当初可是签了协议的，草民要是不满意，就可以不给钱。是这样吗？林露无奈的点头。可是大人，我们做工的人都不识字儿，是他骗我们签的。王奎陷害同行，克扣工人工钱，行为实在恶劣。本官命你将克扣的工钱全数补给工人。至于找人去安安火锅店闹事一事，便赔偿秦敬池和江婉婉夫妻俩100两银子，并打20大板。见王奎还要辩解，还恶狠狠地看向秦敬池他们。李远皱眉继续道：若是以后你敢再犯，便从重处罚。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你们4人虽受王奎指使，但此行为实属不该，每人赔给秦敬池夫妻2人10两银子，并打20大板。大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啊？我舅舅可是在京都当差的，你不能这般对我。敬池、婉婉，远叔您来了，去楼上坐坐吧。小光，你快去上锅底，把肉和菜也都送上去1份。知道了，嫂子，我这就去准备。想着上面坐着的是县令大人，秦小光的手脚都动作得更快了。江婉婉上了楼，便听见了秦敬池和李远说说笑笑的声音。远叔，今天谢谢您了。哎呀，原本就是你们被陷害了，这都是我该做的。远叔，那王奎说他舅舅在京都任职，我看他那般愤恨的模样，他怕会报复您啊。我知道他舅舅只是个不足轻重的人物，不碍事的。那就好。以后呀，你们有什么事儿就去找我，我总是能帮上点忙的。谢谢远叔。3人吃完火锅，外面天色也暗沉下来了。送走了李远，江婉婉和秦敬池给秦小光他们交代了几声，又叮嘱他们不要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秦敬燕和秦父秦母他们，这才往家中赶去。阿燕，啊，嫂子，怎么了？你笑什么呢？我想到雪珍了。哎，对了，爹娘，你们明天就选个好日子吧，该给咱们阿燕提亲了呢。嫂子，真的吗？太好了！这才只是提亲，要成亲的话呀，估计还要好长一段时间呢。能先定亲就好了呀。那明天娘和你爹便去找人挑挑日子，再去请县里的王媒婆。好，谢谢娘。你以后定亲了，可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了。以后就不止你自己了，有妻子了，以后还会有孩子，你也得好好想想以后的事情了。我知道的，阿哥。大人，今日来到贵府，乃是听闻您家千金贤良淑德，温婉贤惠，美丽大方。今有那秦家2郎品性良善，一表人才，今日略备薄礼，想要求娶您家千金。虽然礼薄，但还请您和夫人笑纳，只希望2家能缔结秦晋之好。小姐，是姑爷来求亲了。还未定亲呢，什么姑爷？别乱叫啊！哎呀，迟早的事嘛。老爷，那秦家2郎我是知道的，是个不错的小郎君，您怎么看呢？夫人做主便是。那王媒婆便去回那秦家2郎吧，他备的礼品我们收下了。哎，好。接着又决定了过几日商量婚期之后，王媒婆便满脸喜意地出了门。走到火锅店，王媒婆进去便拉着江婉婉他们说道：答应了，你们也真是运气太好了，遇到我王媒婆。要不是我在县令大人面前不停地夸赞你家2郎，这亲事啊，估计也悬。那真是辛苦王媒婆了。来，您快坐，尝尝我们店的火锅，你还没吃过呢吧？这我还真没吃过呢，今日我可得好好尝尝。好，随后便给您上菜啊，您到时候啊可得多吃点儿。说完，江婉婉便进了厨房。嫂子，怎么样？成了吗？别冒冒失失的，这都快成婚的人了。好啦，答应了。太好了！嫂子，我出去一下。红烛摇曳在
这东方情悠长，佳人香消惹我心房。东风花烛夜，爱意在流淌，执手相伴岁月漫长，此生共赴爱的列车。琴弦红盖间眨眼，温柔目光醉心田，而别词语诉缠绵。第二日，李雪珍醒来时，看着屋顶竟还有些回不过神来。她愣了好一会儿，扭头看向自己身侧的位置，看着面无表情地睡着的人，只觉得他好像和平时笑眯眯的模样有很大不同。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轻轻触碰了下他秀挺的鼻子。团团，你不要闹，小叔叔好困呐。李雪珍听着他的话，不由得轻笑出声。秦静燕听着他的笑声，缓了一会儿，才睁开双眼。我竟忘了，我还以为是小团团早起来吵我呢。说完便搂住李雪珍蹭了蹭，李雪珍脸颊毫无阻隔地贴在他的胸膛处，还是有些不习惯这样的肌肤相贴的感觉，脸色不一会儿就变得红扑扑的。咱们起床吧，还得去给爹娘敬茶呢。好。午后，李雪珍和秦静燕将她带过来的东西都收拾好后，李雪珍便拿出了2张房契。这是我爹娘给的，这2处房产都在县里，一处是专门居住的宅院，一处是2层的商铺。这是岳父岳母特地给你的嫁妆，你自己可要好好收着。你听我说，我爹给我这房契是，商铺是想给你开书店的，宅院是打算让我们俩可以住在县里，偶尔陪陪他们。当然，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和爹娘他们住在一块儿，反正我都听你的。好，咱们去县里住，偶尔回来看看爹娘便行。反正家里也一直有咱们的房间。不过这商铺的房契你就好好收着吧，书店也不需要开太大的，我会想办法的。为什么不用这商铺啊？这就是特意给你的。我爹娘就我一个女儿，咱们现在不是一家人了吗？你干嘛还拒绝呢？好好的商铺总不能放着积灰吧？你别难过，这商铺你要留着傍身呐，身上总得有点值钱物实才行。怎么，你是害怕你以后会对我不好吗？当然不会了。那我就不用留着，我相信你，你安心拿着开店便是。好吧。太好了，这才对嘛。其实这段时间我给阿哥和嫂子他们帮忙，他们也给了我一些工钱，原是打算先租个铺子开上店，等日后赚了银钱了才买的。咱们要开店，也还有许多花销不是？你攒的银钱还不知够不够用呢。不过我手上也有一些，不怕。好。咱们拓印的画本子也应是快好了，一会儿去问问，到时候都摆上便可开业了。没过2天，画本子就都拓印好了。秦静燕只拓印了那本父亲死去，儿子也战死后，最终都没能相认的那个故事，最终定名为飞沙。开业这天，秦晋时和江婉婉也带着团团过来了。不过书店不同于别的店铺，刚开业还又是在早上的话，一般是没什么人的，还得等晌午或者傍晚时，书院的书生们下了学，人才会多起来。而店里也不是只有各种书，还有糕点和茶水。只有咱们家有红枣糕，说不得以后的客人还会专门为了这一口过来呢。是啊，以后可只有咱们书店里有这东西，想要吃呀，可不就只能来这儿了吗？而且嫂子还说，日后还会给咱们做点新鲜的糕点放过来卖，到时估计又能给咱们招揽好多生意呢。不，我敢肯定，以后你店里的客人都会是冲你来的。弟弟，团团去学堂了，是不是就能读完这么多书啊？
咱们团队以后可是要当小状元的，读的书会比这里多很多很多的。哇，那团团太厉害了。不过呀，你得在学堂好好念书才是，不然也有好多小孩子去学堂念了好几年的书，最后却是一本书都读不明白。团团一定会好好念书的，要做很厉害很厉害的人。乖孩子。嘿嘿。开业没过多久，书店里就走进了2个20来岁左右的男人，见他们穿着锦衣长衫的样子，应当是读书人。2位想要买书，还是想要在店里看看书啊？老板，我们就是看新开了一家这么大的书肆，便想进来看看。那你们2位随意看看吧，我这里书籍还算齐全，什么类型的书都有的。其中一人在书架前翻看着，另一人随意的到处打量，突然瞟到书架前摆放的新书，便好奇的走近，看着书面上的飞沙2字，就好奇的翻读起来。他刚开始表情很是放松，随后便神色认真起来，身体靠着书桌，一直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只有一只手在不断的翻页。书架旁的张晨见他这副模样，好奇地凑过去，跟着读了几页，随后便也拿了一本看了起来。你们要是喜欢这书，便去楼上坐着看吧，站着也太累了些。好，我领你们上楼吧，我们书肆的2楼是特意留给大家看书的地方。竟这般好。我们书肆不管买不买书都可以在这里看的，而且我们店里还有小食，你们要是饿了也能点一些尝尝。随后他们2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让秦金燕帮忙上一壶柚子茶和一碟红枣糕，便又翻着飞沙继续看了起来。等秦金燕给他们2人端了茶水和糕点过来，2人都还看得精彩。这便是你们的柚子茶和红枣糕了，有需要再叫我吧。 2人都只是漫不经心的点点头，都不肯抬起头来。秦金燕看着他们专注的模样，非但不觉得他们不抬头看着人说话不礼貌，反而脸上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打扰，轻手轻脚的下了楼。你看，我就说你写的画本子肯定会很受欢迎的，这才来了2个人，便翻看着上瘾了呢。嫂子，这还不一定呢，可能读完了人家也不觉得多好看呢。嫂子说的对，我看那2人的模样，就是被书中的故事给迷住了。阿里，你快尝尝这茶水和糕点，可好吃了。季礼被他打断后，微微皱了皱眉，小心翼翼地将书本倒扣在书桌上，看了他一眼，便拿过红枣糕尝了起来，吃了第1口，便停顿了下，随即立刻拿起了第2块。你喝点茶，这茶也特别不错。季礼端过茶杯，闻了闻，喝了一口，柚子茶入口清香甘甜。不错呀，你看到哪里了？就是警放大战西北军那儿，我的天哪，太震撼了！只可惜你我皆是凡夫俗子，不能像警放那般上战场保家卫国，肆意又酣畅的杀敌，真是汉室一桩啊！是啊，确是一桩汉事啊。不过咱们过2年要是有幸能高中，便也是能尽自己的全力，为辽阔的家国和万千的百姓做出点贡献。说的是。 2人感慨片刻，便又拿起了桌上的书本继续翻看起来。这一看便从晌午看到了傍晚。为什么英雄竟会被那般虚伪自私的小人所害？为什么警方没有能和他义父相认？他一辈子都憧憬能有父亲陪在身边的日子呀，终于有了义父，也没能陪伴他几年，最后怎的这般结局啊？季礼听着他的叹息，双手终于忍不住，继续翻开了最后几页。看完之后，坐在桌上，看向窗外的晚霞，双手紧握着，久久不语。2人回过神来时，大部分的桌旁都坐满了人，大家都拿着各种书籍翻看着，有些人还拿着纸笔写着东西。张晨和季礼坐在桌子旁，缓了好些时候，将壶里的柚子茶都喝完，才拿着书本下了楼。老板，你这本书要多少钱呢？
这画本是刚刚拓印的，有些贵，得要500文呢。两人随即痛快地付了钱，宝贝似的抱着书就走出了店门。等他们走后，却不知之后的几天，一本飞沙便在一群群文人雅士中传颂开来。老板，你们快多拓印一些吧，我们想买呢。这故事真是写得太好了，这本书昨日就卖完了，要拓印就得等好几天呢。没事儿，我们等，不过可要快些呀。行，我会催的。看着书生们离去的背影，看吧，嫂子说的当真没错，现在客人都是冲着你的画本来的了。就这么2天，100多本书便都卖个精光不说，还有人催你赶快拓印呢。我也不知道，竟真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相公真的是最厉害的，你不要妄自菲薄。谢谢娘子。师爷，你这看什么呢？这般认真。大人，这是这几日在县里被大家传颂的一本书，虽然店家说只是个画本，但故事却是荡气回肠，很是精彩。我能看看吗？这是自然。张岩便将书册递给了李远，反正他已经看完一遍了，所以也不会太舍不得。李远这一看，2个时辰便过去了。师爷，你帮我买一本回来吧。大人，你有所不知，这书册是一家新开的书肆卖的，统共就拓印了100来本，早就卖光了。下一批拓印出来也不知需要多久呢。哪家书肆啊？便是那雅文书斋。雅文书斋，雅文。默念了几遍，李远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家女儿女婿的书肆啊。这书你今天看吗？见张岩摇头，他便说道：那便等我看完再还于你吧。大人说哪里话，您慢慢看着便是了。李远拿着书册走出县衙时，想了想，便去了秦金燕他们书肆那边。爹，你怎么来了？这都这么晚了。岳父，我去给您端壶茶过来吧。好。见秦金燕去了小厨房，李远好奇地看了看书店。学珍呐，这书册你们都卖没了吗？对，这飞沙卖得很好，只2日便卖完了。爹，你也喜欢这故事吗？我见师爷看得很是认真，便向他要了来，看了几页，确实很不错。能写出这种故事，怕是位老先生吧？爹，你有所不知，这飞沙是阿燕写的，不是什么老先生。李远瞬间睁大了双目，待秦金燕端着茶水过来时，便见李远看着自己的目光中满是惊喜和欣赏。你小子很不错。不过李远也没多说。最后秦金燕看着岳父走出书店的背影，还都是懵的，不知这岳父怎么就夸赞自己了。直到李雪珍解释起来，他才明白过来，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爹爹，你怎么要去那么久的？团团和娘亲想你了怎么办呀？不能不去吗？爹爹必须出去，不过10几日便也就回来了。江文婉在一旁为他整理着明日要带走的衣物。等到一家3口上床睡觉了，团团都还是唉声叹气的。爹爹，你要快些回来哟！爹爹出去了要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在家里乖乖听你娘亲的话，还有爷爷奶奶他们也是，知道吗？好，团团知道了。团团，爹爹走了，娘亲还在呢，别难过了啊。可是爹爹就要去那么久。爹爹，团团把压岁钱都给你好不好？有钱就能买好多东西了，不用走的。爹爹出去又不是为了挣钱，是有别的事。团团知道劝说无果，便只能紧紧抱住他的手臂。那今天爹爹要抱着团团睡，不缠着你娘亲了？娘亲一直在，可是爹爹不在呀。行，今日爹爹便抱着我们团团睡。等团团打起了小呼噜，江晚才细声叮嘱起来：你在外面小心些，遇到危险便躲到空间里去，知道吗？去了15天左右便马上回来，你等到咱们去丰县不远了，
便将种子都取出来后，然后在当地找一个镖局什么的帮忙护送你回来，不然那么多东西呢，你一个人弄不回来不说，还会遭贼人惦记呢。听着他嘀嘀咕咕地叮嘱着，秦静池嘴角不住地上扬，便侧头吻了一下他的唇。我都知道，你每天都在跟我说，我都记住了，放心吧。江婉婉看着他深邃的眼眸，无奈地点头。那好吧，反正出门在外，万事都要小心一些。好。第二日，秦静池和江婉婉早早就起了床，害怕团团会哭闹，所以在团团还熟睡时，秦静池便背着大包袱走了。团团起来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哭，但整个人蔫巴巴的。江婉婉一阵心疼，不过也只能多哄哄他。团团，娘亲带你去外公外婆家去玩几天，好不好？好。乖宝贝，别难过了啊，咱们一会儿去了，外公外婆看到你不高兴，他们也会难过的。团团看了看他，低着头缓了缓，才看着他笑起来。团团不难过了，只是爹爹太坏了，都不等团团起床便走了，娘亲也不叫团团的。江婉婉心虚地瞄他一眼，目光流转。都是你爹爹的错呢，他让娘亲不要叫你的。哼，坏爹爹。吃完午饭，和秦父秦母叮嘱几声，江婉婉便提着一篮子东西，牵着团团走了。外公外婆，快开开门，快来给团团和娘亲开开门呀！李三娘正缝着衣服，听见外头声响，连忙放下衣服。外婆，团团想外婆了。进到屋里，没看见江贤武。外婆，外公呢？啊，你外公去外面有事儿呢，过一会儿便回来了。晚上，江婉婉和秦母做好饭，门外传来声响，团团便知道是外公回来了，便悄咪咪地躲到了一张椅子后面。江贤武进到屋里，看着江婉婉，一阵高兴，又四处环顾了一下。婉婉啊，静池和团团怎么没来呀？静池他出远门了，说是要出去进点货。团团的话，外公被团团骗到了吧？团团，快来，外公抱。团团笑眯眯地走到外公身边，便被外公单手拎起，抱进了怀里。哎呦，咱们团团倒是沉了些，还更白了。外公，团团重吗？那外公别抱团团了，沉。你这么个小崽儿，再沉能沉到哪儿去？乖乖让外公抱着便是。嘿嘿，好。爹，你放下团团，咱们吃饭吧。对，外公，你快放团团到旁边坐着吧，我们吃饭了。江贤武一言，将团团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吃过饭，江贤武和李三娘才问起秦静池出去的事。前些日子县里偶然来了一个番邦人，说他家乡有很多产量很高的粮食，静池便想着跟他去买一些回来种。他估计是从邻县坐船而去的，这估摸着可能至少也得去个10来天呢。婉婉呐，那静池去的地方怕是很远呐。娘听说从那邻县出海去到的地方很是神奇，人们都是金发碧眼的，也不知是不是如此。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静池一个人去很危险呐。那么远，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如何是好？你娘说的对，应该别让他去的。你们如今也开了2家店了，日子再怎么着都是好过的，何苦冒这个险呢？爹娘，你们放心吧，他并非一个人去的，还跟着一大群跑商的人呢。而且他们也不一定真的到番邦去，我已经叮嘱他了，不管成不成，半月之内必须回来，他也应下的，应当不会出什么事。哎呀，老天保佑，可千万要平平安安回来。那些跑商的人呐，每回出去一趟，哪儿会不舍几个人进去啊？唉，团团虽然不懂，但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话，也察觉出了爹爹这次出去是很危险的，小家伙也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来。
娘亲，爹爹不会有事的，对吗？真的不会有事的，不然我会放心让他去，还不担心吗？爹娘，你们也别担心，他很快便回来，无事的。这回趁他不在，我便带着团团多住2天。2个老人听到这儿，才开始高兴起来。团团晚上和外公外婆睡，好不好？好。姜婉婉带着团团在这边住了7、8天，才打道回府。秦父秦母等他们回来了，抱着团团是又抱又亲的，想念的紧。姜婉婉看着这幕，又想到姜贤武和李三娘抱着团团的样子，突然觉得要是他们2人能离得近些便好了。如今虽然离得不远，但终归是见一面不那么方便。婉婉，婉婉，怎么了娘？哎呀，这是怎么了？怎的回来后这般心不在焉的？没事，娘，我就是想晋池再过不久应该就回来了吧。又过了7、8天，秦晋池终于带着一队人马，拉着一车车的种子回来了。秦家村的村民看着这么多东西，都是一副瞠目结舌的模样。村里人听说他拉了好多东西回来，都聚在他家门外瞧热闹。爹爹，想不想我？想了，团团超级想爹爹。静池啊，你这种子有几种啊？产量都很高吗？你买了这么多，能不能卖一些给我试试种种啊？大家别急，我这里买的多，过些时候请村长来，一家跟你们匀些便是了。不过也匀不了多少啊，咱们村人多，我们自己家也要种的，所以大家多体谅体谅。这产量真的高吗？我们没见过这种粮食，好不好吃啊？星驰，有新粮食，如果产量很高的话，我们都想分些种，就是怕种不好呀，万一种不好，这不就白白浪费田地了吗？各位叔伯婶子放心，我买粮食的时候便让他教了我种植之法，无需担忧。再者，这些种子有限，每一户也分不了多少，估计1亩也种不到，况且还要种土豆呢。县令大人也说了，土豆种不好就免了税收，如果种得好，那产量非常高，这1亩田地也无伤大雅。众人听他这一解释，也都放下心来，反正他们自家也种，总不可能坑害这么多人吧。秦晋池回来也有些累了，今日粮食便都暂时摆放在了院子里，等第2日再做打算。静池啊，你们这些种子要怎么个价格呀？叔，这样吧，晋池去买的时候基本都是2文钱1斤的，虽然我们路上请了人押送什么的也费了好些银子，但大家也都不容易，便就照这个价格给吧。秦大海一听他们这般仁义，连连应是。接着他们便将村里人都叫了过来，热火朝天的开始分粮了。马上要开始春耕了，大牛他们的烧烤店也暂时关了，火锅店和海鲜店那边，姜婉也给店里的伙计们都放了1个月的春耕假。团团，这几日呢你就得去学堂了，上了学堂便是小大人了。娘亲，狗蛋哥哥和二娃哥哥是不是也和团团一起呀？当然啦，你们几个小家伙一起去。哇，好哦！那娘亲，以后团团可不可以带狗蛋哥哥他们来团团的房间玩？还和团团一起睡觉呀？当然可以啦，以后团团交到新朋友啦，也可以带到家里来的。嘿，太好了！去学堂不能和别人打架，知道吗？要乖乖的，有人欺负你了就回来告诉爹爹和娘亲，我们帮你做主。好。 3个小家伙因为年纪小，所以晚上下学会早一些。这时姜婉婉和秦晋池都还在店里，所以3小只便会去秦晋燕的书肆。在他们夫妻俩偶尔空闲时，就会乖乖坐在1楼的书桌边上，听着秦晋燕或者李雪珍给他们讲故事。直到晚些时候，姜婉婉和大牛他们就会来接小家伙们。李雪珍看着3个小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2人，突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等他们都走了，他便拉着秦晋燕激动地说道：香公，
你说像团团他们这样还不识字的孩子，给他们讲许多小故事，应当很喜欢吧？这是自然，小孩子都喜欢听这些，和大人也喜欢听说书先生讲书是一样的嘛。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画一些画本给小孩子看呢？用画去讲一个故事，这样就算不在上面写字，小孩子们也能看得懂。倒是可行，你见你画的那些画简洁中还带着可爱，小孩子应当会很喜欢。那我就试试。过了几日，李雪珍便画好了一个小故事，是一个小孩子带着一只小猫四处流浪的故事。他画完之后，在江婉婉过来书店时，便欣喜地拿给他看。雪珍，没想到你进画的这般好呢，画风特别可爱，故事也很温馨。等团团他们晚些下学了，便给他们看看，如果他们也很喜欢的话，就可以多画些在店里售卖了呢。好，等团团下了学便给他看。随后江婉婉又跟他讨论了很多故事情节，过了好久才在李雪珍仰慕的目光下回到了自家店铺那边。过了10来天，雅文书斋就摆上了几十本画册，这一摆上不过2日便就销售一空。这日苏荷来到书肆里，看着楼上楼下都是客人的场面，倒是吓了一跳。可真是没想到，你们这书店的生意竟然这般好。昨日我去王家做客，他们家的几个小孙子和小孙女围在一起看着一小册画本，可高兴了。看完后抱着那王夫人的腿就是一阵撒娇，说是让给多买几本呢。我这一问呢，才知道那画册竟都是咱们书肆里卖出去的。岳母，那画册都是阿珍画的，可受欢迎了，许多人要来买呢。但是雪珍哪里画得过来呀？如今都预定几十本了。我原本还想请几个人一起画的，但是阿珍画的画总有种特别的感觉，别人完全模仿不来，也就只能作罢了。怎么10来天不见，你瘦了这么多呀？悄悄告诉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因为我喝了辟谷餐，7天瘦了10多斤呢。真的吗？那我也要试试。这还不止画册呢，还有那王家的小儿子就是在长华书院念书的，他呀买回来了一本叫《飞沙》的画本。那王员外拿过去看了一眼之后便和他儿子一样，整日捧着那书，都舍不得撒手。那王夫人可嫌弃死他们父子俩了。那王夫人说呀，他们俩看完后整日唉声叹气的，竟还开始后悔没有自小学武，后悔不能报效国家呢。我女婿可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雪珍台爹不让我说，当时我就跟那王夫人显摆了，那书可是我女婿写的。娘，爹这样说是对的，阿燕也不希望大家都知道是他写的，不然到时店里怕是会围得水泄不通了。娘这也只是说说，我女婿这般厉害，自然想和别人说嘛。不过现在你们这书店在县里可是出了名了，娘也为你们高兴。秦静燕听着这话，不由得耳根通红，倒是有些羞涩了。苏荷和他们2人聊着天，不一会儿便吃了一盘子糕点和几杯糯米茶。临走之际，才想起来自己过来书肆的目的。对了，你们俩晚上来家里吃饭呢，王伯买了1只鹿，晚上专门做给你们吃。那只鹿可大着呢，我去火锅店那边看看，让婉婉和静池带着团团也去家里。哎呀，那我们晚上可有口福了，我们一去呀，估摸着一顿就给吃光了。尽管吃便是，本就是买了给你们补身子的。等苏荷走远，秦静燕想着他意味深长的笑，都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岳母刚才看着我们，怎的那副表情啊？李雪珍耳根通红着，懒得搭理他，瞪了他一眼，便进了一旁休息的小房间。他坐在桌前，不由得想到了苏荷前几日拉着他说的话。雪珍呐，你们这都成亲几个月了，也应该怀上了才是。说完还摸了摸他的肚子，见他腹部毫无起伏，又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说道：你这好像还没有啊，不行，让他想想办法。李雪珍愣愣地看着她的娘亲，脸色爆红。
娘，就顺其自然就好了。这段时间有些忙，谁有心思啊？哦，是不是回来了没精力呀？没事儿，娘想想法子，过几日让人弄头公路回来，给阿叶缝补便是了。晚上，秦静燕他们还没到，鹿肉便都做好了。等菜端上桌后，秦静燕便带着李雪珍过来了。没过多久，江婉婉和秦静池也带着团团进了门。哎呀，来，苏奶奶抱抱我们团团。团团去学堂感觉怎么样啊？习不习惯？哦，习惯。团团认识了好几个小哥哥，还有一些比团团还小的弟弟，他们才3岁多。你个小家伙才过完4岁生辰呢，还说别人小。可是这样团团就是哥哥了呀。说到这儿，团团便看着秦静池和江婉婉，撅着小嘴控诉起来。团团的弟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娘亲和爹爹就会骗小孩子，还说快吃菜，你苏奶奶他们特意准备的饭菜呢，再不吃该凉了。团团听他这么说，立刻就被分散了注意力。等苏荷将他放到椅子上坐着时，便乖乖一勺一勺吃起了饭。秦静池和秦静燕一时也没意识到鹿肉吃多了会有什么样的功效，一筷子一筷子夹着，吃得喷香。苏荷和李远见他们俩喜欢吃，心中都高兴得连连点头。你多吃点别的，别光顾着吃鹿肉。好。吃什么青菜呀？猪肉平日里多的是，今日可是让你们来吃鹿肉的。说着，便给秦静燕舀了一大勺的炖鹿肉。来，多吃点。接着又给秦静池也舀了一大勺。江婉婉看着秦静池碗里堆起来的鹿肉，嘴角抽搐一下，莫名地感到后背一凉。娘子，你今日怎的这般不对劲儿呢？没有啊，怎么这么说啊？难道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李雪珍仔细观察了他一下，见他好像并没有任何不对劲儿的动作，这才放松下来。哎呀，真的没事，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快睡觉吧，我好困啊。行吧，没生气便好。秦静燕知道这是在李府，虽然不会对他做什么，只是当他睡了一觉，生生被热醒之后，就另当别论了。害怕吵醒李雪珍，便轻手轻脚下床，倒了一大杯清茶灌下肚，感觉到稍稍好了一些之后，这才又上了床。怎么了？阿珍，不知是怎么了，我感觉有些难受。说完，直直地盯了盯李雪珍水润的嘴唇，然后就不受控制地吻了上去。李雪珍摸着他有些发烫的脖颈，无奈地叹了口气，认命地闭上了双眼。原本平日里秦静燕就要弄好久，这一吃了鹿肉加持，整个人就像是不知疲倦一般。李雪珍手臂紧紧抓住床头的雕花柱节，皱着眉委屈地想，他娘这真是害人不浅呐，下回再怎样都得阻止才行。而另一边的江婉婉也没好到哪里去，虽然因为江婉婉生气的缘故，秦静池如今每次都会有所收敛，但今日却实在忍不住，任凭江婉婉咬着他的臂膀，有气无力地拍打着他的脊背，但他听着怀里人难耐的哼唧声，却还是舍不得松开他。直到后半夜，他们卧房里的烛火才被吹灭。静池，团团还要去学堂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婉婉呐，静池早就送团团去县里了，你放心，他说你有些不舒服，好点了吗？娘给你煮了粥，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医馆看看。娘，您别担心，我没事的。那就好，那快把粥喝了吧。好。江婉婉坐在沙发上，一直感觉腹部有些微微的痛感，和以往的感觉有些不同，但她想到昨晚上的事儿，就没多想，端过秦母熬的白粥便喝了起来。婉婉呐，要不要弄点腌萝卜来就着吃啊？
不用了娘，这白粥喝着呀都是稻谷的清香，可香了。好，那就这样喝，厨房里还有呢，不够娘再去给你盛，慢慢喝啊，别急。哎呀，是不是饿狠了呀？都怪静池，我说叫你吃了早饭再睡吧，他硬是不让我去。还是娘疼我，不像秦静池，见我欺负人。秦母听着这话，笑得眼角都是皱纹。以后他欺负你，你跟我说，我收拾他。喝完粥，坐在沙发上和秦母聊着天。慢慢的，窗外的阳光洒进客厅里，整个屋子里都是暖洋洋一片。江婉婉靠着沙发昏昏欲睡。娘，我好困啊，我上楼去睡一下，有事就叫我啊。去吧去吧，多睡会儿。江婉婉躺到床上睡了一觉，最后是被腹部的一阵痛感给惊醒的。她艰难地坐起身来，检查了一下，并不是来了月事，擦了擦脸上细密的汗珠，心里不由得委屈不已。都怪秦静池，坐了一会儿，又忍不住缩进软软的床铺里，想要强迫自己再睡一觉，但肚子却越来越疼，只得撑着身子艰难地挪下了楼。娘，我肚子好疼啊，你快帮我弄杯热水喝一下吧。哎呦，这是怎么了？睡觉之前还好好的呀。将他扶到沙发上坐下，秦母连忙道：我给你弄红糖水啊，你坐着稍微等一下。江婉靠在沙发靠背上，眉头紧皱。红糖水来了，快喝点儿。来，娘喂你。婉婉呐，走，娘送你去医馆看看去。你看看你这脸色白的，这是怎么了呀？娘，等静池回来，如果还疼的话，咱们再去吧。马车被他和爹架走了，咱们要去县里，我也走不动。哎，好，那就等等静池。你爹也是，今日不知是怎么想的，硬是要和静池一起送团团去学堂，也没在。一边照顾着江婉婉，秦母还不时地去大门处张望，焦急地等着秦静池他们。又等了2刻钟，才终于看到大路尽头驶来马车。等马车在门外停了下来，哎呀，你们终于回来了。今日婉婉也不知是怎么了，晌午后睡了一觉起来，就一直肚子疼，脸色白的呀。就等你们回来，带着去医馆看看呢。娘去。婉婉，怎么样？怎么出这么多汗啊？我这就带去医馆，你忍忍啊。说完便立刻将人抱着就往屋外冲。爹娘，你们要不带着团团留在家里吧，家里也得留人才是啊。团团要看着娘去，不留下来。我跟着去照顾婉婉。老头子，你留在家里吧，反正你去了也没啥用。秦父还没反应过来，马车就已经驶出老远了。不过1刻钟多一些，马车就停在了医馆门口。大夫，快帮我媳妇儿看看，她肚子疼了好久。快放在这张床上吧，我来看看。老大夫给江婉婉把了把脉，便微微皱了皱眉。大夫，我儿媳怎么样啊？没事，是好事儿。你儿媳呀，这是怀孕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当真是怀孕了？秦静池和团团也愣在原地，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不过今日这种情况是动了胎气。那她有事吗？这怎么办？没关系，我抓点药给你们，回去熬给她喝了，养几日便好了。现在呀，先让她在这里休息一下，喝了药你们再回去。好嘞，大夫，你给我们抓药吧，我去煎。听到这儿，秦静池终于松了口气，腹又喜上眉梢，看了看虚弱的扯着笑的江婉婉，心里就是一阵心疼。婉婉，你听见了吧？咱们又有孩子了。我听到了。啊，团团有弟弟了。秦静池把小家伙抱起来说道：嘘，小声点儿，你娘亲正难受呢，不要吵着她了。团团不说了。姐姐，你放团团下去吧。团团不用这么小声，
不会吵到我的。团团颠颠地走到床边，指了指娘亲的肚子，悄声道：娘亲，小弟弟。香丸丸也不知道这小崽子怎么对弟弟这般执着，这要是日后生个小妹妹，不会难过吧？乖孙怎么想要弟弟呀？要个妹妹不好吗？这样就儿女双全了，多好啊！妹妹也可以，只是妹妹就不能跟我们男孩子玩了呀。弟弟多好呀，团团就可以带着他到处玩。哎，把药喝了吧。香婉婉看着黑乎乎的汤药，闻着其中难以言说的味道，眉头紧蹙。金池，太难闻了，而且一看就很苦。娘亲，这是学堂里的一个小弟弟分给团团的，又香又甜。娘亲乖乖喝完了药就可以吃了哟。人家小弟弟给你呢，你怎么不吃啊？嘿嘿，其实团团已经吃了2块了，这一块是想带回来分给你们吃的。秦静池笑了笑，拿过糖块。好了，团团都贡献出他糖块了，你也快把药给喝了吧，喝完肚子就不疼了。香婉婉不情不愿地喝了一口，只这一口都要了他老命了。婉婉，咱们一口气喝掉就好了，不要小口小口的喝，这样更难受。香婉婉感受着腹部的隐隐作痛，深吸一口气，便接过药碗，一口气闷了下去。刚喝完，秦静池便眼疾手快地将糖块塞到他嘴里。哎，好了，舔舔嘴。好了，娘亲太棒了，药都喝完了。接下来的几日，秦静池和团团要去县里，香婉婉就被秦父秦母细心照顾着。团团哥哥，都是林子恒，他太坏了，把我要给你的糖都吃完了。没事的，小包子，他吃了就吃了，哥哥明天给你带其他好吃的，你别哭了啊。小包子，别伤心了。小包子，没事的，林子恒那个小胖子前几日也吃了你给我的饼了，我都没有哭哦。听到这儿，小包子哭得更伤心了。他太讨厌了。大牛和王灵芝则无奈地站在一旁，看着几个小家伙。王灵芝看着自家小外甥哭得伤心的样子，原本是想安慰一下的，但这小包子一直拉着团团不愿意放手，他也没办法。团团，这是怎么了？爹爹。团团，你不会是和这个小弟弟打架了吧？不是的，爹爹，是小包子原本想给我糖吃的，但是糖好像被我们班里的另一个人偷偷吃了，所以小包子才难过的哭了。那团团不吃就是了。说完便看向团团身旁的小包子。小包子，你团团哥哥不吃糖了，所以你别难过了，叔叔要带他回家了。小包子，和舅舅回家吧，好不好？明日舅舅让外婆给你多装些糖带过来，给你团团哥哥吃就是了。团团哥哥。团团见他眼泪不停地流，便连忙给他擦了擦，擦完又看着他紧紧抓住自己衣袖的手，更加无措了。爹爹，怎么办呀？秦静池看了看伤心的小包子，想了想，便向王灵芝说道：要不让这小家伙去我家做客吧，和团团玩一天，明天我再送他们2个人来学堂。王灵芝看了看小包子，想了想，唉，那秦老板，今日我家小包子就拜托你们帮忙照顾一下了。没事儿，反正2个小家伙玩得好，这小包子去我家做客，我们可欢迎得很呢。去了你团团哥哥家做客，要乖乖的，知不知道？知道了，小啾啾。团团哥哥，我们是要去你家吗？是呀，小包子，我家里可好玩了，回去了团团哥哥给你玩小玩具哦。好。说着说着，小包子又不禁皱起了眉头。团团哥哥，我们以后
不要理那个林子恒了，那个糖糖很好吃的，是我特意给团团哥哥留的。说到这儿，小包子更难受了。团团见状连忙安慰：小包子，你乖，等回家了哥哥给你拿好吃的肉干，还有你喜欢的柚子糖，好不好？听着两个小团子的童言童语，坐在车厢外的秦晋池不由得勾起嘴角。姜婉婉正坐在沙发上，拿着秦晋燕前2天给他送过来的画本子，入迷地看着。突然听见团团的声音，连忙放下手中的书册，走到门口，便见秦晋池牵着2个小团子走了进来。宝贝，这是你的新朋友吗？娘亲，这是小包子，除了狗蛋儿哥哥和二娃哥哥，我在学堂里和他玩的最好了，就是上次给团团小酥糖的那个弟弟。接着又指着姜婉婉对小包子介绍：小包子，这是我娘亲哦，我娘亲可厉害了，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小包子啊，你好啊，欢迎来婶婶家做客，你好可爱呀。小包子羞涩不已，过了好一会儿才在团团的鼓励下开了口：婶婶好。秦父秦母从厨房出来，见着家里多了个小奶团子，也和蔼地和他说了说话。等打过招呼，团团就牵着他坐到了沙发上，姜婉婉则端来一盘今天刚做好的孜然味的牛肉干。小包子，你快尝尝这个，这是牛肉干，可香了。小包子凑到团团的手边闻了闻，闻到牛肉干的香味后，眼睛一亮，就张嘴叼走了牛肉干，眯着眼睛嚼啊嚼，终于将肉干咽下去后，团团哥哥，这个肉好香啊，比娘亲和外婆给我的糖糖还好吃。那小包子多吃点儿，以后你要是想吃了，哥哥还可以带去学堂给你吃。好，不过我们要藏得好好的，不能再让林子恒偷偷吃了。2个小人儿吃了香喷喷的饭菜，便坐在茶几旁玩起了拼图。小包子，哥哥教你拼，很简单的。好。小不点儿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进了屋，乖巧地趴在团团身边。姜婉婉和秦晋池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玩得开心，便也不管他们了。2人凑到一起，专心致志地看起了画本，故事名叫《断桥》。团团和小包子注意到他们2人拿着书，一脸沉重的模样。爹爹娘亲，怎么了呀？没事呀，小包子和团团玩得开心吗？婶婶好玩。小包子很聪明的，已经会玩拼图了。那就好。姜婉婉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了，已经很晚了，你们2个小家伙该睡觉了啊，今天就先别玩了。好。知道了。娘亲，小包子今天和团团睡吧，团团的床好大，可以睡得下的。但是你要好好照顾弟弟，盖好被子，不要着凉了。好。等给他们2人都洗完澡，团团便拉着小包子噔噔噔上了楼。小包子，这是我的房间哦，上面还写了团团的小屋。哇，小兔子，你看看我的卧房是不是好漂亮？团团抱着床上的玩偶，你看，这是我奶奶做的小兔子玩偶，还有小猪玩偶。接着又兴奋地走到书桌前，你看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可爱？这个是我哟，这是我小叔叔特意给我做的生辰礼物。团团哥哥，你的卧房好漂亮哦。我回家也要让娘亲和外婆帮我弄。团团笑了笑，便拉着他的小手走到床边，率先蹬掉鞋子，铺上了床。你可以抱着小猪睡哦。好。第2日，阳光挥洒在院子里，温暖又舒适。小不点儿趴在秦父的摇椅旁，时不时叫2声。而屋内，团团和小包子刚吃过早饭，正要出发。姜婉婉动作迅速地给他们2人
都装了许多牛肉干。你们2个带去学堂里吃吧，给狗蛋和二娃或者其他同窗们都分一些，知道吗？知道了，娘亲。说着便拉着小包子的小手飞快地跑出了院子。没过几日，秦静燕他们的书店再次上新，这次因为有了信心，所以断桥这本书秦静燕足足拓印了300本，将1楼的书桌上全部摆满了。今日张晨一进书店，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一摞摞新书时，表情又惊又喜，快步走到书桌旁，看着书面上的燕青2字时，心中更欢喜了。要了茶水和糕点，便提着长衫疾步上了2楼。等到天都昏暗下来了，2楼上的书生也还状似未决似的，都不见下楼。怎么办？你的故事太吸引人了，大家不舍得走啊。反正我们无事，就在小厨房里煮点面吃吧，在店里多留一会儿，我去给他们点上油灯。好，你去吧，我去煮面。秦静燕摸了摸他的头，这才上了楼。秦静燕将蜡烛放在每张桌上，一一点上，便在大家的感谢声中下楼吃面去了。到了戌时，大概是晚上7、8点的时候，楼上的人才怀抱着断桥渐渐下了楼。如今这么晚了，估计也没有店铺开门了，我们今日还是各自回家吃吧。那不都怪你啊，早就催你了，硬是不走。你们2位要是想找个铺子吃饭，可以去吃火锅和海鲜呢，很好吃的，现在也还未歇业的。我们昨日才吃完蟹肉堡呢，只是那火锅都说是水煮菜，我和季里觉得应该不太好吃，所以就没去过。那你们今日真可以去尝尝，虽然是主菜，但比你们想象中的可好吃多了，很多人都喜欢呢。其实那火锅店和海鲜店都是我阿哥和嫂子开的店，如果你们喜欢海鲜的话，一定得去尝尝火锅，同一个老板开的店，味道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我们今日去尝尝吧，反正也饿了，随便尝尝呗。行吧，咱们就去尝尝。哎，小包子，舅舅抱着你，你别打扰舅舅看书啊。好。闻到小包子身上浓浓的孜然味儿，王灵芝倒是有些馋了。你的牛肉干给舅舅吃点呗。可是小舅舅不是说不吃的吗？娘亲，小舅舅和外婆都不吃，那我自己吃，以后不分给你们了。如今王灵芝看着面前撅着小嘴儿，还一副疑惑模样的小包子，都有些心虚。不过小包子还是掏出了自己衣袋里包得严严实实的牛肉干，递到他面前。哼，吃吧。王灵芝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好了，小舅舅就要1块，剩下的小包子自己留着慢慢吃吧。小家伙又拿起一小块放进嘴里嚼着，才仔仔细细地将牛肉干包好，宝贝地放进衣袋里。小舅舅，怎么了？我明日不回家了，我要去团团哥哥家里玩，你跟娘亲和外婆说呀。你前几日才去过呢，准你去1次，这还惦记上了。而且就因为上次让你跟那团团回了家，你娘亲和外婆可将我好一顿骂。你吃了我团团哥哥娘亲给的肉肉，还不让我去？想去就找你娘和外婆他们说说呀，他们俩人说了才算数。娘亲不让我去。这样吧，明日小舅舅下学时耽搁一会儿，你和你团团哥哥早些走，这样一来回来了，你娘他们也怪不着我。好，那说好了，明天小舅舅不能早早来接我。是，快吃你的肉干吧。